老子今儿可倒是有福，半个小娘子还能拿银子。靠，谁他妈的这么猥琐啊？不对啊，我不是出车祸了吗？车子都已经被撞得粉碎了，难道我竟然没被撞死？可还不待苏画想清楚，手腕便被人抓住，一股粗粝油腻的触感似从皮肤钻入血液。这么快就醒了？虽然有些傻，还是个肥婆，但这身子骨倒是不错，待会儿可得让哥哥好好折腾。你放心，只要将哥哥伺候的舒服，以后荣华富贵少不了小娘子你的。尼玛，我就是在梦里也绝不能被这种人沾上啊！他下意识朝男人裤裆就是一个屈膝，可是腿才刚刚抬起，整个人直接傻在原地。我操！谁来告诉我，我的大长腿咋突然胖得这么邪乎？哎呦，小娘子，别心急，哥哥这就来啊！绿豆眼见少女动着小腿，猴急地往苏画身上压来。苏画脸色一黑，悄咪咪往旁边一倒，绿豆眼儿扑了个空，摔在地上，脑门上磕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包。老子操你奶奶！敬酒不吃吃罚酒，死肥婆竟然敢弄伤老子！老子待会儿定要让你趴着求老子！肥你妹！你全家都肥！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小花，小花，我可算是找着你了。你这是在做什么？地上为什么还会有个男人？少年身后还跟着一串村民，听着这话，立马伸长了脖子往庙中瞧。下一瞬，像是炸开了锅。哎呦，这老苏家小闺女儿这才多大年纪啊，就迫不及待和野男人钻破庙。就是啊，往常虽然人傻了些，丑了些，可好歹还知道礼义廉耻。如今咋大白天就干出这种脏事儿？我要是冯家，定然要退了这婚事啊！我的妈！我竟然不是在做梦，而是穿越了。在现代，他从小就是个弃儿，费尽了千辛万苦才上了大学。毕业之后，更是在大厂996整整工作了7年，正打算拿着100万存款找个乡下小院过隐居生活。好家伙，一场车祸，再睁眼居然直接穿越到了这个前所未有、从未听说过的王朝。小花，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你若是喜欢上旁人，直接同我说便是，何必这般羞辱我？就是啊，苏画，你这也太不知廉耻了。亏得冯家弟弟之前对你那么好。要我说呀，这苏家小闺女儿无媒无聘和男人钻破庙，得进猪笼。别废话，来，咱们去把她绑起来。这话一出，2、3个老婆子就径直走上前，要去抓苏画。慢着，行不轨之事，你们见过绑着双手双脚行不轨之事的吗？众人循声瞧去，皆是一愣。是啊，手脚都绑住了，还咋的去干那档子事啊？而且这传闻中的野男人，咋还晕死在地上？该死的，这往日的痴傻女，今天居然能说出这么有理有据的话来反驳。小花，你这玩的也太花了，莫非就是因为这野男人愿意陪你玩这么花的，所以你才青天白日里？说到后面的时候，男人声音越来越低，但是未说完的话却是让整个破庙里面的人都能猜到。玩的花？哼，我看咱们新晋秀才才是真的玩的花，绑了自己的未婚妻扔在破庙，又叫来这地痞来，当真是花样多呢。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胡说八道？那不如好好问问这所谓的野男人。
俗话说罢，狠狠一脚踩在绿豆眼裆下。死娘们儿，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弄伤老子，小心老子今晚就将你卖到篓子里去！哎，不对呀，这野男人这么凶，苏画还下手那么狠，这俩人咋看都不像是白日偷欢的一对啊！说，究竟是谁让你到这破庙来害我？要是有一个字掺假，我就废了你，再送你去吃牢饭！绿豆眼儿疼的是眼冒金星，下意识的朝冯子才望去。哎，这男人怎么这么蠢呢？小花，要不还是算了吧，他得到惩罚便算了。如今来的都是一个村子的人，今日的事情大家都会帮你保密。哼，我要保密做什么？不过是教训一个无赖而已，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倒是冯秀才，那上翘的尾音直接让男人脸色黑如锅底。刚中秀才便要害未婚妻另娶他人，这下作的手段倒确实要好好保密。俗话说罢，眸光瞥向人群最后方的一个女子，满月脸上一双水盈盈的眸子，处处望去，倒是有几分弱骨风肌之态。冯子才循着苏画的目光瞧去，心中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你休要在这胡言乱语，喷污到我冯某人身上。今日我未婚妻在破庙与人苟合已是既定的事实，还请诸位叔伯婶婶做个见证，冯苏两家的亲事退定了。我冯子才既是功名在身之人，万不能娶这般不贞不洁的女子。哎呀，这苏家小闺女儿和地上的男人究竟是何种关系呀？谁知道呢？看看再说。村子里的人都不清楚，可这冯子才是今年新晋的秀才老爷，更是他们村子里唯一的一个秀才。冯家就一对孤儿寡母，名下只有2亩地，剩下的免税名额不就都是我们村里的吗？若是他再考个举人，到时候便是官绅，我们根本得罪不起。是谁竟敢欺负我家花儿？哎呀，花儿，来，快让娘瞧瞧，哪伤着没啊？啊，有没有哪伤着？小妹，你怎么样？是谁欺负你？大哥今日揍死他！小妹不怕，有二哥在，定为你出气。对，敢欺负我苏家的女儿，死！冯子才听着这一声声的河东狮吼，两道邪眉皱到了极致，身子更是下意识地往后退。特意让人支开了苏家这一群难缠的人，现在怎地全赶了来？苏画被苏白氏抱在怀中，这原主啊，虽然是个心眼实的傻女，但是却有着将她宠在心尖上的家人。真好，这辈子有这么多爱着苏画的人，比起上辈子的我孤苦无依，真是太好了。是他害我。好啊，狗娘养的捣灶玩意儿，竟敢害我小妹！苏家老三苏三虎闻声，直接就是一个虎拳砸了过去。苏家老大和老二也亦是凑上前，正要一人来上几拳，只是在见到被打的人的那张脸时，倏地拉住苏三虎。这人咋的是冯子才啊？完了，难道是我打错人了？我去，小妹往日里可最是心疼这冯子才了，掉一根头发丝都不行。我们几个哥哥在小妹心中的位置，唉，比起他来，那真是不比也罢。三兄弟眼神交流了一番，都是不约而同的心头一颤。唉，苏三虎更是眉眼耷了，完全不敢瞧苏画的方向。花儿，这冯家小子做什么了？冯子才早上说要我在破庙等他，可我一来就说要退婚，我不同意，他便将我打晕。等我醒来，便看到地上这个绿豆眼男人，这个绿豆眼打女儿，还说要卖女儿去什么篓子。
不，我根本没打他，分明就是推搡之间撞到头晕过去了，怎么到这死丫头嘴里就成我打的了？好你个疯小子啊！你欺人太甚！世人说升官发财死婆娘，你昨日刚中秀才，今日就要悔婚约，还害我女儿，你是当我苏家没人吗？哼！苏大虎、苏二虎、苏三虎，给我往死里送！是。苏家三兄弟闻声，径直朝着冯子材围了上去。一时间，只听到拳拳到肉的声音，以及男人渐渐低下去的哀嚎声。住手！你们快住手啊！你们这是做什么？子材，我的子材呀！你怎么样啊？大虎娘，你们这是要杀了我家子材呀！呸！头上生疮，脚下流脓的恶心玩意儿，敢来害我的宝贝女儿！哼，便是直接打死她那也不为过。大虎娘，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什么话？当初要不是我家老头子用命救你儿子，你儿子坟头草都不知有多高了。后来是你们冯家巴巴的要同花儿定亲，如今是刚中秀才就想退婚了，还要卖我闺女，想都别想！你胡说，分明就是苏画在破庙偷人。我偷你娘，我偷！哼，再敢胡说八道，老娘就剥了你的皮！来，还请各位嫂嫂给我家闺女做个见证。此事可是关系到自家闺女的清白，苏白氏完全不敢大意。呀，手工纱！哎呀，真不愧是老苏家捧在手心里的人啊！这富人家才会点的玩意儿，苏白氏竟然也给他闺女弄上了。哎呀，是啊，真不愧是老苏家的宝贝闺女儿。便是有手工纱又如何？切，谁知道是不是除了最后一步没做，其他的全做了？毕竟这野男人可是连裤子都没穿呢。我们冯家定不能要这种不清白的女儿做媳妇儿。放你娘的狗屁！你才不清白呢！一家子没个好东西，这研究的玩意儿。冯家婶子倒是对这类事情清楚得很。莫非冯家除了我苏家3不5时的救济外，便是靠着这个给冯子材赚束修？这话一出，破庙中的人瞬时一静，转而也纷纷嗤笑出声。是啊，冯母一个寡妇，家里面就2亩地，能养出一个秀才老爷来，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小妹这张嘴咋突然这么厉害了？小妹不实诚了，这嘴如此利索。花儿这是开窍了？小妹不喜欢冯子材了？你胡说什么？竟然敢编排自己未来的婆母！这样的儿媳妇儿，我冯家可要不起。今日这婚事退定了。我可没胡说，我分明就是学冯家婶子意想猜测的呀。而且这婚事要退，也是由我们老苏家来退，是我苏画不要他冯子材。我呸！想得美！你怕不是在做梦吧？哼，是你苏家做事不地道，对不起我家子材。这亲自然是由我冯家来退。开玩笑，要是真让苏家退了亲，我儿子日后金榜题名，这会是他一生的污点。事实究竟如何？我们直接去县衙找关老爷说不就成了？苏画说着，便拉起了地上的绿豆眼儿，作势要往外走。不行！冯母、冯子材、绿豆眼3人同时一慌，异口同声地喊道：呀，这咋的还不行了？咱们县老爷可是青天大老爷，谁是谁非定会查得清清楚楚。到时候该坐牢的坐牢，该剥夺秀才名分的便剥名分，岂不是好事？笑话！真要去了衙门，那我儿子的前程可就毁了。你这小姑娘家的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一个村子里的事儿还闹到县衙里去做什么？唉，这亲事啊，就还依着先前那样，待你及笄了，便同我家子材完婚吧。
娘，苏家穷得叮当响，粗话更是要啥啥没有。要真娶她，简直比吃苍蝇还令人难受。冯家人连人话都听不懂吗？今日是我苏家要退婚，而且退定了。说罢，苏画一脚踩在绿豆眼的脚尖上。哎呦喂，男人痛得直接跪在了地上。如今他当下脚上头上全都是剧痛如刀割。这个蠢货老娘们，我去你奶奶的！要是再叛污这苏家小闺女，我怕是得直接被她给废掉了。这冯家母子一看就不是这个小丫头的对手，看来我得想想办法了。姑奶奶，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该为了冯子才给的那2两银子就来害您。他说要我玷污您清白，再来抓奸，顺势退掉这婚事，可我啥都没来得及做呢。姑奶奶，你已经快将我给废了，求姑奶奶高抬贵手，收下这2两银，就当我是一个屁，把我放了吧。哎呀，什么？13年前，苏老头为救冯家小子淹死在河中，可谓是一命换一命的恩情啊！就是，这些年冯家母子常常闹饥荒，常去苏家借粮，苏家可没一次拒绝的。哎，这冯家母子可真不是东西呀！哎呦，可不嘛，真是一家子白眼狼，枉为人呐！对呀，我呸！什么狗屁秀才，坏根儿！这种人做官得祸害多少人啊！周围的村民对苏冯两家的恩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可如今这冯家小子刚考上秀才，就使用这肮脏的手段想退了这门亲事，哼，简直比那白眼狼还要忘恩负义。算了，这种人呐，我们哪敢奢求将田地挂在他们家名下呀？走吧，别打交道了。就是，恩人之女都能害，这要成他家的钱儿，以后还不知须得拿什么东西来还呢。空口白牙就说我儿叫你来的，真是笑话。我看你就是帮苏画这小贱蹄子开脱，要说你俩没奸情，狗都不信。空口白牙？这碎银上可还有你儿子读书写字的墨迹，大家伙可好好看看。众人闻声瞧去，只见那闪闪的银面上果真沾着一块墨印。还真有啊！咱们上河村里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可就冯子才一人。哎呀，这老苏家待他们孤儿寡母可不薄啊！没想到这冯子才竟是这样的人呐！哼，不过是一点墨而已，又能说明啥呀？这村里是只有我儿一人读书，可是别的村呢，这镇上呢，谁知道是不是你偷了人家的银子，又栽赃到我家的头上？哎呀，你个死老太婆，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这东西你总认得吧？这可是你儿子亲自交给我的，说是他娘绣的钱袋子。说罢便大手一甩，直接扔到了一个老婆子身上。确实是子才娘的秀气呀！夫人们见了，亦是连连点头。哎呦，是啊，这确实是子才娘的绣法。哎，你们看，这针脚和雕针绣技，我们可没这绣工啊。听到众人的话，冯母一张脸是又红又黑，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你要是再敢污蔑老子偷的这钱袋子，老子今天晚上就爬到你被窝把你给偷了。你简直不要脸！这本是想坏苏家女的名声，顺势退婚，可为何到头来却是坏了自家的名声？幸亏原主没嫁到这样的人家去，不然有个这么厉害的婆母，只怕是连骨头渣子都要被吃得不剩了。姑奶奶，这2两银您便收下，算是小的一点心意。
你倒是知趣。娘，咱们赶紧退了这婚事吧。对，退亲。大虎，你去家里拿定亲文书。二虎、三虎，你们带冯子才去拿他家的那一份。啊，对了，还有冯家这13年来每年借我苏家50斤米，得全还给我老苏家，一粒都不能少。是，儿子们这就去。说完，三兄弟就哗啦啦的拖着冯子才出了庙。还愣着做什么？没看到花儿伤着了，赶紧把花儿扶起来呀！是。好，娘，您别气嘛，我这就扶小妹。紧接着，苏画便觉得两手一重，被扶着往冯家走去。我是手腕伤着了，又不是脚，而且原先磕破皮的手腕似乎也不怎么疼了。破庙里看热闹的村民见状，亦是纷纷跟在了后面。待走到冯家门口时，苏家兄弟手上拿着2份文书，苏三虎正埋头在冯家米缸里面掏米，那竹兜子在米缸底部呲啦作响，可见米缸全部被掏空了。娘，这是2家的定亲文书。冯家粮食不够，统共才100斤，剩下的550斤米，咱们要不让他写个借条，按照利息让他还。利息多少合适？苏白氏接过定亲文书，褶子脸上闪过了一丝痛意。原本看着冯小子靠谱，便是应了冯母这定亲一事，没想到却是差点害了闺女。这镇上借钱都是9出13归，娘，咱们自然不能落后。不能走！你们老苏家欺人太甚，那2两银子本就是我们家子才的，便是买你们那点子粮食也完全有余，竟然还想学着人家放印子钱收息，简直痴人说梦话。哼，2两银跟你们有屁关系？哼，那是绿豆眼给我家闺女的赔罪银子。对，大婶子说的是。你们！这下冯母气得直接晕倒在地上。大米5文1斤，欠你们的550斤大米便是2两7钱，再加50个铜板，这里都是2两8钱，多的便算是还这些年的恩。50文就想还恩啊？嘿，看来痴人说梦话的是你冯家才对，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一辈子都欠我苏家一条命。今日一事可全是你咎由自取，便是你以后走投无路，没人愿意要，也千万别再攀上我冯家大门来。哎呀呀，你家的大门可真是一点都不牢固呢。这些碎木头便算是我送给冯秀才和孟小姐来日新婚之礼，祝2位表字配狗，天长地久。苏画！冯子才气得大叫，可苏画一行人早已经往村尾的方向走去，唯留下一众看热闹的村民。哎呀，原来冯家这小子竟是看上那孟家姑娘了，难怪会使这恶心的手段也要退亲呢。是呀，孟家可算是小员外，光是那地便有200亩，县里还有一个日日能搂银子的面馆，比起1穷2白的老苏家来说，这条件可算是好上太多。哎呀，冯家就是不要脸，当初见老苏家有利可图，就巴年上去，如今考上秀才，转眼就另攀高枝。哎呀，可怜老苏家的小闺女啊，这么一退婚，以后只怕是没人敢要喽。此刻苏画看着村尾老苏家的土坯房子，忍不住啧舌。苏画抬头，便见苏白氏从老母鸡肚子底下掏出了一个圆滚滚的鸡蛋。呀，这几个老货今儿个总算是生蛋了。哎，老大媳妇儿，你赶紧拿去蒸一碗蛋羹，再热些早上的白米粥，给花儿压压惊。哎，媳妇儿这就去。苏老二的媳妇儿钱氏瞧着那圆滚滚的鸡蛋，不由咕噜一下咽了口口水。娘，我也去帮大嫂看活。老二家的，这是给花儿的吃食，要是让我看到你敢偷吃，今天的晚饭你就甭想吃了。
好，娘放心，媳妇儿就是闻闻香味。哎呦，这眼皮子浅的，那破秀才，哼，孟家丫头喜欢捡去，咱还不稀罕嘞。毕竟咱们画儿呀长得这般好，当年要不是那老婆子哭着求着要定亲，嘿，这么好的闺女，我才不愿意配给他那丑儿子。如今退掉这一门亲事，那是好事。待娘啊，再重新帮你物色一个俊俏的儿郎，定是比那冯子才强上千百倍。娘说的是，咱们画儿如花似玉，那冯子才给画儿提鞋都不配。啊，如花似玉？莫非这具身子虽然肥了些，但脸蛋儿长得确实不错？便是这当娘的审美有问题，总不至于3个哥哥审美都有问题吧？便是花儿不嫁也没事儿，以后我养她一辈子，给她养老送终。要养自然是我当大哥的养，便是到时候我不在了，还有我家大郎和二郎2个小子给花儿养老。就是要养也是先着我们2个哥哥，哪轮得上你一个没成家的小子？对，待我们长大了，我们给小姑养老送终，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定少不了小姑的。对，待我们长大了，我们给小姑姑养老送终。就是。天哪，我这才13的年纪啊喂，便连养老乃至身后事都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会不会有些过于早了？不错，理应如此。我如今年纪小，这婚事的事情还是再等几年，不急。再说，谁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还像冯子才那样？毕竟知人知面不知心。可他这话音一落，院子里瞬时安静的一批，一抬头便见7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全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这是咋的啦？小妹，你是不是脑袋被撞坏了？要知道，往日他们家小妹嘴里边除了吃，那便是冯子才，从没正儿八经地说出一句囫囵话来。这不是脑袋撞坏了，又是什么？苏焕闻声，哪里还不知他们的意思？方才晕在破庙的时候，我迷迷糊糊间看到一条大河，还有一个老婆婆。她本来想喂我喝汤，可不知为何，当汤快到嘴边的时候，她突然屈指在我额头一点。大河，老婆婆，那是忘川河，是孟婆呀！哎呦，我的天爷呀，我的花儿，我可怜的花儿呀！哎呀，多谢孟婆救我闺女一命，小妇人一定会日日烧香拜佛，谢孟婆大恩呐！见苏白氏跪下，苏家3兄弟和3个孙辈儿更是二话不说，直接跪在地上。娘，这是好事儿，咱可不兴哭啊！而且您可还记得13年前花儿出事的时候，那位老和尚的话吗？13年前？对啊，您生花儿那天啊，咱们院子里停着数不清的鸟，连唱了1天1夜的歌。待花儿衔石镯而生，那老和尚更是说，只要咱们小妹挨过及笄前的一劫，以后便是有数不清的富贵日子。当年他才5岁，还是个梳着冲天辫的小娃娃。虽是不太记事的年纪，但是那一日他所见到的万鸟朝凤的场景，便是再过上10年、20年，依旧忘不掉。可谁成想，后来待小苏画一天天长大，大家伙却发现，苏家的这小福宝竟然是个痴傻儿。这日子呀，也是越过越穷。我自是记得，说什么富贵啊，我只要我的画儿平安健康的过一生，那便已是知足。原主今年13岁，马上便是及笄之年。那这及笄前的一劫，难道指的是今日之事？可原主已经不在，如今活着的是21世纪的我呀！莫非我
我的穿越从一开始便是必然之事，而且原主竟然是衔着石镯而生，难道这破镯子里还有什么玄机不成？娘，小妹，鸡蛋羹和白米粥好了。苏画抬起头，便望见一碗金黄的鸡蛋羹摆在自己面前，肚子更是应声而响，估计整个院的人都能听见。花儿饿了吧？来，快进屋。听到自家小闺女儿肚子咕咕叫的声音，苏白氏连忙起身，让赵氏将饭食端到堂屋去。快吃，别饿坏了。苏画接过勺子，舀出一块金黄的蛋羹，下意识想放进嘴里，可突然耳边却听到一阵细小的吞咽声。好家伙，一转头便见3个小娃娃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苏画忽地记起，老苏家一日只吃早晚2顿饭，便是上河村里绝大多数人家也都是只吃2顿饭，不是不想吃，而是压根儿吃不起。可苏画却是上河村里唯一的一个例外，便是这名字里的画字，亦是苏白氏特意花了1两纹银在镇上请先生取的。只是这么些年以来，老苏家像是受到了诅咒一般，那是干啥啥不顺，种啥啥不长，养啥死啥。看啥看？这是你小姑的吃食，一个个的甭想惦记。地里马上就要育秧苗了，要是不想睡晌午觉，就全去地里给我拔草去。奶放心，我们现在就去。等等，苏画说着起身，从一旁拿出一个大碗，舀出一半的鸡蛋羹放在里头。来，大郎、二郎、春花，这鸡蛋羹太多，小姑也吃不完，你们分去吃。花儿，你这是干啥？你也尝尝看。苏画嘴角微勾，舀起了一满勺的鸡蛋羹往他嘴里塞去。我的花儿可真是长大了，还知道心疼娘亲。不过娘呀不喜欢吃鸡蛋羹，剩下的你多吃点，他们几个小孩尝个味就行了。大郎、二郎、春花，你们可要记住了，你们小姑呀最是心疼你们，连她最喜欢的鸡蛋羹都分你们一半。以后长大可不能做大白眼狼，忘记你们小姑的恩，知道不？奶放心，姑是待我们最好的人，我们一定会记住他老人家的恩情，给他养老送终。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定少不了小姑那一份儿。奶放心，我们长大了一定会记住小姑的好。奶放心，春花记得。他老人家，我妙啊！我家老娘这洗脑功夫真的是天下一绝。行了，赶紧吃，吃完就赶紧给我去地里拔草去。好，春花先吃。大郎和二郎是苏大虎和赵四在4年前生的双胞胎，如今正好4岁。这蛋羹烫人的紧，我先帮这小丫头片子吹吹。钱氏对着勺子猛吹了口气，可舌头却是不经意间卷去了大半勺的蛋羹。见到蛋羹没了，春花眼圈一红，哇哇大哭了起来。哭什么哭？老娘生你一场，吃口蛋羹咋的了？你这娃子咋这么不懂事啊？我帮你们吹吹也省得烫。吹你大爷吹啊！小娃娃的吃食你都要抢。钱氏见状，连忙往院子里躲，一边躲还一边忙不迭陪笑。我绝对不是跟小娃娃争吃食啊！你滚犊子！你觉得老娘会信吗？哼！吃了蛋羹就麻溜给我去地里面拔草去，靠山那一块都是你的活，要是弄不完，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吃饭了。娘，咋就我一个人去啊？大嫂不去吗？哼，眼皮子欠的玩意儿，天天就盯着旁人。老大两口子早就去地里了，你要是再不去，晚上你就给我在地里边过夜算了。说罢，
又朝在杂房砍柴的苏三虎和苏二虎嘱咐出声：今儿个冯家赔咱们家的100斤大白米，留30斤给花儿煮粥喝，其余的你们拿去镇上换些陈米和粗面回来。好嘞，儿子这就去。苏家两兄弟连忙应声，没过一会儿便抱着大半袋的粮食往外走去。屋子里，苏画一边吞着鸡蛋羹，一边心中也是五味杂陈。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太穷了，看来还是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营生才行。花儿，你待会儿吃完蛋羹就在家里边好生歇着啊，我去地里了。记得照顾好你小姑，手脚勤快着些，别让你小姑累着了，知道不？是，奶。哎呦呵，照顾她？让一个3岁的小丫头照顾一个13岁的大姑娘，这真是离谱！他娘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春花，你过来。小姑，你有啥事儿想让俺干？小丫头虽然长得黑瘦，但巴掌大的小脸上荡出一对小梨窝，倒是惹人欢喜的紧。春花，这附近可有什么大山没有？从咱家屋后头往上走2里地，便是村子里的伏虎山。听奶说，伏虎山里会有吃人的大老虎，吓人着嘞。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她虽然不看小说，但是也经常听闺蜜提起过。苏画也想去碰碰运气。小姑，你这是去哪儿啊？去山里挖些野菜，你在家待着不要乱跑。说罢便径直关上院门，从后头山坡往上走。可是这具身子实在是太肥了，才刚刚爬到一半的山坡就已经气喘吁吁了。你这丫头跟过来干啥？你刚不是说这山里有老虎的吗？对呀，就是因为有老虎，我才更要上来。奶出门前说了，要我看好小姑，要是遇到老虎，我也能帮小姑打老虎。哈哈，这小姑娘究竟有没有见过老虎啊？一个3岁的小丫头扬言要打老虎，她以为老虎就是放大版的猫吗？便是打不了，我也能帮小姑打打老虎。再说了，这山里头野菜不少，我也能趁机挖些野菜回去。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画也做不到再将人给赶回去的事。一大一小就这么慢慢悠悠地从小山坡进入了伏虎山。只可惜啊，苏画找了一路，别说什么人参灵芝没见着了，便是连能吃的野物也没见着一只，反倒是春花身后的小背篓全都满了。苏画一边伸手掐蕨菜，一边思绪翻涌，偶然间瞥见手腕上的青色石镯。苏画盯着石镯许久，不由得就冒出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只是待几个呼吸过去，他悄咪咪地睁开一条眼睛缝，却是发现自己依旧身在蕨菜丛中，根本就没什么变化。莫非是这进空间的口号不对？啊嘛尼巴尼哄，芝麻开门，小兔子乖乖，把门呀开开，青海里皮蓬，摊摊养父奶，一得一，二得二，三得三。好家伙，一阵搜肠刮肚，石镯依旧是纹丝不动。这开启镯子，难道需要我的血？于是他捡起了一块小尖石，旋即往手腕处轻轻一划，一阵微白的光在眼前闪过。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世家贵女，我穿成一个贫寒人家的小农女便算了，如今连空间都只有一个鸽子蛋大小，难怪进不去。我又不是豌豆姑娘，这空间能进得去，那真是见了鬼了。
我要水。话音刚落，只见便是又一滴晶莹的水珠从石镯滴落，掉入掌心。好香的香味啊，让苏画忍不住狠狠咽了口水。这么好闻的水珠，要是能钓到1-2只野猪，那倒是不错。不过他刚蹲下身子，一只毛茸茸的脑袋转而便钻了出来，原来是一只大灰兔。所以这就是现实版的守株待兔吗？但是当下他也顾不得心痛由猪变兔了，直接一个猛扑上去。小姑，山坡上，春花听着声响转过身来，见苏画四仰八叉地趴在地上，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小姑，你咋样？有没有摔着？没事儿。哇，兔子，竟然是一只肥兔子！小姑，你可真牛，连兔子都能抓着。要是你长我这样也能抓着。不成，我可没小姑这福气。在这个朝代，一般人能吃成我这副模样的，确实是一身福气肉。正所谓狡兔3窟，果然待柴烟一起，苏画便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旋即手上的背篓便是一重，打开背篓一瞧，便见是一只成年的灰兔子，以及7、8只巴掌大的小兔崽子。灰兔子见背篓被打开，下意识的就想往外逃，却是被春花眼疾手快一屁股坐了下去。这小丫头现学现卖的本事也太好了些。不过倒是正好，既然是一家兔，自然是得整整齐齐在一起。眼见着天色将暗，苏画二人手提肩扛的往山下走去。你个死丫头，竟是敢带着你小姑去山上！你是皮痒了想挨揍不成啊？一双凌厉的吊梢眼竖起，直接抄起了鸡毛掸子就冲过来。奶，可打不得，春花今日立大功了。你瞧这肥兔子，正是他抓着的。院子里陆陆续续回家的苏家人也都是吃惊不已。要知道，当初他们爹还在世的时候，偶尔去山里面下套也没套着这么肥的兔子呀。我的个天娘啊，这么肥的兔子，这是要炖着吃，那不得香死人啊！既然是我家春花抓来的，今儿个晚上我可得多吃2口肉。这都是小姑用火折子熏出来的，说是啥狡兔3窟，我顶多就是贡献了个屁股墩儿罢了。正日里吃了睡，睡了吃的小姑子会抓兔子，我才不信。听到自家小孙女的话，苏白氏却是不由扯过苏画到一旁咬耳朵。花儿可是馋肉了啊？咋扯到这上头去了？家里银钱足够，花儿若是馋肉啊，让你哥哥们去镇上割2斤肉回来便是，以后可不要再往这山里跑了。这些话几乎都是苏白氏用气音讲的，只有他们2人能听到。娘，花儿不馋肉，碰巧抓到的。2世为人，第一次知道，原来有娘亲牵挂着是这般滋味。这大兔子炖着吃，正好可以给家里人补补身子。至于小兔子，则养着让生兔，一窝接一窝，以后咱们老苏家再也不缺肉吃，岂不是去比镇上割肉更划算？养兔子？我们家以前可是养啥死啥，连猪那么好伺候的主都能养死。这野兔子向来是金贵难伺候的玩意儿，只怕到最后也是难逃一死啊！哎呦，花儿，这兔子可养不得呀！与其等日后给小兔子收尸，还不如今日全扒了皮吃掉。这兔崽子虽然肉少，可多少也是个荤腥呢。正蹲在地上瞧着小兔子的大郎和二郎，瞬时抱紧了兔子。哼，
我闺女抓回来的兔子，她说要养那便养着，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玩意儿。要是这么想吃肉，你现在就可以去山里头抓去，你抓多少吃多少，老娘屁都不放一个。娘，儿媳妇这也不是为了家里好吗？这野兔子咱根本就养不活，何必让花儿胡乱去霍霍掉，还不如给娃娃们多吃口肉呢。够了，娘说的对，你要想吃肉，自个儿去山里头抓去。小妹想养个兔子怎的了？便是养死了，那是兔子福薄。听到这话，苏画嘴角一抽。这一个个的，咋都不觉得我能养好兔子？我在现代的时候也养过一对兔子，原本是盼着兔儿夫妻俩生一窝的兔崽子，结果好几年过去，兔子都老死了，也没见着小兔子出生。唉，后来才知道，买的是一对姐妹兔。如今要是养好了这8只小兔崽子，不久之后便是数不清的兔美食：红烧兔、肉吃兔、烤全兔、麻辣兔头、烟熏兔头、香辣兔火锅。好了，大虎，你们待会儿呀便弄个兔栏出来，以后大郎、二郎你们俩就负责打兔草，可不能让他们饿着。至于这2只大兔子，一只留着自家吃，一只明儿个送镇上卖点银钱。是。奶是。苏家兄弟齐齐点头，转身便往杂房去挑选木柴了。这8只兔崽子，如今不过半个月余，倒是不担心它四处打洞的事儿，只需简单用木板围起来便好。待再过上10天半个月，兔栏的地面再用大石块垒起，压实就好了。娘，这个好看些的，咱们留着吃吧。好好好，咱们花儿在这10里8乡那是出了名的俊，吃了这么好看的兔子，以后更俊嘞。我其实是想试试看，这吞下10啄水珠后的兔子，是不是炖起来更香？莫非这具身体虽然胖了些，却有着一张闭月羞花的容颜？于是，趁着苏家人忙碌的空隙，苏画转身回屋。这镜子里的一张猪头脸真的是我？苏画吸了口气，狠狠地闭了闭眼。只见浅褐色的铜镜上，着实应了那句“脸之大，一镜装不下”。说是猪头脸，这算是埋没了猪头吗？我这张脸可没人家猪头脸白嫩呢，反倒是黑黢黢的一片，再配上我身上200来斤的肥肉，俨然就是一黑熊精恍恍惚惚照见了现实啊！要说在黑熊精上能找出一点出彩的，便只有这双眸子。外头的灶屋里，如今正热热闹闹地烧着兔子。没过一会儿，兔肉的鲜香混合着萝卜的香甜，弥漫在整个小院儿。哎呀，小妹今日抓的兔是成仙了吗？这味道咋这么香？对呀，光是闻着味儿，我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也许是咱们太久没吃肉了。待兔肉焖煮的差不多，便盛上一海碗，放在篮子里，径直往外走。娘，这肉是要送哪儿去啊？不是咱们自家吃的吗？这是给萧家小子送去的，他今日及时给我们送信，才没让花儿被冯子才那个白眼狼欺负。我们老苏家自是得有所表示才是。萧家小子，花儿同我一道去吧。唉，这萧家小子呀，也是个命苦之人。8岁时就被老萧家扭送去军营，昨儿个刚回来，却是被老萧扫地出门，如今连个落脚的屋子都没有。苏画眉头微挑，也跟着出了院子。我这副黑熊精一般的身板，必须要下定决心减肥。如今能多走一走也是好的。萧家小子，你在家吗？苏白氏走在木屋外，半晌没听见回应，正欲转身离开，便听得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传来。哎呦，
这是去哪儿了？天都黑了，可别往那河水里凑啊！今儿我家闺女啊抓着一只兔子炖了吃，送一碗给你尝尝味儿。多谢你白日里啊给我们传消息。竟然是他，是破庙外用尖石帮他砍断绳子的那个人。当时若不是他帮忙，只怕待冯子才带人抓奸之时，我正好得被那绿豆眼压在身下，那时倒真的是有口说不清了。苏婶子言重了，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况且苏姑娘英勇，便是没我传消息，也是不会吃亏的。苏画脸色微红。用英勇形容一个姑娘家，合适吗？不过人家说的也没错呀，他确实是够英勇的，一拳能将一个男人给打晕。若是这份英勇传出去，只怕伏虎山的兔子见了他都得绕道而行。这肥兔子炖萝卜是家里刚做的，味道正香着嘞，你待会儿趁热吃。说罢，拽着苏画转身就走。哎，婶子稍等，婶子美意，我便收下了。给，这条鱼啊，是我方才在河里抓着的，送给婶子尝尝鲜。萧景寒见推辞不过，急走2步，又往菜篮子里塞了一条鱼。哎呦呦，这可使不得啊！我本就是为了谢萧家小子而来，要是还带一条鱼回去，这像什么话？而且这可是一条10来斤重的大草鱼啊，要是放镇上去卖，起码得卖到100来个铜板。不过自家3个儿子常常在河里摸鱼，咋从来就没摸到过这么肥的鱼？苏白是心头一阵嘀咕，再一抬头，哪里还有萧景寒的身影啊？这小子莫非是属老虎的吗？咋跑这么快？娘，他去山里了。啥？这天都黑了，他还往山里走啥呀？而且还有这嫩大一条鱼，那该咋整啊？花儿正想吃鱼了，要不咱将这鱼先带回去，明儿个蒸来吃。他如今一个人，屋子也不知道弄到何时，明日便让哥哥们帮他起屋子，便算是还这条鱼，可好？这人与人交往，你来我往方可长久。那萧景寒明显是有功夫在身，在河中抓条鱼，兴许就是下个水的事儿，还不如收下鱼，帮他将房子建起来，双方都不吃亏。哎呦，我家花儿可就是聪明。如今田里草也是弄干净了，只等着育秧苗。大伙几个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干些正事。这萧家老大不愧是军营里退下来的，连抓的鱼都比旁人大。可惜呀，就是这腿伤着了。就这样，苏画听着苏白氏一路絮絮叨叨，回到家门口。娘回来了。哎，咋还有这么大一条草鱼？这清白的鳞片可真好看，比起老二他们在河里抓的鱼，那真是一个爹一个是孙子。看啥看？不知道弄盆水来把这鱼养起来呀？哎，儿媳这就去。这么肥的草鱼，便是小姑子吃半条，我也还能分上一大块的鱼肉。今儿个兔肉，明儿个鱼肉。自从嫁进老苏家这4年来，可从来没碰着这么好的伙食啊！二婶，这鱼可不能和这些石螺放一块儿，不然等到明儿个早上就得翻白了。大郎、二郎正专心地捶着石螺，猛然一瞧到盆中多出一条大草鱼，瞬时又惊又喜。而苏画却是瞧着盆中的石螺，眼神一亮。大郎，这盆里的螺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些石螺就是咱家田里的呀。哎，小姑你不知道，咱家有几块地靠近河岸的石头边上，这些石螺全顺着石头爬咱家田里来了。要不是家里几只老母鸡爱吃，哪怕是要嫌弃死这些石螺了。这石螺你给我留一些，是好东西。苏画眼神锃亮，想出一条赚钱的好办法。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去山里转一圈，本想找些药材卖钱，却是毛都没见着一根。倒是这些石螺，说是做成麻辣梭罗，应该算得上一个靠谱的营生。
啥？好东西？我没听错吗？这每年捡不完的石螺，竟然是好东西。老苏家堂屋中央，一张老旧的大木桌上，正摆着一大盆红彤彤的兔肉炖萝卜。苏大虎望着一满钵子的饭，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娘，今儿个咋煮这么多的白米饭呀？往年便是逢年过节，俺家也从来没这个待遇啊。今儿可是个好日子啊！咱们画儿和冯子才那个白眼狼顺利退亲，特意蒸上了一盆大米饭来庆祝。来，一人一碗啊！娘说的是，要我看呐，这先前全是冯家克着咱苏家，这不刚一退亲，这兔呀鱼呀全有了。孩大爹说的是。钱氏一大口卷掉2块兔肉，眼睛猛然一亮。哎呀，这兔肉咋这么香啊！而且皮儿薄肉嫩，这一口下去简直要把我的舌头都给香没了。娘，您这手艺是越来越棒了。是啊，这是我吃过最香的兔肉了。是啊，娘，您这手艺越来越棒了。苏大虎夫妇2人也连声点头。大郎和二郎以及春花3个更是埋头干饭。便是夸上天去，这兔肉1人6块，那也没得多。苏白氏冷哼了声，背脊却是悄悄挺直了几分。老苏家每当有肉时，都是由他来掌勺，但今儿个倒是破天荒的头一次被这么夸赞。苏画捧着饭碗，余光瞥到苏白氏碗中那孤零零的3块兔肉，果真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一个小老太。娘，这些太多了，我吃不了，你赶紧替我吃掉一些吧。花儿，你这是做什么呀？减肥。不愧是吃过水滴的兔子，这香味明显比一般兔肉好太多，而且没有科技与狠活，一口下去，口腔尽数被鲜美包裹住。啥减肥？是不是冯家那个白眼狼白日里说过什么不好听的话？咱们画儿那可是10里8乡难得的美人儿，这一身的福气更是令人羡慕，哪儿用得着减呀？娘说的是，花儿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姑娘。是呀，花儿如今正是最好看的模样，完全不需要减肥。要是冯家白眼狼乱讲，今儿个晚上3哥就去揍他一顿，让他美丑不分。呵呵，苏画嘴角一抽，我要不是已经照过镜子，怕是真要信了这一群人的邪。这减肥不是为变美，这长得一身福气虽然好看，但对身体不好，轻者降低咱们身体机能，重者会诱发一系列慢性病，最终无人可医，回天乏术呀。眼见一家人纷纷举着筷子，一脸怔愣的模样。这都是孟婆所言。啥？孟婆说的？既然孟婆都这么说了，那咱以后就减肥。不过呢，也不能饿着，咱该吃呀还是得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苏画见状也不再多说什么，这凡事都不可操之过急，不能一口吃出一个大胖子，也不能一下便瘦成一道闪电。花儿，二嫂问问你以后还能不能再见着孟婆呀？见孟婆？对呀，要是花儿能见着的话，能不能？钱氏脸上难得闪过了一丝羞怯，慢吞吞地说：能不能帮二嫂问问，二嫂啥时候能生个儿子？哈，这话一出，苏家人纷纷盯着苏画，扒饭的动作也是一顿，唯有春花眸光顺势暗了些许。二嫂，这生儿子的事儿，怕是不归孟婆管。都说天上的神仙不是逢年过节也是要聚一聚，花儿下次要是再见到孟婆，到时候让她帮二嫂带个信儿，就帮忙问问看嘛，是哪路神仙帮着管着生儿育女的事。够了，
要是吃饭都还管不住你的嘴，麻溜的给老娘滚出去啃泥巴去！说什么再见孟婆，这不是咒我花儿死吗？我这不是为老苏家好吗？钱氏有些委屈，想反驳，却是被身旁的男人给连忙拉住。赶紧吃饭，要我说，咱们春花就很好，晚几年生儿子也没事儿，便是以后生不出儿子也不打紧。大哥大嫂一生就是生2个带把的，我这4年来就春花一个丫头片子，我哪能不着急呀？要真没个儿子傍身，怕是脊梁骨都要被人给戳断了去。苏画瞄了一眼咬耳朵的夫妻俩，没理会，又夹起一大块炒蕨菜。天哪，真不愧是3月的蕨菜，正是肥嫩鲜美的时候。只简单放上2个辣椒煸炒，便脆嫩滑爽至极。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简直是肥胖星人的救命良药，减肥效果1级棒。晚饭吃完，天色也暗了下来。自打出生起，原主便是和苏白氏睡在主屋。莫非这里头的水珠就那么2滴，还是不再生的？要真是这样，那这石镯岂不就废了？而且1滴水珠才换来1窝兔子，这怎么想都是巨亏啊！花儿，你睡不着吗？娘，我明日想去镇上一趟，可好？苏白氏明显的松了口气，从床底翻出2两银子来。嘿，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那明日你2哥去镇上卖兔子，我让他呀带你一同去。这绿豆眼赔的2两银子，你明日见着什么喜欢的就买，咱家不差钱。在乡下人家，1年到头顶天也就能积攒下2两银，更别提一直走背字的老苏家。可他眉头都不皱一下，便拿给了我。先前老苏家这些年卖田地的银子，几乎全花在给袁州买吃的穿的上头了。要不是冯家还来2两期钱，全家积蓄几乎就几10个铜板。苏画望着小盒子里只剩下的不到3两银子，他心头有些发堵。谢谢娘。在上河村，香叶、桂皮、八角这些调味料从未出现过。农家做菜大抵就是油、盐、辣椒。明日只得去镇上试试运气，说是能找到这些调味料，口味搜罗便不在话下。既然接受了这具身子，那自然得记这些年的好，尽可能让老苏家过上好日子。哎呀，这有啥谢的？你可是我的宝贝闺女，这银子不给你花，那给谁花呀？天色不早了，早点睡啊！明儿个去镇上可不能睡懒觉。苏画点点头，也不再翻来覆去烙馅饼了。没过一会儿，便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直到一阵鸡鸣声响起，待苏画睁开眼，身旁的被窝已是一片冰凉。咦，画今儿起得可真早啊！画儿可是饿了，这锅中的粥还有一会儿便好。大嫂，我不饿，还不急着吃饭。二虎，你和画儿赶紧吃早饭，一块儿去镇上去，记得带好画儿啊，切莫让他离开你眼皮底下，更不能让人欺负他1分1毫，知道不？是，儿子知道。在娘的眼中，我似乎永远是个没长大的小姑娘，即便如今我已经不傻了。上河村地处偏僻，被全山环绕，离最近的苍梧镇都有20多里的距离。2人刚走出村口，身后便传来一阵哒哒的马蹄声，一个青布马车从2人身后擦肩而过。这马儿倒是长得俊。呸！这马儿长得俊，马主人却是个黑心肝的玩意儿，生出个姑娘专门抢别人家的夫婿，还整日招摇，当真是极不要脸。哦，得。苏画嘴角一抽，终是知道自家2哥骂的是谁了。孟家孟云儿。
二哥你放心，以后咱赚钱了，咱要买4匹高头大马来拉车，到时候咱们就是整个苍梧镇最拉风的人家，便是孟家人拍马都赶不上。4匹马，这1匹马便是至少20两白银，若是长得好的大马，兴许还得30两。若是买上4匹，便是至少120两白银，咱家买不起啊。在原主的记忆中，这老苏家一家人全是目不识丁的大文盲，自家二哥这打起算盘来，咋这么快？二人一路说说笑笑，到了苍梧镇的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便是朝阳都露出了半个大脸庞。二哥，咱们这兔子送哪儿去卖合适？哎呦，这身体太笨重了，走起路来也是受罪。不过1个时辰的功夫，整个人就像是从汗水里面捞出来一般。咱们去富贵酒楼吧，我和酒楼里的伙计有几分交情，待卖掉兔子还可以讨碗茶水喝喝。行。富贵酒楼位于镇东，从镇门口往里走，需要穿过镇上的早集。集市上，一个个商贩们正扬着嗓子吆喝，举目望去，便见暄软白胖的肉包，热气腾腾的羊汤，肉汤葱花盖浇面条，全都是满满的人间烟火味。待瘦下来，我一定要一样买上2份，吃个够。这会儿辰时刚过，一个伙计正执着扫帚扫酒楼前面的落叶。二虎今日来了。哎，身后这位姑娘是？李哥，这是我家小妹。花儿，这是李哥，我苏二虎的哥们儿。你好。你好，平日常听二虎提起自家妹妹，今日一见，苏姑娘果然是一身福气。暂且便当这是夸奖了。哎，李哥，掌柜可在酒楼？哎，这兔子你们掌柜要不要？昨儿个家里刚从山里头抓的，鲜活着嘞。哎呦，这兔子可真肥！哎，二虎稍等，我这就去叫掌柜。李山眼神一亮，没过一会儿，就引着一个身穿深蓝色锦袍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小兄弟啊，这寻常猎户送来的死兔20文一斤，你这兔子不仅鲜活，长得还正，我给你25文一斤，可行？多谢掌柜，咱家后头就是大山，以后小子要是再遇到这般好的野味，定头一个给掌柜您送富贵酒楼来。嘿，行。往日里猎户送来的野味，要么是死物，要么血淋淋一片，好不容易碰着个这么鲜活的，届时只要把这兔子放酒楼门口摆着，这不就相当于是自家酒楼的活招牌吗？兔子带皮肉10斤，25文一斤，便是250文。带出了酒楼时，立马从那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掏出5个铜板，递给李山，笑道：哎，这几个铜板送给李哥去打杯土酒喝。啊，这哪成啊？李山连忙要推辞，可这时苏二虎已经带着苏画快走2步。今儿个二虎还有事儿办，下次再和哥哥一起喝酒。咻，自家二哥倒是个人精，不仅惯会顺杆往上爬，还定下日后的野味生意。这人情世故，玩得真透。花儿，咱们现在是去布庄还是肉摊儿？李哥说布庄昨日来了一批新料子，花儿若是做衣裳，肯定好看。不去，咱们去药房。啥？去药房？花儿可是哪里不舒服啊？昨儿个夜里凉，是不是染风寒了？不，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去药铺里买点好吃的。方才路过集市的时候，一路看来都没一个卖桂皮、八角啥的。如今只能去药房碰碰运气了。毕竟在这华国古代，桂皮、八角这些调味料最早都是作为中药材出现的。苏二虎闻言更加吃惊了。谁家正常的妹妹去药店里买好吃的？只怕这花儿的痴傻症又犯了。
在苍梧镇一共有3家药铺，出了富贵酒楼以后，约莫走上一盏茶的功夫，便是老字号的周家药房。这里头是啥情况？苏二虎踮起脚尖往里面瞧，却只能看到一片乌泱泱的大脑袋，连门都进不去。苍梧镇另外2家药房全在镇西，要是绕过去，只怕还得小半个时辰。我倒是无所谓，就是画儿，平日出门少，今日来时从上河村走到苍梧镇都费了老鼻子劲了。若是再绕上个半个时辰去镇西，只怕回去的路上这双腿都得打摆子了。刚一个10来岁的男娃，正在旁边摊子上吃糕点，谁知却是突然倒地上了，被家里人送来这周家药房，可方才见着脸色都紫了，只怕是凶多吉少啊！哎呀，快让让，都别挡在道上！众人循声望去，一个美貌妇人眼眶红肿，而她身旁的小男娃此时满脸青紫，嘴角已然开始歪斜。夫人您别急啊，这镇上的大夫没什么本事，等咱们赶回这清水县，请上最好的大夫，咱们公子定然会安然无恙。二哥，咱们这儿去县里要多久？走路得大半天的功夫，若是快马加鞭也得大半个时辰。等等！苏画一听，赶紧抬步上前。放肆！你知道我们公子是什么人吗？要是耽误我们公子的病情，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我不知你家公子是什么人，但我知道他若是就这么走，根本活不到清水县。你敢咒我家公子？你想找死啊你！哎呀，这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要是真上身，只怕是死路一条呢。对呀，这小公子怕是已经没了气儿，这小姑娘拦着不是多此一举吗？大户人家水可深嘞，小心被当了替死鬼。苏二虎更是连忙拉住了苏画，低低的劝道：花儿，咱们根本就不懂那啥岐黄之术，这小娃娃虽然瞧着可怜，但是死是活咱也管不了啊。这位夫人，小公子乃是被吃食呛到，如今吃食已然滑到气管中，若是再不将吃食排出，最多一盏茶的功夫之内，小公子必死无疑。我不是什么心善之人，但要让我看着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死在我眼前，我可做不到。什么？当真只一盏茶功夫？怎么会这样？方才周家药房的老大夫亦是这番话。我不相信，我儿子不过就是吃个糕点，怎么可能就会要了命？夫人若是不信，可以听听小公子的呼吸和心跳，是不是越来越弱？李红颜闻声，立马趴在自家儿子胸口，下一瞬，他整个人径直瘫倒在地上。不，玉成，我的玉成啊！看来姑娘可是有法子能救我儿，只要姑娘能救我儿，秦家必定感激涕零，厚礼相赠。夫人勿要听信谗言呀，苍梧镇的周老大夫都无能为力，她不过就是个乡野之女。然而他话才说到一半，秦玉成苍白的唇角有一口白沫喷出。玉成死！苏画见状，再也顾不得许多，双手环住秦玉成的腰部，附在肋弓下处的心口窝，左手握拳，右手包住左手的拳头，猛地一蓄力撞了上去。他这是在干啥呀？莫非嫌这小公子死得不够彻底，再来上几拳？哎呀，真是丑人多作怪，长成这模样，这心肠也是黑着。哎呀，可不是嘛，连死都不让人安生啊！小公子年岁小，哪经得起这一般折腾呀？况且这大庭广众的，男女授受不亲。夫人，咱们还是赶紧让这姑娘停手吧。
李红颜望着命悬一线的儿子，一颗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儿。苏二虎狠狠地瞪向一个个出生的人，双手呈保护状牢牢护在苏画身前。这什么秦家，瞧着不是什么普通人家，万一画儿真叫人弄死了，我得拦在前头，让画儿早些跑才是。就在众人心思各异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呕吐声响起。这小破玩意儿快要掐死本小爷了！今日玉成多谢姑娘相救，圣人有云，这救命之恩当……然而少年一抬头，望着那张黑黢黢的大脸盘子，心下一凛，舌头瞬间打了个转。当涌泉相报。什么报不报的不打紧，还是赶紧将你娘亲扶回去吧。原来一直强撑着的李红颜见到秦玉成醒来，在这一悲一喜之间竟然径直晕了过去。娘，姑娘勿怪，今日是玉成失礼，待母亲好转，玉成定来参悟朕谢姑娘。苏画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便拉着苏二虎往周家药房里走去。掌柜的，可有八角、桂皮、香叶？姑娘要这八角、桂皮、香叶做甚啊？我看姑娘面色红润，状态极佳，不像是感染风寒之症啊。买药材自然是吃药了。我爹感了风寒，给他拿的药。姑娘这3味药材倒是开得极好，不知姑娘要多少啊？一旁的苏二虎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上。哎妈呀，给爹拿药材，我们爹坟头草都老高了，莫非画儿是哪儿认了个干爹不成？暂且先一样来上2斤吧。什么？一样2斤？周老大夫惊得手上一用劲儿，瞬时拔掉一撮雪白的胡须。姑娘可知道这八角、桂皮、香叶价值多少？谁家正常人按斤来拿药，还是一样来2斤？这怕是10个爹的风寒都用不完呀！多少？莫非这几味药材还能卖出天价不成？我们周家药房的药材都是上等好药材，这八角、桂皮都是2两银1斤，至于香叶则是8两银1斤。味辛带回，确实是上好的八角，可我兜里只有娘给的2两银。说是一样买一些回去，待卖螺丝赚得银子再来买也行，就是费些功夫吧。周老大夫人老成精，去了一眼苏画神情，再联系到兄妹2人的穿衣打扮，自是知道他囊中羞涩。姑娘方才救人之法甚是奇妙啊！若是姑娘愿意教导1二，这药材便当是周某送与姑娘的，如何？你是说海姆立克急救法？啥？海姆啥？海姆立克就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法子你想学，我教你便是。至于那3味药材，就多谢周大夫啦。在前世，这海姆立克急救法几乎家家户户皆是知晓。如今来到禹朝，能将这救人的法子传出去，也算是功德一件，而且还能换来这老鼻子的药材，我赚大发了。姑娘大意。见他这么快就答应了，周老大夫一怔，旋即便朝苏画结结实实地行了个礼。苏画赶忙摆了摆手，直接唤来自家2哥上手示范。你瞧，这海姆立克急救法是专门应对气管被堵塞的办法，其关键便是找准这心窝口，以拳头冲击患者腹部，让胸腔压力急剧增加，从而向外冲击气道，让堵塞气道的东西排出。哎呦呵，苏二虎被2个小拳拳捶的是头昏眼花，
那耳边一串串的话，他更是闻所未闻。要不是小妹这张皮没变，我真要怀疑是不是换了个人了。往日里只爱吃和冯子材的一个小姑娘，如今不仅凭一己之力救了个快死的小家伙，更是连镇上最厉害的老大夫都要低头向他请教。哎呀，这可是祖上冒青烟的大喜事儿啊！哎呀，这急救法真是妙极妙极呀！苏姑娘可真是慧智兰心，聪颖至极，竟能想出这般好的办法。以后啊，再遇到这被食物噎到的患者，再不用眼睁睁看着他们死了。不，这法子不是我想出来，是那位叫海姆立克的大夫想出来的，我只是有幸得知罢了。海姆立克，这名字倒是起得新奇。敢问苏姑娘，这海姆立克是哪里人士啊？这海姆立克可是 M 国人，但雨国根本就是一个华国史上不存在的朝代。那老狮子的 M 国更是天方夜谭，要是说出去，只怕会被人当妖怪看了。啊，我也不知，说是下次碰到，我再替周老大夫问问他。哦，原来如此。周老大夫轻叹了声，随即让药房的小伙计包好苏化药的几样药材。苏姑娘觉得我们周家药房如何呀？自是极好，能不花银子买上6斤药材，想必苍梧镇内再找不到这样好的冤大头了。听到苏化的夸奖，周老大夫脸上喜意更甚。那苏姑娘可愿来我周家药房？我们药房的大夫每月月俸在整个苍梧镇药房都是数一数二，而且1年4套衣裳，逢年过节还有1应节敬。啥？这话一出，周家药房内忙碌的伙计们纷纷竖起了耳朵，不着痕迹地打量起了大堂里的苏化。咱们药房这是要多一位大夫了？这还是史无前例的女大夫啊！苏二虎闻言，更是狠狠地咽了口口水，又撩起胳膊，一手掐了下去。哎呦，可真疼！哎呀，这不是做梦啊！俺家祖坟不是冒青烟，是要被青烟包围了呀！贵药房待遇着实是极好，奈何我只知这一个急救之法，对旁的岐黄之术一窍不通，只怕是要辜负周老大夫一片美意。当真？周老大夫却是不信，眼中惊疑不定。自是比黄金还真。上班？开什么国际玩笑？不可能的，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再上班。只要口味梭罗卖得好，比留在周家药房当个小大夫可有赚头多了。最关键的是自由啊！我已经闻到自由的味道了，真香！不久之后，苏家兄妹俩辞别周老大夫，提着3大包药材往外走。花儿，那劳什子急救法是咋回事？还有这3包药材，说是给爹治风寒用，可咱爹都死13年了，花儿莫非是在哪儿认了门干亲不成？那什么，二哥可记得我先前被孟婆所救一事？自然记得。哦，花儿意思是说，那劳什子的急救法是孟婆教你。哎呀，难怪，这神界的法子就是好，还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他又是一阵絮絮叨叨，随后望向3包药的眼神更是惊奇了。我还以为这神界的人断不会生病，原来竟和我们凡人一样，会感风寒，要吃药调理。还是花儿聪明，知道用爹的名义来买药，不然这孟婆一事若被旁人知晓，那咱们老苏家可要整日被人围观。看着自家二哥这画风越走越偏，苏化连忙打住。二哥，这药是给咱们自己吃的。啥？家里没谁生病啊，吃这玩意儿干啥？
自然是做好吃的东西，而且保管二哥吃了还想吃。哼！说罢，便拉着人往镇东集市的肉摊走去。苏画买了2斤猪板油，在苍梧镇，这猪板油和肥肉一个价钱，都是18文1斤。花儿，咱不买点瘦肉回去吗？往日里花儿最是喜欢吃瘦肉，如今咋的单单买这猪板油回去？不着急，等下次咱家赚了银子再来买。苏画笑着接过猪板油和骨头，抬步往镇口的方向走去。这上河村着实偏了些，光是一趟就得1个时辰，回去的时候怕是50都要过了。花儿若是想吃肉，二哥这里还有同伴，都是卖兔子挣的。娘说了，花儿想买什么都可以。咱们家里有银子，而且待这阵子农忙过后，我和你大哥3弟便去码头扛袋子，断不会少这吃肉的银钱。花儿无需为此忧心。二哥今年不过才18，放在我的前世，那也是刚上大学的年纪。二哥脸上虽满是青涩之气，但他以及大哥3哥皆是自打10来岁左右便会在农闲时去码头扛袋子赚银钱。前几年他们小，一人一日能赚到5个铜板已是稀罕之事。后来他们成年，一日从早累到晚，也不过15个铜板，其中绝大部分的银钱全是进了原主的肚子。是，以后咱们定能日日吃肉。待苏家2兄妹走回上河村的时候，已经是午时了。上河村村口长着一棵歪脖子的梧桐树。哎，老苏家2小子和小闺女儿这是去镇上回来了？哎呦，这是买的啥糕点呀？这一买就是好几大包呢，费了不少钱吧？哎呀，这糕点味道咋这么冲啊？倒像是药味儿。哎，二虎，是你娘生啥病了呀？刘婶子这话说的，我娘身子骨一向硬朗，便是刘婶子您生老屎子病，我娘都不会生病。你这娃子！刘寡妇面色讪讪，随即眼珠子一转，说罢便往苏二虎后面的背篓里瞧去。哟，我咋还闻着肉味儿了？哎呦，我的个天娘嘞！二虎啊，你家这是要买猪肉吃，还有一根老大的骨头，这么多咋吃得完呢？那白生生的猪板油，差点将夫人的口水给激出来。他娘的，都是上河村的寡妇，都生了3个儿子，偏偏苏白氏这3个儿子2个都已经娶妻生子了。虽说日子苦了点儿，但有2个儿媳妇和那么多孙辈可以使唤，不像俺3个娃全是光棍。哎呀，老天哪，你咋这么不公平呢？闻声赶过来的村民们瞧着这背篓中的东西，亦是出声附和。哎呦，这日子可不行这么过呀，再吃下去，你们家那几亩地可全要被吃没了。哎呀，是啊是啊，这疼闺女儿也不带这么疼的。你小妹都吃得这么壮实了，平日里呀更是得少吃点肉才是。可不是，谁家儿子不疼，倒偏疼一个丫头片子。这丫头片子迟早是别人家的人，这苏老婆子呀，只怕是越老越糊涂了，以后家业全都被这小丫头吃光，可有的她哭的。有道理。这些人的话，苏画听得都牙疼。随后他煞有其事地点点头。哎呀，这个痴傻儿，难道听不出我们方才全是在编排他吗？村民们本以为昨日破庙捉奸一事，这老苏家的小闺女儿突然间变得灵泛了。嘿，可没想到一夜过去，又回到以前那个痴傻模样了。我小妹是看在大家一个村子的份子上，不同大家计较。不过各位婶子们要是再这么操心，只怕这头上的白发又要长出不少，到时候各家的叔伯们怕是都跑到别的人家去。说罢，苏二虎却又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刘寡妇。昨儿个我瞧着春牛、夏牛、秋牛兄弟仨，一人捧着一满碗的肉在吃，
比起这吃肉来，我老苏家哪里比得上婶子家厉害？也不知道刘婶子这家里没个成年男人，地也没一亩，整日里那么多肉，从哪儿来的？得，这话一出，围观的村民们纷纷转向刘寡妇。哎，是啊是啊，这刘寡妇男人可是早就死了，他自个儿啊更是个不干活的主。这刘寡妇和她的3个娃，个个养得牛高马大，面色红润的，一看就是生活滋润的很。难不成还真是自家男人养出的这一家人？顿时一个个目光灼灼，只把正一个劲儿冒酸水的刘寡妇弄得脸上黑红交加。你个小兔崽子，我好歹也是你长辈，竟敢来胡乱编排我，你真是反了天了你！刘婶子急啥呀？苏二虎拉着苏画往前走，回头魂不吝一笑。刘婶子连我一大家榨油的猪板油都好奇，我自然也会好奇你家吃不完的肉，不是吗？谁家猪肉吃不完了？刘寡妇气得脸色铁青，到嘴边的声音却是低了下去。等苏画两兄妹到家时，家里面3个小萝卜头全都围在新建的兔栏旁边。这些小兔崽子咋不吃草呢？是啊，小姑说兔崽子吃的草上不能带水分，我特意晒干水分给他们的。不吃还算是小事儿，可一个劲儿地撞着兔栏，要是撞死了咋整？小姑怕是得把咱们撞死。我咋不知道我自个儿什么时候这么凶残了？不过这一个个往墙板上撞的模样，明显就是野兔的应激反应。兔子胆子十分小，听觉又异常灵敏，一旦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受到惊吓，更别提突然从山窝里搬到人类居住的地儿来。只撞墙而没有口吐白沫，已经算是好的了。就是这不吃不喝，有点愁神。正在这时候，苏画听到一声水滴的声音。是水滴的声音我还以为昨日这水滴只是一次性消耗品呢。苏画转身往灶屋走去。来，这些小家伙兴许是渴了。小姑回来。昨日苏画的变化在一夜过后，停留在3人心中的印象并不深，反而是一看到他便会下意识的害怕。只见少女只不过笑了笑，将一小碗水放入兔篮中，一时间院子里只剩下兔子吭哧吭哧喝水的声音了。咱们小姑果真是牛啊，连野兔崽子都会养。苏画呵呵一笑，指了指放在灶屋里面的猪板油和大骨头，转移话题。今日去镇上买了不少猪板油，待会儿炸猪油渣给你们解解馋。至于这大骨头，待会儿大郎去地窖拿几根萝卜炖着，这玩意儿比肉还香。苏家3虎一个个都身材颀长，如今大郎、2郎4岁，春花3岁，全瞧着瘦弱得很，严重营养不良。若是不趁着小时候多补补，以后怕是得养出一窝的武大郎来。我家花儿回来了。花儿，啥玩意儿竟然还能比肉香？娘，您咋弄这么多的石螺回来？哎呦，这不是昨儿个听你说要这石螺，这篓子里的可够。苏白氏笑了笑，指挥着2个儿媳妇儿将石螺放在水盆里面养着。这个呀，是昨儿个肖小子送的鱼，你累了大半天，定是饿了。哎，赶紧尝尝。哇！苏画只觉得一股鲜香扑面而来，便见是一大碗雪白的大米饭，外加一块上好的蒸鱼腹肉。娘，您同我一起吃些。对了，您瞧着二哥去哪没？我这刚一进院的功夫，人就不见了。苏画说罢，便从灶屋里又拿出来2副碗筷。哎呀，娘不喜欢吃鱼，至于你二哥嘛，
我方才瞧着他正在萧家小子那头帮着建屋子去了，家里今日有送伙食去，你不用惦记着他。说罢，又连忙端起多余的2副碗筷，拔腿就走。没一会儿的功夫，灶屋里便传来剁猪板油的声响。我的好花儿，这鱼婆母不喜欢吃，二嫂喜欢吃，你分二嫂吃几口呗。老二媳妇儿，赶紧麻溜的滚过来，给老娘烧火。要是敢抢花儿的鱼吃，今儿个晚上你就等着饿肚皮吧。哎，来了。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愿意拔脚。苏焕摇了摇头，轻声唤来院子里的3个小萝卜头，给他们一人分上了1筷子鱼肉。不行，这是小姑的鱼肉，咱不能吃。这鱼肉不白吃，吃完后你们帮我敲石螺屁股咋样？敲螺壳屁股？小姑想要咱咋敲，敲多少都行。这蒸鱼你给二郎和春花吃便是，大郎不喜欢吃鱼。啥不喜欢吃？这鱼要吃，事情也要办。我可不是那黄世仁。好香！一口鱼肉入嘴，大郎直接瞪圆了眼珠子。哼，只要这石螺弄得好，以后咱想吃鱼肉全管饱，蒸的、煮的、炸的、烤的都可以安排上。这石螺真有这般好？这蒸鱼也是极致的美味。若是再什么煮鱼、炸鱼、烤鱼，岂不是得好吃的将舌头都咸掉？灶房里，苏白氏站在灶台边上，望着堂屋里的情景，他不禁一怔。自家闺女被这孟婆一番点醒后，虽是不傻了，可这心眼也好的有些过了。就一点子鱼肉，还分给那些小冤家吃作甚啊？昨日的一大木盆田螺，在一晚上土沙过后，盆底都是一层细碎的泥沙。这口味梭罗啊，好吃的第一步便是需要将尾部给清理干净。来，花儿，快尝尝看娘做的这油渣怎么样？在乡下，这猪油渣也是难得的一道好菜，放点豆豉、辣椒一蒸，味道贼香了。娘做的油渣定是错不了。娘，这猪油碗不急着往柜子里放，待会儿咱们做口味梭罗用得着。那行。苏白氏嚼着猪油渣，只觉得这味道香得惊人，连看2个儿媳妇儿和3个小孙孙都变得顺眼了不少。来，你们也都尝上一点。说罢，便往几人手中各塞上1块。以闺女如今的性子，要是一开始放她手里，说不定一大半全给旁人分去了，还不如我来分的好。见苏焕要下厨，苏白氏不放心，便在灶台前看火打下手。而赵氏和钱氏亦是守在灶屋里，一个个目光灼灼。大郎他们几个更是双手牢牢放在水桶边上，只等着那灶屋若烧起来时，能赶得及去外面提水救火。哎呦，见到这副架势，苏化嘴角一抽，但确实也没多说什么，十分利落地将一大盆处理好的石螺倒入大铁锅中。哎呦，我的个乖乖！往日里我们做菜，那都是用筷子放猪油罐里边蘸一下，便算是放了油。这2勺，我们1个月都吃不完呀！但他还想再说什么，却是被苏白氏一个眼神立马制止了。这油心疼是心疼，可闺女好不容易下一次厨，便是再用2勺，那也无所谓。待锅中油热，便放入今日买的桂皮、八角、香叶、盐巴，以及一大把的辣椒段。哎呦，好香啊！俺做了一辈子的菜，从未闻过这般霸道的香味。这般引人勾魂夺魄的香味儿，就是自家那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姑子做出来的，这简直比撞鬼更离谱啊！好香好香，小姑最牛，小姑是小仙女，我给小姑扛大旗。花儿，这石螺味道怎么样？原味够不够啊？要不要二嫂帮你试试这味？钱氏望着铁锅，早就馋得不行了，
一双眼珠子都快拔不出来了。这碟口味梭罗，大家先尝尝看，味道咋样？这汤汁倒是香得很，就是这肉咋这么难出来呀？这梭罗呀是有技巧的，我们先从后面嗦一口，让螺肉缩紧。再换到大口处，用力一缩，这螺肉便全出来了。这梭罗啊，一旦开始嗦，是真的会上瘾，完全停不下来。还真是，这石螺可真好吃，比方才小姑给咱吃的蒸鱼肉还要香。好吃，又辣又香。香绝了。大家觉得，说是咱们拿着这口味梭罗拿到苍梧镇上去卖，怎么样？啥？卖石螺？不，口味梭罗。这口味梭罗好吃是好吃，但这河里那么多，平日里都是用来喂鸡喂鸭吃的，会有人愿意花银钱去买吗？是啊，卖梭罗，1文钱5个梭罗，娘觉得如何？啥玩意儿？苏白氏脚下一个趔趄，若不是赵氏眼疾手快的扶住，只怕要摔在地上了。哎呀，村里的人呀，平日里种的青菜萝卜吃不完的都挑到镇上去卖，便是能卖到1文钱1斤，那都是高价。若是碰上春秋季节，地里菜长得好时，1文钱2、3斤便是常有的事。如今话儿开口便是1文钱5个石螺，5个拇指大小的石螺，只怕都不足1两重吧。这怕是傻子才会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呀。花儿，这口味梭罗味道确实是很好，至于这做买卖嘛，而且1个铜板5个的事，咱们要不再考虑考虑？苏画眉头微挑，正要说话，突然间一道惊奇的声音便插了进来。娘在说啥买卖？啥东西1个铜板买5个？呆若木鸡的众人回过头去，便见苏二虎咧嘴站在灶屋门口。我的爹，这鱼是哪来的？哎呀，最近这日子可真是过得太滋润了，这老实的梭罗还没吃完，又来这么一条大的鱼。这么大的草鱼，应该足够小姑方才说的啥蒸鱼、烤鱼、炸鱼啥了吧？这草鱼是肖老大给的，说是谢娘帮他建屋子。这大草鱼，娘打算吃鲜活的，还是先杀了腌起来做腊鱼？哎呦喂，这肖家小子可真是太客气了。哎，这鱼不急，待会儿杀掉熏成腊鱼，可以留着呀慢慢吃。你来尝一尝这口味梭罗，花儿亲手做的。小妹做的？苏二虎一愣，光是瞧着那红彤彤的石螺，便狠狠地咽了口水，也不用人教，拿起石螺粗粗看了一眼，便对着石螺尾部轻轻那么一吸。哎呀，这就是方才在说的1个铜板5个的买卖。二哥觉得这买卖如何？自然是极好。苏二虎望了一眼铁锅中的梭罗，一双手一番克制，才没有再拿。1文钱5个石螺，100个石螺便是20文，1000个石螺便是200文，10000个石螺便是2两银子。这石螺是天生地长的东西，只需要咱弯腰去捡便是。最大的成本便是这梭罗里的佐料。至于这佐料，这佐料不就是画儿今日拿回来的几味药材吗？这买卖定是能赚钱。苍梧镇镇口每日有一道晚节，事不宜迟，我得赶紧走。苏画双唇带笑，自家二哥这心眼子倒是真是活泛的很呐。光是这么粗粗一瞧，便已经将本和利都算了个透彻。哎，等等，你这娃子，都有小娃娃的人了，咋还这么不着调呢？你妹妹不清楚，你还不知道吗？1个铜板5个石螺，哪个傻子会愿意去买呀？到时候卖不出去，花儿岂不得伤心？娘说的在理，只是小妹既然想做买卖，咱们哪能扫她的兴？要不这样，若是卖不掉，我便去扛袋子，给小妹将这银钱补上。行，就这么办。哼，正尖着耳朵听得苏话，不由得嘴角一个抽抽。若说二哥是个小狐狸，那我家娘亲这分明就是一个老狐狸呀。
而且还是一个极为宠女的老狐狸。不管这口味梭罗的买卖如何，都不让我吃亏。去苍梧镇走路至少得是1个时辰，带你去到镇上，这石螺呀，怕是全冷了。带我去村长家借个牛车，能快上不少。这借牛车自然是不能空手上门。苏白氏咬了咬牙，从铁锅中盛出了一碟石螺出来。这金贵玩意儿可不许再吃。趁着现在天气好，你带着大郎几个去河边上再摸些石螺回来。这石螺不管是卖不卖得出去，既然是一项吃食，多弄些回来，起码能填个肚子。我还想着跟孩子他爹一同去卖石螺，帮着数银子呢。钱是一噎，可一望婆母那张冷脸，他啥话都说不出来了。苏画也闲来无事，便跟着苏白氏一同去了村长家。哟，老苏家这是穷的吃不起饭了吗？苏画一抬头，便见是一张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猪头脸，不由得笑出声来。哟，冯秀才这是昨日被揍得十分欢喜，今日又想凑上来，求我给你2拳不成？苏画，连这种鸡鸭下贱之物吃的都抢来吃，可见你家真是穷的饭都吃不起了。要不让我给你介绍到孟家面摊上做个伙计，好赚几个铜板填肚子？鸡鸭下贱，哼！我看最贱的是冯秀才你呀。周家药房开这么好的待遇我都看不上，还去给前未婚夫的小三面摊帮忙，我是脑袋被驴踢了还是进水了？什么玩意儿！你别给脸不要脸！如今我也是府城书院的学子，要不是看在往日情分上，我才懒得用自己的脸面为你去讨差事。还给脸不要脸！冯秀才如今哪里还有脸去给呀？你冯家忘恩负义、攀高枝、吃软饭的名声早就丢尽了脸。孟家的银子当是留给冯秀才便是，毕竟这软饭可不知能吃到何时，还是省着点好。苏画，我哪里吃软饭了？不过是先同孟家借用一点银钱，待日后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得意的不还是孟家吗？这话可是你说的。要是你日后走投无路，可别来我面前哭我求我。放心，绝不会有那一天。这种渣男赶紧有多远滚多远，别耽误我赚钱才是正事儿。冯子才见讨不着好，恨恨咬牙，终是一瘸一拐离去。才下次中举，我和苏画这种人就是云泥之别，自有苏画跪着求我原谅的一天。唉，花丫头，这冯子才不是个善茬，你何必同他闹僵呢？他如今进了府城最好的青山书院，若真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只怕到时候会回来报复呀。哼，早就弄僵了。要不是这泼皮玩意儿跑得快，我非得再给他来上2个大批斗。呸！要是雨国真要用冯子才这样要得没得、要行没行的玩意儿，我看这雨朝的皇帝呀，也没什么搞头喽。哎呦，我的好嫂子呀，这话可不行说呀！苏承德吓得一个支棱，差点就将本就不富裕的山羊胡子给拽下一把。哎，连皇帝都敢议论，怕是这10里8乡里唯有这位大堂嫂能做得出来。我知道，这不都是自家人吗？瓜他说，这是我家画儿新想出来的口味梭罗，特意送来给你尝尝鲜的。苏承德闻着香味，暗自吞了吞口水。大嫂今日这是？自家这位大堂嫂向来是无事不登3宝殿，如今青黄不接，可能是缺银钱了。说什么花丫头做的吃食，平日里连大米和小麦都不一定能分得清的老苏家小闺女，
说什么做吃食，只怕是一进灶屋，能直接将灶屋给点燃喽。哎呀，花他叔莫急，我今儿来呀，不是来借银子的。苏白氏瞧着苏承德手中的碎银子，爽朗一笑。花儿想出这口味梭罗，想去镇上试试看能不能挣几个铜板回来。哎呀，只是这路上远，便想着跟你借个牛车试试。哎，我当是个什么事儿呢？这牛车你自个儿牵去便是。这口味梭罗闻着是香啊，不过要想卖银钱，只怕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啊。和村长说了会儿话，苏白氏母女二人便牵着牛往外走。此时正好隔壁院子的门打开，一个膘肥体壮的妇人走了出来。哟，大虎娘这是准备去哪儿啊？哎呀，还需要用牛车呀？去镇上走走。苏白氏神色淡淡，也不理会，只简单打过招呼后，便拉着苏画往村尾走去。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拿着自家的儿子用命赚回来的银子盖青砖大瓦房，给二儿子娶媳妇儿，到头来还把大儿子赶出去，真是和冯家那个白眼狼有的一拼。哎呀，就是可怜景寒小子了。萧景寒？这妇人是萧景寒的娘？这傣族出好笋出的未免也太离谱了些。不过基因学向来是一门玄学，兴许是萧景寒他爹基因过于强大也不一定。苏家小院里，苏二虎正抡着大斧头在柴房前劈柴，一见到二人回来，唰的一下便站起身来。哎，娘，花儿，既然牛车借来了，那我现在就去镇口集市。牛车去镇上一炷香功夫，我得趁着太阳没落山，赶紧将这梭罗卖出去。苏白氏也不含糊，只留下一小碟梭罗给两个儿子尝尝味儿，其余的便全都装到大盆子里，让苏二虎兄妹两人带去镇口上卖。花儿，这梭罗卖的好与坏那都不打紧啊，便是卖不完，咱们带回来吃就是。你到镇上若是饿着，就买些烧饼面汤喝。听着絮絮叨叨的话语，苏画一律含笑的点点头。有牛车就是舒服啊。苏画坐在车辕边上，只微微打个盹的功夫，便到了镇门口了。等一切都弄妥之后，他掀开附在木盆上的木板，轻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大家都来走一走，看一看，卖梭罗喽！鲜香可口的口味梭罗，吃一口活到99，拿着棒子还能打大虫、斗熊瞎子，大人小孩都爱吃。哟，自家这二哥倒真是个人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什么灵丹妙药了。经过他这么一吆喝，不少买菜的人全围了过来。哎，这口味梭罗是啥玩意儿啊？闻着倒是香迷糊了。哎呦，这里全是给鸡鸭吃的食螺呀！原本还围着的一众百姓也更是往后退了步。哎呀，这满是泥腥味的玩意儿，怎么能做成吃食啊？这可使不得！还以为是啥好东西，结果是畜生吃的玩意儿。人要是吃了，只怕是难整喽。看这小小年纪，这心肠咋这样黑呀？想赚钱也不是这样赚的呀！眼看着围观的人言辞越来越激烈，苏二虎皱起眉头，便要跟人理论，但却是被苏画轻笑着拉住衣袖，旋即从木盆里面随手拿出一把梭罗，当场开始嗦了起来。三月螺、赛肥鹅，这梭罗的味道就是香，还有这白嫩嫩的螺肉，哎呦，一口下去，我这七魂都得被它勾去一大半儿。鱼羊肉在他面前，简直连小弟都算不上啊！只见苏画一口一个，嘴中还念念有词，
直接将原先指指点点的人弄得吸溜了一大口口水。这黑胖丫头都吃了10几个了，瞧着一点事儿都没有，还香得很呢。可不是，这螺里头全都是红彤彤的肥螺肉，瞧瞧，这螺壳都是干干净净的，兴许啊真能吃呢。这啥鸡鸭不鸡鸭吃的玩意儿，又不是只能鸡鸭吃，我看这味道就香得很。我要买上一点尝尝鲜。小姑娘，你们家这口味梭罗咋卖的？这会儿苏画是真的梭罗嗦上瘾了，眼见着生意临门，差点一口呛出了汁水。这口味梭罗1文钱5个，今儿个是我苏家口味梭罗开张第1天，头10个客人1人送2个梭罗，先到先得。这是他们在路上事先就定好的卖螺法子。啥？这小小的螺竟然要1文钱5个，也太贵了。一个鸡蛋才2文钱呢，这河里一摸便是一大把的东西，竟然卖到1文钱5个，简直就是抢钱呐！不少人却是听到后头的送梭罗，便一股脑的排在苏家兄妹摊子前。小兄弟，快，给我来上2个试试味儿。还有我要2个。好嘞。苏二虎笑着应声，一一递了过去。这1文5个听起来贵，可我们这梭罗里头放着老鼻子佐料，全都是比肉还贵的。1文钱5个梭罗，也只是赚个辛苦钱罢了。好吃啊，这个价不贵啊，够辣够爽，螺肉还鲜得很。小兄弟，给我来上5个铜板的梭罗，我带回去给娃尝尝味儿。好，这就给您装。原本以为这口味梭罗要让大家接受还得多费些功夫，没想到自家妹妹吃上10来个，这生意就来了。男人接过包得严严实实的梭罗，小跑着往家里赶，生怕梭罗冷了就没那么香了。螺是鲜物，一旦冷了之后，这腥味就出来了。回去之后得让家人做个可以放木炭的小炉子，放在地上温着火，才好卖得久。生意一开张，方才试过味道的人也纷纷1文2文的开始购买起来。苏二虎兄妹俩一个包田螺，一个收铜板，第一次体会到数铜板数得手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小兄弟，这太阳都快下山了，你这木盆里还剩这么多呢，只怕是卖不完了。要不便宜卖些，1文钱10个梭罗，我给你们多买点，如何呀？这只怕不成，这方才的客人都是1文5个，他们要是知道，怕是得拍鞋子来打我。你这小兄弟心思就是太死板，这一手交钱一手卖螺，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这谁能知道啊？是不是？婶子话是不错，只是来之前啊，家里老娘就数过梭罗数的，要是归家去这铜板对不上，怕是要吃竹笋炒肉了。若是婶子想买，我送你一勺梭罗汤如何？里面佐料全是金贵的物事，还有肉味儿，拿回去炒个青菜，拌个面条，全是一绝，怎么样？先前在牛车上，苏画和苏二虎便商量好了。二哥，咱们这1文钱5个梭罗不能降价，便是卖不完的，也不能拿去送客人。咱们老苏家要做的是长久生意，今儿个要是送了，明儿个若不送，岂不是得罪人？虽然不能降价卖螺，但送一勺梭罗汤汁倒是可以，既不得罪顾客，又能将生意做了。哎，行，就按小妹说的办。咱老苏家的小闺女是越发的聪明喽，这小脑瓜子跟算盘似的。一听到能送一勺梭罗汤汁，夫人脸色瞬时好了起来。行，那小兄弟给我来40个梭罗，家里人多，买回去都尝尝味儿。要是好吃啊，明儿个我再来。哎，好嘞，我这就给您包梭罗。苏二虎眼神一亮，真没想到这夫人竟然还是个大主顾，一开口便是8个铜板的量。哎呀，不愧是受孟婆关照的人，这脑瓜子就是转得快，方方面面全考虑到了。看着能送汤汁，一旁观望的人又陆陆续续买了不少。苏家兄妹见天色将晚，正打算收拾摊子回去。这位小兄弟，我这里还剩下2块碎掉的豆腐，跟你们换盆底的那些梭罗可好？苏画轻轻瞄了过去。
这豆腐看着还很新鲜，透着一股豆香味，正好家里有鱼，带回去煲鱼头豆腐汤倒是不错。行。他将梭罗全部装给了老头儿，连盆底的汤汁都没放过，只把老头弄得眉开眼笑。哎呀，这香喷喷的口味梭罗，带回家热一热，自家小孙孙定然喜欢。当苏家兄妹赶着牛车回到上河村村口的时候，天上已是星光点点。画儿，你可算是回来了。苏画抬眸，便见是苏白氏带着苏大虎和苏三虎站在梧桐树下。娘，大哥、三哥，我们先回家。苏画拉着三人上了牛车，村子里寂静得很。待将牛车还给村长家之后，再往村尾走。嗨，他爹，这口味梭罗卖的怎么样啊？今儿个统共是赚了多少银子？给老娘小声着点！哼，天天就知道银子，两个大窟窿没装眼珠子吗？花儿和二虎忙了一天了，也不知道去端杯茶出来。我老苏家早就娶了你这么一个懒货。前世被骂得大眉丧眼，哪里还有开始的兴奋劲儿啊？只敢偷偷去了一眼自家男人。嗨，他爹，我不过是问个卖骡的银钱，婆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连二虎也不护着我，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嘞？抬眸，便望向正殷勤端茶倒水的赵氏，心中更是不忿。不就是生了2个儿子吗？有什么好得意的？画儿，来，肯定饿了吧？先喝碗汤。老苏家的饭菜早就已经做好了，可苏画二人却迟迟未归，便一直放在锅中温着。娘，这是今日上晌卖兔子和下晌卖梭罗得的铜板，兔子卖给富贵酒楼，总共是250文，儿子送了5文给酒楼小二。至于这梭罗嘛……说到这儿，他笑望一眼目光灼灼的众人，今儿个全卖完了。啥？此话一出，一个个皆是狠狠吞了吞口水。统共983个梭罗，其中23个梭罗换了2块豆腐回来，其余的960个梭罗卖了192个铜板。天哪，192文，那得是多少钱呀？1斤大肥肉是18文，192文，那能买多少大肥肉吃啊？先前小姑说，只要这口味梭罗能卖出去，中煮炸辣的鱼肉便能管饱吃，所以这头一日的生意就这么好，是不是也可以畅享一番吃这么多样的鱼啦？我们不过是去帮萧景寒建个屋子的功夫，家里咋冷不丁就想出这么一个能搂银子的营生？往日里我们去码头扛1天的袋子，顶多也就15个铜板，如今这没人吃的石螺，竟然在小妹手里一番炒制，便卖出这天价。小妹真是我们的福星啊！哎，今日我们刚去镇口的时候，便有人大声叫嚷着这石螺是鸡鸭吃的玩意儿，人吃不得。眼看着这生意就要黄，哎，这时迟那时快，我们花儿心中一转，计上心头，直接拿起一个梭罗便开始吃。那一吃啊，直接将人馋虫全吃出来了。哎呦喂！苏画正在喝汤，闻言差点一口汤汁呛出来。我咋不知，自家这二哥倒真是个全能选手，不去当说书先生，还真是可惜了这副好口才。咱家这小福宝就这么被孟婆点一下，竟然还会商贾之术，前前后后全考虑的周全呀！真是苦了我们花儿了。花儿这些天夜夜都睡不好，终于想出这口味梭罗的生意，一日2顿的奔波，费心费力，累得都瘦了1圈了。为的呀，就是咱们老苏家能过上好日子。以后你们可不能做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必须得记着花儿为你们这一群人的付出，知道吗？娘放心，儿子记住了。娘放心，儿子定然记住。娘放心，儿子定然铭记在心。儿媳定不会忘。奶放心，只要有咱一口吃的，定不会让姑饿肚皮。以后我们给小姑养老送终。奶放心，我们给小姑养老。奶放心，还有春花给小姑姑养老。
自家老娘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为我养老之事担忧啊！我要真是能像娘说的瘦上1圈，倒是求之不得。算了，还是先好好吃饭，吃饱才有力气减肥。这口味梭罗是咱们老苏家赚钱的生意，从头到尾各项工序都得保密，定不能让旁人学了去。要是被我知道是谁传出去了，休怪我翻脸不认人。早知道这么能赚钱，我一定要把人全赶得远远的。这样的好方子，理应当成日后花儿的嫁妆才是。苏大虎闻声，立即叮嘱大郎他们几人，让他们到外头千万不要乱说。娘放心，儿媳定不会。儿媳也一样。只是这口味梭罗，只要一看，大家差不多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哪里还需要我们去多嘴啊？这口味梭罗的炒制过程确实不难，只要多炒几遍，定能猜出。到时候一个个都跑去卖梭罗，哪里还卖得上1文5个的高价？难道想出这么好的方子，我们老苏家就只能赚1、2日的银子吗？娘放心，这梭罗里关键的是那几味药材，没那几味药材，随他去炒都没有咱们家梭罗味儿好。苏白氏闻言，眼眸瞬时一亮，起身便往灶屋走。我得将闺女买回来的那3包药材好好锁起来才是。这是今日剩下的最后一碟梭罗，留着给苏家2兄弟尝个鲜的。里面的汤汁连带着佐料全被婆母捞起来了，说是要留着第2日拌面吃。如今倒是看不出个什么子丑寅卯来，只是依旧能闻到一股麻辣鲜香的香味儿。哎呀，当时坐在灶屋里光顾着闻香味流哈喇子去了，如今唯一能记住的便是其中一片片像叶子一样的佐料。哎呀，这口味梭罗里竟是放的药材才这么香，里头是放的些啥子药材呀？贵不贵？这除掉药材的成本，只怕是赚不了太多吧。这药房里的药大部分都是稀罕物实，动辄那就是几百文，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确实是比较贵的稀罕药材。这卖梭罗的银钱，除去这药材成本，也只是赚几个辛苦钱罢了。其实这话也是实话，口味梭罗吃起来是一绝，但处理起来却是极为麻烦。不过辛苦钱是辛苦钱，但还是很有赚头的。这样啊。自家这小铺子不傻之后，咋这么油滑起来？看似是回了我的话，实际啥有用的东西也没透一个字。哎，好了好了，来，都赶紧来吃饭，明儿个呀还得早早起来。明儿个早上，大虎先做个小炉子出来，可以放木炭温着梭罗那种。至于2虎嘛，你们几个全去摸石螺，除还没有长大的小石螺不要，其余的尽量全捡回来。带着口味梭罗的买卖传出去，只怕上河村的村民也都会纷纷学起来，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只怕连石螺都捡不到了。是。一日奔波下来，苏画的确是累极了。饭后洗漱完，几乎是一沾枕头便沉沉地睡了过去。唉，我家画儿呀，今儿个可真是辛苦了。说完又转身去灶屋弄来一个火缸。女儿家最是不能受凉，更不能湿着头发睡觉，不然以后嫁人生子又得遭更多的罪。此时小院东屋，大郎、二郎2兄弟躺在床上，早就打起了小呼噜，嘴角却是一直微微上扬。苏大虎则是和赵氏商量着这小炉子该怎么做得更好。至于西面屋子里，钱氏正半倚在苏二虎的身上，十分的殷勤。二虎哥，今儿个累着了吧？让奴家好好服侍你，到时候给春花生个小弟弟一同玩耍，好不好啊？
窗外月色正浓，洒在男人身上，更像是染上了一层微醺的酒意。他脸上早已是一片红润。二虎哥可知，今儿花儿说的那劳什子药材是何物啊？什么药材不药材的？苏二虎正在兴头上呢，只小声咕哝一句，便要继续。就是那能去除腥味的药材呀。二虎哥同花儿一起去买的，难道不知吗？男人动作一顿，满腔热情像是突地被一盆冷水悉数浇灭。他直接从妇人身上起身。二虎哥，哎呀，二虎哥，我也就是随便问问，想着你们二人太累，能帮着分担这些吗？你若是不喜，我就不问了。月娘，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我都很清楚，只是这口味梭罗是花儿想出来的生意，是我们老苏家难得的营生。你若是想打这方子的主意，传到你哥哥家去，老苏家怕是再难容你。哎，他爹，你误会我了，我就是心疼你。苏二虎微叹了声，翻了个身。睡吧。第二天天还未亮，伏虎山下不知哪户人家的公鸡昂扬打着鸣。没过一会儿，村尾小院儿便是一声惊惧交加的惊呼声。我的个天娘啊，这些老母鸡是发疯了吗？河东狮一吼，直接将屋顶上的茅草都震了几震。苏大虎三兄弟听到了苏白氏的声音，更是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上，就一个翻身冲向了院子。1、2、3、4、9、10，我没数错吧？咱家总共就养了5只老母鸡，这咋的能生出10个蛋来？是啊，咱家的老母鸡向来都是些只吃饭不下蛋的主，必是这5只一日生3个的，都是从没有发生过的事儿。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蛋，怕是有大王的拳头大了。我定然是在做梦。哎呦，疼！少年话到一半，肩膀忽的一疼，一转头便见苏二虎正笑眯眯地收起手。二哥，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你方才不是以为在做梦吗？我在帮你判断究竟是不是做梦啊。会痛的都不是做梦。10个鸡蛋足足将菜篮子给装了个满满当当。比起先前同鸽子蛋差不多的鸡蛋来，这简直就是大的离谱啊。这些个老货可算是有些用处了。哎，大虎，待会儿呀给这些鸡安排上一些石螺屁股肉，还有啊让大郎几个去打兔草时顺便多打着些，给这几只加餐。这鸡生蛋的事不要对外传，自家人知道就行了。最近这2天来，自家这运气未免也是太好了些吧。世人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是一只鸡一日能够生2个蛋的事情传出去，只怕这5只老母鸡能不能保得住那都不一定啊。明里暗里的还不知闹出多少名堂来。是，知道了娘。儿子知道。这好饭要烂在锅里面的道理，他们还是知道的。哎呀，花儿起了，可是饿了。这鸡蛋羹蒸好了，正是吃的时候。只是鱼头豆腐汤还得费些功夫。娘，我不饿。哎，花儿，你快瞧，这是家里那5只老货今儿早上生的蛋，足足有10个嘞。要是他们以后都能这么听话，那咱们家吃蛋是完全不愁嘞。望着似小孩拳头一般大小的鸡蛋，苏化惊的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先前5只老母鸡生1个蛋，还是一只鸽子蛋，如今一只一天生2个蛋，大的像是鹅蛋一般，这怕是吃错药了。要说咱们家最近的运气，那真的是好的邪门儿。不仅母鸡放肆下蛋，连最难伺候的小兔崽子在兔篮里，那都是乖巧的不成样。这老母鸡不是吃错了药啊，
原来是因为吃了鸽子蛋空间的水珠。昨日将2滴水珠洒在造屋的大水缸中，只怕是家里给鸡兔加水时加了些。这一天过去，便直接从以前的没产出转变成大产。倒是没想到，水珠的效果竟这么好。以后要注意些，家里水缸不能加太多了。要是到时候鸡和兔吃多了水珠，若是能开口说话，就真是完蛋了。见苏白氏还抓耳挠腮想原因，苏画赶忙笑了笑，转移话题。昨个不是说要摸石螺吗？我时带一下便去吧。嘿嘿，这摸石螺呀，用不着你嘞。你3个哥哥带着大郎、二郎这2小子，那就够了。这早上的河水最是冰凉，他们男子血气方刚，倒是不怕。女儿家的，却是受不得这凉啊。你2个嫂子，我也没让他们去河里。如今呀，你大嫂正在洗衣裳，你2嫂则是带着春花出去放牛了，都是等着这太阳出来之后再去摸石螺。自打知道这口味梭罗能赚银子，早起便去村长家租了牛车。苏画洗漱一番之后，便进了主屋，换上一身短打，开始围着村子里跑步。这具200多斤的身体，实在是需要减一减了。上河村依山傍水，早晨空气更是格外清新，最是适合晨跑了。胸前这一对大 E 或大 F， 着实过于累人啊！这年头，女儿家流行穿肚兜，就像是穿一件礼衣一般，没什么卵用。待家里的口味梭罗生意积攒些银子后，一定要买些质地柔软的布料回来，做几套内衣出来，不然总有种少穿什么类似裸奔的尴尬感啊！诶，这老苏家小闺女儿这是去干啥去呀？咋还跑起来了？是啊，瞧着也不急呀。若真是急，咋可能跑得慢慢悠悠的？别说，这老苏家小闺女每日吃得多，如今13岁，已经是前凸后翘，一看就是好生养的准儿嘞。是啊，要是苏家小丫头再瘦下个1-20斤就好了，然后再白一点，说不定还是个美人胚子嘞。毕竟苏白氏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大美人啊，还有苏家大丫头苏穗也是咱们上河村一枝花呢。苏画见众人一个劲儿议论他，也不恼。三婶、周家大婶、夏花嫂子、大妹妹子，大家早上好。他一边扬起手，一边唤着人名儿，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大人物下乡巡视呢。花丫头早上好。哎，这大早上地上全是露水，你可慢点跑，担心路滑别摔着了。待苏画绕着上河村跑完一圈，整个人就像是从汗水里捞出来一般。苏画站在村尾下面擦汗，正要转身往自家小院走，可忽的听得一道哐当声响起，却见是萧景寒正坐在崭新的小木屋前头，聚精会神的劈柴。真是妖孽呀！这要是半夜见着这场景，一般人怕是真要当场去世。正常人谁会徒手劈柴呀？更别说长得这么精致的一个妙人儿。老天爷有时候真的是不公平，有的人就像是他手中随便捏出来的一个小泥点儿，360度度度普通。有的人则是从头到脚，甚至连每一根头发丝儿都是细心刻画而成，简直就是一个男版的狐狸精，披麻戴多好看。苏姑娘可看够了啊，差不多。嘿嘿，你先忙，我不打扰了。啊！便见萧景寒正迈着那双大长腿往自己这边走来。我想问问姑娘，上次的野兔肉，姑娘是在哪儿抓的？啥？野兔？那是我在伏虎山侥幸抓到的兔子，那有一片蕨菜林。你若是想吃兔子，
蕨菜林旁边应该还有不少。他一边说着，还一边耸动着鼻尖。空气中明显有一股鲜香的烤兔肉的味道。没想到这家伙这么喜欢吃兔子。多谢。苏画不在意地摆了摆手，随后往自家小院里走去。如今正是卯时正，苏白氏正在院子里剖鱼做腊鱼。花儿，锅里热水正好烧开了，我去给你打出来，你先洗洗。待洗完呀，咱们就准备吃早饭。你哥哥嫂嫂们应该也快回来了。咋觉得闺女往外跑了一圈回来，似乎白了不少呢？瞧着比以前也是更漂亮了。娘您坐着，我自己来就行。自己这一身的大力气，打个水不就是眨个眼的事吗？一番洗漱过后，再换上衣裳，苏画明显觉得身上轻了不少了。果然，在乡间晨跑效果极为显著。相信再坚持跑上1-2个月，这一身肉起码能减下个1/3下来。到时候不说瘦成一道闪电，起码可以回归到微胖界。家里有了口味梭罗生意能赚银子，苏白氏也没像先前那么抠搜了，甚至连早上的伙食都丰盛了不少。娘，早上是老母鸡下蛋了吗？今儿个是不是每只都下了？这碗鸡蛋羹味道可真是香，得用不老少鸡蛋吧？昨夜他大半宿都没睡着，早晨只听得一道惊叫声响起，可待爬起来之后，院子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以我对婆母的了解，若不是鸡蛋下得多，咋可能会下这么大血本煮那么多的鸡蛋羹呢？哎，我说你管这么多干啥？这几日家里老母鸡吃得好，下蛋自是寻常的事。要是不喜欢吃这个蛋羹，我帮你吃掉。哎，这哪能啊？儿媳自然是爱吃鸡蛋羹的。下一瞬，直接低头埋在饭碗中。只听得吸溜一声，那碗中一大勺的鸡蛋羹便悉数进了他肚子里。自家这二嫂倒真是又菜又爱玩，小心思也不少。不过人和人相处，处处都是江湖，只要不闹出什么事端来，倒也无伤大雅。饭后，苏白氏将全部人都赶到外头去了，只留下自己和苏画两人。他让苏画看着火，自己则是接起了炒制的活计。娘，您这厨艺简直绝了！娘先前不过是瞧过一遍，今日做出来的口味梭罗，香味竟然比我做的还好，果真是应了那句姜还是老的辣。哼，这么多年做饭了，为娘呀就是读书人说的那啥子什么熟了就巧，那是熟能生巧。好吃，又辣又香。你这小馋鬼！苏白氏笑骂一声，娴熟地盛出了一大盘石螺，留着给苏画当小零嘴吃。这玩意儿尽管是能卖银钱，但闺女喜欢自是不能少。午时一过，只粗粗吃过一个粗面馒头，之后便驾着牛车朝苍梧镇出发。我家小妹这脑袋是咋长的呀，竟能想出这口味梭罗来。如今咱们一日能吃上3顿饭，还是香乎乎的大馒头，若是村里的人知晓，还不得羡慕疯去啊。咱家小妹可是孟婆点醒过的人，那脑袋自然跟咱们普通人不一样。大哥说的在理。这一次2大盆的口味梭罗，要想放镇口集市卖，只怕有些悬。于是苏家3兄弟全都出动了。苏画坐在后头的车板上，唇角微勾。鸽子蛋空间里又多了3滴水珠。目前看来，这小空间里只要51道，便会自发蓄上3滴水珠。至于前一日未曾用完的，也不会消失，而是被储存起来了。虽然我这鸽子蛋空间
比起旁人那动辄几万亩土地的种植空间来说，小得可怜，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鸡肋，但好歹有些用处。牛车到了镇门口后，苏大虎便将苏画和苏三虎两兄妹放下，然后便载着另外一盆口味梭罗朝镇东的学堂驶去。只见昨日他们摆摊卖梭罗的地方，今日就已经多了一家梭罗摊子。小哥，给我来上2文钱的梭罗，我现在就要吃。哎，还有我也要一份，要3文钱的。这1文钱10个梭罗，比起昨日那对兄妹来说，价钱可算是太公道了。是啊，就水里的一点玩意儿，本就不该卖的那么贵才是。花儿，他们这说的是你和二哥吗？而且，这梭罗生意咱家才做1天，咋就有人来抢啊？简直太过分了！昨日娘在饭桌上说这方子保密的事儿，当时还不太以为意，没想到，这才1个晚上的功夫，竟然就有人学自家的营生了。三哥不要急，这做生意有模仿的很正常，他们卖他们的，我们卖我们的，各凭各的本事，不用管他。卖梭罗啦！鲜香可口的口味梭罗，吃一口活到99，拿着棒子还能打大虫、斗熊瞎子，大人小孩全爱吃，1文钱5个，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一定可以买到美味。麻辣刺激的鲜香味，夹杂着少女清淡的声线，一下子便将众人目光给吸引了过去。小姑娘，这人做生意啊，还是不要太黑心的好。苏画一边拿锅铲翻动着梭罗，让香味更加浓郁。老人家说的是，这人做生意呢，确实是不要太黑心的好，省得赔了夫人又折兵呢。老人家，我才刚过而立之年，在他嘴里咋就成了老人家了？可还不等他把气发出来，就听得一道呕吐声传来，下一瞬，一股臭烘烘的味道瞬时蔓延开。哎呀，这什么肮脏玩意儿啊！一口下去全是沙子，这箩里边怎么还全是腥味儿啊？居然还叫老十子什么口味梭罗，而且还敢开口要1文钱10个，你咋不上天嘞？这就是口味梭罗呀！老人家，你是不是身体不大好，所以才吐了？这梭罗可是小子家里一大早上炒的。老人家，你居然叫我老人家！我哪儿老了？你才老呢！你全家都老，这不仅老还恶心，净卖这些恶心的梭罗，赶紧给我赔钱，不然小心我把你这破摊子都给掀了。听着老妪这番骂骂咧咧的话，先前买梭罗的5、6个人瞬时一愣。这同样是口味梭罗，难不成还有啥不一样吗？他们方才只是付了钱，还没拿到口味梭罗呢。此刻，一个个都下意识地朝摊主装梭罗的大盆里凑过去。你这都是啥玩意儿啊？你这啥梭罗，咋这么恶心啊？这石螺上头还附着一大块的青苔，你这根本就没洗啊！你这是把咱们当鸡鸭在耍吗？简直太过分了！快退钱，退钱！一瞬间，原先的热热闹闹被叫骂声所代替。而就在此时，冷冷清清的苏家梭罗摊上也迎来了今日的第1位客人。哎，小姑娘，快给我来上10个铜板的梭罗哦，记得给我装1勺汤啊！小姑娘，你家这梭罗可真是好吃啊！我家儿子吃了还想吃，睡着了还在嘟嘟囔囔说要吃梭罗，还有那汤放在青菜汤里，可比肉还香呢。好嘞。苏画笑着接过大陶碗，往里面装梭罗。待盛上1勺汤之后，声音又提高了几分。今儿个咱家梭罗汤第1位客人，送5个梭罗。那感情好，多谢小姑娘了。苏三虎握着那10个温热的铜板，心中一顿五味杂陈。想从前和哥哥们去码头扛袋子，累死累活一整天，连口水都没得喝，
也才赚来10来个铜板。如今不过是眨个眼的功夫，这10个铜板竟然就来了。见到那富人碗中红彤彤的梭罗，原先围在对角的人也纷纷跑了过来。小姑娘，给我来上3个铜板的梭罗。还有我，我也要3个铜板的，给我挑几个肥一点的啊。哎，我喜欢汤，给我在里头加点汤。经过对角小摊贩弄得这么一遭，大家伙自是明白，这贵肯定是有贵的道理。就这样，苏三虎负责包梭罗，苏画负责收钱，2个人忙得脚不沾地儿。画儿，为啥那家的梭罗一股腥臭味啊？莫非就是因着那几位老使子的药材不成？是，但也不全是。我们昨天下午才来这镇口摆摊，他们今日便做了这口味梭罗来卖，可见他们的食箩里泥沙根本就没能吐干净，一口吃下去半口都是沙。而且你瞧，这箩上一点油星子都见不着，只放了几个辣椒段炒在里头，便是炒鱼也不成，更别提这口味梭罗。想赚钱又舍不得下成本，咋可能？难怪如此啊！还有他那一盆石螺，一个个屁股都没敲去，这买来的人一口嗦下去，岂不是将屎都嗦了进去？吃下去若不吐的都是人才。1文钱买10坨屎，这摊主倒真是个妙人。笑屁呀笑！我呸！你们别得意太久，不就是个口味梭罗吗？再给我2天时间，我定能学会。那老人家慢慢学去吧。只要周家药房不说出那几味药材，让旁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要知道，在华国史上，香叶、桂皮、八角这几味药材作为佐料是1000年后的事情，而且还是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由药材跻身到了佐料界。说是他真能想出来，我高低得称他一声能耐。老人家，莫非我真长得这么显老不成？三虎哥，花儿妹妹。突然间，苏家兄妹梭罗摊子前，一道温柔似水的声音响了起来。三哥，这里是……苏画在脑中一阵搜寻，可是却并没有什么印象。一转头就发现了自家三哥的异样。我去，三哥这脸色涨得通红，比野猪屁股还要离谱。画儿，这是你思玉姐。思玉姐好。原来这小姑娘是自家三哥的心上人梁思玉。以前好像原主也见过1、2面，不过记忆碎片中印象极浅，刚初看一眼倒真没认出来。三哥，现在这儿不忙，你呀就好好陪思玉姐聊聊天，待会儿再回来，不着急啊。苏话说完，朝苏三虎揶揄一笑，然后连忙将人往外推。画儿，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少年少女正是怀春时，这恋爱的酸臭味站镇门口都能闻到了。这小姑娘瞧着一副温温柔柔的模样，若是能和苏三虎在一起，倒也是一桩美事。古人成亲都早，如今苏三虎已经16，若不是老苏家穷，只怕早就已经开始商议婚事了。三哥，这包口味梭罗你拿给思玉姐尝尝鲜。方才小姑娘望着梭罗咽口水的动作，她可是瞧了个分明。画儿，我的个娘啊！这一大捧梭罗，少说都有10来个铜板。以老娘的性格，被老娘知道，怕是得拿鞋拔子抽我呀！不要紧，送咱未来三嫂吃，不算外人。娘那边我去说。哎，谢谢画儿。苏三虎一乐，转而屁颠儿屁颠儿的捧着梭罗朝梁思玉的方向走。
好一阵推脱以后，小姑娘才收下了梭罗离开。苏画摇头笑了笑，她倒是没想到自家三哥倒是有当耙耳朵的迹象。一个吃瓜，一个是瓜的兄妹俩都没瞧见。镇口的拐角处，一辆青布马车正哒哒远去，而方才马车停留的地方正散落着一地的石螺壳。花儿，你不知道，这学堂卖梭罗就是一盏茶的功夫。学子们没下学之前，这生意几乎都没开张，可刚一下学堂，一个个小娃娃闻着梭罗味儿，根本走不动道。学堂里的学子出手都大方得很，一个个都是10文20文的买，咱们带的这一盆根本就卖不够，出来晚的学子连味儿都没尝着，让我们明日再多带一盆去呢。明日的梭罗量可以适当加一点，但不能带一盆，那太多了。为啥呀？这多一些不是更赚钱吗？嘿，常言道，吃不着的才是最好的。要是带太多，一下让所有人都吃到了，吃饱了，那第二日买的人说不定反而会少。每日让一部分人吃不着，抓心挠肝的惦记着，那才是最好的。哎，花儿是这个意思吗？二哥，你以后绝对是个奸商。我要不是在现代看过一点经商方面的书，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做生意。反倒是二哥，只微微一点便能融会贯通，可谓是天生的商人。奸商变奸商，以后花儿是大奸商，我是小奸商。苏大虎和苏三虎望着苏二虎都有些羡慕，花儿还从来没夸过他们呢。苏家兄妹4个赶回上河村的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哎，大虎，刘寡妇说你们在苍梧镇卖劳什子石螺赚钱是吗？哎，那石螺不是鸡鸭吃的东西吗？咋人还能吃啊？而且还卖得这么贵，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石螺，5个凑起来就能值1个铜板，是不是真的？就是啊，咱们可是一个村子的人，可不能就你一家赚银子呀。这石螺咋的做的，你也教教大婶儿啊。大虎啊，大婶一家天天吃不饱穿不暖的，你们可不能闷声发大财，不管咱村子里的人呐。这一个个的拦在牛车前，差点将老黄牛吓得一个趔趄。还是苏家3兄弟一起出手，才将老黄牛给安抚下来，没伤到人。各位叔伯婶婶们也知晓，我们老苏家一家10口人，统共就7亩田，1年收成都不够家里人糊口，年年要卖田借粮。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个能换几个铜板的营生，全家就指着这个营生过活了。不若这样，若是谁家愿意供我一家老小吃用，这梭罗方子我们便考虑教他1、2如何？哟，这话一出，人群瞬时竟的能听见真落的声音。一个梭罗方子就要供你一家吃用，尤其是你家还有一个能吃的小闺女，去谁家不得把谁吃穷啊？傻子才会愿意。可不是这个理儿吧？这个劳什子口味梭罗现在瞧着能赚钱，谁知道以后如何？若是只能赚一时的钱，却要担起养老苏家一家老小的责，咋想都不划算呀。众人都赞同的点点头。大虎小子，我愿意供你一家老小，你赶紧将这梭罗方子教我吧。众人闻声转头，见出声的是刘寡妇，一个个瞬时笑出了声儿。春牛娘，你自个儿一家光棍，分头牛都快20岁了，连个媳妇儿都娶不起，还养老苏家一家人呢。嘿呀，可不是嘛，这说大话呀也不怕闪着舌头，还是先去掂量掂量自家的米缸还剩多少米的好。家里统共4亩地，养着3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懒，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自家吃的呢，还养老苏家，难道还想着用别家男人的银子去养吗？真是不要脸。自打先前苏二虎指出刘寡妇家吃不完的肉后，这2日大家伙儿纷纷盯着自家男人，哎，还果真就发现了一些猫腻。哼，你少在这里胡乱编排。大虎小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赶紧和婶子说说这梭罗是咋做的。婶子莫急，这教梭罗之前，
咱们先请村长立个文书，方为妥帖。立文书？哎呦，这都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何必立那什么文书啊？不仅麻烦，还显得怪生分的。你说是不是啊？苏大虎却摆了摆手，面上似有几分不解。刘婶子这话说的不在理，立个文书能费什么功夫？莫非刘婶子只想要苏罗方子，不想养我老苏家一家人不成？那哪能啊？立文书便立文书吧。哼，一份文书能抵个什么事儿啊？只要这梭罗方子到手，我才不会管他们老苏家的人。到时候他们是饿死还是病死，跟我刘金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啊，那刘婶子上牛车吧。我们正好请村长做个见证，若是拿着方子不管我老苏家，便赔我老苏家500两银子。啥？刘寡妇正扭着屁股往上爬呢，听到这话，直接吧唧一下摔在地上了，啃了一嘴的泥。刘家婶子这是太激动了，是不是？来，快上来，花儿拉你一把。这天都黑了，可别再耽误功夫。刘寡妇吐出了一口泥沙，望着眼前的手，恨不得一把折断。今儿天色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家里几个娃还等着我去弄晚饭吃呢，下次再说吧。说罢，哭丧着一张脸从地上爬了起来，转眼就跑了个没影了。老苏家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全是黑心肝的玩意儿，居然狮子大开口要500两银子，他咋不去抢啊？就他们老苏家一家子全卖掉，都卖不上50两的一个零头，好吗？各位叔伯婶婶，还有哪一位愿意学着口味梭罗的？围观的众人闻声，一个个纷纷噤声不语，默默地往自家方向走去。不管是养老苏家一家人，还是拿出500两银子，他们都做不到，所以又何必再去白费功夫呢？还不如早点洗洗睡吧。花儿、二虎、三虎，坐好了，咱们回家喽。大哥放心，咱们都坐稳了。自家这一脸憨厚相的大哥，竟然是个黑芝麻汤团下的主儿，谈笑之间便解决了一场闹剧，还谁都没得罪。等苏家兄妹几人刚驾着牛车回到村尾小院，苏白氏几人便迎了上来。花儿回来了，快，来喝口水，下次让你几个哥哥去就是了。你瞧瞧你，这一天天的都饿瘦了。这次钱氏也学聪明了，不敢再开口问赚了多少银子，而是直接上前去帮忙把牛车上的木盆搬下来。小心点儿，你力气小，这木盆我们来拿便是。这5个小石螺便是1个铜板，今儿个2大盆，起码得是4、5千的石螺，全卖了，那得值多少银子？500文还是700文、800文？哎呀，我咋不会算了呢？在苏化4人去卖梭罗之后，老苏家留在家里面的人也都没闲着。如今小院摆着一长溜的石螺，家里统共6个大木盆全都翻了出来装石螺了。今儿个下晌，刘寡妇带着他家的3头牛啊，也在河里边摸索呢，只怕是惦记上咱们家的梭罗生意了。娘，没事儿，方才大哥已经将刘寡妇兑走了。苏二虎嘿嘿一笑，旋即有声有色地讲起刚才在村口发生的事儿。哼，这个不要脸的老货，空口白牙的就想要我家的梭罗方子，这清水县的县城门都没他脸皮子厚。不行，我得找他去，竟敢趁我不在欺负小辈，狗皮倒灶的玩意儿。娘，这梭罗方子是好东西，被人惦记亦是正常。便是我们今日去集市，亦是有人做了梭罗去卖，可他一份都卖不出去，倒贴了柴火和油盐在里头，白忙活一场。居然今日就有人学着梭罗了，我昨日的担忧，没想到这么快竟是变成了现实。是啊，不过只要我们牢牢将方子捂住，旁人定学不会这口味梭罗的精髓。忙活一天了，花儿也累了，要不咱们先吃饭？啊，对，吃饭，还有一个鱼杂没做呢，我这就去。苏白是一拍脑门，抬步就往灶屋里走。
哪里还记得什么找刘寡妇算账的事儿啊？哎呀，老娘生气了，想来只有小妹能搞定啊。天色渐暗，村尾小院儿一缕炊烟升起，大郎三兄妹一边狠狠吸着香气，一边悄咪咪地看了一眼苏白氏的脸色。下次，哎，算了，不就是一勺猪油吗？只要闺女高兴就行。昏黄的油灯下，堂屋中央的老旧饭桌上被摆得满满当当。花儿做的鱼杂，只怕是根本不输口味梭罗，光是瞧着都要流口水了。二弟妹说的是，这香味儿啊，像是要把肚子里的馋虫全给勾出来了。哎，咱小姑最牛，连鱼杂都会做。行了，这鱼杂便是夸上天，一人也就小半勺，不能再多。哼，我养出的闺女那就是厉害，什么都会。这无污染的鱼儿就是好，连鱼杂汤都鲜得很。这鱼泡可以说是满满的胶原蛋白，鱼籽则是高蛋白。咱们女子就是要多吃，保证皮肤变得又白又嫩，没一点皱纹。啥污染？啥胶？啥蛋？这一个一个的字我都能听懂，合一起我咋一个词都没听过呀？一个鱼杂竟能有这么好的功效，能让人不生一点皱纹？要是老了还不长皱纹，那不成妖怪了？这些话都是师傅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鱼杂很补身体，女儿家吃了能更好的保持容颜。先前为将孟婆一事给遮掩过去，苏白氏一家人对外的说辞是，这一切都是苏画的师傅教的。难怪我吃一口都觉得肚子暖和。这鱼杂一般都不怎么花钱，既然效果这么好，以后买鱼咱们让摊主啊多送几副给咱们，可以经常吃。苏家人一边埋头扒着鱼杂汤饭，一边赞不绝口。这鱼泡一口咬下去很有嚼头，比大肥肉还好吃。还有这鱼籽，又香又糯的，以前竟然全丢了，可真是浪费呀。我最喜欢吃这鱼肠了，爽滑筋道，配上这红辣椒段，要把我的魂儿都勾去一半了。对啊，也就花儿聪明，这种边角料都能做成美食，比鱼肉好吃数倍。汤足饭饱之后，苏白氏正在主屋里数铜板。这学堂里的学子就是出手阔绰，一买就是1000银子，还真是能花钱呀。娘，今儿我在镇口碰到司玉姐了，人还不错呢，温温柔柔的。你说下河村的梁家丫头啊？三虎心里有她，我是知道的。按理来说，2个孩子如今大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只是2两银的彩礼，咱家暂时拿不出，只得再等等了。我当是什么事呢？这梭罗如今正是赚钱的时候，待2两银够了，便先将三嫂给娶进来。那怎么行？这梭罗生意是你想出来的，赚的银子自然是给你未来当嫁妆，哪能用来给你哥娶媳妇呢？娘，不必多说，闺女的东西旁人一分也别想拿走。便是三虎真的要娶妻，家里还有7亩田能卖，自是不会少了去。唉，说到底都是穷闹的。待过上1、2个月，梭罗生意赚的银钱慢慢多起来，到时候分一些出来给三哥娶妻，想必娘也不会太反对。毕竟这生意一家人都有出力，并非我一个人的东西。与此同时，距离小院1里之外的小木屋前，男人正慵懒地倚在前院的石凳上。明明都是从伏虎山蕨菜林里抓到的兔子，为什么苏白氏那日晚上送来的红烧兔肉会让我的伤腿有感觉？这些兔子我都一一试过，却是一点用都没有。翌日，天色微微亮起，苏画便换好一身短打，围着伏虎山继续跑步。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经过这2日的锻炼，似乎是瘦了些，肚子上5层的肥肉都消去一丢丢了。可惜了，这儿没有体重秤，要想称体重，
只能用土秤来称，总不能用杀猪那样倒扣在土秤上的方式来称吧？尽管苏画自诩脸皮厚，可要像个粘猪一样的倒挂起来，还是有些心理压力的。哎，花儿妹妹这是在做什么呀？就弄得一身汗涔涔的。这春日的早上最是容易着凉了，可别染了风寒呀。苏画轻笑一声，身子径直往后退了2步。孟姑娘有事？花儿妹妹可是还在为冯郎的事怪罪姐姐，情之一事本就身不由己。我也曾劝冯郎不介意同花儿妹妹共侍一夫的，奈何孟郎非要和花儿退亲。花儿妹妹，我们自小一起长大，这数十年的情谊我一直铭记于心，万不能为一个男子而出现裂痕啊！若是花儿妹妹心里有气，可以打我骂我，只求妹妹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说罢便上前2步，一把挽上苏画的手臂，亲昵地摇了摇。10数年的情谊，10数年来你抢我的吃食，哄骗我的新衣裳，最后连我的未婚夫都夺去，这么大的情谊，你自是得记一辈子。孟家夫妇育有1子1女，是最为极端的重男轻女的家庭。5岁那年，他被孟家夫妇赶出家门去寻野菜，结果冻晕在了老苏家家门口。当年是原主好心将他捡回家中，还将自己过冬的棉袄送给他。只可惜呀，这白眼狼便是白眼狼，你给他再多的东西，亦是改不了这白眼狼的本性。3年前，也不知为什么，孟家突然靠着汤面手艺发家了。这既然发家了，孟家也开始在乎脸面了，于是他就渐渐地断了和原主的来往。花儿妹妹，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一直待我好，我自然是记得的。你儿时给我的那些衣裳，我一直都好好珍藏着。你也知道，我爹娘一直不喜我，小时候更是差点被冻死。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浪费我时间。什么狗屁塑料闺蜜，骗骗实心眼的原主罢了，想骗本姑娘，下辈子吧。花儿妹妹，这丑货现在不傻了，没想到竟然这么不好说话。这还是那个傻子吗？怎么像是换了个心思似的？苏画见他不说话，转身就走。花儿妹妹，花儿你莫急啊，姐姐今日来是想问问你，苏婶婶今日可做了梭罗？做了又如何？没做又如何？花儿，你也知道我自小最崇拜苏婶婶的手艺了，若是花儿不介意，可不可以带姐姐去家里尝尝孟婶子做的梭罗？介意。你以前哪次不是苏画这个傻子求着我去他家里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全都主动拿出来，如今不过是几个梭罗都会拒绝。花儿妹妹从来不是小气的人，若是为了冯郎的事儿，我可以解释的，只要花儿妹妹不生气，待下次冯郎从书院回来，我会跟他说清楚，以后愿意和妹妹一起嫁给冯郎。停，一口一个冯郎，听得我恶心。你们2个，一个白眼狼，一个绿茶婊，怎么看怎么都是天造地设的绝配，以后一辈子锁死最好，千万别再去祸害别人。冯子才就一个小白脸儿，长相顶多6分，就那小身吧，弱不禁风的模样，一看就是白斩鸡。本姑娘是有多想不开，会喜欢这样的人，而且还2女共侍一夫，真是脑子进水了，滑天下之大稽。绿茶婊，花儿，那梭罗的事儿。孟云儿讷讷，一脸的懵逼，完全不理解绿茶婊是何意，心中只想着梭罗的事儿。苏画倒是脚下跑得飞快，还不忘给自家里拉生意。想吃梭罗，自个儿去城门买，1两银子5个。什么？昨儿个买的才1文钱5个梭罗，如今一开口就是1两银子，苏画这分明是拿本姑娘当傻子耍呀！哼，枉我还顾着昔日情谊。看
看到苏画头也不回地跑了，孟云儿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哼，苏画，既然你不神，就休怪我孟云儿不义。因着孟云儿拦路，耽搁了不少时间。待苏画围着村子跑完2圈，太阳已经徐徐悬在山头东侧。一回家便直接泡了个热水澡。待擦着头发出来，便见苏白氏抱着一只毛发漂亮的大公鸡回来。娘，这大公鸡从哪儿买的？起码得有10多斤了吧？皮毛光亮，瞧着就神气厚厚的。这大公鸡多香啊！鸡肉可以红烧、爆炒，还能做鸡公煲。至于鸡杂，则可以安排一道酸辣鸡杂，还有那2只翅膀和大鸡爪子，放点辣椒蒸着吃，那滋味别提多美。想想都流口水了。先前家里的5只老母鸡一直被娘当作宝贝，尤其是会下蛋后，那地位更是一日千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要吃鸡了。这大公鸡呀，不是买的，是在你村长叔家里借的。苏白氏一边说着，一边将公鸡扔进了鸡篮里。花儿，你不知道，今儿个早上啊，这5只宝贝鸡又下了10个蛋，一个一个的就有小孩拳头那么大呢。我就想着呀，借只公鸡来，到时候下点种蛋，等它们孵出来，小鸡崽子定然会比一般的鸡崽子好。原来娘这是借种啊！先前的大灰兔吃过1颗水珠后，烧出来的味道便比一般的兔肉香。如今这吃稀释的水珠长大的母鸡，孵出来的小鸡崽子自是比普通鸡好不少，便是体型上只怕都要大上许多。这般说来，我都有些期待小鸡崽子了。哎呦，瞧我这是在和你说的啥呀？哎呀，光顾着欢喜老母鸡生蛋，倒是忘了画儿还是个待字闺中的小姑娘，哪里能讲这些魂不吝的东西给她听呢？这不是脏了她的耳朵吗？哎呦，幸好她也听不懂。嘿，公鸡一入篮，5只母鸡便立刻围了上去。倒也不是抢鸡夫君，而是一个劲儿的啄它毛。整只鸡也不见原来的半分神气，反倒是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儿一般。自家这5只的领地意识似乎都过于强悍啊！老村长要是见着，只怕是得心痛到不行了。织女莫若母，苏白氏自是没错过苏画方才见到大公鸡时候的神情。画儿可是想吃鸡肉了，今儿个下晌，你几个哥哥去镇上，我让他们呀带1只公鸡回来，晚上烧着吃，怎么样？现在苏楼生意苏家3兄弟已经上手，苏白氏便不想再让苏画一直在外抛头露面了，毕竟还是个没出阁的小姑娘，怕引来一些风言风语。用不着买席，待会儿去山里下个套子便有了。下套子？画儿可是又想去伏虎山里，哎，那可万万不行啊！家里如今呀不缺银钱，卖个鸡完全不在话下，用不着去深山里冒险了。娘，您别急，不去伏虎山，就去咱们后头的小山坡。后山坡挖野菜倒是有可能，但是野鸡野兔，自从嫁到老苏家这么些年来，我是一个鸡兔影子都没瞧着，下套能抵个啥用啊？苏画看出他心中所想，便笑着道：待会儿吃完早饭，娘陪我一同去便知道了。与此同时，上河村村中心一座青砖大宅院中，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站在堂屋中央。你不是说你和苏画自小便是闺中密友，怎么一个梭罗方子都问不来？这是何理呀？可不是嘛，天天就知道吃好的穿好的，相公让你办点小事你都办不好，你这点小心思啊，也就糊弄糊弄冯家那个蠢秀才。没爸的丫头片子就是没用，早知道老娘当年生下你就该把你溺死，没一点用的赔钱货，白费孟家这么些好东西。孟云儿垂头立在堂屋门口，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
任指甲陷进了肉中，也不觉得疼。爹，苏画如今吃傻症好了，一张嘴比死鸭子还紧。可老苏家并非铁桶一个，除开苏画，不还有那么多人吗？你的意思是，老苏家苏白氏最是难缠，3个儿子一时不好相处，但还有赵氏、钱氏这2个儿媳妇呀。自古婆媳之间龌龊多，赵氏性子软，钱氏心思多，都是好下手的对象。另外还有苏大郎那几个小崽子，便是一个人问不出，但他们这么多人，难道一个都问不出来吗？是啊，云儿说的在理，不愧是我孟永富的女儿，这脑袋呀就是聪明。只要你将这梭罗方子拿到手，将来你和子才成婚，爹爹一定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让苍梧镇的女儿家都羡慕你。老苏家不过是卖了2天梭罗，如今苍梧镇处处都在谈论着口味梭罗，只要这梭罗方子能为我孟家所有，我孟家的面条铺子生意定能更上一层楼。届时便是将面条铺子开去府城，已不是难事，随之而来的便是每日数不尽的银钱呐。我再多置些田地，便是真正的员外了。员外2字前的小字就可以去掉了。多谢爹，这口味梭罗的方子我一定会拿到手。苏画这样丑陋痴傻的女子，就应该一辈子在老苏家这样的穷窝窝里吃苦。这方子放在他们家，完全就是浪费。此时，伏虎山上，花儿，咱们这玩意儿真的靠谱？那老石子草，闻着倒是挺香，可野鸡身子小，鼻子更是小，只怕闻都闻不到啊。娘放心，师傅说过，这草药野鸡最是喜欢，定会闻着味儿来。苏画勾唇，笑看了一眼山坡底下的陷阱。这水珠的诱惑对于野物来说，可以说是刻在灵魂里的，只是这水珠一事太过离奇，若是和家里人说，只怕真要将他当成妖魔鬼怪了。所以呢，他也只能将这一切都归结于这野草上。哎，好吧，今儿左右无事，等等也无妨。若是能抓着野鸡，自是最好；要是抓不到，便当是同闺女玩乐逗趣儿，我也是欢喜的。先前家里囤了不少石螺，今日要捡的螺也不多，只要待中午前回去，炒个口味梭罗便行。斗大的太阳盘在空中，点点滴滴的光落入山林之间。古话说得好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苏画趴在草丛里不知多久，没见着一根野鸡毛，反倒是渐渐的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连眼前的景象都快要模糊了起来。哎，花儿，快瞧，长尾巴野鸡来了，还是一对嘞！苏画哪里还有什么睡意，往陷阱的方向瞧去。果真，一对肥硕的山鸡正踏着小步子走来。花儿，那长尾巴山鸡在吃草，再一点，只要一点就会系绳子了。几乎话音刚落，只听得吧嗒一声，只见那雄雉鸡的一只脚就已然被活套给拴住了，而后面的那只雄雉鸡见状，连眼神都没给一个，直接扇着翅膀飞走了。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花儿放心，这夫妻鸟啊，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母女鸟定不会这般。这沉甸甸的母爱啊！娘，咱们还是赶紧将这山鸡取出来，省得它挣脱掉，白忙活一场。然而他刚往前走一步，身后便顿时传来一阵哼哼声，紧接着
便觉脚下踩着的地面都在震动一般。花儿，大爷，是大野猪啊！咱快跑，快跑啊！必须得赶紧跑！嘴上说着跑着，可下面2条腿却是软成一滩烂泥，连站都站不稳了。苏画连忙回身，便见一个黑黢黢的大块头正如旋风一般的从伏虎山上冲下来。上次打算猎头小野猪，结果引来一只兔子，这次只想安安静静猎个小野鸡，水珠都只放了半滴，竟引来这么一个大家伙，起码足足有300-400斤的雄野猪。老天爷，你这分明就是在玩我呀！苏画差点骂娘，第一次怀疑他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灾星。天哪，谁能有他更倒霉的吗？花儿，快放娘下来！娘拖住野猪，你赶紧下山去。这野猪一看就来者不善，要是将娘留下，只怕会沦为野猪腹中之食。反倒是我一身大力，起码有一线生机。而且野猪的嗅觉十分敏锐，我怀疑这大家伙是盯上我身上的水珠香味啊！娘，你快下山去找哥哥们，让他们带家伙事上来帮忙。我先去溜一溜野猪。想清楚之后，苏画也不耽搁，便径直朝相反的方向跑。果然，野猪见苏画跑开，转身便撒丫子追去。花儿，你快回来呀，花儿！这野猪一看就是凶物，怎么能留下花儿一个人对付呢？这分明是让我的闺女去送死呀！要是花儿有个什么3长2短，我也不活了。娘，您别过来，快去找大哥他们，女儿还可以撑一段时间。要是再不去，咱们就真的要全死在这儿了。花儿，你定是要撑住，娘这就去找你大哥，一定要撑住啊，要不然娘也绝不会独活。说罢，狠狠一抹眼泪，踉踉跄跄的就往山坡下跑去。而山坡上被苏画溜了半天的野猪也渐渐没有了耐心，他张着2只铜铃般的大眼珠子，凶狠地瞪了一眼眼前这黑胖丫头。猪兄弟，要不咱打个商量？猪大哥，你这也饿了，喜欢吃什么我去给你找。可还不待苏画说完，大野猪便直接掀开獠牙朝他一口咬去。苏画脚尖一点，徐徐躲开，旋即狠狠一拳便砸了过去。猪兄弟，是你要和我打架的，我也只是正当防卫，实在不是故意弄坏你漂亮的牙齿。我有好吃的跟你交换好不好？可是野猪望了一眼苏画手中的水珠，眼中凶光更甚。哎，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苏画一转身，便见方才还威武雄壮的大野猪，此刻已然轰然倒地。多谢萧公子。今日要不是萧景寒及时赶到，我便不是被野猪吞了，也得落个大伤。无碍，小事。少年却摆了摆手，转身便要走，只是右腿依旧使不上力。我去，要不是亲眼所见，这大野猪竟是他轻轻一掌给插死的。萧公子且慢，你的野猪还没带走啊。这是你的野猪。啥？这么大一头野猪，少说也有300多斤。野猪肉市场我也不清楚，先前的野兔子25文1斤，这一个肥野猪起码得好几两银子。他不是被老萧家赶出来，身无分文吗？这么多的银子，不是正好解燃眉之急？干嘛不要？我来之前，这野猪已经被苏姑娘打得半死，猪头上3根头骨全部断裂，便是我没补上这一棵树枝，它也活不了多久了。这野猪自当是姑娘的。苏画闻声一瞧，只瞧见了一块塌下去的肉，其余的他并不清楚。前世我学解剖，没破过猪这么大的物事啊。便是如此，这野猪也有你一半。要不这样，
我们先将野猪扛下去，不管是分猪肉还是卖银子，咱们都21天做5，怎么样？这世上竟然会有这么老实的人，难怪被老萧家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不但被抢去军饷赏银，最后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如今有这么好的东西，一个劲儿拱手让人，不是傻是什么？不用，我不会做猪肉，也怕麻烦。若是苏姑娘愿意，便让我在你家吃几顿饭，便当是抵这点猪肉如何？吃饭？这半头猪可以吃好多顿饭了，吃1年怕是都吃不完。这人竟然要用半头猪抵几顿饭？莫非当真是厨艺实在太厉害，没法下剁不成？好吧。苏画望着那张脸，想到今日又被他给救了一次，拒绝的话哪里说得出口啊？只是家里粗茶淡饭，不一定合萧公子口味，到时莫要嫌弃便是。不会。这还是苏画第一次见他笑。花儿，你怎么样了？花儿，要是听到应哥哥一声，我们来了。小姑，你在哪儿啊？我们带着大刀锄头来打野猪。苏画回头，便见山坡那头苏白氏带着苏大虎几人飞奔跑了过来，后头还跟着一大串的村民。娘，我在这儿。花儿，你怎么样？有没有事啊？都是娘不好，是娘没保护好花儿，连个野猪都动不了。娘，望着眼前一身衣裳都被刮得破破烂烂，脸上和手上全是伤的妇人，苏画鼻腔一阵酸涩。娘，我没事。你瞧，我身上一点事儿都没有，野猪已经被打死了，还不找我们了？真的？随后顺着苏画所指的方向瞧去，待瞧见地上真的躺着一只一动不动的大野猪时，只觉得刚刚提着的一口气顿时泄个一干二净，一时间竟是两眼一翻晕过去了。娘！苏家人急得嘴角直冒火泡。哎呦，这可咋整啊？这小的刚平安，老的又人事不省，这可如何是好？二虎，快来搭把手，我们得尽快将娘送镇上医馆去。三虎，你赶紧下山去准备牛车，耽搁不得，越快越好。娘只是急火攻心晕了过去，休息一会就好。花儿，娘的身体本就不大好，要不还是请个大夫瞧瞧，也好放心。只是苏二虎瞄了一眼围着的村人，拉过自家大哥，低声的将上次在苍梧镇救人的事儿简单说了一下。大哥，听小妹的，准没错。此事当真，连周老大夫都无能为力的人，小妹居然都能将人从阎王爷手里拉回来，这简直离了个大谱啊！苏画将苏白氏搂在怀中，右手放在她唇上轻轻的捏开，旋即借助衣袖的遮挡，喂了2滴空间水珠给她喝。花儿，娘你醒了，娘真的醒了！方才娘突然晕倒，可怪吓死孩儿了，幸好有小妹在。这一刻他是真的相信自家小妹真懂这岐黄之术了。娘，您能不能走？要不儿子背你回家。奶，你脚没扭到吧？孙子搀着你走好不好？我不过就睡了一下，一个个的咋像是撞了邪似的呢？行了，我身体好着呢，能跑能跳，好得很。这地上的野猪咱们得赶紧带回去。大虎、二虎、三虎，你们想个法子弄回去。那是花儿拼了命打下来的，万万不能让别人捡了去啊，不然可就亏大发了。儿子知道。而此刻围在野猪旁的上河村村民一个个眼睛都在发光。这么大一头黑野猪，起码得300多斤，老子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可从没见过长得这样好的野猪啊。是啊，野猪肉20个铜板1斤，这一头野猪不就得上6两的银子？老苏家真是赚大发了。可不是嘛，还真别说啊，这苏家小丫头和这冯秀才退亲之后，运气可不是一般的好啊，不但想出个口味搜罗的营生，这如今更是连野猪都能打得下来。莫非
那冯秀才就是个实打实的克星，专门来克老苏家的。哎呦，谁知道啊，反正现在冯秀才和孟家丫头是搞上了，以后要是克也是克孟家。孟家一个日日能搂银子的面条铺子，要是这冯秀才真能将孟家的面铺给克没了，那也是人才。这话一出，人群突地安静了下来，一个个纷纷转头看向最后面的孟云儿。从小到大，我是最清楚苏画的，就一个彻头彻尾的草包，这突然不傻了，本就可疑的很。如今瞧着，看似还懂医术，怎么看怎么邪门啊！柱子娘这话说的可真是有趣啊！子才哥可是府城官老爷钦点的功名，若是被官老爷知道柱子娘在这胡乱编排一个秀才老爷，只怕日后可不好收场呢，说不定还得来问责的。云丫头，这话说的咋那严重啊？我就开个玩笑罢了。说罢，一双眸子便直直盯着地上的野猪，状似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哼，狗屁的官老爷问责，一个黄毛丫头样样没学好，都惯会扯虎皮做大旗，一个吊车尾的秀才而已，说他两句还能惊动这官老爷，以为官老爷那是闲得慌吗？这脸皮可真是厚得慌。是啊，这清水县今年统共就录了30个秀才，而冯子才正好是第30个。要不是因为他如今年岁尚小，加上孟家舍得往里塞钱，能不能进府城的青山书院读书都不一定呢。苏家婶子说的也不错，这官老爷的事情，我一个小姑娘是不够清楚的。可这野猪是咱们上河村伏虎山里的野猪，自然是该归上河村一村人所有。我咋瞧苏家婶子这架势，就是想独吞这野猪啊？呵呵，我们独吞？你他娘眼睛是被屎糊住了吗？这地上的野猪是我家花儿用命换来的，本来就是我老苏家的，难不成还要分你这没干系的人一份不成？自小最是讨厌这个孟云儿，从小哄着小妹要这要那的，最后连小妹的心上人都抢了。如今小妹打下来的野猪，她也想来抢一抢，当真是不要脸至极。三虎哥这话说的真不中听，我孟家可不贪你这一头野猪，可上河村这几百口人呢，一个个逢年过节都不一定能吃上一口肉，好不容易碰着个大野猪，理应有大家一份才是啊！莫非花儿妹妹就是这般自私之人，只管自个儿吃肉，全然不管村里人呐？果然，此话一出，原本根本就没往这猪肉上打主意的人，顿时有些异动。呸！别叫我哥，听着恶心。我娘可生不出你这样的女儿。要论自私，可没一个人能比得上你孟云儿的。抢我妹妹吃的穿的，还抢未婚夫，如今更是空口白牙一张嘴，就想抢我妹妹打的野猪，真他娘良心被狗吃了。苏三虎朝孟云儿狠狠地啐了口，下意识地便撩起袖子想揍人。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三虎哥何必这般动怒呢？这本就是咱们村子的野猪，花儿妹妹拿出来分给村里人，不是应该的吗？哼，苏三虎敢动我一下，我一定让他牢底坐穿。苏画不是跟这几个哥哥关系好吗？到时候苏三虎进去吃牢饭，我倒想看看这俩是不是还能兄妹情深。我该你大爷！这下苏三虎彻底被激怒了，一双眸子满是火气，直愣愣地朝着孟云儿冲去。哎，三哥且慢，这野猪是我们老苏家的，谁也抢不走。哼，孟云儿实在欺人太甚，三哥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你个蹦槌，自个儿蠢就好好听话的。儿子知道了。只差一点儿，我就可以让苏三虎坐牢了，真是可惜呀。不知孟姑娘这土匪理论从哪儿学的？是家教渊源还是自创呢？什么土匪不土匪的，花儿妹妹这话未免说的太难听了些。她吃上河村的草，喝上河村的水长大的，
这是属于咱们上河村的野猪，自己村的野猪给村子里的人分一点，怎么了？孟姑娘这话确有几分道理。花儿，小姑，花儿咋就这么被孟云儿给绕进去了？哼，我就说嘛，这傻子就是傻子，便是没以前痴傻，也聪明不到哪儿去。虽说地上的野猪分到我孟家头上去，也剩不下几斤肉，可只要一想到苏画拼命打下的东西又全部拱手送人，我就浑身舒畅。苏画有的东西，我全部都要抢过来。各位叔伯婶婶，咱们今日可一定要多谢人家孟姑娘啊！谢孟云儿？谢孟云儿啥呀？难不成谢她帮忙讹到他老苏家的野猪肉？这苏画怕是痴傻症没好，反而更严重了吧？只见苏画猛地一拍手，指着山下的一排良田，脸上一片惊喜。自是要谢他分咱们银子啊！孟家这3年在清水县里开面铺，能购置200亩的地，私下里还不知攒多少银子。如今要分给我们上河村的人，咱们自是要谢谢他呀！苏画，你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分你们银子啦？银子全是爹管着的，偶尔才能给我几文钱零用。要是被家里知道我说什么分孟家银子给旁人，只怕得被爹娘将腿都给打断了。孟姑娘这是急了？不是你方才说的吗？这野猪吃我们上河村的草，喝我们上河村的水，便是我们上河村的猪。那孟姑娘，你们一家4口，住上河村的地，吃上河村的粮，喝上河村的水，那你们孟家赚的银钱，自然是咱们上河村的银钱。自己村的银钱给村子里的人分一点，怎么了？我说的是野猪，关我孟家的银钱何事？你什么你？莫非孟姑娘真是如此自私之人？家里的银钱多得用不完，竟不愿意分村子里的人一点儿？我凭什么要分给他们这群穷鬼？你个傻子，简直痴人说梦！然而待话一出口，却猛然觉得不对，便发现一个个村民盯向他的目光很是不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好名声今儿全被苏画给毁掉了。孟姑娘这样望着我是为何？莫非还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心事不成？苏画，你欺人太甚！哎呀，孟姑娘可晕不得，你这一晕，说不定得找个大哥大叔抱你回家。孟姑娘自己不在乎不要紧，就怕冯秀才到时候得知，会觉得脑门上一片绿，到时候又来害人，可是不美啊。孟云儿望着那一只叭叭不停的小嘴，身侧的手攥出了血，当下更是想晕都不敢晕了。孟姑娘还待在这里做什么？莫非是又改变主意了？想要给我们这些穷鬼分些银子？而你孟家的银子太多，你搬不动，想请几个人帮忙去搬？花儿妹妹默契着感人啊！你也知道，我向来在家里不受宠的，银钱的事情我可做不了主，但这野猪的事情，花儿妹妹完全可以做主啊！我自是想留下来看你们是怎么分猪肉的，你不会这点小要求也不答应吧？花丫头，这野猪我帮你们扛下去，这猪肉是你拼命打下来的，咱没那脸要。说的就是这理儿，自古以来就是谁打的猎物归谁，哪有山上猎物归村子的道理？那不是跟土匪一个样吗？倒是孟姑娘一口一个分野猪，也不知道家里是怎么教的。瞧这温温柔柔的模样，这心咋这黑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画虎画皮难画骨啊！得，你一句我一句，直将孟云儿说的脸上血色尽退，连笑容都没法维持下去了。苏画见众人热火朝天的忙活，大手一挥道：今儿个打到野猪是喜事，待会儿杀完猪，大伙儿一家拿上1斤野猪肉，回去给家里的小娃娃炖个肉汤喝。这话一出，人群顿时一静，下意识便要拒绝。每家1斤肉，这得分出去多少肉啊？小姑子，你是疯了吗？
我看疯的人是你，不会说话就闭嘴。我家花儿说的没错，自打打到这头野猪，花儿便说要送一些给大家一起吃肉，只是被孟家丫头这么闹一场，这才耽搁了。待会儿去村委小院儿，我老苏家呀给大家送肉，1户1斤，大家都别嫌弃啊。见老苏家当家人苏白氏都出声了，村民们才终于相信，今儿个是真的有肉吃了。顿时一个个都激动得不行。哎呀，太好了，多谢苏大婶子，多谢花丫头。我家那小孙孙前几日都念着要吃肉，一直没舍得买，今儿个终于能让他尝个肉味了。老苏家一家都是好人啊，有野猪第一个想着咱可得记着这恩情啊。对呀，咱们可不能忘本。要是孟家，别说是送肉了，连野菜都没送一根呢。果然，姜还是老的辣。简简单单一句话，不仅让村民借着苏家的好，更是给孟莹儿拉了一波仇恨。娘，我擅作主张分肉出去，您不怪我吗？你这丫头，这是你打下来的野猪，想如何处置那都随你。再说了，这野猪既然大家都瞧着了，我们老苏家吃肉，自然也得分旁人一些肉汤喝吧。上河村50多户人家，一家分1斤肉，便是要分出去50多斤，这可是白花花的1两多银子呀。要说一点都不心疼，那自是不可能的。可谁叫娘下山叫大呼几个时，被村里人给听见了呢？大家一同上来，要是当时花儿没将野猪打死，大家也能帮点忙。这个情啊，我们老苏家自然得承着。比起花儿的安危来说，1两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人群的最后方，一直充当隐形人的萧景涵望着最前方半依偎在一起的母女俩，好看的唇角轻轻扯起。老苏家的小院里，此刻正在热热闹闹的宰野猪。哎，大哥，这猪肠别扔，放盆里来。还有这猪肚、猪肺、猪肝、猪心啥的，都放这儿来。先前要当好人，送这么多的猪肉出去，如今这臭烘烘的猪下水都全留下来给自家人吃。我看这小姑子脑子又是不清明了，净做一些傻事。你脑袋才不清明呢，要不是有花儿，咱家能有野猪？既然这么嫌弃，待会儿就别吃了。老娘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主，要饭还嫌饭馊的呢。娘，我这不是说猪下水吗？这猪下水臭得很，里头全是猪屎，哪里是人吃的东西啊？到时候不是白费柴火吗？哼，咸吃萝卜淡操心的玩意儿，没事干就滚回屋子里敲石螺去，下场还得出摊呢，天天就知道吃。我老苏家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个懒货呢？猪下水虽然是臭得很，可花儿既然是要留下来，必然是有他的理由。便是最后做不成吃食，浪费一点油盐，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闺女喜欢就够了。今日碰到野猪，加上孟家那死丫头从中作梗，已经耽搁了不少时辰。眼看着也是快要到中午了，再不敲石螺，下上的梭罗生意怕是都得被耽搁，那可真是亏大发了。这做生意的呀，最忌讳的便是去一日不去一日，一来二去的，客人都得跑光。是，儿媳这就去。钱氏扯了扯唇，随后不情不愿地扭过身子往屋子里走。只是走到一半，却是赶忙扯过正在围着乔宰猪的赵氏、大郎、二郎还有春花，一同端了2盆石螺去主屋里忙活了。这要干活，咋能让我钱月娘一个人干？自然是得拖着赵氏他们一起，不然我不可是吃大亏了吗？内厢，苏大虎已经提着刀开始一户一户的分肉了。周三叔，你家小孙孙最是喜欢肥口的，我给你这块8成肥的。大麦他娘，你喜欢吃瘦的，我给你这块6成瘦的如何？泥鳅娘，你家泥鳅最爱吃红烧肉，我给你这块肥瘦相间的行不？上河村50多户人家，谁家人喜欢吃啥，苏大虎几乎全是信手拈来。而且说是1斤的肉，
可那必须是足足的称，断不会少他们一分一毫。我大哥可真有一手。原来这一脸的憨厚相之后，不仅是个黑芝麻馅儿，而且还是个极其圆乎的黑芝麻馅儿。这猪肉啊，留20斤自家吃，赵家、钱家以及穗儿家各送10斤去，还有村长叔家送5斤，其余的今儿个下场卖梭罗的时候啊，拿去卖。若是卖不掉的，儿子便送去富贵酒楼。不错，卖不完的便送富贵酒楼。你大美家在县里，若是今日忙不赢，便明日早上再送去。如今天气好，这肉啊搁上一晚上，那也不打紧。娘，怎的了？方才忘记同娘说，这野猪最后是萧景寒杀死的，可他不愿分猪肉，女儿便同意他来家里吃几顿饭。20斤肉可能会不大够，吃几顿饭便要抵半头野猪。要是这野猪肉还不够吃，那我可就真要脸红了。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又是什么？竟是如此。萧景寒这是又救了小妹一次。大虎，自家再多留30斤的猪肉，其余的呢，按照方才说的不变。苏白氏是什么人呢？当即便知道了，他人老成精，自是明白了自家女儿的意思。1头野猪肉要全部放家里吃，慢慢吃的话可以吃好几年呢。萧家小子不要野猪肉，也不愿分钱，只吃几顿饭，我可不能真当是几顿饭呐。这里头可是含着救命之恩啊！壮小伙子最是能吃的时候，20斤猪肉确实不够吃。是。苏三虎拎着一大块肉并几块小肉往村子里跑。上河村里，老村长和3位孤寡老人都没来，他必须得把肉给人家送过去。当然了，冯孟两家完全不在老苏家送肉的考虑范围之内。你在我家鬼鬼祟祟做什么？婶子，家里这么忙，要不云儿来帮帮你吧，省得婶子太过辛苦。你走不走？苏白是一句话都不想和他说了，直接走到了鸡栏角落，抄起那扫鸡屎的扫帚。婶子，你这是做什么？话还没等他说完呢，扫帚便直接射向孟云儿的脸上，上面的鸡屎直接糊了孟云儿一脸。咋觉得今儿个晕过一次后，我这准头似乎更好了呢？苏婶子，你未免太过分了！呵呵，你不走是吧？你们这一次他是真的哭了，一边哭着还一边飞快地往外头跑，生怕下一瞬便又被鸡屎给糊进嘴里。正好这梭罗敲好了，你们待会儿各自回一趟娘家，送些野猪肉回去，一家10斤，你们拿回去给亲家补补身子。当真？娘愿意送10斤野猪肉给我家里？老苏家向来家穷，一年到头也存不下几个铜板，可如今呢，这一开口就是送10斤野猪肉，这怎么敢叫人相信啊？不想要吗？既然你们不想要，那2条野猪肉便留着给大虎他们去镇上卖掉换银钱，也能抵些银子。想要，当然想要了，我现在就把肉送去钱家村。话还没说完呢，整个人已经像是脚底抹了油一般，一下便窜出去老远。娘，这肉还是留着给家里卖银钱吧，这野猪肉起码20文一斤，10斤野猪肉便是200个铜板。大虎若是去码头干苦力，累死累活10几天都不一定能赚来这么多银子，我哪能就这么拿去娘家呢？你素来待话儿好，他打下的猪肉送些去给嫂子娘家是应当的。再说你家嫂子上个月不是生了娃娃吗？这野猪肉啊滋补，正好送过去煲些汤补补身子，也是老苏家的一片心意。以前老苏家没条件，吃了上顿没下顿，许多人情往来，自是有心无力。
如今呀，得头大野猪，没道理分给村里人，却不分给亲家。最关键的是，这猪肉是花儿打下的，分一些出去送给嫂子娘家，他们日后也能记住花儿的好。便是有一日我不在了，花儿在家里也不会遭嫂嫂们的嫌弃。虽然几个儿子可靠，可世界上最厉害的风便是枕头风。这世道，女儿家最是艰难，我得提前为花儿考虑好。多谢娘，多谢花儿。先前他正愁自家娘家嫂嫂生了娃娃后自己没有一点表示，如今婆母和小姑子却是为他都想到了。趁着现在时辰还早，赶紧去吧。若是回来时天色晚，便在赵家村住一晚再回来，那也行。儿媳知道。今日牛车不得空，若是有牛车，其实会快很多的。娘，待会儿我来炒梭罗吧。哎，没事儿，你不知道，我今日呀精神头好得很，一点都不累。别说炒几盆梭罗了，我觉得我可以围着上河村跑几圈，那都不带喘的。娘今日面色确实好得很，有种容光焕发的感觉。他不由得想起在昏迷时喂给苏白氏喝的2滴水滴。莫非这空间水珠对人的效用也这么大？如今光是喝2滴空间水珠便有此奇效，若是再多喝一些，不知道效果是不是能令人大吃一惊？这倒真是个大宝贝。灶台前，苏白氏翻动着石螺，不由一愣。花儿说啥大宝贝啊？我说娘是大宝贝呢。我是大宝贝，那花儿就是娘的小宝贝。灶屋里传来阵阵热热闹闹的嬉笑声，直让守在院子里的一群小萝卜头无心看肉了，频频回头望向灶屋。大郎，奶和小姑这是说啥呢？这么高兴？不准叫大郎，你得叫哥。小姑定是说到什么欢喜事，哄得奶开心了。大哥错了，小姑是奶的心头肉，无论小姑说啥，奶都会开心，根本不用小姑去哄。咱家春花倒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爹知道这木盆里的猪下水要咋吃吗？啥？我咋不知道我闺女讲话这么跳脱？一下是花儿，一下就是猪下水的，难不成他小脑袋瓜里花儿就等于猪下水不成？在苍梧镇，猪下水想来是没有人吃的，要么用来喂狗，要么直接丢了。等到兄弟3个带着梭罗走了以后，苏化便开始忙活了起来。毛血旺，这毛血旺是啥？小姑，你说的这毛血旺是不是就是用这野猪毛和野猪血搅吧搅吧，然后给汪汪狗吃的？小姑娘，有想象力是好事，可太有想象力就过了啊。如今正是正午时分，斗大的太阳挂在天际，将白灰单调的天色染得金灿灿的。小姑，这草木灰可真是好东西啊，用它搓猪肚一点异味都没有啦。那是自然，草木灰里不仅有碱，而且其本身的细小颗粒极具吸附力，用来清洗猪下水里的脏污最是合适不过。哦，碱是啥？细小颗粒又是啥？这洗个猪下水咋还这么多学问呢？这碱嘛，是和酸相对的一种物质，不仅可以洗猪下水，还是一种食物添加剂，可以用来做包子、馒头。在某些时刻，它还是一味药材，可以用来治病。苏话讲着讲着，突然便觉得四周安静了下来，一抬眸，便见到3个小萝卜头皆是一脸怔愣。其余的你们也不用管太多，你们只要记住，这草木灰可以清洗猪下水，而且可以清洗得很干净就行了。什么酸呢、碱了的，叫个化学老师来，也不一定能和你们几个小萝卜头讲清楚啊。哦，
知道了。这个时候，小路上忽然传来一阵清脆的叮咚声，只见一个穿着深红色细棉薄袄的身影走了过来。啊，这不是萧家阿奶吗？他这是要去找景寒叔叔。只怕这是去找那家伙麻烦的。果不其然，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小木屋前便传来妇人那震天动地的哭嚎声。若是没猜错的话，这萧母只怕是为野猪而来。苏画想到萧景寒那老实的性子，正欲起身，便见萧景寒走到院外，也不知说了什么，只见萧母呆呆站在篱笆外许久，才又折返了回来。花儿，先吃上午饭，娘呀烧个野猪肉，你们吃完再忙活，待会儿再洗猪下水。哎，好啦。哎呀，我得搬回去，这么难得的食材，要是没人看着，可容易被伏虎山的野物寻着喂摸了去。与此同时，6里外的钱家村，一座土坯小院的院门被敲响。哎，月娘回来了，今儿个这是带啥好东西回来了？哎呦，这条肉可真劲呐，得有个10来斤了吧？这是打哪儿来的呀？家里猎了一头大野猪，留了些肉吃，婆母让送一条给亲家。女儿记得娘喜欢吃红烧肉，特意是挑了一条肥的给您。啥？老苏家猎了一头野猪？好家伙，一整头大野猪，那得多少肉啊？想到这儿，钱母初见肉食的欢喜瞬间消去大半，整个人像是泡在酸菜坛子里似的。你这婆母可真是个蚊子放屁，小气到家了。一头大野猪起码得200斤往上了吧？结果送咱这嫡亲的亲家就这么一条肉，感情这是瞧不起咱们钱家，瞧不起月娘你呢。我婆母就是那性子，娘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条野猪肉还是女儿争来的嘞。切，我看呐，苏老婆子就是因着你没给她老苏家生个带把的，正可劲儿欺负你呢。切，生带把的又怎么样？赵氏生了2个带把的，不一样也是一条10斤肉，而且还是我挑剩下的。正所谓知女莫若母，钱母哪里不知女儿这是不高兴了，声音不由得软了几分。哎呀，娘这也是为你好。娘先前告诉你的几个动作，你和女婿试了没？钱月娘的脸色一红，可想起男人前夜里的冷漠，胸腔中的一颗心更是酸涩交加。那不应该呀，那几个动作是你外祖母传给我的，说是绝对能怀上，而且一举得男。你哥也是这么来的，没道理这么久了，你这肚子还没一点动静。哎，是不是女婿不行啊？二虎他身体没问题，毕竟是年轻妇人，哪里好意思和自己娘讨论这些问题啊？哎，吃些吧，这玩意儿补气血。你现在年轻，等到老了就知道了。没个儿子傍身呐，以后这日子难过。那些动作你再多试试，要是真不行，娘再给你去求个怀男娃的土方子。咱这隔壁村有个老大娘，方子灵得很，准没问题。此话当真？自从生完春花以后，她这肚子就一直没个动静，早就着急上火了。自然是真的。哎，我听村里人说，女婿最近在镇口卖什么梭罗，还赚了不少银子，是吗？最近是在卖口味梭罗，二虎他们今日也去摆摊了，至于赚的多不多就不知道了。每日赚的银钱都是婆母把持着，女儿根本就瞧不着。哎呦，我听村里人说，5个小时罗就要1个铜板，我还以为是在吹牛，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哎呀，这么能捞银子的营生，你可得带带你大哥呀。娘，这卖梭罗的生意大哥做不了。你这丫头，嫁了人就胳膊肘往外拐，不顾自己娘家了，连嫡亲的哥哥都不帮扶一把呀。哎呀，娘这说的是哪里话？这方子是花儿想出来的，说是要用什么药材炒制，可是药材被婆母锁在柜子里，
每次炒梭罗更是把我们全赶出来，天天防我们跟防贼似的。女儿根本就没法子学着口味梭罗嘛。苏家那个傻丫头，这怎么可能？那个像猪一样整日里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的丫头，竟然还会赚钱了。就是她，今儿个女儿带的野猪肉也是她一手打下来的。前几天呀，小姑子突然就不傻了，还会许多东西。这方子就她和苏白氏清楚。对于苏画受孟婆指点一事，钱月娘没说出口。要是知道被她说出去，哼，只怕以后讨不着好。傻子居然会一夜之间变聪明，这怕不是鬼上身了吧？不仅突然会赚钱，连野猪都会打了。要知道，便是成年男子遇着野猪，也只有拔腿就逃的份儿。这苏家小闺女儿一个姑娘家竟能打下来吃野猪肉，这不是鬼上身是什么？什么鬼上身啊？小姑的自小出身便有异象，更是被高僧断言是富贵命，怎么可能会被鬼上身？娘以后可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要不是小姑子变聪明，我这些天哪能从连个鸡蛋都吃不到的日子，一下转变到大鱼大肉，而且是一日3顿，顿顿不重样。老苏家更是每日都有银钱进账，上河村上上下下哪一个不羡慕呀？我这身子一时又胖了1圈，这都是因小姑子而起。不过如今的苏画倒是滑头得很，想从她嘴里套个话，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呢。行，不说就不说。反正啊，这口味梭罗的事情，你每日多留个心眼儿。这河里的石螺成千上万，他老苏家几人也赚不完，还不如让我们一起赚钱。咱们都是一家人，也不必那般生分。女儿知道。难得回来，咱们娘俩多唠唠嗑。待你嫂子回来，我让她晚饭给你煮点白粥，再炒个野猪肉，煎个鸡蛋。唉，女儿在婆家最是受苦，回娘家了，自是得娇养着。谢谢娘。上河村村口，赵氏提着2个满满当当的菜篮子从牛车上下来。嗨，大嫂，你这是去哪儿啦？咋拎着这么些东西？哎呦，这老鼻子的菜肯定很沉吧？云儿帮你拿一些吧。不必了。云儿可是做错什么，惹大嫂不喜了？小时候大嫂经常烙饼给云儿吃的，还说很是喜欢云儿，如今怎的全变了？你记错了，饼是烙给花儿吃的，是你抢去的。而且我从来没说过喜欢你这样的话。那饼子是花儿妹妹给我吃的，说嫂子烙的饼最是难吃，她吃不下才送给我吃的，我从未抢过她的东西。我做的饼确实难吃，我的厨艺向来不怎么样，只会做包子馒头，不会烙饼子。烙出来的饼子我自己都嫌硌牙得慌，花儿不喜欢吃才正常。唉，以后得多和婆母学学厨艺，免得以后花儿喜欢吃的东西我都不会做。孟云儿的嘴角狠狠一抽，旋即亲亲热热地挽上赵氏胳膊。大嫂，这里没有外人，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老苏家的情况你也清楚，苏婶子心里只装着苏画一人，3个兄长全是为苏画做嫁衣裳的。你们每日辛辛苦苦摸梭罗卖梭罗，最后连一个铜板都瞧不着，心中不会觉得不公吗？赵氏望着胳膊上的绿衣袖，没说话。孟云儿以为他听进去了，便嘴角微扬。大嫂，与其终日为他人做嫁衣裳，还不如为自己考虑考虑呢。大哥是老苏家的长子，大郎二郎如今更是一日日长大，大嫂莫非还想他们一辈子像大哥那般做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吗？你究竟想说什么？大嫂是聪明人，只要大嫂将这口味梭罗的方子告知云儿，云儿必会给大嫂一笔不菲的报酬，足以让大嫂的小家能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万事不愁。说完了，赵氏一把扯出手臂，紧了紧手上的菜篮子，见里面的豆角干没洒出来，方才松了口气。
孟云儿也瞥到了豆角干儿，眼神微微暗了几分。她记得这豆角干儿是苏画从小便喜欢吃的，自打赵氏嫁给苏大虎，每年都会让自己娘家种许多豆角，然后晒成成筐成筐的豆角干儿。说完了，不知大嫂意下如何？说完了就麻烦让让。还有，你既和花儿闹僵，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大嫂子，免得旁人听到污了我老苏家的名声。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他开始怀疑，今日是不是冲撞了什么道上的邪神？从早上到现在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现在连老苏家最窝囊的小媳妇儿竟然都敢给他脸色瞧了，赵氏却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直接拎着2个菜篮子就往村委的方向跑得飞快。苏画又是苏画，不过是一个又胖又丑的傻子，你到底给老苏家人下了什么迷魂汤？一个两个的，竟然全是你为掌中宝心头肉。我孟云儿无论长相身材还是性情，都远远超过你这个傻子一大截，凭什么从出生起就受尽嫌弃？偏是如今孟家家有良田数百亩，还得让我为一个梭罗方子忙前忙后的，这老天爷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此刻村委小院正热热闹闹地忙活着全猪宴，灶堂中大火燃着，下一道便是爆炒肥肠，麻辣刺激的鲜香直接让院子里几个男人心不在焉起来。三叔、锦寒叔，你们先聊这功夫的事儿，我们去瞅瞅小姑那儿有什么能帮忙的。去吧。苏三虎头也没抬，一双眼睛死死盯着萧景寒，就仿佛盯着个什么稀罕宝贝一般。往日里只知晓萧景寒是从军营退下来的，没想到他竟然能用一个小树枝便轻轻松松将一头大野猪给捅了个窟窿，这分明就不是一般的军爷啊！若不是他腿伤了，只怕根本就不用回我们这鸟不拉屎的上河村啊！景寒哥，你这么厉害，当时腿伤是为啥呀？是像说书先生说的，有啥陷阱埋伏吗？这话一出，一旁的苏大虎和苏二虎眸光亦是亮了起来。算是吧。啊？苏家三兄弟齐齐一怔。算是吧，这是啥回答？可是瞧着萧景寒的腿，他们却不好再问了，怕触及对方的伤疤。锦寒叔、爹、二叔、三叔，阿奶叫你们吃饭啦。萧景寒随苏家兄弟走进堂屋，便见中央的一张老木桌上摆着一溜说不出名字的菜来，光是瞧着闻着便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景寒小子，快来坐呀！这都是我家丫头做的新菜，说是特意感谢你的全猪宴。这道汤啊是猪肚鸡汤，旁边呢是毛血旺、葱爆猪肝，红烧猪心、爆炒肥肠、凉拌猪头肉、辣炒猪腰、猪脑炖蛋、麻辣猪肺，中间的呀是红烧野猪肉和蒸腊鱼。说起来，这腊鱼还是你先前送过来的草鱼熏的呢，快尝尝看这些菜喜不喜欢。妇人每说一道菜，脸上的骄傲便添一分。来，先喝碗猪肚汤暖暖胃。花儿说呀，饭前一碗汤，养胃又安康。景寒多谢苏家婶子。哎呀，若不是她腿伤了，就她的相貌和身手，配我闺女那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比起冯子才那个白眼狼来说，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唉，当真是可惜呀。苏画瞧着自家娘亲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摇头的模样，呵呵，也不知这老太太又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了。这猪肚鸡汤你若是喝不惯，便多吃些野猪肉吧。这儿的人向来不吃猪下水，他不洗也是应当的。多谢苏姑娘，这汤很好喝，喜欢喝便多喝点。少女莞尔一笑，低头抿了口汤，状似没有一丁点偷看美人被抓包的尴尬。确实，鲜香味美，不愧是环境雉鸡加野猪肚的杰作，好喝。一碗猪肚鸡汤下肚，
我的右腿又有了些许知觉，竟能感觉到痛了。建行老弟，这一杯酒我们三兄弟敬你，多谢你救我小妹。今日这壶酒，还是苏白氏特意嘱咐苏家三兄弟下晌时从苍梧镇酒铺打回来的，100文一壶呢，可谓是下了血本了。红袖枝林夸氏叶，清奇孤酒衬梨花。这梨花白，我向来只在书中见过，倒是从未尝过。如今桌上一桌全是绝好的下酒菜，不喝一点儿岂不是罪过？娘，要不我也敬萧公子一杯？苏白氏是什么人呢？人老成精，一瞧女儿这眼神，哪里不知她打的是什么主意？就这一杯，不可贪多啊！花儿多谢萧公子。说罢，便迫不及待轻抿了一口。果然是好酒。这一口酒一口菜的模样，直将苏大郎3个小萝卜头勾得心头直痒痒。小姑，这酒味道咋样啊？这梨花白是不是香得很？小姑，你喝完后这酒杯给我，我放点猪肚汤涮涮。去，你们一群小屁孩就别惦记这梨花白了，待你们长大成人再说。俗话说完，满足地打了个酒嗝，只觉得整个人有些轻飘飘的。萧景寒嘴中嚼着猪肚，偶尔瞥一眼双颊酡红的少女，他忽然觉得她似有千面一般，每次见都不甚相同。景寒兄，咱们兄弟俩再喝一杯。三虎平日最是佩服勇武之人，像景寒兄这样徒手杀野猪的，只怕大禹朝都没几个呀。三虎谬赞，是苏姑娘自己英勇，我不过最后补刀罢了。英勇，这已经是他第2次说我英勇了。怎么每听一次，便觉其中戏谑之意浓上一分？待再次醒来时，天光已是大亮。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昨天事情太多了，没有来得及给穗儿送去野猪肉，今日趁着时辰还早，便给她送去。他口中的穗儿正是老苏家的长女苏穗。苏穗与苏大虎是龙凤胎，今年19岁，3年前嫁到了县里王家。大哥，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花儿也许久没见到阿姐了。我自然是愿意，不过你得先问问娘。什么事情要问我呀？花儿，来，先把这醒酒汤给喝了。要知道花儿这丫头喝那么小半杯酒就会倒，昨夜里哪敢答应让她喝酒啊？谢谢娘。娘，花儿今日想和大哥一起去清水县看大姐，中午前就回来，好不好？去吧，倒是不用急着回，家里有你大嫂和2个哥哥，而且你二嫂啊，待会应该也快回来了，生意的事你不用担心。不过你当大哥的，定然是要好好的看护好花儿，别让那些不长眼的冲撞到花儿，给花儿受委屈，知道吗？儿子知道。前面苏大虎赶着牛车，苏画就躺在牛车上，随着牛车晃晃悠悠的，在黄与绿的交替中，2人终是到了清水县县城。不愧是县城，这气势就是不一样呢。可不是嘛，进这清水县城每次都要收进城费，行人1文，车马2文。以前咱家想进这清水县都得先盘算一番。嘿嘿，要不是花儿想出梭罗生意，今儿个咱都不一定能来这县城。难怪啊，这清水县县令脑袋怕也是个不清明的，进城还要收费，这不是摆明了不让人来县里消费吗？没人来消费，他政绩能好看到哪儿去？这话可不能说。其实收进城费不仅是清水县会收，其他的县城同样如此，咱们这儿还算收的不多的。我这不就是跟大哥说吗？在别人面前绝对不说。一进城门，街道俱是青石铺就，牛蹄踏在地面上咚咚作响。苏大虎驾着牛车一路往北，
鱼。刚转到西边街道，苏大虎顺势拉着牛车停了下来。伙计，给我来一份15文的羊肉汤面，加盐菜，加辣，不要香葱。伙计，我要一份鲜猪肉面，要香葱不要辣。给我上一份阳春面。大哥，这清水县的物价未免太离谱了。苍梧镇10文一份的羊肉汤面，在这儿居然要15文，而且生意还这么好。这14的生意，虽然比起自家口味梭罗的盛况略输一筹，可投入的人工成本低，利润高，一碗面的本利约莫4、6分，一日只要卖出去200碗，那便是净赚2两银。相比自家的梭罗生意，一日卖近5000个梭罗，得1两银，而这1两银几乎将老苏家一家人从早到晚全绑在这梭罗生意上。这是孟家在清水县的面条铺子，生意好是好，可这东家心太黑了，只怕日后也做不了长久。苏大虎扬鞭穿过街道，入了西边巷口。苏画一回头，恰巧就瞧见脚踏同色绸鞋的中年男人正笑眯眯地收着铜板。原来这竟是孟家的面条铺子，难怪孟家能治下200亩良田的家业呢。以后这孟云儿要是再敢来找你的茬，大哥便将梭罗摊子摆到他家面馆前头，让他家再无生意可做。大哥真是可爱极了。可爱极了。这是画儿第一次夸我呢。就这样，两人一牛晃晃悠悠地走在小巷子里，忽地冲来一个月色身影，踉踉跄跄地倒在车头前。今儿个真是对不住了。这少年郎面如覆粉，唇若涂朱，一袭月色袈裟长袍穿在身上，更是显得温润如玉。若非听声音，只怕以为是哪里来的小姐姐。啊，这男人瞧着似有几分眼熟。哎，大妹夫这是怎的了？啊！苏画和男人不约而同的怔愣。原来是大哥来了，还有这位，这位是画儿妹妹吧？若不认真瞧，姐夫就认不出了。来，快回家去。穗儿前些日正念叨你们。老黄牛避之不及，直接被男人一口亲在了那黑漆漆的牛蹄上，旋即打起了震天的呼噜声。花儿，来给大哥搭把手，先将他弄到牛车上去。好。拎起他的领子，一把将他直接往牛车上一丢。我们老苏家3兄弟全加起来，只怕都没小妹一个人力气大。接着兄妹俩拉着牛车停在王家门口。大虎和花儿来了，快进屋里坐。王叔好，家里昨日打着头野猪，母亲让我送来些，顺便看看穗儿。这不，刚到巷子口，便碰到淳府不省人事的醉倒在地上。啊，什么？王父大惊，连忙跑过去。哎，这孩子真是……王父讪笑一声，趁着2只手欲捞起儿子往院里走。不就是家里铺子最近生意不大好吗？净学人家去喝酒，还喝得不省人事。哎，真是让大虎笑话了。店里生意不好吗？哎，可不是嘛。一个麻雀小的杂货铺，每日本就赚不着几个银钱，如今生意一日比一日艰难，也难怪淳府心中着急呀。苏画背起牛车上的大背篓，跟在2人身后。待将王淳府安顿好之后，苏大虎含笑着将背篓中的物事给拿出来。这是家里打的野猪肉，王叔和王婶喜吃肥，穗儿和淳府喜吃瘦。母亲便让我拿了一条有肥有瘦的来，还有这口味梭罗，是家里小妹想出来的新吃食。另外，这蕨菜干是家里几个小娃娃在后山采的，如今3月正是吃蕨菜的好季节。哎呦，
亲家可真是客气，有什么好东西还惦记着我们这2个老家伙。哎，这老苏家这个小闺女向来是个痴傻儿，今儿一瞧那一双水灵灵的眸子，哪里有半分傻气呀？还有这老石子的口味梭罗，闻着便知味道不差。若真是个傻女，哪能做得出这般吃食来呀？苏大虎见王家屋子里皆不见苏穗身影，不由得出声问道：王叔，穗儿如今可还是在铺子里？若是抽不开身的话，我们兄妹去瞧瞧她。穗儿如今不在铺子，她今日早晨同老婆子去城郊寺里了。去寺庙？如今不年不节的，去的劳什子寺庙。大虎你也知道，我们老王家的淳府这一辈，就他一根独苗苗。可如今穗儿嫁进来已经3年了，可这肚子还是一点响动也没有。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2个老家伙心里急得慌呢。这不，趁着天气好，让穗儿去拜一拜也好。这老王话里话外不就是说苏穗不孕吗？可生娃娃向来是2个人的事情，他老王家没后，不应该让王淳府陪着苏穗一起去吗？与此同时，上河村，孟云儿正守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下。儿时与那傻子相识，又当了他这么些年的闺中密友，自然不是白当的。哼，老苏一家人是啥性子，我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小心思最多的，非钱月娘莫属。只要放一点银子在他面前，那便像是把鱼放到偷腥的猫面前，根本不用担心猫不上当。孟云儿兀自坐在树根上，盘算着等拿到这梭罗方子后的事。可身后忽地传来一阵哒哒的马蹄声。上河村何时有这好的马车了？这马车比起我们家那辆青色小马车，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便是这拉马车的白色大马，只怕都可以买好几匹我们家那马了吧。马车上赶车的小厮见路中间突然冷不丁跳出个人来，吓得连忙扯住手中缰绳。许是受了惊了，马儿嘴角猛地一咧，一道通天响鼻打出，那气体悉数喷在了孟云儿的脸上。好臭！不过是一点马气儿，这人咋就这么倒地上了？前面发生何事了？啊，好疼！我的腿好疼啊！少爷，这女子突然出现在路中间，小的绝对没有撞着她，是小白喷了口气，她就直接倒地上了。公子无需担心，是小女子自己摔着的，与公子无关。不知公子这是来咱们上河村找谁啊？敢问姑娘，苏家苏画姑娘家在哪儿？前几日苏画在周家药房前救了我还没来得及感谢。回清远县后，娘的身子一直不见好，这一耽搁便到了现在。上次又走得匆忙，连苏画的姓名住址都忘了问。要不是去周家药房问周老大夫，只怕都来不了这上河村。苏画，不知公子找苏画何事？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前些日苏姑娘救我没来得及谢她，这次正是专门来感谢的。苏画救你？恰逢马车帘子被掀开了一半，孟云儿一眼便瞧见车厢里摆得满满当当的物事，只一眼便知其价值不菲。这些东西竟然全是送给苏画的，这怎么可能？苏画那个又胖又丑的傻子怎么可能会救人？救的还是个这么富贵的公子。前儿个是梭罗，昨日是野猪，今日又是贵公子。苏画那个蠢货怎么偏偏那么好运？这女子怕不是有什么毛病不成？我说的不够清楚吗？她还听不懂？莫非脑袋里半袋全是水不成？云儿和花儿妹妹自小便是闺中密友，不如让云儿带公子去找花儿。行。听闻她是苏画的闺中密友，态度更是亲近了几分。
家里马儿不懂事冲撞了姑娘，姑娘可还能走？腿没事吧？脚踝触痛的很，只怕是扭着了。阿才，你来扶姑娘。孟云儿抬起的手微微一僵，但却是只得点点头。姑娘，小心些，这要是冷不丁又摔一跤，只怕自家公子都要走不了了。多谢小哥。我孟家虽是上河村最富裕的人家，爹爹更是被人称为小员外，可我们家从未有一个仆人，可没人这般伺候过我。只是当他发现阿才扶着他坐在车辕上而非车厢里时，他脸上笑容有些维持不住了。姑娘，敢问苏家如何走啊？孟云儿摸了摸，抬手指向前头，一直往前头走便是。山路不好走，小哥慢点赶车，莫要颠簸了公子。阿才，赶快点，无事。阿才低低应了，一拉缰绳，小白扬着蹄子就跑了起来。哒哒的马蹄声在寂静的小路上显得格外明显。忽的，马蹄踩到了一块石头上，整个马车都被颠簸了起来。孟云儿眼珠微转，身子往后一滚，直接滚进了车厢里。疯子才同眼前的贵公子相比，两人分明是天渊之别。眼前这贵公子可谓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呢。倘若我要是能和这位公子在一起，日后又何须为一个小小的梭罗方子再如此劳心劳力呢？山风吹得车窗帘轻轻掀起，上河村人正好瞧见半靠在少年郎身上的孟云儿，瞬时一片哗然。我的个天娘啊，这车里头的姑娘是孟家的云丫头。那云丫头不是和那冯子才好了吗？咋又和这么个俊俏儿郎搞在一起了？哎呦喂，而且光天化日的，孤男寡女就在车里的那黏糊劲儿，也不知害臊。云丫头和冯子才又没定亲，谁知道最后能不能成一对儿呢？哎呀，这马车箱子外竟是用绸缎裹着，哎，还有那拉马车的大白马，瞧着竟比孟家那匹枣红色的马还威风呢。难怪云丫头喜欢。这车厢里的贵人怕是来头不小啊，咱赶紧瞧瞧去。孟家什么时候不声不响搭上了这么一个贵人啊？说罢，一个个跟在马车后面跑。马车里，公子勿怪，都怪云儿没坐稳，云儿这就出去，不打扰公子。可才刚一站起，脚下不知怎的却是一软，整个人又滑哩哩的往后倒去。姑娘既然脚踝受伤，便不必再多动，待到苏家再说吧。可还真是奇怪，苏姑娘虽长得魁梧了些，可行为处事极为冷静，人也聪慧。这位闺中密友倒是像没发育完全一般，连路都走不稳，当真是怪事。试问我比那个又丑又蠢的傻子长得好看千万倍，为何这位公子连一个正眼都不肯看我？公子，云儿家里和花儿妹妹家中正好顺路，待会儿可否先送云儿回一趟家？毕竟云儿脚伤着，云儿得和爹娘说一声，免得他们担心。可以，姑娘腿伤说累，因为我家马儿惊吓所致，这银子给姑娘请大夫吧。孟云儿抬眸，见他一出手便是5两银子，便更是确定这少年郎定然身份斐然。公子是花儿妹妹的朋友，便是云儿的朋友，朋友之间何须谈什么银钱？对了，这么久还不知公子贵姓呢？我姓秦。秦，这秦姓倒是稀有的很，我似乎在哪里曾经听过这个姓氏。秦公子不如到寒舍喝口茶，歇歇脚再走吧。花儿妹妹今日驾着牛车出去，只怕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呢。苏姑娘今日不在，这我特意来找苏画的。若是这一次错过，待下次出来不知得到什么时候。秦公子不如去云儿家中，咱们先喝茶，云儿同你讲些花儿儿时的趣事如何？花儿是早上出去的，兴许待晌午时分便会回来。哼，
我今日特意起了一个大早，自是知道苏画天刚亮就和他大哥驾着牛车出去了，车上还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背篓，最上头依稀可以瞧见一些黑黢黢的野猪肉呢。这老苏家的梭罗生意向来是在下上，只怕这两人呀是去清水县给老苏家的大闺女儿送东西去了。正好待苏画回来，我和这位秦公子关系也已经增进不少了。你个死丫头，一大早上跑哪儿去了啊？家里那么多衣服都不知道洗，难不成还等着老娘伺候你不成？娘，这位是秦公子，女儿脚扭到了，是秦公子送女儿回来的。哎呦，秦公子来了呀，快里边请。秦公子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河村，今儿个晌午饭可一定得留在孟家吃。我待会儿啊就给秦公子杀鸡吃。秦公子是喜欢吃红烧的还是清炖的？我这娘嘴巴虽毒，多少还是有点用处的。待上河村的人赶到孟家宅子时，正好就瞧见孟母熟忍地拉着少年郎进了院子，一个个瞬时惊得目瞪口呆。哎呀，这孟家如今是真发达了呀，竟能够结识到这样恍若仙人的小公子。是啊，先前以为这老苏家小闺女运气好，这如今看来还是这云丫头有本事呢。这样富贵的人家，便是拔一根毫毛都比咱们的腰粗。哎呀，这老苏家卖一辈子的梭罗，只怕都赚不来。孟永富先前只是个小员外，可如今有这贵人的帮衬，他的面铺怕是又得更上一层楼啊！以后便是正儿八经的员外郎了。哎呀，就是可惜冯子才了，一门心思为云丫头，最后可谓是鸡飞蛋打一场空啊！阿才牵着小白往外挪了挪。这些人嘴里说的，难道是我家小公子吗？我咋一个字都听不懂呢？晌午时分，苏家兄妹赶着牛车回到上河村的时候，忽的便觉着一路上村民看向他们的目光都邪乎得很。周大婶，这是怎的了？咱们上河村是发生啥了？咋一个个全跟中了邪一样？嗨，中啥邪呀？喏，这孟云儿今日带了一位贵公子回来，孟老婆子正杀鸡招待呢。以后啊，这孟家只怕是要发达喽。那妇人说罢，又想起昨日苏画送的猪肉，声音瞬时压低了几分。花丫头啊，以后见着孟云儿，甭跟他对着来。今日来的贵人啊，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儿。贵人，我倒是不想和孟云儿对着来，可他那性子，摆明没憋着好屁，又岂是我能躲得了的？是啊，那少年郎瞧着年纪不大，顶多12、13岁，可一身的气派吓人。但是衣裳料子便是咱们从未见过的上等料，腰上足足缀着2块沉甸甸的玉佩呢，还有那头发都是用玉簪簪起的。那皮光水滑的大白马，便是给贵公子拉马车的。光是这匹马，我们干一辈子只怕也买不到啊！常言道，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有可能是唐僧。不过，管他是王子还是唐僧，要是敢伙同孟云儿一起来搞事情，我就一人来上一拳，先好好送个见面礼。那啥，花丫头啊，时候不早了，我先去插秧。花儿无需担心，便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在大禹朝一样要讲律法。只要是咱们老苏家没犯事儿，孟云儿也拿我们无可奈何。哼，有哥哥们在，我一点也不担心。当兄妹俩经过孟家宅院前，宅子前还围着不少人，一个个正嗑着瓜子看大山。好饿啊，吃点啥好呢？就在苏家兄妹的牛车驶过孟家宅子时，只听院门吧嗒一声打了开来，旋即一道不确定的声音传来：“苏姑娘，苏姑娘！”天知道我在孟家待的这一炷香功夫里有多煎熬啊！苏画，您可是终于回来了。之前
孟云儿说是要讲苏画儿时的趣事，一进去，母女二人就像是唱大戏似的，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是话里话外全都是问他们家情况的，问的秦玉成是一副生无可恋。啊，秦公子，秦公子，你慢点啊！我娘在灶上给你炖的鸡还没好呢。苏画，又是苏画，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阴魂不散？而此时，围在孟家宅子外的人见到这幅情景，嘴中的瓜子皮都忘了吐了。这是咋回事？不是说这贵公子是孟家的贵客吗？怎么反追着老苏家的小丫头去了？对呀，瞧那小公子的模样，和老苏家小丫头熟悉的很呢。可不是嘛，那小公子啊，看见苏画双眼都在放光，一看就是喜欢的很呐。哎呦，咱家养的小狗儿每次见着骨头就是这副小模样。村民们一句一句的话，就像是一颗颗冰粒子一般悉数砸在了孟云儿脸上。可此时拦在牛车前的秦玉成却是眉头一皱。你是谁？你不是苏画？苏画？不知公子找苏画姑娘有什么事？我住的离她家近，可带你转告。我今日来是……可话才说到一半，秦玉成便突觉不对。为何？不过是几天的功夫，一个人的变化竟能这般大。那日在周家药房前，他分明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熊瞎子，如今再一瞧，俨然是白了很多，也瘦了很多。若非那双黑白分明的杏眼未变，我只怕真瞧不出他来。花儿妹妹，你回来啦！孟云儿踱步过来，亲亲热热地站在秦玉成的身旁，俏脸一片娇羞。我在路上碰着秦公子，便带着秦公子到家里坐了坐。花儿妹妹，你不会生气吧？我生哪门子气？少女怀春，少年慕爱，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吗？花儿妹妹，苏姑娘，苏姑娘误会了，我的马儿在村口冲撞到这位，姑娘。她说是你自小的闺中密友，带我寻你。此外，我可是从未见过她。小女子姓孟，闺名云儿，秦公子称我云儿便是。一路上我都介绍过这么多次，你到现在竟连我的名字都没记住。虽然孟云儿的声音极低，可此时都竖着耳朵吃瓜的村民们却是依旧听了个死死。我勒个去，原来这贵公子自始至终都是找苏家小丫头的，跟孟云儿一文钱关系都没有啊。瞧孟云儿那热乎样，咱还以为她孟家发达了，原来又是打着撬画丫头墙角的主意。亏这云老婆子还嚷着杀鸡待客，根本就不是他家的客，他带个屁呀！哎呀，这孟家人呐，一个个脸皮比画丫头昨日打的老母猪还厚呢。孟云儿正在兀自埋怨，可忽地听到村民们愈来愈大的议论声，一张俏脸顿时臊得通红。花儿妹妹，既然你回来了，我同你一块去村委，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招呼的。秦公子难得来一趟，咱们可不能慢待人家。孟姑娘去我家帮忙，我可不敢当，免得到时候看上什么，又一个劲儿的想往自家扒拉，那我岂不是成砍脑壳的冤大头了吗？花儿妹妹何须如此刻薄？不过是一点小误会，为何你要一直抓着不放呢？难道咱们这么多年的情谊都是假的吗？说罢，又很凄楚地看了一眼秦玉成。哎呦，那副模样，活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般。秦玉成嘴角顿时一抽，开玩笑，苏画的嘴他可是见识过的，什么话都敢说，他可不想往上撞。别天天张口闭口这么多年的情谊了，也不嫌恶心的慌。大哥，咱快走，回去吃晌午饭了。吃晌午饭？为赶到上河村，我今日天没亮就起了，早时就随便吃了几口，如今早也饿得前胸贴肚皮了。然而不过是眨眼的功夫，苏家兄妹的牛车已经哒哒跑了起来。秦玉成再也顾不得多想，快跑2步，抓住牛车尾部，一个轱辘便翻了上去。
当初气若游丝的小少年，如今活蹦乱跳起来，倒像个泼皮猴。苏大哥，苏姑娘，今儿个中午玉成叨扰了。苏大虎全程懵逼，只得愣愣点头。反正也就多双筷子的事儿，随他去吧。秦玉成见状，旋即朝河边放马的人扬声喝道：阿才，先别遛小白了，赶紧将马车赶上来，咱们今儿个中午去苏姑娘家里蹭饭。这么漂亮的一匹马，竟被取这么一个名字，当真是暴殄天物啊！一直乐滋滋吃瓜的村民们，一时瓜子皮一吐，一窝蜂地跟在两车后头跑。我今日不过是跟秦公子不熟，所以秦公子的态度才会这般冷淡。但多见几次，待得久了，他自然会知道我孟云儿比苏画那头肥猪好千万倍。村尾小院儿，苏白氏正在灶屋里面炒菜，听到院外的牛蹄声响起，直接拎着锅铲便冲了出去。哎呀，自打花儿出生以来的13年，从未有一次离他这么远。花儿，不过是去一趟清远县，咋整个村子的人全都跟过来了？莫非花儿又带回来一头大野猪不成？娘，我回来了。晚辈秦玉成见过苏婶婶，难怪苏姑娘生得如花似玉，原来是随了婶子。要不是听苏姑娘叫婶子娘，我还以为您是苏姑娘的阿姐呢。这一道温润如玉的声音，直接让苏白氏愣在原地。啊，花儿带回来的不是一头野猪，是个俊俏雅正的小公子啊！哎呀，这张小嘴简直就跟抹了蜜似的。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被夸年轻漂亮的。快，秦公子里边请。还没吃晌午饭吧？婶子呀，刚好在炒菜。秦公子喜欢吃什么就跟婶子说，婶子再去添2个菜。苏姑娘救我一命，这是天大的恩情，婶子直接叫我玉成便是。阿才，快将马车上的谢礼拿进来！救命！忽地想起当日苏二虎从苍梧镇回来之后说的事儿。原来当日花儿救的竟是这么一个小公子。是啊，若是没有苏姑娘，今日玉成怕是坟头都要长草了。家母特意叮嘱带来一点谢礼，还望婶子和苏姑娘莫要嫌弃。见过自来熟的，真没见过这么自来熟的主。一株草从出生到能令人瞧见，起码得1个月时长。如今不过1个礼拜刚过去，也不知道他坟头能长什么样的草出来。跟过来的村民瞧着阿才从马车上搬下来的一匹匹布料、一包包点心、一个个礼盒，惊得直接愣在原地。这布料是不是就是贵人家穿的锦缎呀？瞧着可真好看，定值不老少银子吧？哎呀，那点心咋那香啊？我隔着纸包都闻着香味儿了。哎，你说那是不是就是那什么楼的说是一口1块银子的那种啊？哎呦，也不知道那礼盒里装的是啥，光是这盒子就很漂亮啦。孟云儿更是看得双眼放光，心里面暗自发狠。啊，我长这么大还从未穿过锦缎呢，这样好的料子，若是能用来给我做几件衣裳穿上，又何愁秦公子记不住我的名字？可这一匹匹锦缎竟全是给苏画的，一头肥猪而已，穿这样的料子完全就是浪费。苏家院子里，秦玉成一口一个2哥，一口一个3哥的叫着，好不亲热。待瞧见角落里兀自埋头劈柴的萧景寒的时候，不知阁下是苏姑娘的几哥啊？你说呢？嗨，这偏远的上河村里竟会有人长得这般好，我去，这一身气势竟比我爹爹还吓人。秦公子，这位是萧景寒萧公子，是我们隔壁邻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虽然萧景寒说用野猪肉抵几顿饭，可是他每次来都会将劈柴的活儿给包了，拦都拦不住。秦公子、萧叔叔、爹、二叔、三叔，吃饭啦！霸道浓郁的菜香味，直接让秦玉成狠狠地咽了口水。天哪，这木桌上摆放着的一溜菜，竟全是他从未见过的。秦公子，这些菜都是家中小妹想出来的，中间这一道便是口味梭罗，用的是河水里的石螺炒制而成。
说罢，还又挑起了一个梭罗放在嘴边示范。公子，小的来帮你。出门在外，不必分得那般清楚，你自己吃便是。旋即，他也学着苏大虎方才的样子，低下头，对着梭罗尾轻轻吸了口，然后再换到了螺口。当螺肉滑入嘴中的那一刻，铺天盖地的爆辣在口腔弥漫。这梭罗好辣，好好吃。不能吃辣就少吃点儿。谁说我不能吃了？萧景寒淡淡瞥了一眼正拼命喝茶的人，手中挑梭罗的动作不停，而他手旁早已落了一堆的空壳。秦公子，你眼前这一盘是猪下水，有葱爆猪肝、红烧猪心、爆炒肥肠、凉拌猪头肉、辣炒猪腰、猪脑炖蛋、麻辣猪肺。若是秦公子吃不惯，可以尝尝旁边的红烧兔子、蒸腊鱼、煎鸡蛋。还不待苏大虎话落，秦玉成直接朝肥肠伸出了筷子，这一吃便是一发不可收拾。每吃一道猪下水，便像是打开了一道新世界大门一样。此时，一旁的女桌上，这位秦公子可真是一个妙人啊！不仅人长得俊俏，家世亦是不错。花儿可知他娶亲没啊？什么？春花眼看着一天一天大，再过几年便可以嫁人了。若这秦公子没娶亲，那咱们可以将他和我家春花凑一凑啊。春花和秦玉成。苏画嘴里面的猪肚鸡汤没来得及咽下，差点一口喷在钱氏脸上。二嫂，你是不是昨晚在钱家村没睡好？这秦玉成起码12、3了，春花今年刚3岁，钱氏居然想将这两人凑一起，不知道的只怕还以为是后娘。二嫂睡得好着呢，女儿家迟早是要嫁人的，这婚事当娘的自然是要提早考虑了。娘，什么是嫁人？钱月娘，你要是不想吃饭，就给老娘滚出去！真不知道老苏家咋娶了这么一个搅屎棍回来。昨日同样是送10斤野猪肉回娘家，赵氏怕家里生意忙不赢，着急忙慌的赶了回来，还带回来2篮子的菜。钱氏呢，宿在娘家也没捎人带个信，今日日上3竿才空着一双手回来。这也就算了，毕竟我送亲家野猪肉，那也没想着要回礼。可人家一回来，话里话外还嫌送的10斤野猪肉少了。现在春花都还没大，就打上他的主意，竟口口声声嚷着让春花嫁给秦玉成。他钱月娘打的算盘，只怕伏虎山里的老虎都知道了。娘，您多吃点兔肉，还有这肥肠、猪肚，全都老香了。您今儿个辛苦，得多吃点补补。见苏白氏气得胸膛起伏，苏画连忙笑着为她夹菜。瞧着小闺女的笑脸，苏白氏心头的气瞬间消掉了不少。都听话儿的。哼，这苏白氏有什么可生气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要是春花能嫁给秦家公子，她苏白氏就是贵人的奶奶，以后自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里还需要这么天天那么辛苦的卖梭罗？隔壁桌上，秦玉成吃了个肚满肠肥，要不是腰带实在没办法继续松下去，他真想将桌上剩余的菜全都给包圆了。比起这苏姑娘家的伙食来，他妈的，突然觉得这12年来本公子吃的全是草。待我回去定要好好问问厨房里的人，是不是将秦家每月的伙食银子给吞了。大哥，这梭罗味道甚好，不知道可有意向将这梭罗拿出去做个营生？秦公子好眼力，自打花儿做出这口味梭罗，当日便在苍梧镇镇口摆摊，如今每日晌午时分便会去镇口，倒也能挣几个银钱。苏姑娘果然大才，明明就同我差不多的年纪，苏姑娘不仅会岐黄之术，会厨艺，还会做生意，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她不会的。大虎，天色不早了，今日是不是该去镇口了？哎呦，瞧我这记性！大虎、二虎、三虎，赶紧过来搬梭罗！幸得景寒小子提醒啊，不然今日这梭罗生意可得迟了。幸好在苏画他们2人回来之前，苏白氏便将今日要卖的梭罗全都备好了。萧景寒收拾碗筷往外走。你还不走吗？
哼，本公子为何要走？我今日特意来看望我的救命恩人，还没好好说话呢，岂能就走？秦公子莫非不知，苍梧镇到清远县一带，天黑时常有匪徒拦路，马上未时，若是再不走，到时候怕是没法回家了。匪徒？本公子可不是吓大的。公子，咱们出发前夫人吩咐过，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晚上老爷还要考教您的功课，若是见不到人，只怕又得发火。听到老爷二字，秦玉成没来由的心头颤了颤。今儿个他中午饭吃得很饱，短时间里都不想吃他老爹的竹笋炒肉了。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方才见你吃梭罗和这几样猪下水欢喜，你带些回去。这梭罗只要放锅中热一热，至于猪肠、猪肺、猪肝这些，按寻常的做法炒，味道就很好。苏姑娘，待我下次有时间再来找你玩可好？行，下次来可以带你去钓鱼摸螺丝。上河山依山傍水，后头的伏虎山家里暂时不让我去，但前头的小河应该是无所谓的。哼，男人嘛，不管是小男人还是老男人，没几个不喜欢钓鱼的。行，那就这么说定了。秦玉成满脸是笑，快走到院子口的时候，忽地又转身道：苏姑娘若是来清远县，记得来找我，我家住在城东青衣县东头第一家。篱笆墙外，孟云儿正猫着腰在角落里面竖着耳朵听着。院子里，苏家三兄弟已经备好牛车，正好和秦玉成一同出去。可刚一打开院门，外面嗑瓜子砍大山的村民们便一窝蜂地围了上来。哎呦，苏老婆子，你家晌午饭吃啥啦？咋吃这么久功夫呀？对呀，那股子的香味熏得我老婆子一个劲儿打喷嚏，不会是鸡鸭鱼肉全上了吧？坏丫头，小公子带的都有些啥礼物呀？一盒一盒的，瞧着就贵重的紧，让咱们进去瞧一瞧，开开眼界呗。是啊，咱们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布匹，要是不摸上一摸啊，晚上睡觉怕是都睡不着呢。苏白氏是什么人呢？那可是筛子成精，满身都是心眼子的人。玉成小子要回清水县了，大家都先让让路。阿才拉着缰绳，正要动身，可是一个绿色身影忽的一下冲了出来。秦公子，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上河村？家里的鸡汤一直为公子备着呢。见着大脸盘子快凑到自己跟前了，秦玉成立刻往后退了一大步。哎，姑娘不是说脚踝扭着了，怎还如此健步如飞？我的脚确实疼。阿才，走。话音一落，小白羊立刻扬着蹄子跑了起来，徒留下一地的尘烟。苏白氏见状，眼疾手快地将院门关好，把门给拴得死死的。开玩笑，玉成小子送我闺女的谢礼，要真让村子里那些老婆子摸上手，那还了得？堂屋中央的木桌上，此刻正摆放着秦玉成送来的一应谢礼。前世瞪着一双丹凤眼，一会儿看看布，一会儿又看看糕点，只恨自己没能再多长一双眼睛。坏丫头，快打开瞧瞧，这3个红木盒子里头都放了些什么宝贝啊？3个小萝卜头蹲在一旁，亦是好奇不已。他们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雕花的盒子呢。苏画也没卖关子，盒子被打开，只见一盒拇指大小的银颗子便出现在苏家人眼前。我的个天娘啊！这一盒大大小小的银颗子，加起来起码得是1-20两吧？花儿，你这是发了呀？苏画笑着摇了摇头，又打开了第2个盒子。这盒子里装的是一套上好的文房4宝。这可是好东西啊！老苏家的扫盲运动应该开始抓起来了。不求金榜题名，官拜庙堂，但一定得读书明理，辨是非。苏画抱起了最后一个盒子，可正要打开，突然间手腕处传来一股钻心的痛。苏白氏见状，立马将苏画手中的盒子接过来。哎，花儿，你这是怎么了？你脸上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今日去清远县干了风寒发烧了？
花儿，要不让大郎他们扶你先去睡会儿，大嫂给你煮碗姜汤喝，散点寒气。不用了，我没事，可能是天热的缘故。娘，您打开瞧一瞧，里头是些什么东西？几乎是这木盒子一离开自己身体，手腕处的灼烫感就瞬时消失了。这盒子里一定有古怪。只听吧嗒一声，盒子卡扣被打开，只见一道淡雅柔和的光透了出来，竟是一套玉首饰。我的个乖乖，居然是一套玉簪、玉镯、玉项圈，这得是多少银子呀？小闺女此般究竟是救了何许人也呀？单单前头那一盒银颗子，我老苏家怕是得攒上10数载呀。现今此套玉首饰，皆言黄金有价而玉无价，天文玉器那都是有水头不水头的。我这乡下老婆子也不明晓那之事，但亦能瞧得出这3样玉器价值颇高。苏白氏定了定心神，吊梢眼一竖起，望向屋中几人。今日玉成小子送来的谢礼，你们这一个个的把嘴都给我闭严实了。要是知道被谁拿出去瞎咧咧，我老婆子的巴掌可不是吃素的。娘放心，媳妇儿定然一字都不会说。这齐玉成送来的东西，随便挑一件出去都能让人眼红。若是让旁人知道老苏家有这样的好东西，以后只怕真没安生日子好过了。大郎兄弟俩也齐齐点头，就连小春花亦是懂事的点点小脑袋。奶放心，大郎二郎今日什么都没瞧见。春花也是什么都没瞧见。娘放心，儿媳绝不会出去乱说。娘，如今花儿也没成亲，这么多的玉饰，她一个人也带不完，可否借儿媳带几天呀？呸！不省心的糟心玩意儿！别以为老娘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啊！这是玉成小子送给花儿的谢礼，以后便是花儿的嫁妆，谁都别想动。要不是花儿救秦玉成一命，我们老苏家便是祖坟冒青烟冒到烧，也赚不来这一套玉饰。如今好不容易能有这些好东西，自然得是全留给花儿当嫁妆了。前世被骂，脸色有些不好，眸子滴溜溜地转向桌上的一应布匹。娘，这玉饰是花儿的嫁妆，这些布总归不是了吧？媳妇儿嫁到老苏家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过一件新衣裳呢。苏白氏气急，正要开口骂人，却是被苏画给轻轻地挽住手臂。娘，我自己衣柜里的衣裳够穿，这些布匹收着也是收着，不如大嫂、二嫂和您各拿2匹，另外2匹，我和三哥没成亲，一人1匹便足够了。不成，按我说，这是给花儿的东西，断没有分给旁人的道理。可花儿既然开口了，这一个个的又都瞧到这些东西，不分出去些也说不过去。这4匹锦缎留下，留给你日后陈情压箱底用。至于另外的4匹细棉布，冬梅和月娘各拿1匹回去。三虎还没有成亲，拿半匹便是。娘，我以前的衣裳还能穿，这料子留给花儿吧。我这一个当嫂嫂的，哪有道理拿小姑子的东西啊？不必多说，便是你自己用不着，也可以拿过去给大郎、二郎做件衣裳。苏白氏摆了摆手，径直让2人去选布。钱氏暗自撇了撇嘴，望了一眼赵冬梅，眼神很是不屑。哼，换会装带尾巴狼。最终钱氏挑了1匹浅红色的细棉布，赵氏则是挑了1匹深蓝色的。苏画望着最边上的雪白布匹，眸中划过了一丝笑意。之前还计划着只要赚了银子就买点布来做内衣，如今这匹布倒是正好了。苏白氏将秦玉成送来的7盒糕点锁在柜子里放好，留1盒白糖糕放在外面。这1盒糕点便是1两银子，我们可得悠着点吃，吃多了肚子里可全是银子，到时候都吃不下晚饭了。要不是你们小姑，你们怕是一辈子都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以后你们定是要记住小姑的恩，待她好，知道不？奶放心，大郎定会记小姑的好，给小姑养老送终。
二郎也是，二郎也会给小姑养老送终，有二郎一口吃的，定不会饿着小姑。以后我带小姑一起嫁人，定不会饿着小姑。一直思忖着空间异样的苏画，听到这句，差点一头栽地上。带小春花嫁人，我只怕是都快儿孙满堂了，好吧？主屋里，苏白氏刚收好了4匹锦缎，却是捧着那2个装着银颗子的红木盒，一脸愁容。花儿，你说这2个盒子收在哪儿好呢？先前老苏家全部的家底也就几10个铜板，便是老鼠见了，只怕都要转头就走。我这些年来都是直接把钱藏在床板底下，最近这段时日，家里开始做梭罗的生意，每日的进账也逐渐多了起来，一天差不多能有1000文的收入。床板底下再藏不住，哎呀，我便又在床头砸了一个洞藏钱。可如今这4个四四方方的红木盒子，光是放一个都放不进洞里，而且这银子总觉得藏在洞中也不够安全呐。今日这秦家小子来送谢礼的事，一个上晌，村子里便都传开了。我老苏家虽然有3个儿子，但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上河村中向来有几个喜欢偷鸡摸狗的。哎呀，我不得不防有贼偷把主意打到这上头来，这可如何是好呢？苏画见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嘴角都要起泡的样子，不由环顾了屋子一圈。娘，咱们便将盒子藏那底下吧。啥？顺着闺女儿所指的方向瞧去，正好就瞧见一个个圆滚滚的夜壶。花儿，这银颗子和玉首饰以后还得留着你做嫁妆用的，这要是放夜壶底下，只怕过不了几天便会臭，到时候拿出来可咋用啊？只要洞口挖深一点，盒子用些破布包起来，臭不了的。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这家里没银子的时候也愁，如今有了银子也愁。若是不找个地方好好收起来，只怕娘以后每日睡觉都要睡不踏实了。至于嫁妆不嫁妆的，这都得多少年之后的事情去了。行。苏白氏思忖了片刻，便点头应下，又从墙角拿了一个小铲子，便打算开始挖。然而就在这时候，屋外忽地传来一丝响动。谁？刚一打开门，一道浅红色身影便哗啦一下摔倒在地上。也不去河里摸石螺，在这里鬼鬼祟祟做什么呀？娘，我刚把线棉布放好，想着给春花丫头做件新衣裳，可针线没了，就想问您借个针线。我这儿没有针线，待冬梅回来你去找她。好，那媳妇儿就先去摸石螺了。前世应声，说罢立刻拍了拍屁股上沾着的土，利落走人。苏白氏盯着他的身影许久，直到彻底见不到人影，这才转身回了主屋。花儿，你在这好好挖洞，娘去院子里守着。前月娘嫁进老苏家3年，往常小心思便多得很，如今家里开始做生意了，她的小动作更是多了。好。他抬眸望了一眼紧闭的大门，只是刚刚按下卡扣，只见眼前一阵白光闪过，手腕上的青石镯子似顷刻间涌出了一股极强的吸力，这股痛将苏画痛得浑身颤抖。苏画眼皮似有1000斤重，终是承受不住这刺骨的痛意，整个人径直栽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那股毁天灭地的痛楚才终于退去。苏画费力地睁开眼睛，只见主屋里的一切都消失不见，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我去，不是吧，我这难不成又穿越了？看着眼前的歪脖子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如今啥都没了，就剩一棵歪脖子树，
这他娘的让我上吊用吗？少女下意识地攥紧双手，任由指甲划破皮肤，还能感受到痛，那就说明这具身体没有死。这时候她不由得想到进入这片荒地之前的情景，发烫的镯子，莫名的吸力，身上的痛楚，莫非是我的鸽子蛋空间变大了？苏画想到此，不由得猛地一跳起，脑袋正好就撞到歪脖子树枝上。只见树冠最边上一截手臂长的树枝径直被撞落，发出叮咚一声响。苏画耸动着鼻尖，低下身子，直接捧起了一大捧水，咕噜咕噜地喝个精光。就是这个味道。原本每日到午时才会磨磨蹭蹭掉下3滴的空间水珠，如今却是直接有一个水洼了。原本以为手镯里的鸽子蛋空间只是个鸡肋，没想到竟是个会变身的大宝贝。花儿，你挖好没啊？这声音惊得他手中的水一洒，下意识地便按在手镯上默念了一句出去。果然下一秒整个人便从空间回到了主屋。主屋里，苏画望着眼前空荡荡的红木盒子，有些欲哭无泪。原来鸽子蛋空间的变身是用秦玉成送来的3个玉饰换来的，我这简直是养了个吞玉兽啊！以后若是想空间再扩大，岂不得一个劲儿的给他喂玉？方才手镯见到玉饰时的场景，就跟饿狠了的狗见到热乎的屎一样，拉都拉不住。只怕这还是个能分得清好坏的家伙。花儿，你弄好没？苏白氏见屋中半天没响动，顾不得太多了，直接推门进来。花儿，你这是砸夜壶上了？可是又想了想，却是摇了摇头。小闺女爱干净，她每日都会冲洗夜壶，今儿早上才把夜壶仔仔细细洗过一遍，再怎么砸也砸不出这一身黑泥出来吧，而且还臭得慌。苏画闻声终是察觉出了不对劲儿，一低头便见到自己手上全都是一层黑黢黢的泥，整个人像是刚从粪坑里面捞出来一般，臭味都鲜活的紧呐。苏画实在是忍不住了，拔腿就往外跑。娘，我先洗洗，有啥话待会儿再说。娘帮你吧，咱闺女这风风火火的性子咋越来越厉害了，2只脚像是踩着风火轮似的。不要！苏画连忙拒绝，多多少少她是有些害羞的。算了，这味道我自己都受不住，要命了都。再说我都是13岁的大姑娘了，还要老娘帮着搓澡，像啥话？杂房里7、8桶热气腾腾的水摆成了一圈，也不知洗过了多少遍后，身上终于没了那股子臭味了。待再进主屋时，便见苏白氏坐在夜壶边，手上还捧着那个空荡荡的红木盒子。娘，这浴室我……花儿，藏浴室的地方你自己知道就好，不用同为娘说。毕竟若是被老鼠听到，怕是就不灵了。啥？老一辈常说啊，这老鼠在家里待久了就精得很，能听懂人话，知道躲避老鼠夹子，有的呀甚至还知道从主家去偷东西。这一盒子的银颗子你也拿去藏好。刚才他见夜壶地下的土未曾动过，就想着花儿定是将玉饰藏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寻了一圈也没见着任何踪迹，这就说明啊，他们家闺女儿才是真的聪明啊，藏东西都绝不会让人发觉。哼，这还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按着空间的尿性，这都已经吞进去了，想再拿出来是不可能的了。
若是娘现在要我拿出来看看，怕是把我整个解剖了都不一定有用。这一盒银颗子藏在空间再合适不过了，老苏家不可能有第二个地方比我的空间还能藏。我真是个大聪明。花儿，我咋觉得你白了许多？还有啊，这小脸蛋咋瘦了这么大一圈，连下巴都瘦出骨头了？是吗？难怪我方才穿衣服的时候都觉得衣裳大了一圈，还以为是衣服以前做大了。苏画赶忙起身，一下便翻到妆帘最下面的镜子，悄咪咪地先掀开了一条眼镜缝，便见那浅褐色的铜镜上映着一张肉嘟嘟的小脸蛋，嘴角轻扯间，一对浅浅的梨窝若隐若现。这次终于不再是脸之大，一镜装不下了。只是正当他高兴之际，却听得身旁一道低低的带着欣慰的啜泣声响起。娘，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闺女，你老实和娘说，最近是不是有啥不开心的事，一下子瘦这么多？啊，原先酝酿出的心酸忽的一股脑的全都憋回去了。娘，你也知道孟婆教了我一些医术，我最近做了一点药出来，可以排除体内的杂质，方才的臭泥便是因那药所致。待会儿娘也喝上一些，对身子好。没错，他之前在冲澡的时候，这才突然间意识到，身上的那些臭泥应该是他喝过了空间里面的水珠导致的。如今空间内有一洼的水珠，没必要再像先前那般抠抠搜搜了。娘最是疼我，我应该尽所能的对她好一些。竟是如此。苏画扬唇，忽的想到今日白日里的在王家的事，便一一的和苏白氏说了。娘，试过便治。娘，待下次我去清远县给阿姐看看身子吧。我在华国时大学学的是中医，对一些常见的病症那是信手拈来，完全没问题。苏穗儿待原主极好，这份情我自是得偿。不孕？我老苏家好好的一个大闺女，咋会不孕呢？再过几天便是我的生辰，到时候穗儿会回来，你替她看看吧。与此同时，上河村村委芦苇荡前世正仰躺在岸边偷闲，双脚还时不时踢踏一下河水，再悄咪咪地瞥向完全掩映在芦苇荡丛的赵氏几人。我呸！摸罗，天天摸罗，一个铜板都没见着。我前月娘又不是傻子，干多干少结局都一样，还不如好好歇着的。反正老苏家多的是劳力，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妇人仰望天空，任由阳光透过芦苇丛洒下，将她照得眼皮越来越重。朦朦胧胧间，她仿若瞧见一根晶莹剔透的玉簪，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制而成。可正要往发上簪去，却听得一道轻笑声传来。谁？你来这里做什么？哼，明明小姑子如今也用不着，情愿收着，也不愿借我戴一戴，甚至摸都不让摸一下。瞅那小气样儿！还有苏白氏，跟个铁公鸡似的，一毛不拔，一天天的就知道让我干。哎呀，这般精美的玉石收起来就是浪费。如今好不容易做个梦，眼看着就要把簪子戴在自己头上了，又被这个搅屎精给搅了好事，怎么哪都有他呢？孟云儿抬眸，望了一眼远处的芦苇荡，抬步走到了前室旁坐下。云儿在家中闲来无事，便出来走一走，正巧碰着二嫂了，想看看二嫂有没有什么需要云儿帮忙的。帮忙？哼，你可真会说笑。你能帮啥忙啊？难不成帮着捡石螺吗？唉，二嫂长得这般俊，却终日在这太阳底下捡石螺，看看这手上脸上的皮肤都变粗了呢。想当初我见到二嫂的时候，还以为是哪来的官家小姐，如今却是……
如今怎的了？钱氏闻言，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双手，只见一双手上粗皮遍布，指甲里更是藏着乌黑的泥沙。孟云儿见状，从袖口掏出了一个小盒，递给钱氏。这女人啊，婆家夫君不心疼没事儿，可自己一定要心疼自己。这是云儿先前在县里买的香脂，每日早晚涂在肌肤上，过上几日呀，这手便会变得白白嫩嫩的。钱氏捧着那香脂盒，双手摩挲着上面光滑的盒身。哼，我可告诉你啊，这香脂是送给我就是我的了，我不会还给你的。不过是一盒香脂罢了，清水村里谁不知我孟家家大业大的？二嫂想要多少香脂都够。你这是什么意思？若说自家婆母是个只进不出的貔貅性子，那孟云儿的爹孟永富便是个狗从眼前过都要拔一根狗毛的人，无缘无故送香脂，哼，我可不信会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二嫂果然是聪明人。孟云儿掸了掸衣袖，从袖口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我想同二嫂做一笔生意，只要事成，日后别说是香脂了，这袋子里的银钱也都是二嫂的。什么生意？这一袋银子只怕比小姑子精神那盒银颗子都要多呀！哎呀，二嫂且附耳过来。孟云儿朝着钱氏走近，轻轻地踮起脚尖。此时上河村村口，苏画正提溜着一个小背篓在捡菌子。方才苏白氏喝下苏画给的一杯加料的茶，身上排出的污泥比苏画先前的还要多出好几倍，盯着镜子那是又是跳又是笑。苏画没眼看，索性就逃了出来，打算捡些菌子回去。今儿个上晌坐在牛车上，瞧着村口的梧桐树下长着不少肥嫩的木耳，这树年份高，掉地上的枯枝多，气候一湿润就容易长这玩意儿。可惜上河村人没有吃菌子的习惯，如今正好便宜我了，家里剩着不少野猪肉，到时候用木耳炒些野猪肉，山珍野味，算是凑了个齐全。苏画在现代时曾经在新闻上看到过，木耳也是可以人工培养出来的。只是还不待苏画起身，远处便突地传来一阵冷嘲声。哟，花丫头这是知道自家生意不好，开始省吃俭用，改吃毒蘑菇了呀。苏画回头，便见刘寡妇正担着一对大木桶从村口回来，夫人身后还跟着一个5大3粗的汉子。哟，刘家婶子这是去镇上卖石螺啦？瞧婶子这一脸喜意的模样，看来生意很是不错。今个又买肉啦？咋的？听到自家的梭罗生意不好，她竟然还笑得出来？莫非这丫头又傻了不成？刘家婶子说的毒蘑菇在哪儿？啊，毒蘑菇？刘寡妇一片怔愣，下意识地抬手指向另外一头。就那儿啊！少女闻言笑了笑，勒紧身上的背篓，顺着夫人所指的方向瞧去。梧桐生木耳，柳树起平菇。多谢刘家婶子。随后便立马拔腿朝岸边走去。哼，这丫头，山上这么多野菜不知道去挖，偏要去找这会害死人的毒菌子去吃，只怕真是吃傻症没好全呢。刘寡妇轻嗤了声，摸着腰间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心头瞬时舒坦了不少。哎呀，今日我第一天卖石螺，没想到半日的功夫就赚了200个铜板，这简直就跟捡钱一样嘛！那苏白氏有3个好儿子又怎么样啊？到头来这闺女儿不还是个吃傻的主？别人靠着他家的梭罗点子赚到钱，他不但一点不上心，反倒还一个劲儿的去找毒菌子。幸好这傻闺女儿不是我家的。刘寡妇一边想着，一边担着担子往村里走。可是走了10来步，忽然发觉不对劲儿。春牛，你站那儿看半天干啥呢？咋还不走啊？娘，你不觉得花儿妹妹变漂亮了吗？还变白了，就像是阿南以前50大寿上给咱织的寿桃一样，
白乎乎的，可爱的紧。什么？刘寡妇是过来人，望着儿子的神情，哪里还不知他在想什么？哎呀，娘跟你讲，娶谁都不能娶苏画这样的，一个痴傻儿，以后生出来的崽子还不知道得多傻呢。谁娶了她，以后子子孙孙怕全是一窝傻的。如今是3月末，软绵绵的柳枝早已是冒出绿芽。苏画动手摘平菇，一个树桩的平菇，直接把整个背篓再次装得满满当当。可是，一转身，却是望见3棵柳树外正站着一道纤细的身影。思玉妹妹，与其和苏家那只小老虎在一起，还不如投入你福哥哥的怀里来。老苏家穷得响叮当，吃了上顿没下顿，可不是什么好去处。你胡说什么？梁思玉咬唇，可正要说什么，却是望见不远处的苏画。画儿，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老苏家的胖傻丑。不想挨揍的话，就赶紧滚！要是耽误老子的好事，哼！说完，还对苏画扬了扬拳头。啊！我今儿个就是不走了，你能把我怎地？你他娘找死！孟福攥紧拳头，冲着苏画冲过去。可是，才刚刚踢出一脚，当下却是突然一阵剧痛。好痛！往日被欺负都不敢吭声的小可怜，如今竟敢蹬鼻子上脸！死丫头，老子今儿个要揍死你！可是还没触碰到苏画的衣角，当下又是一阵撕裂般的痛。这一回痛得他全身颤抖，差点晕死过去。孟福，你难道不知道吗？本姑娘最讨厌的就是威胁。你现在捋直舌头，好好把方才的话讲一遍。死丫头，你竟敢伤本少爷！贱人生的小贱种，本少爷回去后定要让人宰了你！可嘴里面的话还没说完呢，耳边忽地传来一道咔嚓声，下一瞬，便觉手腕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像是活生生的被人给折断了一般。怎么还不会说话呢？不是本少爷，不是，是我错了，我错了。此时男人早就已经痛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花丫头，苏姑娘，姑奶奶，今日是我不对，冲撞到姑奶奶头上，还请姑奶奶别当我是个屁放了吧。孟家果然是家学渊源，兄妹一个样，滚！见放他走了，拔腿就跑。花儿妹妹，幸亏今日有你在，要不是你及时出现，今日我只怕是……可是苏画却是定定地望他一眼，笑容淡淡。碰巧而已，天色不早了，快回家吧。他奏孟福，并不只是为了救梁思玉，更是因为原主。1年前，原主生了一场大病，起因就是因为3人推搡时，原主被孟福一脚踢进了河里。若不是当时恰好有上河村的村民经过，恐怕现在他的坟头草都已经长得老高了。老苏家足足花费了2两银子，1日3顿的汤药伺候，才将身子给重新养回来。待苏画回到村尾小院时，便见苏白氏正乐滋滋地站在菜地边上，朝他招手：“花儿，快过来！你瞧这些菜，有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便见往日里半死不活的白菜苗，此刻竟是透着几分水灵。这是咋回事？花儿，你是不知道啊，今儿个你给娘用的药水，娘在泡完澡后想着水不能浪费，便拿了去浇菜，谁知这刚一浇下去，一颗颗的菜苗一下就支棱起来了。这一下可好了，照这样子，以后咱家呀根本就不用担心吃菜的问题了。果然还是冯家那头小白眼狼克你，这一退完亲，你这福气啊哗啦啦的就全来了。便是咱家这菜呀，如今也全是福气。原来这些菜竟然是成了那些臭水的福，我倒是真没想到空间里的水效果这么好，连排出来的废物居然都这般厉害，当真是个得天独厚的大宝贝啊！
院子里，一直直勾勾盯着苏画母女二人的前世，终是忍不住了。花儿，娘说你想出一款什么汤药，吃完下去就能变漂亮了。这劳什子的药能不能给二嫂也用一些呀？前世一会儿看了看苏画，一会儿又看一下苏白氏，一双丹凤眼里都快要冒出蓝光了。天知道，这不过是一个下晌的功夫。瞧瞧，往日里黑得像熊瞎子似的小姑子，今儿个竟然突然是白了这么多，那一身的肥肉啊，也是肉眼可见的瘪了下去不少，小脸蛋红扑扑的，这气色简直好到爆啊！还有那苏白氏，以前她脸上的褶子都能够和伏虎山里边的老树皮比个高下，可是现在呢，就像是突然被人给撑平了一张饺子皮。这么看着，真是怎么看怎么舒服。要是再年轻几岁，只怕比我前月娘的状态都要好了。花儿，这世上真有这么厉害的汤药吗？这世间就没有哪个女人是不爱美的，如果有的话，那定是骗人的。小姑，这汤药是啥味儿啊？甜的还是苦的？好不好喝？小姑，可以给咱们瞧一瞧吗？小姑，真的有汤药可以变美吗？苏家人待我一向都很不错，我有好东西自是不会吃独食，但是不能再像白天这般大拉拉拿出来，毕竟娘是个宠女狂魔，一颗心全挂在我身上，对我说的话向来不会怀一分好，随便加些茶水的汤药她都会信以为真。不过老苏家人多口杂，小孩子嘴巴不紧，儿媳妇又各有自己的娘家，说是不弄个像模像样的汤药出来，只怕以后是会徒添许多麻烦。麻烦倒是不怕，但防患于未然还是好一些。这汤药效果确实还可以，不过先前是试验阶段，只做了一点点。要想用的话，我得先准备好药材。哎，那好，花儿，二嫂可是跟你先预定了，下次你什么时候备好汤药，可得第一个给二嫂留着。我这些天一直在田里河里忙活，眼见着皮肤都是要糙上一圈了，现在就等小姑子的新汤药出炉。花儿，我也想给孩子爹预定一份儿。大户以前日日干苦力活，身上的小毛病不断，若能有个排出脏东西的汤药，身子定能松快不少。小姑，还有我们也要定。定啥子定啊？一个个糟心玩意儿，就知道定。知不知道弄个汤药有多伤神啊？难不成是想累坏花儿不成？早知道这情景，那就该藏着掖着才对。都怪地里那些菜长得是太离谱了。苏画无奈地摇了摇头，正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一道惊讶的男声忽地从院子门口插了进来。娘，你们方才说啥呢？家里啥东西还要订来着？只是兄弟仨脸上虽是挂着一抹笑，但是眸中明显有些郁郁。大虎，你们这是咋的啦？莫非是今日的梭罗生意不好？娘，没事儿，这盆子我们自己来就行。苏大虎摆了摆手，将牛车牵到院子里停好，等卸掉车上的一应物事，便往堂屋走。今日刘家婶子在我们摊子旁支了个摊子，也是卖石螺，不少客人都到他那儿去了。刘金花？怎么可能啊？他怎么可能会做梭罗？这梭罗方子啊，我可一直是藏着严严实实，便是闺女带回来那3包佐料，我每日都会去瞧，一片都没少过啊。方子啊，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他摊子上卖的不是口味梭罗，而是炒石螺，看着像是把壳去掉，只用里面的石螺肉炒制，还放了韭菜和辣椒段，闻起来味道也挺香。那婆娘就是故意跟咱作对，不仅特意将摊子支在我们旁边，连这价格都比咱家的梭罗便宜一半，一个桶满10个石螺肉，咱家摊子好多老顾客都被他抢走了。呸！这个刘金花，年轻的时候就惯喜欢给老娘使绊子，如今还敢过来抢老娘的生意，当真是不要脸至极。年轻的时候？哦，苏画听得一愣，不由轻轻扯了扯身旁的苏大虎。刘家婶子小时候喜欢咱们爹。哦，
竟是因为苏老头。我去，还有一段争风吃醋的戏呢。不过我们家苏老头的魅力也未免太大了些吧，都已经偶尔10多年了，如今尸骨都只怕是化掉。这刘建华还念念不忘呢，还真是给咱老苏家各种找茬呢。当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死了都难忘。看咱老苏家3兄弟，便知苏老头样貌身材想必都不差，能让人惦记一生，倒也算合理。不过，为啥是小时候？难不成刘金花也是上河村人？苏大虎点点头，脸色还透着几分古怪。刘家婶子的确是上河村人，她夫君是别的村子入赘来的。当时爹娶了娘之后，刘家婶子不愿嫁到其他地方去，老刘家人便变卖了好几亩地，给她在上河村招婿。我去，大手笔啊！乱说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小心污了你妹妹的耳朵。这个不要脸的老蹄子，老娘今日就找他去，不然还真当我怕了他了。说罢，一把扯下身上的围裙，便要往院外冲。娘您别急，这石螺本就是一个好东西，只是以前发现的人不多。咱们老苏家能做口味梭罗，旁人自然也能炒石螺肉，咱去找他又能怎样？可这梭罗方子你好不容易才想出来，如今不过是才卖了几天的功夫，他就来抢生意，为娘看着实在是心疼的慌啊。以前家里穷，没能给花儿攒到什么嫁妆，前不久又和冯家退亲，这名声更是被冯家坏去了不少。若是不能多给花儿留下一些银钱傍身，我怕是都没法子能够安心的去下面见老头子。娘不必担心，不过是一个梭罗方子罢了。这口味梭罗虽然能赚些银子，可实在太费人，咱们一家人一日全耗在上头，比起赚的银钱，我们付出的更多。其实啊，自打上省见到孟家的面条铺子伊始，他便想了很多。既然要赚钱，何不赚些轻松又低成本的钱？刘家婶子下晌冷嘲热讽时，我就完全没放在心上。苏二虎闻言，眼神瞬间锃亮。花儿，你的意思是，咱们除开这口味梭罗外，还能再另外做些旁的生意？聪明，你们瞧，这个便是咱们下一步可以做的生意。苏家人闻声往碑楼里瞧去，只是待瞧见上面的物事时，脸上的希冀齐齐僵住了。梧桐木，这梧桐木还能吃不成？苏化嘴角一抽，将最上头的5段梧桐木给抽出来，递给了大郎和二郎。先去帮小姑将这几段木头放在咱们屋后头去，记得找个遮阴的地方。哎，大郎二郎愣愣应声，拿着就往屋后头走。哥，这梧桐木能咋吃？嘘，小姑说的话定是不会有错的。苏化伸手，又从背篓中拿出了一簇平菇，外加一捧木耳。以后咱们可以用这个做麻辣烫卖。毒菌子，我不懂什么是麻辣烫，但这菌子可吃不得啊。花儿，这毒菌子可不能吃啊，吃了会没命的，绝对不行。一边说，还一边赶紧给苏化拍着手掌，生怕上面沾着什么毒呢。娘说的对，生意差了咱可以再去想办法，但这毒菌子可万万碰不得。唉，花儿，你以前没在村里走动，怕是不记得，咱们村子里以前便有一家人因毒菌子毒死的，这菌子的生意咱不能碰。苏二虎眸中亮起的光忽的就熄了，悠悠叹了口气。就在苏家人为新的生意一筹莫展时，上河村村中心唯一的一座青砖大宅院里灯火通明。哎呀，大夫，你都看了这么久了，快开个方子给我儿子止疼啊！需要什么药尽管开，我孟家不差钱。哎呦喂，听着儿子的哼痛声，孟母只觉得一颗心都揪了起来，伤在儿身，疼在娘心呐。苏化，都是因为苏化那个贱人。娘，
快找爹回来，让他去县衙门报官。苏画这个小贱人，他今日竟敢伤我，我定要让他坐牢坐到死为止。找你爹？你一回来，我就让人往县里给你爹捎话，可现在还没见着个人影儿，指不定在哪个狐狸精被窝里风流快活呢，找他屁用也没有。孟母的话音刚落，一道急匆匆的脚步声便由远及近的传来。哎呀，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二狗说福儿伤着了，是伤哪儿了？要不要紧呢？爹，是苏画那个小贱人伤了儿子，他将儿子左手给折断了，还踹儿子的命根子，儿子好疼啊！孟福望向孟父，呼痛声更加剧烈了，三言两语间，眼泪鼻涕一下全流了出来。苏画，那个小丫头，她怎么敢？就是她，爹，你快点去找县衙役，将苏画那个臭丫头给抓起来，儿子要让她立马去吃牢饭。现在这个点儿，县衙早就关门了。大夫，先给我儿子开副药，将手腕的伤治一治。恕老朽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哎，令公子手腕表皮未破，其间骨头结实完好，不像是被人折断，反而康健得紧。至于令公子下面……话到这儿，掀开眼皮看了一眼床上的孟福，摇了摇头。哎，只能靠他自个儿了。没折断，康健得紧？我没听错吧？儿子疼成这副模样，竟然说没事儿。你个老家伙什么意思？我看你是自个儿没本事，连个病症都瞧不明白。老子当时看得一清二楚，就是苏画那死丫头狠狠的一脚踩在老子左手手腕上，那骨头碎裂的咔嚓声到现在都好像还在老子耳边响着呢。这帮东西居然敢说老子的手没问题，还有我这命根子，但居然说只能靠自己，那老子不得疼死啊！哼，老朽确实没这么好的本事，告辞。老大夫气得山羊胡子乱颤，直接一甩袖走人。大夫，莫急呀！哎呀，福儿，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上河村又没个大夫，好不容易从镇上请个大夫，还给气跑了。这大晚上的，你让爹再去哪里给你找个大夫呀？爹，我不要什么大夫，我就要弄苏画那个小蹄子，让他坐牢。你快去呀，还一直愣着做什么？孟有父，儿子伤成这样，你还不给他报仇？你是不是完全不在乎我们母子了？就想着福儿出事以后，好给外边的狐狸精腾位置？哎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当衙门是我孟家开的吗？想送谁进牢里就能送谁进呢？我就一个小小的面条铺老板，一无权二无势，如今连苍梧镇上的老大夫都看不出孟福身上的伤，即便是要去告苏画，又以什么理由去告啊？最后只怕是赢不了官司，还得弄个虚假报官的罪名，到时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那你说怎么办？那个贱丫头向来痴傻，往日只有我们福儿欺负她的份儿，如今她不傻了，就来报复我们福儿。这一次若是不给她点颜色瞧瞧，她怕是真以为我们孟家是好捏的软柿子。你要说的对，咱们便是没法送他下大牢，也一定得弄他。咱老孟家如今就我一个健全的成年男子，而老苏家3个，光是数量上，我们家就惨败了。此时，一直站在角落里当隐形人的孟云儿，望着屋中僵住的3人，唇角忽地勾起一抹冷笑。今日秦公子送了许多谢礼给苏画，其中还有价值连城的玉簪呢。价值连城的玉簪？这如今都什么时候了，你就知道惦记着这些玩意儿，防你哥平日里把你当眼珠子疼。孟母惊呼出声，转而一巴掌就扇向孟云儿。少女宽大的衣袖中，
两只拳头紧紧地攥起。孟云儿，你他娘跟苏画一个德行，全是贱人！你现在就给老子滚，滚得越远越好，老子不想再看到你。福儿，你又发什么疯？哎，云儿，也别跟你娘和哥哥计较，他们也是因为太着急，说话才冲了些。脸上若是疼的话，待会儿拿热毛巾敷一敷。孟云儿闻言，身侧的拳头微微松开了些许，却再次听得男人声音响起：你方才说的玉簪是怎么一回事啊？和你哥哥这事儿有啥关系？得，还是有关哥哥的。哼，村子里有几个偷鸡摸狗之徒，若是让他们知道苏画有这么一件宝贝玉簪，爹您觉得他们会轻易放过苏画吗？是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要有利可图，不怕那几个破落户不上当。到时候咱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给福儿报了这仇。哎，不过这玉簪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宝贝玉簪？对呀，你不是和那贱丫头闹翻了吗？她怎么会告诉你什么玉簪的事儿啊？哼，秦家送谢礼的事儿，我自然清楚得很。要不是苏焕那小贱丫头回来抢人，秦家送的谢礼说不定就全是我孟家的了。害我白白浪费一只鸡，最后啥甜头也没捞着。听老苏家人说的，钱月娘那个蠢货，不仅小心思多，而且每每睡着就喜欢讲梦话。今日下晌，要不是我去找他的时候，正好听到他躺在河岸上，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玉簪子。老苏家向来穷得叮当响，别说是玉簪了，便是银簪都没有一根。如今冷不丁开始念叨玉簪子，只能说明秦公子今日送给苏画那贱人的谢礼中有玉簪子。前世见了欢喜又得不到，想必是在梦里都在想着呢。哼，这玉簪到底是不是价值连城，是不是真的存在，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傻子既然敢收这么多谢礼，就得有承受麻烦的准备。哼，独食可不是这么好吃的。哼，还算你有点用。爹，您快点去找人弄那个贱人，最好是能弄死他，然后再将这玉簪拿到咱们孟家来。为父知道。村尾小院儿，灶屋里灯火氤氲，一家人正围在灶台旁，神色各异地望着中间那口大铁锅。老苏家的人一边吸溜着口水，一边拼命克制住自己手。花儿，你说的这麻辣烫确实香啊，下次不要再放这毒菌子了好不好？对呀，我瞧着锅里一串串的猪下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可不是嘛，没想到青菜做成这麻辣烫，竟然瞧着比肉还好吃。小姑，要不咱把这毒菌子串拿出来丢掉，其他的串串应该也能吃。好不容易才弄到的野生木耳和平菇，要是真的丢掉了，我只怕今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见锅中的骨汤煮得差不多了，少女眼疾手快地挑起了一串平菇往嘴边凑，可苏家人齐齐一愣，惊呼出声：画儿，不行！小姑吃不得。苏画望着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平菇串，眼泪都快要从嘴角流下来了。苏家婶子，这是发生何事了？只见萧景寒一身短打从门口进来，他双手各提着两只肥嘟嘟的野鸡，身上还滴溜溜地挂着7、8只，和他当日下套子套的野鸡一模一样。你这是在哪里打着的？咋一下就能打着这么多？今儿个晌午他还在念叨着一只野鸡不够吃，煲个猪肚鸡汤就没了。运气好，正巧在屋后碰到的。说罢便将身上的野鸡一一卸下，递给苏白氏。景寒这几日多有叨扰，婶子手艺好，这几只野味便劳烦婶子炖给大家补补身子。这也太多了吧？不是说好在老苏家吃饭得当初的野猪肉吗？这一个个野鸡加起来都得有1、2两银子了，这还来还去的，那得还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哎呦娘，这既然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咱们便收下吧。哎呀，这野鸡可真是够肥的，
花儿不是喜欢吃炒鸡吗？正好可以给他做上。还有那猪肚鸡汤，儿媳都还没吃够呢，也可以再来上一份。景涵哥，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我每日在吴后村尾逛，别说嫩肥的鸡，便是一根鸡毛都没见到过。你这运气跟人家运气能比吗？你便是见着野鸡又能咋地？不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野鸡飞走啊？而苏大虎则是去了一眼男人脚尖，上面沾着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泥。前几日去帮萧景涵建木屋的时候，他家屋后的地全是黄土，从小木屋来咱家，一路上可没有黑土地。凑巧罢了。这是苏姑娘新做的菜式吗？只见院黄的油灯下，少女面容白净，双颊绯红，无需猛嗅，便能闻得自带的一股芬芳。这是我弄的麻辣烫，大家说这是毒菌子，吃不得。毒菌子？说罢，便直接从苏画手中拿下了平菇串，一低头，4、5片平菇串瞬时被卷进嘴里。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直接把老苏家人给吓去了半条命。景涵兄，你怎么样？这毒菌子可吃不得，赶紧吐出来。是啊，这毒菌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会要人命的。老实就算了，咋还傻到这地步？万一这真是毒菌子，现在不是命都没了吗？真傻！少女笑骂了声，走到灶台边上，挑出了一串煮好的平菇，外加2串猪肝。来，给你。麻辣烫里的猪肝和先前的葱爆猪肝味不一样，你尝尝看。多谢。先前吃全猪宴的时候，他最爱的便是桌上的一碟猪肝片。苏白氏咂巴了一下嘴，之前在清洗菌子时，他便把每样都偷偷尝了些。到现在约莫小半个时辰过去了，并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赶紧吃吧，不然待会儿煮烂就不好吃了。若是不喜欢吃这菌子的，可以都给我留着哈。这木耳也太好吃了吧，一口咬下去弹牙的紧，比猪皮还好吃。我喜欢平菇串，嫩嫩滑滑的，带着一些肉味儿。早知道这么好吃，有毒也要吃啊。比起菌子来，还是猪下水香啊，尤其是这大肠，哎，还有这香菜、包菜、小白菜往里头这么一烫，直接就给我香迷糊了。众人你一串我一串的，很快便消灭了一大半。哎呀，花儿，二哥有预感，咱们这麻辣烫只要一推出去，定然会大卖，比口味梭罗还卖得好。家里配料不够，今儿晚上做的这个麻辣烫只是最基础版本。待明日我去镇上一趟，将需用的香料购置齐全，升级一下配方，咱们麻辣烫生意便可开始了。周老大夫先前送的八角、桂皮、香叶还剩下许多，今日便是以这3味调料炒制的麻辣烫汤底。只是光有这3样还不够，汤底味道还是过于单一。基础版本，今日这麻辣烫我们连汤都喝得精光，完全不敢想象再升级会有多好吃。原本还担心这口味梭罗生意被刘寡妇抢去，如今不过是眨眼的功夫便峰回路转，小妹又想出一个新的营生。这麻辣烫比口味梭罗还好，咱们家花儿当真是独一无二的贵人命格。届时麻辣烫生意需要用到许多蔬菜，咱们院子里的菜地暂时还供不上，可能要先从村里买上一些。空间水珠效果太好，今日娘不过是浇了些沸水，引起的变化就已经引人注目。若是1、2日之内，便让种啥不长的菜地蹭的一下窜老高，只怕傻子都会猜出其中有问题。这个交给娘来办，娘知道村里有几户人家菜种得好，往日里啊，咱家地里菜不够吃，他们还送过菜给咱们家呢。好，麻辣烫不比口味梭罗，汤底需要一直沸腾，须得做一个可以调节火力大小的炉子出来，不然会影响口感。大哥手艺好，这炉子就麻烦大哥了。这有啥麻烦的？这炉子的事情就包在大哥身上了。烧炉子定然需要不少柴火，这柴火的事儿便包在三哥身上。好，如今原料、炉子
柴火都有了，只剩最后一个定价了。大家觉得这麻辣烫素菜1文，荤菜2文怎么样？话音一落，灶屋中安静的似是能听到针落的声音。大郎，素菜1文钱一串，荤菜2文钱一串。我方才吃了3串下水，2串香菜，1串包菜，5串菌子。我这是吃了多少铜板在肚肚里？对了，这菌子是素菜还是荤菜来着？不准叫大郎，你得叫大哥。早知道这麻辣烫卖这么贵，我定然要少吃几串的。现在好了，肚子里全是铜板，掏都掏不出来。我能说春花根本不记得自己吃了多少串吗？花儿，咱们这定价会不会高了些呀？镇上肥肉18文一斤，青菜也就青黄不接时能卖个1文钱一斤的，1斤肉1斤菜可以串不老少的串了。因着先前口味梭罗一事的教训，这次弄麻辣烫，除开香木签子让他们兄弟仨负责，其余的全过程都没有让人插手。娘说的是，镇上的人买个青菜1文钱一斤还嫌贵，不仅挑挑拣拣，最后更是恨不得将外头的叶子全扯掉，只剩下最嫩的一点菜心。我嫁进老苏家这几年，咱菜地里的菜别说是拿去卖了，就是连家里这几张嘴自己吃都不够呢。不过我娘家那边向来是种着不老少的菜，小时候家里菜吃不完，娘就会拿到镇上去卖，想着多少能换些家用。可就算是开价1文一斤，每一次来买菜的人没一个不跟咱讲价的。小姑子现在定这么高的价，这菜怕是难得卖出去了。娘和大嫂说的都在理，不过娘和大嫂觉得今晚的麻辣烫比起平日里的肉和青菜来如何？那自然是没有可比性啊，吃了还想吃，就像是上瘾了一般。这就是了，若单是青菜和肉，那自是有他们自己的价格。可这麻辣烫里的肉和菜不仅有着独门秘方，且汤底需用的香料价值不菲。说是价格过低，亏的是咱们。我这个定价是考虑在华国麻辣烫价格的基础上来的，这里的1文钱购买力约莫相当于华国的1块钱，1文1串满满当当的青菜，2文1串多多的肉片，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业界良心。若是可能的话，我还想将生意往清水县上推。毕竟同样1碗羊肉汤面，在苍梧镇只能卖10文，可在清远县却是能卖到15文，这其中的差距着实太大了。将摊子具体支在清水县哪儿呢？还得想一想。我赞同花儿的话，像咱们现在的梭罗生意，每天约莫200来个客人，若是一个客人买上1荤1素，一日便能进账600个铜板。比起口味梭罗来，这麻辣烫省时又省力，绝对是大赚啊！孙二虎眼眸锃亮，算盘珠子打得那是噼里啪啦响。确实如此，麻辣烫需要的地儿不大，咱们可以在客流量大的地方都摆上一个，尤其是小孩多的地方，定不能少。这麻辣烫小孩子最是喜欢，在他面前似乎就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的。玉兔东升，黑夜渐沉，月光透过窗柩洒下，将地面笼上了一层轻纱。花儿，你觉得景寒小子怎么样？萧景寒那家伙长得好，身材也好，一身狩猎手艺更是好，要不是腿不大好，只怕喜欢他的小姑娘都要从上河村抬到苍梧镇了。花儿既然懂岐黄之术，可有法子能治他的腿？治腿？能不能治？这个不一定，要是具体情况分析，看是骨头或是脚筋或是肌肉哪一块出了问题，严重与否。那花儿要是有时间的话，帮他看看。苏白氏的声音明显带着几分激动。我这老婆子如今不是10多岁的少女，见的人多了，看人不再只是看一张脸，
更注重的是这个人的人品。比起冯子才那个白眼狼来，萧家这小子可谓是哪哪都好，不仅长得是同仙人一般，心肠更是好，三番五次的帮花儿脱险，还不求一丁点的回报。若是花儿能找个这样的夫婿，下半辈子的生活定是无忧啊。自然，要是萧景寒愿意置腿，我自是不会推辞。他多次帮过我，这份情我必须还。人情程太多，累得慌。自家老娘心中在想什么，苏华心中当然知道了，但她也不说破，只点点头，自动忽略掉夫人那不太对劲的语气。又不知过去了多久，主屋里终于传来苏白氏绵长的呼吸声。她整个人翻到了被窝里，按在手镯上，进去。一进去，她整个人便进到了水洼边上。只听哐当一声，要不是现在的小胳膊小腿还灵活，加上有这棵歪脖子树挡着，怕是以后一家人全要喝我的洗澡水了。苏画拍了拍屁股，站起身，头上一片绿油油，下面还挂着层层叠叠小果子的树，果子也是绿的，当真是应了我初来上河村的处境，一片绿。若不是树上明显的歪脖子还在，我真要怀疑我的树被人绿了。这小绿果竟然是还未成熟的青苹果，我以前一直生活在南方，从未见过长在树上的苹果，尤其是这种青苹果。不过小孩拳头大，表皮嫩绿，离得近了，还能闻到特有的酸甜香。苏画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口水，踮起脚尖挑了个大的，张唇就轻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汁水一刹那在口腔里面迸发，在这空间里是没有白天黑夜之分的。苏画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半亩地，心思转了开来。前世我学的是中医，对很多中药材的习性可谓是熟记于心。相比种菜种果子，种植中药材显然更要划算一些。若是能够种些人参、灵芝、铁皮石斛，以后绝对是发家致富的老板。我如今养着一个吞玉的空间，要是不努力攒点家底，怕是真的养不起呀。这荒地的土质适不适合种植，还得做个小实验才行。少女眼眸微转，想到院子中的菜地，轻抚手镯出了空间。一旁的苏白氏依旧在沉睡，可正要下床，忽的就闻到空气中似是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味。海狗哥，这老苏家怕全都是些夜猫子吧？一个大傻个深更半夜的还弄什么木工活，一个钱老子拿着树枝打一晚上算盘，还有那个小媳妇儿半夜起来去灶屋偷吃，真全他娘的是些怪人呐！他们口中的傻大个应该是说大哥，钱篓子应该是二哥，半夜偷吃的难道是说前世？前世今天晚上的状态确实不大对劲，往日他吃得多话也多，今日却是一直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啥，连麻辣烫也没吃几串，整个人奇怪的紧。不过外面这几个这么大喇喇的在门口讨论，真的合适吗？闭嘴！咱们这药也不是万能的，赶紧进去，拿到东西就走人。难怪娘往日很少打鼾的，今日竟能睡得这般死，原来是这几人弄的药啊！这最低级的迷药，对我苏画而言确实没什么用。刚这么想着，只见三个全身笼罩在黑幕中的身影走了进来，一个人拔腿便冲向了梳妆台，一个人则是拿着树枝在地上和墙上敲敲打打。这一个个的，是真不把我一个大活人当人呐！这死丫头，倒真是沉得很，天天都吃的啥玩意儿？男人低骂一声，想推开苏画去扯底下的床板，可这床板愣是纹丝不动。傻柱，你赶紧过！哎呦！男人正要出声，让傻柱过来搭把手，可谁知脑门上不知被什么踹了一下。哎呦喂，脑浆都快被踹出来了！哎，二狗哥，你这是咋了？
哎，快醒醒，快醒醒啊！这玉簪子咱们眼儿都没瞧着，可不行睡啊！玉簪，这几个人竟然是为玉簪而来。秦玉成送玉试一试，分明只有老苏家几个妇孺知道。便是3个哥哥们，因着晌午饭后出去支摊做生意，都还没同他们讲过。现在不过才一个下晌的功夫，居然就有贼偷到家里来了。这几个人，除开这个二狗有一点印象外，其余2个人应该是从未见过的。傻猪闻声抬起头，见到坐起来的身影，舌头像是打了结似的。你竟然没晕？啊，那药可是连老虎都能药倒的，你怎么可能会没事啊？他站起身，抻着2只腿就想要往屋外冲，然而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后脖梗便是一痛。正一直在墙角处敲敲打打的男人，终是察觉到了不对劲儿，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了主屋门口。还想逃？做梦！苏画冷喝一声，脚尖点地，一下窜出去老远。我让你偷，让你偷，偷就算了，居然还敢跑！当我苏画不存在是吗？反正这夜壶质量好，咋抽也抽不坏。疼！别打了，快别打了！哼，不打也可以。那你来说说，今个来我苏家偷东西，究竟是谁给你们出的主意？男人呼痛声一顿，下意识的低头。哼，怎么，这是不愿意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不说，我就直接将你腿打断，再把你送牢里去。3、2、1。我。可是他刚一张嘴，主屋方向便传来一阵脚步声，便见一个壮实的黑影跑出了门。王二狗。少女眼眸一眯，下意识便拔腿去追，可是刚一抬脚却是一顿。如今老苏家的人全被迷倒了，他要是这会儿再往山上追，眼前这个人就得跑，那家里人也不一定会安全。那人交给我。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原先去然无声的山坡后头传来一阵痛呼声。萧景寒将人给扔在地上。院中有很重的迷药味儿。他们用了药，麻烦萧公子先帮我看着他们。苏画走进屋，用沾上空间水珠的帕子放到苏家人鼻下。当老苏家一家人睁开眼的时候，全都是迷瞪瞪的一片。这些人咋这么晚还来咱们家？这不是二狗子吗？你大晚上来我家里干啥？哎，我这头沉得很，咋觉得他们这一个个脸上全是伤？咱家这是遭贼了吗？没听见吗？问你们话呢，谁叫你们大半夜的来咱家偷东西？对着王二狗3人，又是一人一夜壶抡过去。偷东西？我们家这是真的遭贼了呀！哎，别打了，别打了！我说还不行吗？早知道这老苏家竟然有这么一个奇葩怪力女，便是求我来我也不来了。如今好了，屁玩意儿没偷着，反倒得把医药费贴上去。你说什么？王二狗狠狠瞪了一眼那不争气的男人，一脸无所谓的瘫在地上。咱们不过就是来找苏家哥哥们玩玩，却是被苏画一通殴打受伤，想去县衙报官就赶紧去，反正该蹲大牢的是他苏画，可不是我们。王二狗子，咱们向来是路上见着都要绕道走的关系，你还来找咱们玩？玩什么？玩你吗？还大晚上的翻墙进来，分明就是个3只手，还想诬赖我妹妹，你咋不上天来？三虎爷劝你好好捋着石头把话说一遍，不然小心三虎爷揍死你。哼，你们便是要我再说几遍，我也是来找你们玩的，不过是天色晚了些不太方便。打人的可是苏画，要是不赔礼道歉赔足医药费，我就去县衙告他去。你他娘找死！苏三虎攥起拳，狠狠一拳砸过去。呸！苏三虎，你打呀，有本事就朝这儿打。你每打一拳，我王二狗就给你记一次，不将你老苏家赔得倾家荡产，这事就不算完。你当我不敢呢？苏三虎的火气彻底被激起来了，手中的拳头再次握紧。三哥，师傅以前教过我，这揍人呢也是有技巧的，有的地方看着痛，其实过几天就会好，
有的地方啊，坐下去不仅疼得撕心裂肺，而且呀，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说罢，少女抬起脚尖，对着王二狗的手腕便是一脚狠狠碾下去。像是什么秃的被折断了。你的手怎么了？这瞧着不是挺好的吗？这皮都没破，上头一点伤口都没有，骨头更是好的不能再好，哪有问题呢？不是口口声声嚷着要送我去大牢吗？就凭你身上这模样，恐怕都没法送我进县衙的大门呢。要不我再帮帮你？他想起来了，孟福下赏受伤，还是他收了孟家银子，跑到清水县叫孟永富回来。想到此，男人一咬牙，再开口时已然带着几分讨好。苏姑娘，其实是咱们几个兄弟的不是，可要不是实在饿得没办法，也不会大晚上去伏虎山里打野味，半路闻着你家的肉香，便想着先借一点吃，等打着再还你。打野味？你真当我是个傻子？说罢，拿起树枝往他身上一顿乱扫。突然间，一个小纸包掉了下来。这是我的东西。我当然知道这是你的东西，我还知道这上头你们戳的一个个洞，迷药很好用吧？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的来，迷了人还不算，还骂我们一家全是怪人。你竟然全听见了！既然没被迷晕，为什么一开始不制止啊？不让你们进屋，我又怎么知道你们要偷什么玉簪？又怎么把你们全部抓起来？毕竟这到院子逛一逛和入室抢劫的罪名可完全不一样。真是好算计，原来一开始便被他全瞧见了，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看我们在这唱大戏呢。苏焕望了一眼地上像条死狗一般的王二狗，脸上笑意一收。什么算计不算计的，这话真是不好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出幕后指使你偷玉簪的人来，如若不然，就你入室抢劫这一条，我直接将你打死都不为过。二狗子，你他娘是不是傻？你看咱家这模样，像是有玉簪的样吗？王二狗，你要是什么时候弄根玉簪来，可一定记得给你三虎爷看一看。你三虎爷活了这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什么玉簪。二狗兄弟，咱们虽说关系不深，但到底是一起在上河村长大的情谊，你稍微想想便知，我们家若真有什么宝贝玉簪，还需要天天起早贪黑的忙活吗？王二狗听得三兄弟的话，心中瞬时惊惧交加。是啊，老苏家向来是上河村最穷的一户人家，比我家还穷。要是今日那位贵公子当真给他们送劳什子的玉簪，他们三兄弟今儿个下晌只怕就不会去支摊卖梭罗，更遑论深更半夜的还在忙活，一个借着月色切木头，一个掰着手指数银子，还有一个暗搓搓偷吃的。这分明就不是富贵起来的样啊！难道是因孟家记恨苏化，又不想脏自己的手，这才拿我王二狗来做法子？我可是收了孟家银子的，若是老苏家的人在坑我，那我岂不是两头不讨好？见男人神色争宠，苏化心里头忽的有些烦了。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宁死也不肯供出后头的人了。说吧，这次是想断右手，还是右脚？左脚？咱们赶紧一个个来。谁料手刚一抬起，却是被苏白氏给拉住衣袖。花儿，这力气活让你哥哥们来便是。说罢又转过身子，冲着萧景寒讪讪一笑。花儿平日里性子呀最是温柔不过，今日这也是被他们几人给气得很了，才会有些激动。娘，您这样好吗？温柔？我有过温柔的时候吗？不过温柔不温柔的，娘跟萧景寒解释做什么？谁料萧景寒却是认真的点点头。苏家婶子说的在理，
这一类力气活儿，本就该让我们男二家来干。既如此，那便先断了左腿，凑个整。王二狗正垂眸权衡利弊呢，还没权衡出个结果，左脚脚踝处就传来一阵钻心的疼。这男人，他有腿是真敢断呢。这利落轻巧的模样，比起深谙骨头构造的我来说，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家人也不约而同地紧了紧左脚跟，这般痛彻心扉、惨绝人寰的叫声，只怕是骨头都粉碎了吧。我说还不行吗？是孟家，今夜让我来投玉簪的人是孟家。孟父被你断了手腕后记恨在心，便告诉我你家有个价值连城的玉簪，还给了我2两银子定金，说只要我能投到玉簪，他便再给我20两。孟家，竟然又是孟家！花儿，孟府一事又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那小王八羔子又欺负你了？知女莫若母，他自是清楚，他们家苏画向来乖巧懂事，无论是以前痴傻时，还是现在，从来都没有主动的欺负过别人。我没事，娘不用担心。今日下赏捡菌子时碰到孟福，他说要揍我，我没忍住，趁着他揍我之前，先断了他一只爪。断得好，那小王八羔子就该揍。对，揍得好，揍得好。他们的宝贝妹妹，自个儿都舍不得动一根手指头，可旁人竟然还来欺负，便是揍死都活该。这孟家未免是欺人太甚，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到我老苏家头上。今儿这事，我老婆子要是不闹大，他日就得到咱们头上拉屎撒尿了。大虎，你现在去找村长敲锣打鼓去，从村尾到村口上都敲上一圈，务必让全村人都知道。二虎、三虎，你们绑着这3个人同我一起去孟家。老大媳妇儿，你带着几个娃娃就给我留在家里。老二媳妇儿，苏白氏一连唤了好几声，才终于将人给唤回神。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自打吃饭开始就魂不守舍的。娘，我方才是被迷药迷得头晕，今晚就让我带几个娃娃待在家里吧。苏画眸色微暗，心中暗自嘀咕着，王二狗他们带来的不过是最低级的迷药，若不是不凑巧，根本不需要用空间水珠去接，他竟然还没缓过来。行了，不想去就甭去，别给我弄这些有的没的借口。待家里就给老娘把眼皮子撑实了，要是家里少了一个铜板，老娘唯你是问。苏大虎已经拎着棒槌敲起了夜壶了。大家都别睡了，出大事了！孟家出大事了！都别睡了，孟家出大事了！这骚节奏，不知道的只怕还以为孟家全挂了。待苏白氏带着一行人哗啦啦地赶到孟家大宅时，上河村里亮了一路的油灯，大黄、大黑、旺财那是一路叫个不停。我老婆子真是命苦啊！老头子为救一头白眼狼，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独独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挖野菜，拉扯几个娃儿长大。那谁料孟家先是看中白眼狼，抢了去做女婿，如今又找了这么多人到老婆的家里抢劫，这分明是不把我老苏家杀了不甘心呐！孟有富，你要是想害我老婆子，直接来杀了我就行，别再来害我的几个儿女了。什么？不是孟家死人了吗？这如今是唱的哪出啊？又是抢劫，又是杀人的。村民们闻声差点一个趔趄摔在地上。孟家没死人，那咱们这玩意儿岂不是白费心思了？哎呀，可不是嘛！这锣声一响，我就跑到河边弄柳枝去了，以为孟家人一家人都要用，还特意薅秃了半棵柳树呢。娘，您可千万别想不开呀！都说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咱们不过是卖梭罗赚几文钱，
就被孟家给惦记上。若孟家真要我们老苏家人的命，便让儿媳去吧。苏画滴了2滴空间水珠到眼眶里，一边做哭状，一边抬手拍在孟家门板上。孟家夺人夫婿在前，抢劫杀人在后，分明是草菅人命，鱼肉乡里，视律法如无物。今日孟家若是不给个交代，他日咱们上河村人无论谁家想出个好营生，便全会被孟家夺去啊！砰砰作响的撞击声，再加上少女清冷的嗓音，那一声声啊，像是直接撞在村民们的心口上。孟永富莫非真叫人去抢老苏家？去人家里抢劫，可是要砍头的罪呀，他怎么敢的？这可说不准。孟家自发迹后，哪一个不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全他娘的用鼻眼看人？现在老苏家梭罗生意能赚钱，说不定孟家正是打着抢劫加偷方子的主意。我看着也像，谁家都不嫌银子多。听说那孟有富最是讨厌员外2字前加个小，只怕呀，这是打算偷了方子，再弄个铺子，彻底成大员外喽。孟有富啊，是不是抢劫你倒是出来说句话呀，别他娘净躲在里头装孙子呀。此时2扇紧闭的大门后，孟家一家4口皆是脸色铁青。什么抢劫呀，不过就是拿个玉簪子为我儿报仇而已。老苏家一家子全是泼皮无赖的玩意儿，到他们嘴里竟成了为抢方子害人了。爹娘，既然苏画那个贱丫头也在，我们正好出去让村里人评评理。他自己出手打人还有理了不成？便是真抢了他家又怎样？那是他老苏家活该。说罢便抻着2条腿往门口走去。福儿，你给我回来！抢劫这个事儿是这么好认下的吗？一个搞不好，咱们一家4口全都得下大牢。早知道这个王二狗这么不靠谱，绝不敢让他去办什么事儿。还有这老苏家人，一个个心思着实狠毒，明明是偷，到他们嘴里却成了抢，这不是一门心思送我们孟家人去死吗？爹说的对，不仅是抢劫一事咱们不能认，便是偷盗咱们亦是认不得。暂且不论秦公子，便是冯子才，无论以后嫁哪一个，都绝不能背负一个下过大牢的罪名在身上。这世道对女儿家本就不公平，一旦下了大牢，我名声便全毁了，到时候怕是秀才娘子都当不得。我呸！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出这什么馊主意，要咱们找人去偷什么玉簪子，咱们孟家会被一群人堵在门外边吗？要我看，待会儿出去，不管是抢劫也好，还是偷盗也罢，这罪名你就自个儿担了吧，可千万别殃及到我们身上来。娘，您可真是天真的紧呢。你这是什么眼神呢？我们养你这么大，供你吃供你穿，这如今也到了你回报我们的时候了，不过是坐几天牢而已，这不是你身为孟家女该做的吗？望了一眼一旁默不作声的男人，孟云儿脸上笑意更冷。爹娘莫非以为今日这事儿只要推出一个人去顶罪就成了吗？老苏家一家人可不是傻子，从老的到小的就没有一个好对付的。今日哥哥手伤在前，去村委偷玉簪在后，你们觉得老苏家人会相信是我这个不受宠的女儿拿了那么多银子去请人偷东西的？而且王二狗几人如今可不是死了，只是被抓罢了，说不定早就将爹给供出来了呢。光凭娘推我出去就能洗脱一家人的嫌疑吗？我看你这么多借口，说来说去就是不想去顶罪。好了，少说点儿。孟父说着朝少女走近了几步，原先紧皱的眉头瞬时松去了几分。云儿，依你之见，现在咱们该如何是好呀？足足1盏茶的功夫，孟永富领着睡眼朦胧的一家人
走了出来。哎，这是发生啥事儿了？深更半夜的咋还这么闹腾啊？我还以为是谁家着火了呢。呸！果真是个黑心肝的玩意儿，竟想着别人家的房子着火。孟有富，我老苏家自我和你孟家是素来井水不犯河水，可你孟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们，如今更是找这些人又要民与我们一家人抢劫。这事今儿个不给我个说法，我老婆子便一头撞死在你家门口。娘，该死的是孟家人，您可不能做傻事啊！老苏家人连忙上前挡在苏白氏身前。孟小员外，这钱够花不就行了吗？何必将人赶尽杀绝呢？哎呦，大家都是一个村的，那这么难看做什么呀？就是啊，苏家好不容易有个营生，你咋就盯着不放呢？永富，大虎一家今夜被迷昏抢劫，要不是华丫头侥幸躲过一劫，又抓住歹徒，现今只怕一家人命都没了。歹徒交代，幕后指使正是你孟家，这事儿你得给个说法才成。听完村长的话，孟云儿咬唇，看了一眼人群中最前方的少女。老天爷未免太不公平了，凭什么苏华的运气就这么好，连迷药都迷不倒他？哎呀，村长说的话孟某实在不明白，什么下药，什么迷晕，还什么抢劫赶尽杀绝，这和我孟家又有什么关系啊？我给的哪门子交代呀？是啊，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我家男人每日上河村、清远县两头跑，累都累得够呛，连吃饭都是在马车上对付，咋可能有时间干这些不着调的事儿啊？大家可不能冤枉了好人呐！众人闻言，话头齐齐一顿，这话听着也在理啊，连饭都忙得没时间吃的人，哪里还有那么多功夫去作妖？哼，村长莫不是因为和苏华一家同宗，便胡乱往我们孟家头上扣屎盆子？你这说的什么话？自打他们孟家发迹以来，这一家人向来没把他们上河村村人放在眼里。你们孟家人忙不忙的，又能说明什么呢？如今人证物证俱在，王二狗三人入室抢劫被我们抓住，用的迷烟、窗面的指洞都在，他们亲口承认是你孟家指使他来抢劫的。现在知道装缩头乌龟了，早干嘛去了？我看这全是一窝黑心狼，分明就是想让王二狗当这个冤大头，一个人替他担了这责。王二狗被打得眼前一直冒星星，苏家三兄弟的话倒是让他脑门一阵清明，于是他连忙从胸口掏出了一个碎银子。孟叔，这2两银可是你傍晚时候给我的，说是要我去苏家给你偷东西，你可不能不认账啊！我还没娶婆娘没生娃呢，这次要真进去了，待出来的时候说不定都7老8十了。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证据啊！上河村谁人不知二狗子自小是个偷鸡摸狗的，如今自个儿犯了事儿，就拿一块碎银子还来找我背锅，这岂不是笑话？我找你背锅？孟有富啊，你他娘当我二狗是好欺负的种是吧？这银子分明就是你在屋后头给我的，让我去偷苏家，如今空口白牙就不认账，小心老子以后整死你们一家人！哼，二狗子，我看在同村人的面上不同你计较，可你坑人也不带这么坑的呀！再要是胡乱污蔑，我孟家也不是好欺负的。二人一顿操作，直接将上河村村人给惊得懵在原地了。一时间，他们也根本分不清楚，谁究竟说的是真的，说的是假的。这老苏家的小闺女在笑啥呢？现在遭抢劫的可是他们家，他竟然还有心思笑。该不会是先前的痴傻症又犯了吧？那也真是造孽。听说有的病啊，情绪一激动就容易复发。以前都说义不理财，善不为官，我还不懂什么意思。如今看到孟小员外，倒算是明白了，什么义不义的，值几个银钱，反正只要罪名落不到自己头上就是了。你这话
孟某听不懂。举头三尺有神明，孟小员外可敢对天发誓，今日我苏家遭劫之事，与你孟家毫无瓜葛。发誓？听说这老苏家的小丫头痴傻症好了，本事大着呢，没想到啊，今儿个大闹一场，最后只是让我发誓。要是发誓有用的话，这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冤死鬼呢？大哥、二哥，这劳什子发誓真的管用吗？我咋觉得孟家人根本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呀？管他有没有用，自打花儿变机灵后，你几时看他出过漏子，吃过亏了？二弟说的在理，我们在一旁看戏便是。怎么，孟小员外，为何需要考虑这么久的功夫？莫非是做贼心虚，不敢发誓吗？什么做贼心虚？根本和我孟家没一点干系的事情，我有什么不敢发誓的？皇天在上，后土为证，我孟永富在此发誓。哎，急什么？考虑太久是他说的，不着急也是他说的。真他娘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不过提醒你，这发誓可别发错了。你只偏发誓，若是撒谎，便让你儿子孟福一生一世被厉鬼纠缠，永世不得解脱。什么？不行，这发誓就发誓，凭什么拿我宝贝儿子做法子？为什么是我？是谁重要吗？反正你们孟家可是最为清白不过的，不过发个誓而已，难道还不敢啦？老苏家从上到下，果然没一个好东西。如今我要是不发誓，岂不等于是直接告诉村里人，王二狗是我孟家派去的吗？皇天在上，后土为证，我孟永富在此发誓，苏家遭劫之事与我孟家毫无瓜葛，若有撒谎，便让我儿一生一世被厉鬼纠缠，永世不得解脱。然而他笑容还未来得及收，耳边便是一阵风声吹过，紧接着便是一道粗犷而惊悚的叫声。鬼啊，真的有鬼啊！便见一旁的孟福身上忽地窜起了一簇簇火团，那火团呈现幽蓝色，悬在孟福的衣裳各处。福儿，我的福儿啊！而此时一众村民早已经被这情景给吓得魂不附体了。哎呀，这分明是阎王出巡的鬼灯笼啊！孟永富，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阎王爷一发怒，只怕是还有更大的灾难，咱们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就在他话音一落，一道轰隆隆的雷声从天际中央猛地劈下。哎，孟永富，你还在等什么呀？快说话呀，说呀！你难道真要你儿子被五雷轰顶打死不成？可还不待孟永富回话，孟福早已承受不住鬼火之烧，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阎王爷，神仙爷爷，千错万错都是我孟家的错，是我们不该叫人去老苏家偷东西，还发假誓。孟福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求阎王爷和神仙爷爷放过我。而几乎是在孟福话落的一瞬间，身上7、8团的幽蓝色火焰猛地一灭。见此情景，上河村村民们提着的一颗心终于松了下来。我这个天娘嘞，原来举头3尺有神明的是真的，以后咱们可不能再乱发誓了。待会儿回去我就好好给各路神仙上几炷香。今日之事可跟咱们没关系啊，全是孟家人造的孽呀。是啊，你说这孟永富心咋这么狠呢？为了洗脱罪名，竟然连自己儿子的命都可以不要。唯有苏大虎若有所思地看向身旁的少女。咱老苏家的人心眼子全长大哥身上了。村长说，如今孟家亲口承认派人抢劫我们一家的事实，烦请村长明早带几个人同我们一起扭送孟家去县衙门。唉，自当是这个理。他们上河村本就是清水县里穷得叮当响的一个村，哎，这以后啊，村子里的名声肯定是更差了。今日之事，
是我孟永富管其无方，才会让他做出这等错事来。可否请村长念在老妻一片爱子之心的份上，酌情处理？毕竟要不是苏画伤我儿，他也不会出此下策。什么？儿他爹，你在说什么？那死丫头不是说我们一家人只要不认账就没事了吗？怎么现在事发反倒要我一个人去顶罪？儿他娘，福儿伤着了，要是没人照顾，只怕伤势更重。云儿再过1年就要出嫁，只要冯子才考中，到时候云儿便是官夫人，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可是我不想下大牢啊。放心吧，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待过上1、2天，我就去县衙门赎你回来。若是咱们一家人全下大牢，那咱们铺子生意可就全完了。这世上就没有银子撬不开的路，若是有，那定是给的不够多。只要我孟永富还在外头，一切都有转机。老天爷，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帮着那个贱人？明明只要我们一家人不承认就好了，为什么发个誓还能引来阎王爷的鬼灯笼？那边，村长苏承德听到孟永富的话，眉头皱得死死的。他一个人指使的，一个锅里吃饭的。你孟永富说是你婆娘一个人指使，你们旁人完全不知情，谁他娘信呢？任谁都知道，孟母只不过是孟家人推出去的替罪羊。可是如今孟永富咬死就这么说，他们能怎么办？孟小员外果然是天生的商人，先头使伙伴送王二狗一行去死，后头使发妻任其下大牢。这以后有个什么事情，是不是得送孟夫人去死啊？此话一出，王二狗和孟母纷纷看向了孟永富，前者是恨意滔天，后者泪中带疑。你休要在这胡言乱语，若不是你揪着不放，今日这事情能闹到这地步，二狗和孩儿娘一切全拜你所赐。孟小员外急什么？我不过是心疼孟夫人罢了。有个这样的相公，待从牢里出来时，说不定外头都多好几个娃娃叫他娘了。你说够了没有？够了，大家都快点走啊！要是不及时走，这孟小员外一个不高兴，指不定想什么法子整咱们呢。这次是抢劫，下次直接就是抹脖子了。哎，华丫头这话不对啊，整人的可不是她孟小员外，而是她婆娘嘞。这次进去一个婆娘，下次还不知道用谁来抵了。家里一个婆娘，外头也许好几个婆娘。是啊，人家孟小员外有的是婆娘去抵，咱们可就一条命，哪里斗得过呀？哎，走吧走吧，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关好门睡觉来的实在。村民们一句句冷嘲热讽的话，像是刀子一般捅在孟永富的心口上。这个死丫头，送了一个人进大牢还不算，最后还弄得我孟家的名声彻底坏掉。花儿妹妹，我娘不过是听秦公子送你的玉簪价值连城，想进来看几天罢了，你何必这般赶尽杀绝呢？众人脚步一顿，目光在二人之间圈旋，八卦之火又重新熊熊燃起。什么玉簪啊？不是说抢房子吗？今日来的贵公子一看就出身富贵，听说苏家小丫头对小公子可是有救命之恩，送玉簪也是有可能的呀。难怪孟家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去偷，黄金有价玉无价呢。什么秦公子冯公子，孟丫头莫非忘了自己可是从我家花儿那儿刚抢去了一个冯秀才，这才多久的功夫呀，就又开始骑驴找马了？咋的？难道孟家这是一根上带的毛病吗？啊，天天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小心哪一天呀全给撑死。哼，你们苏婶子可别转移话题，如今我娘因这玉簪一事被你们送去了大牢，以后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呢，起码得让她走之前看一眼玉簪吧。什么玉簪？没有，咱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苏家婶婶何必如此吝啬呢？不过是看一眼而已，又不是要婶子给簪子，
别是不给我娘看，这么多叔叔婶婶看一眼也不行吗？苏白是人老成精，哪里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这孟家人也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玉簪的消息，便立马叫了人过来偷。要是让村里人全看见，还不知得惹出多大的祸端来。孟姑娘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咱家要真有什么玉簪，那自然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瞧瞧。问题是，所谓的玉簪根本就没有啊！没有？你敢对天发誓，你家真的没有玉簪吗？如若说谎，便天打雷劈，永世当牛做马，不得好死！混账！老苏家人闻声，一个个气得脸色透黑。怎么，花儿妹妹这是不敢发誓吗？我倒要看看苏画这个谎话精能招来个什么妖魔鬼怪。经过孟云儿这么一提醒，孟永富也顺势反应过来，只要将老苏家有宝贝玉簪的事情捅出去，村里人谁人能不眼红？苏画，你既然口口声声说自家没玉簪，那就赶紧发誓，免得在这里耽误大家的功夫。要我发誓？不过你打算给多少呢？给什么？当然是给银子啊！孟小员外可是商人，难道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这让人干事儿可是要银子的。你要多少？20两。不可能！苏画状似大松了口气，挽着苏白氏的手臂就往回走。不给就算了，别说是20两，便是给200两，咱们都不能发这样的誓。眼看着苏家人一副拔腿就跑的模样，孟云儿顺势急了：爹，快啊！你当时答应给王二狗，不也是20两吗？行，20两，我给20两，让老苏家和我一样受罪，值了。既然孟小员外和孟姑娘这么喜欢听我发誓，那我就发一个吧。我苏画在此发誓，家里并无玉簪，若有撒谎，便天打雷劈，永世当牛做马，不得好死。画儿，知道真相的苏白氏和赵氏二人下意识地牢牢抱住苏画就往家走，而孟永富却是不由得朝四周望去，再仰头看向天空。可是等他脖子都痒得酸痛不已，四下依旧是静悄悄的一片。人家老苏家小闺女说发誓就发誓，一丁点犹豫都没有，说明呀真的没劳什子玉簪啊。对呀，孟家这一个个的心肠全是黑的，说老苏家有玉簪，分明就是给人家拉仇恨嘛。嗨，这以后啊，咱们可得离这孟家人远点儿，一家子全是些害人精。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明明就是钱月娘说的老苏家有玉簪，为何他发假誓阎王爷的鬼灯笼不会找来？为什么老天爷不直接来一道雷，将苏画这个小贱人给劈死呢？可谁知还不待孟云儿想清楚，一个狠厉的巴掌便直接扇了过来。爹，你打我！别叫我爹，我孟永富没你这样蠢的女儿。不要妄图在我面前耍什么小聪明，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你再怎么记恨苏画，人家就是被一家人宠的命，你争也争不来。你给老子记清楚了，若是再敢拿我孟家做法子，我绝不饶你。与此同时，村委小院儿灯火通明。今儿个真算是长见识了，居然连阎王大人都来了。举头三尺有神明，以后逢年过节咱可得多上几炷香。多上几炷香怕是没必要，可以让画儿帮忙给孟婆递个话，想看鬼灯笼管饱，想被雷劈也管饱。谁乐意看到鬼灯笼呢？谁想挨雷劈啊？我们才没那么傻呢。这事跟咱家妹妹有啥关系啊？少女被众人神色给逗得轻笑出声，当即也不再卖关子了。只听一道微弱的吧嗒声响起，紧接着一簇拳头般大小的幽蓝色火焰窜出。这阎王出巡的鬼灯笼咋又来了？不对啊，方才又没人发誓，这是咋回事啊？阎王出巡的鬼灯笼也称鬼火，其实它的产生便是因为磷粉。这磷粉是人死后骨骼腐烂分解而成，一旦飘散到空气中便会自燃，形成这种幽蓝色火焰。死人骨骼分解的
磷粉？花儿的意思是，方才孟福在孟永富发假誓后被鬼火烧身，便是因为这磷粉。对，从一开始我便知道，按照孟家人狡诈的性子，必不会轻易承认指使王二狗抢劫一事。若是不采取一点非常规手段，今日我们便只能吃这个哑巴亏了。果然最是信奉鬼神之说，而关于鬼神最好的操作，便是这鬼火。只要让孟家人于众目睽睽之下亲口说出真相，便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竟是如此啊！花儿可真是聪明。不过，孟家这么多人，为何偏偏选择在孟福身上用磷粉啊？因为他蠢。孟家一家子都不是省油的灯，唯独孟福，虽横行霸道，实则胆子最小，典型的外头光内里空的草包。只要稍微用鬼火一炸，便什么都吐出来了。花儿说的对，孟福就是一个大草包，竟敢来我老苏家害人，便是烧死他都活该。原来从一开始便是花儿算好了的。不，雷电是意外之喜。只能说啊，这孟家的运气也不怎么好嘛，老天爷都不站在他们那边。那必须的，我家花儿是啥人物啊？那可是天定的贵人命格，出生时都有百鸟朝凤。哼，如今孟家敢来害我家花儿，老天爷都不会同意。娘说的是，花儿可是天命之女，旁人想害她，可是要遭反噬。就是，一想到孟家人最后的神情，我怕这晚上都要乐得睡不着了。待会儿咱们就得给各路神仙多上几炷香，让他们呀多多看顾一下花儿。可听到众人的话，苏画听得眉心微跳。我去，这幸好是在大禹朝，要是在华国50、60年代，只怕咱全家人都得拉去批斗。前世对这些鬼灯笼啊、被雷劈呀，全然不感兴趣。他唯独对着桌子上的2个银锭子喜欢得紧。娘，这20两咱们用来干啥呀？要不咱们也弄个青砖大瓦房吧，毕竟大郎二郎一天天都大了，还整日和大哥大嫂一起睡，那也不像话呀。20两弄个房子，说不定还有剩余的嘞。不得不说，咱自家这小姑子捞银子的手段确实厉害的紧啊！20两，那可是只能在梦里才能见到的钱呀！只见老苏家人全都直愣愣地盯着他，尤其是中间的苏白氏，那眼神似是能吃人一般。娘，这是咋了？还问我咋了？如今胆儿倒是大了，家里的银钱都敢惦记了，还建青砖大瓦房，哼，安排的倒是齐齐整整。现在是不是就等着老婆子我咽气呢？啊，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苏二虎瞪了夫人一眼，赶忙赔罪。娘，月娘今日就是被迷药迷晕了，才口不择言说些胡话，您可千万别生气。这个账咱们后头再算，你给我老实交代，玉成小子送玉簪的事是不是你说出去的？赵氏向来嘴严实，又认死理，而且和孟家从未有什么交集，唯独前世素来小心眼子最多。若是孟家有人花银子诱惑一二，难保他不会泄密。哎呀，冤枉啊娘！我怎么可能会和孟家说呢？儿媳妇儿虽然爱钱，可也分得清轻重。要是咱们有玉氏的事情捅出去，那不等于叫贼来偷吗？再说了，这玉氏的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知道，娘凭什么就只怀疑我呀？那大嫂呢？大郎二郎那2小子呢？合着全家就我一个坏人了？今儿个下手，我便一直和大郎几个在芦苇荡那块摸石螺，从未见过孟家人，3个娃娃都可以作证。说罢，又怕众人不信，又补充道：“我可以发誓的。”我也可以发誓。都是自家人，发誓便不必了。不过二嫂，可否说一下为何大半夜的去造屋呢？我晚上吃的少，有些饿，就想着吃点糕点填填肚子，谁料灶门屋都还没进得去，便被王二狗那几个浑人给迷晕了。苏画转头看向他，正好就捕捉到夫人眸中一闪而过的慌乱。他在说谎。不过造屋能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惦记？看来以后凡事得对前世多留个心眼儿。既然家里真的有玉簪，
那为何花儿还要发誓？而且还是那样的毒誓，万一誓言应验，不成，以后这样的事让三哥来发，三哥不怕。哥哥们来发，哥哥们来发。苏画心头一暖，心眸轻眨。因为我没将玉簪子藏在家中，不会应试啊。鬼神之事存在与否，他并不清楚，毕竟他的穿越就无法用科学和常理去解释。什么？竟然没藏在家中？那你藏在哪儿了？这一套玉饰可是咱们一辈子都赚不来的东西，不藏家里头藏外头，万一被贼偷了咋办呀？行了，藏哪儿关你啥事儿啊？难不成还要去偷？哎呀，乔娘这话说的，我这可是为花儿好，怕到时候东西丢了哭都来不及。行了，不会说话就少说两句。真是的，还没看出娘已经动怒了吗？还一个劲儿往火上凑。苏画则是看向前世，笑容更深。玉饰都在伏虎山里一个隐秘的地方，二嫂放心，不会丢。眼看着马上快寅时，苏白氏收起银子，让众人去睡。花儿，你先前说磷粉是死人骨头分解之后才有的，那先前那些磷粉，花儿是从哪儿弄来的？自然是坟头的。坟头？难怪方才去孟家前，花儿特意绕道转到一块坟地旁边去，还停留了好一会儿，原来竟是弄死人骨头去了。走在前面的苏白氏听得这话，更是连忙拉着苏画去净手烧香。而这一夜，上河村家家户户皆是香火不灭，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焚香味。女儿想用这钱给家里买一辆马车，外加给三哥定亲，娘觉得如何？买马车定亲？女儿想将麻辣烫生意开到清远县去。上次去县里看到咱们苍梧镇10文一碗的羊肉汤面，在清远县居然能卖到15文，足足多了30%利润。花儿想做什么便去做，为娘呀都支持。不过你三哥定亲一事你不用操心，他一个大男人，倘若用妹妹赚的银钱去娶妻，老娘都能笑他一辈子。什么妹妹赚的银钱？这可是大家一晚上靠孟家赚来的。再者，当初若不是女儿生一场大病，花了三哥的娶亲银子，现在三哥说不定都抱娃娃了。依着孟福对梁思玉的纠缠，若是苏三虎不抓紧点儿，只怕这个未来三嫂啊都得被人给抢了去了。这哪跟哪的事啊？花儿，你爹自你出生便不在人世，常言道长兄为父，当哥哥的本就应该是顾着妹妹，你不用觉得亏欠他。而且三虎如今年纪也不算大，再等个几年那都没事。不成，反正三哥定亲这事儿不弄好，我只怕晚上都睡不香了。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本应该的事儿，便是他在现代，连亲生的父母都可以将他抛弃，不顾他生死，更遑论是兄弟姊妹。那便都听花儿的，娘这2日就去下河村张罗这事。也不知道三虎那小子前世呀修的是什么福气，能当咱们花儿的哥哥。待三虎娶个媳妇儿进来，到时候多一个人待花儿好，那也是不错的。若是能生几个像大郎三儿一样懂事的娃，知道孝敬花儿这个姑姑，那就更好了。这一世有娘亲和哥哥们，是花儿的福。哎呦，你这孩子啊，这是又说傻话呢？什么这一世那一世的，不管多少世，你也永远是我老婆子的闺女，是我心尖尖上的乖囡囡。与此同时，小院西屋，相公，娘是不是因为我这些年就只生春花这一个丫头片子，没一个带把的下来，不能给老苏家传宗接代，就一直没把我当成自家人啊？秦家小公子送来一套玉饰，娘连摸都不让我摸一下，还巴巴的藏在伏虎山里，这是把我当贼在防呢。还有那2个淡银垫子也是，全攒着干啥呀？最后全是给花儿村嫁妆去了，完全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这么些年天天住这个破屋子，我真的是受够了。受够了，受够了，那是不是要我放你走，让你去过锦衣玉食大房子的好日子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外头有女人了？这么着急忙慌赶我走，好给外头那个女的腾位置是不是？我就知道什么丫头男娃一个样，就
全他娘骗人的！你和你娘一样，都嫌弃我生不出男娃来，净想着主意休妻另娶。闹够了没有？秦公子送花儿的玉饰，花儿从孟家那些豺狼手里赚的银子，那都是他自己的东西，是以后当嫁妆还是花销掉都随他。生男娃生女娃在我苏二虎这儿都一样。老苏家有大郎二郎俩小子，根本不需要我传宗接代，家里没一个人因这个嫌你。你若是嫌我苏二虎没本事，让你过苦日子，尽管可以出去另找他人，我苏二虎绝不拦着。不过走之前你得说清楚，今日孟家派人偷玉簪一事究竟跟你有没有关系？别想拿话来搪塞我，有人看到了，孟云儿下场在芦苇荡找你。下场，他从苍梧镇回来时，春花便同他说过看到孟云儿在芦苇荡，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玉簪一事，也就没放在心上。什么？还有，你方才涂的香脂也是从孟云儿那儿得来的吧？是他用这香脂当做玉簪消息的报酬。不是这样的，儿他爹，你听我解释啊！孟云儿下晌确实去芦苇荡找过我，可是我根本就没和他说什么玉簪的事，是他想要我们家口味梭罗的方子呀。我是喜欢贪点小便宜，但是遇事的事绝对不可能同外人讲，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我岂能不懂啊？这遇事我自个儿都没摸着，怎么可能就不管不顾说给外人听呢？所以你大晚上的去造屋是为了偷方子卖给孟家？是不是。前世是一个头两个大，可碍于男人凶狠的目光，只得咬了咬唇，实话实说。我只是想看下方子究竟是怎么样的，然后换掉其中一两样，卖给孟家一个假方子。孟云儿可是开价1整袋银子，起码得是10-20两，这么多银子，我攒一辈子怕是都攒不着。当真？自然是比真金还真啊！方才是月娘不好，伤着相公了。相公若是不喜月娘说那些话，月娘以后便不说了。只是月娘实在是心疼相公，不忍相公整日累死累活，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这些话不必再说，方子的事我明日和花儿讲。孟家你不要再接触了，花儿不是心狠之人，如今家里生意起来了，更是从未亏着咱们，是咱们借了花儿的福，而非为她做嫁衣。是，相公说的都对。相公，今夜是月娘说错了话，待会儿让月娘来伺候相公，一定让相公尽兴。第二天早晨，苏画是在一阵狗吠鸡鸣声中醒来的。小姑，你快来看，这是奶从周奶奶家买的小狗仔。只见一只通体黑色的狗崽子正伸长了2只前爪，费力地往围栏顶上扒。小姑，这狗崽子是不是长得特别好看？听奶说，这小崽子的老爹可是山里的狼呢，以后看家护院的本领绝对差不了。是，好看。娘这动作也太快了吧！昨夜遭了贼，今儿一大早便弄来这么一个小家伙，还是一只小狼狗。小姑，这小狗仔咱们是不是得给取个名字呀？黑不溜秋的，像个黑炭一样，要不叫黑炭，或者是小黑。小黑，小不点一个，又黑不溜秋的，还蛮适合的。关键是他喜欢，比什么都重要。到时候秦玉成牵着他家小白来，马儿和狗儿是不是还得认一番亲戚？那画面简直美得不敢想象。花儿起来了，哎，正好我刚炖好一只野鸡，待会儿下个鸡丝面吃。景寒打的野鸡那么肥，一只呀够咱们吃2顿了。苏画望着眼前这一大海碗的鸡丝面，浓浓的鲜香味更是直往那鼻子里钻。娘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奶的手艺最棒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要我说啊，还是景寒送来的野鸡味道好，比起家里养的鸡，这山上喝露水吃野菜长大的味儿那就是更香，炖出来的汤颜色都漂亮着些呢。今儿个就忙里偷个闲，顺便去看看萧景寒的腿吧，争取早日还掉欠他的情。
苏画吃完早饭，踱步来到了萧景寒的小木屋前，而尤为显目的便是柴火堆上的一溜的风干兔。好家伙，这人难道是捅了兔子窝吗？苏画盯着风干兔好半晌，然而却始终没见到萧景寒的身影。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突然间他听到了一阵水声。萧公子，是你吗？这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吹得门扉露出了一条空隙。萧景寒经常往伏虎山跑，家里没人照看，岂不是更容易被贼惦记上？苏画不由推开门，踮起脚尖朝里走去，一瞬间像是放大镜一般，让苏画眼前的一切都纤毫毕现。便见男人浑身赤条条，那圆背丰腰在发下半遮半掩。只听哐当一声响，手中的木棍和人同时傻掉，径直脱离手掌，砸在了脚尖上。可鞋后跟也不知从哪儿踩着了一地的水珠，鞋底打滑，压得他直愣愣地往后倒。苏姑娘如何？脚可有伤到？我没事。萧公子，你放我下来吧。减了肥还有200来斤的身子，真是难为他能抱得起。想到此，苏画忽的就想起方才所见到的那劲瘦妖妇。呵呵，这男人怕不是长了一张公狗腰。那什么，萧公子既然有事要忙，我就先不打扰了。Damn it！ 本姑娘从来不是好色之人，如今光是看个美人出浴，感觉都要热得冒血了。可是刚一动身，脚尖处便传来一阵阵的抽疼。萧景寒眉头轻拢，转身往屋子里走去。再出来时，身上衣裳已然全都系好，手中更是多了一个小瓷瓶。不成，你脚伤了，得尽早将里面的淤血柔化，不然后面会恶化。这是去瘀的药油，军营军医给的。不麻烦萧公子，我自己来就是。这伤处你够不着，不过你放心，平日里军营的军犬伤着腿，都是我负责揉好的，不会很疼，忍一下就过去了。哎呀，还真像他说的，不是很疼。等等，他后面说的那句话是啥意思？经常给军犬揉腿，他这是把我当狗在按吗？一盏茶的功夫后，萧景寒握住少女的脚踝，仔细地帮她穿好了鞋。好了，你起来走2步，看看还疼不疼。啊！居然真的不疼了！萧景寒，你可真行。最近不要干重体力活，不要走远路，待过上1、2天，伤处淤血彻底消了，便再无碍了。行，都听你的。可是正沉浸在脚伤好转的他，并没看到男人那如玉般的耳垂已是粉红一片。苏姑娘今日找我，可是有事？对了，今个来可是有正经事的。瞧我这记性。病人一般对于自己的病症都是不大喜欢被提及的，尤其是身体上的残缺一类，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直，若不然的话很容易伤人心的。娘今日早上煲了个野鸡汤，味道很鲜美，一直可劲儿地夸你打的野鸡肥美，让我叫你中午一起回家吃红烧鸡。娘似乎格外喜欢萧景寒，最近这几天不知怎么回事，嘴边一直是景寒长景寒短的。好，方才萧公子替我治好脚伤，作为报答，不如我也替萧公子看一看腿。师父曾经教过一些岐黄之术，兴许正好对症也不一定。好，麻烦苏姑娘了。萧公子，麻烦伸出右手。少女指尖搭在男人脉搏上，只那么轻轻的一触碰，便觉得他肌肤极凉。正常人沐浴后一段时间内体温属于上升状态，尤其是在阳光之下，更不可能这么快变凉。脉搏微细无力，色而沉滞，竟出现散脉，这是凶多吉少的脉象。怎么会？他皮肤极好，面色有些发白，唇色和舌苔亦是偏白，分明是阳气外泄之象。萧公子，我可能需要你腿上的一点血，
男人闻声，直接拾起地上一块尖石，朝小腿划去。果然，掌心的鲜血确实很不正常，血腥味中夹杂着异样难闻的气味。萧公子平日里可有手脚冰凉之症，尤其是气候转冷以及早晚时分，更似如坠冰窖一般。唯有阳光出来时，身子会舒适不少。我的嗅觉自来很好，方才嗅到萧景寒的血液中含有蝮蛇、红珠、寒蝎的毒粉气息，加上他的脉象，无一不是中了三重三花毒的表现。三重三花毒是苗疆地区的特有蛊毒，几乎无解。你是什么时候中毒的？萧景寒到如今还安然无恙，只是右腿不良于行，说明他从中毒伊始使用特殊的针法或是旁的法子，将毒素悉数逼至腿部。1个月前，苏姑娘果然深藏不露。大禹朝神医称该毒世上只有几个人识得，苏姑娘却是短短一盏茶功夫便知道。下次见到那个老头，我定要问问他，是不是在骗人。你还笑？你知不知道这毒是要人命的？只要毒一日不解，便是再压制，也只剩下1年的时间可活。你到时候便只能是七窍流血，五脏六腑全部溃烂而死。知道，可这世上连手足至亲都一心盼我死，死了似乎也不比活着差。直到这一刻，他才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未看透过他。曾几何时，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被父亲抛弃，出生后被母亲抛弃。7岁那年因蕨菜中毒差点死在牛栏时，村子里的邻居打电话给唯一能联系上的父亲，电话那头是小娃娃的哭声，加上一句死就死了，死了省事儿。那一刻我也觉得死了似乎不比活着差。可是我命硬啊，天都不愿意收，一路跌跌撞撞活到27，那些年来活着就好像仅仅只是活着。少女抬眸，冲着男人背影扬声道：红绡、云莲、魂断，这3重三花毒虽然几乎无解，但并非是死局，只要找到红绡、云莲、魂断，我就可以给你解毒。你瞧，这天有大雨磅礴之时，亦有雨过天晴，艳阳高照之日，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有可能，就有峰回路转的一天。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父母，手足就更是如此。萧老婆子他们既然不要你便算了，以后我们老苏家要你，反正一个吞玉空间我都养了，更遑论再养一张嘴。再者，按照娘近来对萧景寒的喜欢，想必让他多添一个儿子也是很乐意的。主要是这男人长得这么好，单单放家里瞧着也都赏心悦目啊，绝对不亏。男人微微垂眸，他唇边的微笑，他指尖的温度，在这一刻都像是滚烫的烙铁一般，重重的烙在他快要沉寂的心上。你既然是1个月前中毒，那咱们现在还剩下11个月时间找药引，其中红绡多生长于高山之上，我们可以找机会进伏虎山里一寻。如今正值3月，伏虎山中树木正是生长之时，因此大部分都是绿色，只要其间有红绡花，一眼便能发现。至于另外2位，元莲、魂断。元莲生于雪山之巅，终日引元雾长大，而魂断则是长于大漠之源。大禹南边与南疆接壤处有一处终年雪山，至于魂断花，西边的西戎一半国土是大漠，或许会有发现。苏姑娘可知道这3味药材的长相？我可以先托军营里的老头打听一二。老头？他嘴里的老头是方才说的军医。老话说人走茶凉，如今他已经离开军营这么长时间，居然还能使唤得动里头的军医，只怕绝对不是一个养狗的小士兵那么简单。真正深藏不露的是他呀。萧公子这儿可有纸笔？前世的时候他曾经有幸在老师那儿见过一次，所以便立刻记了下来。苏姑娘请随我来。说着，萧景寒便引着苏画来到了西侧书房，案几靠窗处一株赤红色的兰花
开得正艳。竟然是春兰楼山红，传闻中一只至少6位数的兰花，足足6只，而且品相花型皆是极品。这人竟然就这么把一个大宝贝直接摆桌上，难道就不怕贼偷去吗？春兰楼山红，这个名字倒是很好听，这是我从伏虎山偶然碰到的，瞧着挺别致，便移了回来。苏姑娘喜欢我便送。不必了。正所谓君子不夺人所好，这个道理他是懂的。这么大个宝贝，他怕拿着手疼。案几中央毛笔旁的宣纸上，似是有一幅尚未完工的画作。一袭叶地如裙，长发及腰，显然是一位女子，只是面上却是一片空白。身形嘛，瞧着有些过于丰腴。这时候萧景寒脚步加快了几分，不露痕迹地拿开画像，放到案几下的抽屉收好。萧公子不必藏，我都懂，这少年慕爱嘛，很是寻常的事儿。而且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白幼瘦，便有人喜欢人间富贵花，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少女吐气如兰，温热的呼吸尽数落在耳侧，直接让男人耳垂一瞬间爆红。萧公子放心，今日这纸上美人之事，我一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让我们俩之外的第3人知道。我突然想起点事儿。此时此刻，萧景寒犹如被丢入火中，原先冰冷的身子吧嗒一下就烧了起来，最后脚下生风，只在风中留下一句：苏姑娘请便，我去就来。我是真没想到，能用一根树枝击败大野猪的男人，私下里竟然是个这么好玩的性子。一提到心上人，便会面红耳赤到脖子根，完全不像平日的作风，反倒像个毛头小子。记得娘曾经说过，萧景寒8岁上战场，10年后归来，也就意味着他今年刚18岁，正是青春年少之时，有个心上人是个再正常不过之事。不过萧景寒竟然喜欢胖美人，倒是蛮特别的。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后，是萧景寒一身寒意的走了进来。你这是又泡澡了？这家伙莫不是去泡了个冷水澡？美，苏姑娘画得如何？只见宣纸上以墨色为框，彩色为底，淡墨轻毫间将3株花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出来。这下萧景寒看向少女的眼神更亮了几分。苏姑娘总是会给人惊喜。我这纯属于师傅教得好，惊喜却是不如萧公子多。谁能想到，大多人以为军营里的大老粗，竟是个舞文弄墨的翩翩君子。只是认得几个字罢了。届时若还活着，定要见见苏姑娘的师傅。这个要求，怕是活到9000岁都办不到啊！你先前用特殊处理将毒封至右腿，若不及时逼出一部分，日后便是解了毒，只怕这腿也会废掉。苏姑娘说得对，在发现自己中毒的第一时间，我便用内力将毒素尽数封在腿上。老头曾说过，除非这世上有人会失传已久的银针刺穴，不然这条腿再无救。最近1个月内，每7天抽出半个时辰给我，我给你银针刺穴。银针刺穴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在于打造一副银针的花费应该不低，若是有免费的就好了。兴许可以找那个冤大头一试。那景寒便仰仗苏姑娘了。兴许这死局还真有峰回路转的一天。待正事办完，萧景寒仔细把画像收好，送苏画出院门。嘿，好你个花丫头啊，你再嘴馋也不是这么馋的呀，居然敢来我儿子家里拿吃的。哎呀，这苏老婆子难道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的？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又胖又丑的傻丫头，便是给我儿子提鞋都不够。哼，还想勾人哄吃食，也不知道回去撒泡尿照照自己有没有那本事。他一边说着，一边抻着2只手去夺苏画怀中的风干兔。哼，你儿子不是天天躲在屋里羞得见人吗？你要找你儿子回自己家找去啊，来这儿干什么？这儿可没你儿子。萧老头和萧老婆子共育有2子，长子萧景寒，次子萧景琰。尤其是次子萧景琰，自打出生起便一直养在家中，
村里人见过他的次数，几乎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嘿，你个死丫头，你胡说什么呢？他萧景寒可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而且他萧景寒的东西可全都是我老萧家的，你手里这2只兔子你最好给我放下，否则小心我让上河村的人都知道你苏画勾引我儿子的事儿。上次来找萧景寒，我便见到这些兔子了，可这狼崽子愣是一只都没给我。如今倒好，一声不吭的就送给老苏家这小丫头了，还一送就送2只。呸！要说这2人之间没什么，傻子都不会信。大娘是不是记性不大好？这白纸黑字断了亲的，可就不是你儿子了，还想要兔子，便是你来要一根草，都要看萧公子愿不愿意给啊。至于勾引不勾引的，大娘要是想说便尽管去了。你前脚说，我娘后脚就带着老老少少一家人去你家门口闹，到时候可不是你想收场就收场的。好啊，你个死丫头，你敢威胁我？什么威胁不威胁的？话说的这么难听做什么？这眼睛长得小就算了，里面2个圆滚滚的东西还瞎。1000年的傣竹好不容易能长出一根好笋，大娘竟然还活生生往外头赶，怕是地下的老祖宗跑断腿都忙不赢。萧老婆子先是一愣，过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苏话是在骂她眼瞎。我呸，便是断亲了又如何？哼，他萧景寒断了亲，依旧是我萧家的人，身上还流着我萧家的血，便是告到官府里去，也依旧是这么个理儿。哎呀，想当初要是我知道这萧景寒腿瘸了之后还能打猎，傻子才将他赶出去呢。哈哈，居然还要告到官府，还真是厉害呢。哦，要告便告呗，到时候咱们便看看究竟是怎么个理。先前便听娘提过，这老萧家为绝后患，不仅白纸黑字跟萧景寒断了亲，还特意拿断亲书去官府做过报备。怎么，你别以为我不敢，我去告，那一告一个准儿。大娘胆子大的都能包天了，哪有什么不敢的。原本临走之前，萧景寒便要将风干兔全都让苏画带上，只是他选了2个，如今倒是想特意气一气这老婆子了。萧公子，我突然觉得这2只风干兔怕是有点不太够，咱们吃个爆炒兔肉就没了。好，我这就去拿。待他再次出来时，手上身上全都挂着满满当当的风干兔。好，你个萧景寒啊，你个狼崽子，你居然帮着外人，眼里头还有没有我这个娘啊？啊！哎呀，可怜我老婆子10月怀胎呀，竟然生下这么一个狼崽子，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爹娘吃不饱，却一个劲儿把肉送给这外头的狐妹子。说够了就赶紧走，不然我不介意跑一趟伏虎山，帮你儿子喂大虫。一瞬间，夫人唱念做打的动作猛地怔住了，嘴唇嗫嚅2下，却是什么都不敢再说了。当苏画2人回到老苏家院外时，便见到大郎、二郎还有春花3个小萝卜头正蹲在篱笆墙跟边。小姑、景寒叔，你们回来了！哇，这撒一下这么多兔子，这一个个这么肥一只，比咱们家里那8只大太多了。这一只就抵咱们家那8只了。这是萧公子送咱们的风干兔，至于是红烧还是清蒸，待会儿回去问你们奶，让他老人家来定。不过这大晌午的，一个个蹲篱笆干啥？方才奶说让我们叫小姑和景寒叔叔回家吃午食，不过他又说让我们不要去小木屋，让在这儿蹲着。啊？你奶让你们叫我回家吃饭，是大老远蹲篱笆叫的？小姑，奶今天中午做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鸡，用锅盖盖着，老远都能闻着香味儿。还有这个，
小姑，你看，是咱们上午插禾苗时在田里抓来的。少女顺着小春花的动作往桶里面瞧了瞧，只见大木桶里居然是满满一桶的黄鳝和泥鳅。原本这泥鳅和黄鳝腥味重，家里向来都没弄来吃，但二叔今日瞧着，就让咱们全捡回来，说是小姑兴许会把它变成下一道口味梭罗。方才我还看到奶往里头放了小半勺猪油下去。小姑，这泥螺和黄鳝真的能做出口味跟梭罗一样好吃的菜来吗？对，你二叔说的没错，这黄鳝和泥鳅只要做得好，味道比口味梭罗还好，保管你们吃了还想吃。这一桶黄鳝泥鳅起码得有大几10斤，香辣紫苏鳝片，黄瓜焖鳝鱼，手撕盘龙鳝，香煎小泥鳅，烤泥鳅，泥鳅蛋汤，泥鳅炖豆腐。口味梭罗已经是一绝，比它还好吃，那得是咋样的？管他呢，反正小姑说的准没错。对，下午咱们插秧的时候认真一点，再多弄1-2桶回来。花儿回来了，来，快进来吃饭。呀，静涵也来了。哎呦，快！今儿我烧了个红烧鸡，你待会儿可定要多吃着些，全是用你送过来的野鸡烧的。说罢，眸光又落在男人手上的风干兔上，一双吊梢眼更是慈爱满满。哎呀，以后来家里可不许再带这些东西，咱们都是自家人，这些野兔啊、野鸡什么的，留着去镇上换些银钱啊。邹婶子言重了，这都是山上抓的，左右也不值几个钱。照这由头，过不了几天，我这个亲闺女都要失宠了。这时候，苏大虎牵着牛车走进院子。花儿，你可知道今日县令大人是如何判的孟成氏？老苏家人更是一瞬间变成瓜地里面的茶。哎，大虎，孟家那个老钱婆是不是下大牢了？那老婆子要在牢里待多久啊？几个月还是几年呐？哎，还有，孟永富那糟老头子当时的表情肯定很精彩吧？可惜一辆牛车载不了那么多人，清水县又隔得远，不然我也想跟着去瞧热闹。他朝满目八卦的一家人一咧嘴，随后笑眯眯地伸出3根手指。苏白是那双吊梢眼瞥了一眼他这副神情，有些不确定地说：这是判了3年，可那牢石子的律法不是规定，若是抢劫未成又没伤人的，顶多是判2年嘛。以前上河村的风气还算不错，因此就从来没有惊动过官府。不过与上河村毗邻的下河村倒是出现过抢劫的，那劫匪也就只判了1年而已。原本已经下了堂，只判了30大板，外加2年大牢。可孟永富试图给衙门里的衙役塞银子，让走条暗路，想早点放孟成氏出来，谁料正巧被去而复返的县令大人瞧见。最后啊，收银子的衙役直接被罚了1年俸禄，孟成氏更是被加了1年的刑期。孟永富当场被吓得脸都白了。我去，这孟永富胆子可真大呀，在县令大人眼皮子底下居然还敢作妖。要我说呀，他这运气不大好，我们花儿可是天生贵人命格，居然敢来害花儿，活该他霉运缠身。3年那可不是3个月啊，到时候孟成氏再出来时，说不定孟永富啊又娶了个婆娘嘞。爹，这是不是就是村里大娘们说的喜当娘啊？别整天去外头尽听些乱七八糟的。其实孟永富昨天也是没办法，孟成氏昨夜被关在村祠堂里，几乎一夜没睡，勉强眯过去时，嘴里也一直叫嚷着什么外头的女人。早上去清水县的路上都在跟孟永富闹，所以当时初判下来，孟永富便火急火燎地去送银子了。苏家人听得这话，目光纷纷转向了苏化。若不是他昨夜走前还加了把火，想必这孟成氏也不会又弄出这一糟事来。衙门里的弯弯绕绕向来多得很，孟成氏人还没进去，就得罪了牢里的衙役，只怕这30大板都不是那么好挨的。至于3年的大牢生活，就应该更精彩了。孟成氏居然在这样的情形下都没将孟家旁人给供出来，倒是有几分可惜了。不过这清水县的县令听上去倒是个清廉的。那王二狗几人呢？他们判了多久？
3个月还是1年？是不是3年过后都见不到那个瘪犊子了呀？我让王二狗几人举证后，表明不追究3人责任，只是1人获了20个板子。你要是想见他，现在去他家就能见到。不是，我见他干啥呀？为啥不追究他的责任啊？王二狗昨夜被抓的时候，那模样可是嚣张至极，光是想想就令人恨得慌。要不是花儿和景寒哥后来打得他心服口服，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而旁边的前世，丹凤眼中闪过了一丝不赞同。他昨夜被打得那么惨，不把他关牢里长长记性，要是怀恨在心，又偷摸着来家里边找咱们的麻烦，那可咋整啊？这是我和娘昨夜考量后决定的。王二狗昨夜和孟家已经彻底闹僵，比起我们老苏家，他更记恨的自然是孟家。苏二虎闻声，眸子瞬时锃亮。花儿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读书人常说的什么玉和蚌去争，而我们老苏家做那背后得利的渔翁？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唉，咱老苏家3个哥哥都是聪明人，只是这肚子里的墨水却是亟待灌一灌了。昨夜之所以特意费口舌挑起王二狗和孟家之间的怨，为的就是让二者斗起来。孟永富为人奸诈，王二狗亦是个从小混到大的混球，便是咬不下孟永富一块肉，也能3不5时让他膈应膈应。不然孟永富还真以为叫一个人去大牢就算完了。至于王二狗来老苏家找麻烦的事儿，我倒是并不担心。他要是真有那个胆再来，他来一次我就揍一次，直到做到他再不敢来为止。一直竖起耳朵在一旁听的大郎3人连连点头。等到这玉和蚌真打坏了，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捡回来吃啊？还不待他开口，旁边一直扒着大木桶的小黑却是耳朵一个支棱，睁着一双如黑曜石般的眸子望向少女。好好好，咱们小黑不坏，好着啦。他们说的二狗是另一条狗，不是你。红烧兔做好了，大家可以准备吃饭了。即便是远远站着，便能闻到那兔肉的鲜香和蒜叶的香味。大嫂，你这手艺可是越来越厉害了。比起娘来，我的手艺差远了。堂屋中央的饭桌上摆得满满当当，其中最显眼的便是一大盆红彤彤的烧野鸡。娘，咱们赶紧吃饭吧！啊，你看我这肚子都瘪一半了。吃，就知道吃。来，景寒呀，快尝尝这个野鸡汤，味道好不好？瞧着夫人脸上堆不下的笑，差点将一屋子的苏家人给惊掉下巴。花开2朵，各表一枝。与村委热热闹闹吃晌午饭的场景不同，村中心的孟家此刻是愁云一片。周大夫呀，我儿情况如何呀？能不能先开个药给他止止疼啊？唉，我孟家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婆娘送牢里不算，还在县令面前挂了个毛，如今唯一的儿子还弄得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疯疯癫癫的。而男人话音刚落，床上的孟福又是一个鲤鱼打挺，直起身来。鬼啊！你给我走开，快走开！别找我，不是我发的假誓，是我爹发的，你要找就找他烧啊！走啊，赶紧走！好疼，我的下面好疼，身上也疼，还有手腕，我的手腕快断了。这就是我养的好大儿，早知道真他娘的不如生块叉烧。令郎，这是惊吓过度导致，待老夫开个药方，每日1剂，早晚各1次煎服便可。至于令郎的烧伤，我们药房有专门对症的烫伤膏，每日早晚在伤处抹上厚厚一层，1个月内可以痊愈。孟永富接过药方和药膏，心头提着的一口气终于松了一半。孟某多谢周大夫。敢问大夫，我儿这下面和手腕处的伤如何？需多久才能好啊？这个嘛……周老大夫捋胡子的动作一顿，猛地停滞住的声音让孟永富刚刚松掉的气又立刻提了起来。这特殊部位的伤，自然也有伤药可治，只要令郎能够受得住涂抹时的疼。受得住，麻烦周大夫赶紧给我儿开药。孟永富闻声，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这么多年，我和孟成氏就这么一个儿子，
要是孟福废了，我这么大的家业，岂不是以后真的后继无人了？赶紧为令郎抹上吧，全是上好的药材制的，效果很不错。周老大夫笑眯眯的从药箱最里面掏出一个圆溜溜的竹盒子，递给孟永富。这伤药多少银子？周老大夫一脸无害的伸出5个手指头。什么？50两？果然是苍梧镇最黑心的大夫，对那些没钱的穷鬼他分文不收，对我们这样有家产的往死里坑。要不是昨日的大夫治不好我家福儿，我才不会请这个黑心的老家伙来。孟老爷舍不得，那就算了。不要，我要，我得趁人在的时候给儿子用上，要不然等人走了又没效果的话，我找谁去啊？旋即一把掀开孟福的被子，扒了他身上的衣裳，刚给孟福涂上，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尖叫声从被窝窜起。怎么样，我这伤药效果不错吧？伤药50两，烫伤膏20两，安神药另算。男人一脸心疼的从腰间掏出了一张50两的银票，外加2个大银锭子。周大夫，我儿这手腕呢，该如何治啊？这个嘛，老朽只能看出令郎手腕确实是骨断，不过令郎这骨断着实蹊跷，不同于寻常的骨裂，更不似一般的脱臼。具体要如何医治，恕老朽医术浅薄，无能为力。孟老爷可能需找到造成这骨断之人，兴许会有解决办法。什么？无能为力？孟永富闻声，方才好不容易才落下去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儿。福儿昨日下上回来时便说过，俗话那个死丫头只是随随便便抬脚踩在了他手腕上，手腕就伤了。可如今竟1个2个的都说不会治，居然还要我去找踩伤福儿的苏画，简直就是笑话。让我去求苏画，岂不是送上门给他打脸吗？绝无可能。孟老爷可知苏姑娘家住哪儿？老朽想要去拜访1、2。谁？苏姑娘？哪个苏姑娘啊？自然是苏画苏姑娘。周老大夫捋着山羊胡，笑意更深了。我这把老骨头多年前就不出诊了，要不是正好听到这孟家和苏姑娘在同一个村，近日也犯不着跑这一趟。若是苏姑娘面对孟福这样的手腕伤，会做如何处理呢？苏画？当真是苏画？你拜访他做什么呀？自然是请教医术。我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东西，不请教医术，难不成我还找一个小姑娘谈风花雪月，聊诗词歌赋吗？请教他医术？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死丫头，他懂个屁的医术啊！他手上50两一小盒的伤药也直接掉在地上了。孟老爷可要再来上一盒？可他话音刚落，外头便是哐当一声响，紧接着一阵臭烘烘的气味便铺天盖地的袭来。孟永富拔腿往外跑，可刚一打开门，咦，就踩着一地的黏糊，整个人身子咕噜往下滑，脸朝地啃了一嘴的粪。与此同时，村委小院，花儿呀，景寒小子的腿怎么样？能不能治好啊？妇人这一脸关切的模样，让不知道的人瞧见了，只怕以为是他的亲儿子呢。可以治，用银针刺血，可以让他在1个月内恢复正常行走。只是待完全康复，还需要找到几味药引。中毒一事，萧景寒并未多说，其中兴许有着他不想透露的原因。这是能治好了？那些什么针啊穴儿的，听又听不懂。能完全康复，那我懂啊。萧景寒长得好，一身本事更好，关键是他和老萧家也是断了亲，就相当于没爹没娘嘛。上午公婆找事，下午小叔子小姑子闹心，
如今呐，连腿瘸一事也能解决，完全就是女儿家嫁娶里的极品儿郎啊！哎，好啊，好啊，那好啊！哎呀，真是极好的事。不错，为娘啊，这就去给景寒小子量身做衣裳。别说，这小子18，比大虎长得还高一个呢。好肉自是得烂在锅里，我得趁着景寒小子还未痊愈之前，要帮霍儿牢牢地把他抓在手心里，不然到时候景寒小子这身体一痊愈，单就依着他那长相，是怕10里8乡的小姑娘家家呀都会来跟我家霍儿抢。娘，望着自家老娘的操作，苏画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小姑，外头有一个大夫老爷爷找你，那个大夫老爷爷好臭。大夫老爷爷，要知道，小春花他们几个平日里给8只兔崽子清屎时，那是完全不皱一下眉头的。真臭！原本想找时间去一趟苍梧镇的，没想到这冤大头竟然自己送上门了。苏姑娘，周大夫一时都看呆了，直到篱笆墙跟边，一道浸满寒意的声音悠悠响起，方将神游老远的思绪给拉了回来。原来这位便是周大夫。先前呀，常听霍儿提到，快进来喝杯茶吧。苏白氏看了一眼院墙根的萧景寒，嘴角的笑意都快堆不下了。瞧瞧瞧瞧，就连这么上年纪的老家伙多看了霍儿2眼，他都吃醋，分明就是对霍儿有意呀。麻烦苏老夫人了，我坐这儿便好。苏画唇角轻扬，随后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竹筒，用指尖沾起了一点点水珠，轻轻洒在周老大夫头顶上。苏姑娘手中是什么药水？老夫竟从未见过。这臭味一消，周老大夫的思绪也逐渐清明了起来，示意药童将带来的2封点心给送上。周大夫人来就好，可不兴这么客气，这不是什么药水，不过是用后头山上一点野花做的花露罢了，倒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而此时老苏家篱笆墙外，一众跟着马车过来瞧热闹的村民们却像是炸开了锅。哎呦，我方才没瞧错吧？这周老大夫竟然给老苏家的小丫头送礼。谁不知道周老大夫10多年前就不出诊了，更从来呀没给哪家病患看病还送东西的。我看着周老大夫对华丫头这神情啊，倒不像是大夫对病人，反倒像是那什么学子请教夫子。这不可能吧？周老大夫可是咱们苍梧镇最厉害的大夫了，华丫头一个小姑娘能叫他什么呀？而人群最外面，远远跟着的绿衣少女死死盯着小院里的一老一少。我倒要看看这苏画究竟还能耍多少小聪明出来。老夫今日其实是为你们村子里一人医治而来，不过呀，他的伤势着实有些怪异，老夫当真是见所未见。如何怪异？那人说他的手腕是被村子里的狗给踩伤的，可我瞧着既不是普通的骨裂，又不像一般的脱臼，实在不知从何入手啊。可苏画嘴角的笑意则是微微一滞。被狗踩伤？周大夫方才不会是给孟家治伤来吧？苏姑娘也去孟家看过，姑娘可知孟家小儿这手上的伤究竟为何这么怪异啊？究竟该如何才能治好？我没看过，不过孟福的手腕是我踩的。什么？你就是孟家嘴里的那条狗？你这样说话好吗？苏画当即扫了个白眼给老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苏姑娘厉害呢。我方才就一直在纳闷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踩出这样巧妙的伤来？原来竟是孟姑娘，这就不奇怪了。其实周老大夫想踩这样巧妙的伤，或是要治这样的伤，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将人体所有的经络关窍各处穴位悉数熟记便可。人体所有的经络关窍各处穴位？周老大夫惊呼出声，望向苏画的目光更是一片震惊。经络关窍穴位可全属于失传已久的银针刺穴的范畴。我们大禹朝医病救人，向来都是望闻问切，开方拿药。对于银针刺穴，
向来只听过遗留下的只言片语，便是我的大师兄也只知一二而已。周大夫，可否借纸笔一用？哎，自然。此时此刻，周老大夫都激动的双手直哆嗦，过了好半晌才开好药箱。苏姑娘，请。苏画素手轻抬，接过第一张纸，执起笔，3两下便在纸上勾勒出了一只右手，旋即在画像手腕处轻轻那么一点。这是阳骨穴，旁边是阳池穴，边上是外关穴。孟府手腕上其实并非骨断，只是简单的穴位错位罢了。正要提上穴位名，可是却突觉不对，便见苏白氏和3个小萝卜头全都直勾勾地看着自己。是啊，老苏家一窝大大小小的白丁，原主亦是大字不识一个。这受孟婆点化，会一点点画画勉强可以解释，若还会写一手好字，似乎有些过于离谱。而且外头还有那么多村民看着呢。我来吧。少女侧头，便见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正执着笔，在她方才说过的几处穴位刷刷而落。小院篱笆墙边，孟云儿望着苏画身旁的男人，一双水眸瞬时盛满了惊艳。我们上河村什么时候有长得这般俊的人了？苏画定了定心神，抬手指了指画像中的手腕上方，以此再往上的腕背横纹线，便是太渊穴、大陵穴、神门穴，分别归属于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往左侧则是阴溪、通里、天历、列缺、经渠、内关。少女红唇一张一合，清冷的声音融在微风里，落在男人鼻尖上。而从始至终，周老大夫都是头颅微垂，仔细注视着白纸上逐渐被填满的穴位和经络，一双老眼不知何时蓄起了泪花。人生70古来稀，自有记忆以来，便一直跟在师父身边学艺。每每听师父提及饮针刺穴，话语里透露出的可惜与憧憬，时隔多年，依旧历历在目。期间提到的几个穴位，与苏姑娘方才所言分毫不差。足足半个时辰后，苏画从萧景寒的手中接过穴位图，大功告成。待苏画转过头，却见周老大夫不知什么时候退得远远的，一双眼睛红得像个兔子一般。让苏姑娘笑话了，我真是高兴啊！银针刺穴竟然在这世间还有重现天日的一天，我师父若是泉下有知，定也会喜极而泣呀。苏画挑眉，将图纸递过去。学医之人嘛，他理解，多为一痴。可周老大夫瞧着少女施施然递来的图纸，差点一个趔趄摔在地上。这穴位图，给我！哎呦，这不行，这怎么行呢？银针刺穴可是杏林界无数人趋之若鹜的独门一方，方才我就那么瞥了2眼，便不敢再多瞧了。这样的宝贝，哪家师门不是当眼珠子似的护着，恨不能设下数不清的机关来守着。哎呀，他可倒好，就这么轻轻松松的送人了。哎呦，要是被他师门里那些老祖宗晓得喽，怕是气得得从地底下直愣愣的钻出来哟。喂，我师门如今在我这里就剩我一个，而且我师门向来主张弘扬医学，互通有无，而非空守着一门本领，固步自封。我相信这人体穴位图在周大夫这儿定能发挥出更大的用处。苏姑娘大意，老朽自愧不如。周老大夫双手郑重地接过图纸，看向苏画的眼神宛如看向神明。姑娘放心，这穴位图周某定当珍之重之。萧景寒倚在墙边，看向日光下的少女，那双精致的眉眼中亦是闪过了一分惊讶。哎呀，相处的越久，便越是觉得她真像是一个蕴藏丰富的宝藏，令人忍不住想去探寻更多。而这一幕看在篱笆墙外的上河村人眼中，
却像是一滴沸水猛地丢进了滚烫的油锅里，瞬间炸开了。哎呀，我没看错吧？这周老大夫竟然朝着老苏家的小丫头行礼。没错呢，而且我瞧见呐，这周老大夫的双腿都在发颤呢，像是要给苏坏丫头给跪下了。那纸上写着的是些老式子玩意儿啊，周老大夫咋像捧着个稀世宝贝似的？然而这一声高过一声的议论声听在孟云儿的耳朵里尤为不舒服。不过是一个没啥本事还喜欢坑银子的老家伙罢了，连我阿兄的手腕都治不好，能有几分真本事？要不是旁边那位俊俏公子帮忙，怕是连大尾巴狼都装不下去。苏姑娘大恩，周某永记于心。苏姑娘若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只要是我周某人能办得到的，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倒是不必，只是周大夫那儿可有银针借我一用？没问题，这银针包在我身上，别说一副银针，便是多几副都行。今日去孟家先前赚了70两，后来那个孟老爷打坏伤药，又要了一盒新的，便又是50两，足足120两。想必打造一副银针已经绰绰有余。此时一旁安安静静的倚在墙边的男人听得他们二人对话，深潭般的双眸中不由泛起了一阵涟漪。原来他今日费尽心思弄这一遭，竟全是为了我的腿。待谈好银针一事，周老大夫一心惦记着要回去钻研穴位图，便同老苏家人告辞离开了。若是孟家儿郎再来找周某看手腕，无妨，届时多收点银钱便是。孟家老爷孟永富可是我们这儿10里8乡有名的小员外，整天就担心钱花不完。明白了。周大夫，您老这就走了？要不去我家里喝点茶水，吃点山野果子？是啊，周大夫啊，上次多亏您给我老娘开的药，还不收诊金。哎呦，我老娘病好了以后，可一直惦记着您呢。方才周大夫是给老苏家做什么呀？是给华丫头看病吗？是不是华丫头痴傻症又犯了呀？滚你丫犊子！你才痴傻又犯了呢！咸吃萝卜淡操心的玩意儿，这一张嘴竟是会喷粪。有这闲工夫，那还不如赶紧去挣银子去。都30好几的人了，还老光顾这么一条，小心打一辈子光棍，到地下都没脸见你祖宗！呸！这下，旁边满目八卦的人也一时纷纷闭上嘴。他们为啥从来不进老苏家院子？嘿，就是因为苏白氏这张利嘴呀。今日老朽来上河村，主要是来拜访苏姑娘，请教一些问题。天色不早了，乡亲们若是有头疼脑热的，都可以去周家药房找我。说罢便朝苏化挥了挥手，驱车离去。上河村人望着渐渐远去的马车，一个个愣在原地。我方才没听错吧？请教老苏家的小丫头，这咋可能？嘿，苍梧镇谁人不知啊？这周老大夫向来医术最好，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痴，能让他破了10几年的规矩，颠簸到我们这偏僻的村子里来，便也只可能是因为医术了。一个13岁的女娃娃，大字儿不是一个，会啥医术吗？旋即却又不约而同地想起13年前看到的场景。那一日，小苏话一出生，便有千万只鸟儿从4面8方汇聚在村尾上空，接连唱了1天1夜的歌，更是有高僧为他批命，乃是世间少有的贵人命格。什么世间少有的贵人命格？若真是贵人命格，又怎么会痴傻13年，令人欺凌，连冯朗都抓不住？不过这傻子最近的变化确实是很大呀。自打破庙捉奸一事之后，他突然间就不傻了，不仅想出个口味梭罗的生意去捞银子，而且还会了医术。先前救了秦公子，如今更是引得这个老家伙亲自前来请教医术。再一个，他现在似乎看着瘦了不少啊，从原先的黑熊精一下成了小奶猪，这面上的肌肤更是白嫩了数倍，赤子看着比我都好，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孟云儿想到这儿，水眸忽的一怔。是啊，一个人就算是不吃啥了，也不会变得这么彻底啊，除非他根本就不是苏画。
对于村里人的各种议论，苏画此时完全不知。小姑，天色不早了，咱们不如开始做这香辣紫苏扇片，还是做黄瓜焖鳝鱼吧。二爷爷家黄瓜藤上新摘的，正是最嫩的时候。你这是去二爷爷家偷瓜啦？没，我这是用中午留下的一块糕点跟铁蛋换的。咱家黄瓜地还没开花，这不想尝尝小姑说的黄瓜鳝鱼味儿吗？还是手撕盘龙鳝好吃，这名字一听就威风。不管是香辣紫苏扇片，还是黄瓜焖鳝鱼，亦或是手撕盘龙鳝，统统可以安排上。另外，烤泥鳅和泥鳅蛋汤也可以。经过快1天的时间，黄鳝和泥鳅屠杀已经吐得干干净净了。小姑，这盘龙鳝咱们是直接吃吗？里头的内脏也能吃？大郎三兄妹排排蹲在灶堂前。这黄鳝的内脏太脏，吃了容易在肚子里长虫子。苏画轻笑着摇头，捻起了一条盘龙鳝做示范。像这样，从脖梗往下咬，一口将肉和内脏分开。盘龙鳝煎得外焦里嫩，裹着红彤彤的辣椒，一口下去，香辣瞬间在口腔席卷。好吃。另外一边，村委木屋门扉为动。姐，您找我。自从顾城一役，他家爷中毒后，便一直隐在了上河村，再无任何消息。直到今日，才终于收到爷请来的信鸽。一份送去镇南大营，交给雪老；另一份送去西戎，交给于磊，让他们尽全力寻云莲和魂断。爷的丹青我自是见过，却是第一次见爷画这弱唧唧的花。自打跟着爷这些年来，便从未见爷什么时候热衷过风花雪月，向来都是一个靶子一支箭，绝不白费功夫的。爷，这画上的2样花，莫非是？正是。啊，爷的黄泉之毒终于有解了，1个月了，薛老终于研制出来解药了，太好了。话到这儿，他却是突觉不对。这解药若是薛老研制出来的，爷又怎么可能会让薛老去寻其中一味药？而且还是拿着画像去寻。薛老当时说过，这南疆的黄泉之毒他束手无策，薛老是大禹朝神医，连他都没办法的毒，如今却有了解药。莫非还有旁的人比薛老还厉害？待送完这信，便在府城四处找找看，有没有像这兰花一样好看的花。好看的花？在这一刻，10多年的冷静自持似乎一瞬间都跑得无影无踪，整个人傻在了原地。这真是我家爷？莫非这黄泉之毒已经侵入到脑袋里去了？翌日清晨，苏画是在一片幽香中醒来的。一抬头，便见窗边的木桌上正摆着一盆春兰漏山红。这不是萧景寒案几上的花吗？这几10万的花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确实是喜欢这花，难道是我昨夜梦游去他家偷过来的？这时苏白氏瞧着女儿盯着花盆，脸上瞬时闪过了几分笑意。这兰花呀，是景寒小子今日特意一大早送过来的，说是这个花他养不好，想让你帮忙养着呢。哎呦，老婆子我可不懂得什么花呀草儿的，不过我懂我闺女的心思呀。这小脸上的惊喜，分明就是欢喜这花，只怕是景寒小子见花儿喜欢，特意送来给他的。花儿，赶紧洗漱吃饭，今儿个不是还要去清远县的吗？景寒小子在外面呀，等你许久了呢。萧景寒，他也去清远县吗？家里这几日忙着插秧，统共是7亩地，也不是个轻松活。你那3个哥哥呀都得干活，我就让景寒小子陪你一块儿去。啊，对了，还有小春花，那小丫头懂事的紧，你今儿个带她一块儿去清远县。姑娘家的，多出去走动走动，多见见世面，那也是好的。我自个儿会赶牛车，不必麻烦萧公子。先前去清远县的那次，一路上太过无聊了，苏画便让苏大虎教他赶牛车。如今他一个人赶车也能赶得很不错了。这一带可是有匪患，你一个姑娘家去，娘如何能放心啊？虽然他没有亲眼瞧见过萧景寒的功夫，可是单从他杀野猪、猎野鸡和野兔，便知道他身手定是不赖。而且有春花跟着，
也不用担心被人传风言风语。行，一切都听娘的。咱家娘亲似乎早已忘记自己女儿天生大力一事，一般人根本进不得我的身。瞧着你最近瘦了许多，先前的衣裳已经有些大了。昨日给你改了一件襦裙，你暂且就先穿着，待农忙过后，娘再给你扯布做件新衣裳。娘，这些衣裳够多了，改一改就能穿，不用再去扯布。你这丫头，姑娘家的衣裳哪里有能嫌多的呀？再说了，待今日呀，为娘去下河村和梁家通个气儿，定下3户的婚事后，不也得去准备布匹等一应物实吗？没道理给未来儿媳买，却不给自己闺女买吧？啊！今日去下河村，看来我很快要有未来三嫂了。那才问明，起码也得几个月，哪有这么快？不过能把3户的亲事定下，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算是落了地。苏画抬步出了门，便立刻被院中一道天青色的身影所吸引去了视线。苏姑娘，早。早，新衣裳很适合你。苏画扬唇一笑，抬手指了指窗旧边的春兰楼山红。放心，这兰花我定会给你照顾好，到时候争取让它长一窝小楼山红出来。是苏婶子手艺好，至于楼山红，交给苏姑娘我很放心。竟是娘做的衣裳，难怪昨日下晌到晚上，娘一直待在屋子里，感情都是给她缝衣裳去了。花儿，快来吃早食了！苏画走进灶屋，喝下一口热乎的面汤。二哥，你有事要和我说？往日里3个哥哥哪一个不是一吃完饭便颠颠跑去干活了，生怕歇一下。今日我这二哥倒像是一直守在灶屋等我出来一样。是，花儿这都猜到了。昨日便想和花儿说，可一直没找着机会开口。是你二嫂的事。苏二虎见他不接茬，只得低叹一声，又接着说：你二嫂平日里便有些喜欢贪小便宜，前日孟云儿找到她，给了她一盒香脂，说是要她帮孟家偷苏罗方子，事成再给银子。前天晚上她被王二狗他们迷倒在灶屋前，是因为去偷方子，而不是他说的饿了找吃的。秦玉成送御史的消息也是他传给孟家的。不是，月娘她虽然有些小心思，但心地绝对不坏，御史的事情绝对不是她做的。只是这梭罗方子，她是想弄到方子后换掉其中几味药材，然后给孟家一个假方子。二哥说是要给孟家假方子，随便编造几味药材不是更容易？或者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商量，更甚至告诉你一个人，你们夫妻一起想对策也行。可他都没有。给孟家真方子假方子这事儿我不管，可单论跑去灶屋偷方子这一点便很有问题。苏二虎闻声，脑袋瞬时垂得更低了，脸上也是臊得黑红一片。苏花叹了口气，正巧透过窗户见到钱氏牵着春花出来。今日去县里，要是见到什么喜欢的漂亮的，都叫你小姑买，知道吗？你小姑呀不差钱。说这种话不应该躲在屋子里悄咪咪说吗？而且前不久才用这话让周老大夫去坑孟家，孟一听到真的娘有种风水轮流转，一下就转到自己身上的感觉。这事是二哥不好，没管好月娘。花儿若是想打想骂，尽管朝二哥来，二哥绝无二话。苏二虎其实也知道月娘是何心思，要不然他也不会愁得一整夜都没睡。望着男人眼下厚厚的青黑，苏画心中微叹。方子的事情便到此为止吧。孟永富属于碰到条狗都要从狗身上拔一根狗毛的人，二嫂以后还是少同孟家接触为好。钱是有小心思，但比起孟永富来还完全不够看的。要是真用什么假方子去坑他，指不定得惹出多大的事端来，到时候一样得老苏家去给他擦屁股。人管人永远管不会，事管人一管就会。咱老苏家3个哥哥，大哥腹黑聪明，3哥粗中有细，唯有2哥对数字最为敏感，天生的商贾之才。原本是打算将来家里生意做大后让他挑大梁的，如今倒是得再看看，毕竟世界上最厉害的风便是枕边风。从上河村驱车去清远县途中会经过苍梧镇。卖包子嘞，热乎乎的大肉包啊，2文1个，买到就是赚到。馒头，暄软的大馒头，
1文钱一个，比小肉包少1文，还比小肉包垫肚子嘞。卖羊汤喽，咸掉舌头的热羊汤喽，5文钱1碗，有肉有菜又有汤，比肉包子实在比大馒头好吃喽。辣炒螺肉，麻辣鲜香的螺肉啊，和上河村苏家兄妹的口味梭罗同一条河里捞的大石螺，1个铜板1两螺，9个铜板买1斤，比包子馒头羊汤都实惠嘞。正津津有味听着摊贩们你拉我踩的少女，瞬时一个支棱。拉踩我还可以理解，可这指名带姓，连家庭住址都带出来，未免太不讲武德了些。这声音好像有些耳熟啊。便见刘寡妇带着刘春牛正在老苏家原先的梭罗小摊上放肆地吆喝着，面前还摆放着1大桶的辣炒螺肉。不仅如此，在刘家螺肉摊边还摆着好几个各色炒螺摊子。如今大家卖螺肉虽然竞争激烈，但看上去每个摊上的生意似乎都还行，比一旁单纯卖青菜野菜的生意强很多。不得不承认，这古人的智商很高，起码这模仿能力便是一绝。突然间，牛车一个转弯，车轱辘刮到石头上，发出一道刺耳的摩擦声，整个人便随着牛车不受控制地往前砸去。小姑，你也晕车吗？你若是晕车，不应该让锦寒叔叔抱着你吗？为什么是你抱着锦寒叔啊？苏画猛地一睁眼，好家伙，眸前全是一片天青色。那个小姑确实有些晕车。春花是不是也晕车？要不要坐到车沿上吹吹风？我不晕车，哎，是我娘常常晕车。每次晕车，我爹就是这么抱着她的，抱一抱她就不晕了。你娘晕车？可她几乎不坐车啊。自从租了老村长家的牛车后，二哥倒是经常赶牛车去苍梧镇，可前世这段日子绝大部分都在家里，根本没机会坐车，又咋会晕车？好几次我从炕上被吵醒时，见到我爹抱着我娘，他都说是他晕车，所以要抱抱呀。炕上晕车？苏画听得眉心直跳，脸上好不容易褪下去的红甚至更甚了。炕上晕的哪门子车？前世虽然牡丹到死，可再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啊。我这二哥二嫂当真是还让春花给瞧见了，瞧见就算了，还给个这样的破理由。现在好了，这话题让我转移的当真是一言难尽。忍不住悄悄瞥了瞥前面赶车的男人一眼，只见他背脊挺得笔直，似乎完全没听懂他们俩的对话。小姑脸咋这么红？是不是身体受凉发烧啊？小姑确实很烫，这可咋办？咱们是不是要下车弄点水，搭个凉帕子盖额头上？不用了，还盖额头上，不如直接将我整个盖起来埋土里好了，省得尴尬的抠出31听出来。杏眸微转，落在车厢角落的大叶包上。可是当苏画刚要将太极图塞入嘴里时，耳边又传来春花惊疑高呼的声音：小姑，你昨日不是还说这太极图的内脏吃不得吗？这肚肚里会生虫。一路上除开先前的车轱辘卡到了石头外，萧锦寒后面赶车都赶得是又快又稳。今日苏画来清远县，一来是为买马车，二来是寻摸着合适做麻辣烫的摊位，这三来则是来买熬制麻辣烫底料所需要的香料。那个是糖葫芦，现在这儿人多不方便，待会儿咱们下了牛车，小姑给你买。以前家里穷得慌，苏白氏连大米都舍不得买，又怎么可能给小家伙们买点心？嘿，糖葫芦可真好看，我就是看看，不喜欢吃，不要小姑买。都没吃过怎么会知道不喜欢呢？小娃娃们都爱这口，一口下去，糖衣裹着山楂，嘴里全是酸酸甜甜，好吃的紧。他娘是个凡事都想占一分利的，他倒完全相反。可春花正要说话时，却听得身后哐当一声巨响。前面的人是怎么赶车的？没长眼睛吗？
赶个牛车还这么慢，要是将我们家小姐撞出个好歹来，你们担当得起吗？便见是一个黄衣丫鬟正站在牛车前，满面怒容。哼，果真是乡下来的泥腿子，一点规矩都不懂，撞了人还不赶紧去给我家小姐道歉，仔细你的皮呀！撞人了还要道歉？苏画嘴角轻扯，抬眸瞥了一眼后头撞在牛车车厢上的马车。看什么看？再看你也买不起，还不赶紧道歉？要是耽误我家小姐赶路，只怕你赔不起。耽误你小姐赶路，她难不成赶着去投胎不成？究竟是谁撞谁，你瞧不清楚吗？我前面的还能撞到后面去，你以为玩碰碰车吗？因着今日清水县街道上的人很多，一进主街道，萧景汉驱车的速度便慢了下来，分明是后头的马车自己不小心撞上来的。想碰瓷也得看我苏画准不准。什么？他这是在咒自家小姐去死？放肆！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家小姐是谁吗？一个乡下女竟然敢出言不逊辱骂我家小姐，赔上你这条狗命都不够。说罢，身侧的手已经扬起，然而刚要扇出去，手腕处却倏然一痛，只听啪的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苏画抓住他手，反手就是一个耳光。脑袋有病就回去治好了再出来，省得到处问别人你家小姐是谁。还有，乡下人不吃你家大米，没欠你的，别一口一个泥腿子乡下女，再让我听到直接揍你。你居然敢打我！他死死盯着苏画，狠狠的一甩袖子，朝后面的一众家仆怒斥出声：一个个还愣着做什么？全都眼瞎吗？还不赶紧给我上！赶紧抓住这个以下犯上的死丫头，给我往死里揍！丫鬟的话音一落，马车周围10数个身穿深蓝短打的汉子一应而上。难怪敢这么嚣张，原来是仗着人多势众啊！这一个个的都吃啥长大的？咋长得这么吓人？雄赳赳气昂昂的家丁们瞬时嘴角直抽抽，长得吓人是这么用的吗？哼，现在知道怕了，死丫头！你要是知道怕了，就赶紧跪下求饶，再给我磕10个响头道歉。我要是高兴了，今日兴许还能饶你一命。真是好怕怕哦！不过这下跪磕头什么，对你们做奴才的来说是家常便饭，兴许心中还欢喜的紧。但我们乡下人可不兴这一套，膝下全是黄金，只跪天地，跪父母，不跪旁人，做不来你们狗奴才那一套。对，小姑说的对，咱们只跪天地，跪父母，不跪旁人，更不会跪狗奴才。一口一个奴才，直接气得黄衣丫鬟胸口剧烈起伏起来。好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今日是不想活了，都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上！苏画见状，立马装起了可怜。各位叔伯婶婶，大家可都瞧见了，今儿个是这主仆俩仗势欺人，仗着自己是城里人就欺负我们乡下人，不仅撞我们牛车，还反要我们下跪道歉。我们不愿就要打我们，若是闹到衙门去，叔伯婶婶们可定要帮我们做个见证啊！一边是丫鬟的嚣张跋扈，一边是少女略带哭腔的声音，这一下便让围观的百姓激愤起来。姑娘放心，我方才瞧见了，是他们车夫自己赶车太快，不拉着缰绳，才撞到你们牛车上的。对，撞了人还反要被撞的人道歉，咱们清远县可从来没这规矩。咱们乡下人咋了？要不是咱们乡下人种粮食种菜，他吃啥？难道天天吃土吃风吗？仗着自己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就欺负咱们乡下人，我王多鱼头一个不依。哎，说得对，一个做奴才的大白天的就敢这么嚣张，分明是恃强凌弱。待会儿咱们一定陪姑娘一起去县衙。这一声高过一声的怒斥声，激得黄衣丫鬟胸口的怒火全然窜起。打，都给我狠狠的打！今日我就要让这死丫头知道，什么人惹得，什么人惹不得。怒斥声刚落，苏画便听得一阵破风声在耳旁穿过。哎呦！只见方才还威风赫赫的家丁，连人带棍被踹翻在地，嘴里正嗷嗷的叫唤个不停。远处黄衣丫鬟脸上的得意还未收下，望着已经倒了一地的人和棍，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你想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可是京都卫府的人，你要是敢乱来，你就死定了！
而这时，一直紧闭的车帘终于被掀开。哎呀，我的个天娘啊！这小姑娘怎么能长得这么好啊？是啊，她这面皮儿好像比那粮铺里的面粉还要白上3分呢。还有这眼睛，哎呦，水汪汪的一片，像是咱家后头的山泉水呀。她这衣裳也很好看呀，不知是什么料子的，我咋在咱们这清远县都没瞧见过呀？还有这一脑袋的金钗玉饰，得不老少银子吧？苏画闻声瞧去，眸中亦是闪过了一丝惊艳。公子，今日是家怒无状，闹出这些事端，不过凡事有个先后，若非你们的牛车走得太慢导致撞车，那也不会。然而还不等他话说完，便听得一声重击，便见秋霜被萧景寒一棍子扫在地上，吐出了一口鲜血。公子未免太过无礼，秋霜一个女儿家，你居然也下得去手？15年来，哼，还从未有过男子敢如此不给本小姐面子，更何况还是在这鸟不拉屎的小破县城里。这男人当真是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啊！这么好看的小姑娘出面，他都完全没有一点好脸色。在我这儿，向来没有不打女人这一条，谁要敢欺负我的人，我便打谁。这家伙此刻似乎有一点点帅呀。不过什么叫他的人？我可不是他的人。小姑说的对，景寒叔帅爆了。男人如玉般的耳尖动了动，迅速染上一抹绯红，嘴角亦是不可察地闪过一丝笑意。小姐救我！当真是晦气。去吧。小姐的脾气她最是清楚，若是她敢忤逆，只怕回去更是吃不了好。对不起，你说什么？声音太小，听不清啊。秋霜猛地一见到眼前放大的脸，直接吓得嚎出狼叫。你凑这么近做什么呀？人吓人要吓死人呢！这就对了嘛，拿出方才你骂人的那个声音来道歉才对嘛。对不起。再大声点儿。对不起。再大声点儿啊！对不起。直到周围四周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苏画才终于满意的点点头。这才乖嘛，以后可别再张嘴闭嘴就是骂人，给你主子丢人。还在下面磨磨蹭蹭做什么？还不赶紧上来！难不成要我去扶你？小春花站在车辕上，望着秋霜慌乱地往马车上爬的背影，撇了撇嘴。小姑，他先前骂咱们是狗，我看他才像狗呢。他家小姐叫他道歉就道歉，叫他回去就回去，这不比咱们家小黑还狗吗？最后还不待秋霜坐稳，车夫的鞭子便扬了起来。春花说的正是，不过咱们家小黑是好狗，从不乱咬人。来，小姑带你去买糖葫芦吃。嘿嘿，景寒叔已经买了。苏画转过头，便见男人逆着光走来，指节分明的大手正举着5串红彤彤的糖葫芦。萧景寒分出1串递给了春花，剩下的全塞给了苏画手中了。你买这么多做什么？春花吃不得这么多，会长蛀牙。这里的山楂个头大，上面裹着的糖花也厚，春花要是一下全吃下去，怕是明天就得叫着牙疼了。大郎、二郎、春花，还有你，1人1串，不会长虫牙。我早已经不是吃糖葫芦的年纪了，我倒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细心，连家里的几个小娃娃也都想到了，难怪娘这么喜欢他。没有什么年纪就不能怎样的年纪，只要喜欢便可以吃。萧景寒眉头微挑，带着2人上了牛车，徒留一地瞠目结舌的百姓。哎呀，这小郎君未免也太宠他婆娘了吧！方才这什么京都魏家小姐，一看就出身不凡，他一点面子都不给，说打就打呀！哎呀，我看呢，明明是买糖葫芦更宠啊！谁家娘子这么大了还吃糖葫芦的？难怪能吃得这么胖呢。这小郎君除了腿脚不好，那通身气派可是比方才的魏小姐强太多了呀，还这么宠妻。我要是没嫁人，我都想嫁他了。哎呦，快别说了，再说下去啊，我都想休了我家那老匹夫了。
这人比人呐，真得扔。苏画坐在车厢里，身后一声声的议论声像是潮水一般的袭来，听得他耳根发烫。小姑，他们嘴里说的小郎君和婆娘是指简寒叔和你吗？这话一出，空气就莫名安静了许久。怎么会？你定是听错了，萧公子，方才那一对主仆口口声声嚷着的京都魏家，你听过吗？苏姑娘这是怕了，方才扇巴掌的时候可是英勇得很呢。反正我才扇了一个巴掌，可不像萧公子，手一伸脚一抬就把人家12罗刹全撂倒在地，末了还要打掉他大丫鬟一颗牙。萧公子都不怕，我怕啥？可真是个小没良心的，方才也不知道是因为谁我才在大街上喊打喊杀，当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呢。我这不是担心麻辣烫生意出事未捷身先死吗？当时反山秋霜耳光确实是在气头上，如今2世为人，还从来没被人扇过巴掌呢。虽然这张脸还有点胖，但和我的膝盖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便是再来一次，我还是会扇回去的。果真是钻钱眼里的小貔貅啊！放心，魏家小姐就是来清远县走走亲戚，不至于为一个麻辣烫摊子大动干戈。毕竟世家最是要脸面。牲口市场位于清远县的城西尽头，3人刚刚走进来，卖牲口的小贩们吆喝声便瞬时更响亮了几分。哎，小姑娘，要买驴子吗？我家这头驴好啊，跟着我10几年了，还皮光水滑的。卖牛嘞，任劳任怨的大水牛，买回去不仅能拉车，还能耕地，最是划算呐！卖马喽！我的马全都是4肢强健、力大善跑，而且黑的、白的、红的全都有。姑娘，请随我来。那一匹白马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马，不仅性格温顺，这长相更是一绝呀。县城里有不少小姑娘家看着都喜欢呢。既然这马儿这么好，咋一直没卖出去？在下也不瞒姑娘，这白马呀，虽然长相好，但价钱也比一般的马要略高那么一些。一般来买马的大部分图实在，同样的马儿自然会选价格低些的，除非是姑娘家。哼，这话说的，感情姑娘家就是些大冤种。姑娘若是喜欢哪匹马，都可以喂点糖试试。我这儿的马一匹匹全是实在能干的，绝对不会亏了你。他在这牲口市场做生意这些年，向来做的都是回头客的生意，一双眼睛更是已经练了出来。眼前3人虽然都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衣裳，但全是细棉布料子，一看就是家有小产但不多的人家。马贩子叔叔，这白马多少银子啊？春花与白马小眼瞪大眼，马贩子嘿嘿一笑，伸出一根手指。我虽然没有爹爹那样会数数，但起码的1、2、3还是能认得的。这是要1两银。马贩子闻声差点没被自己口水给呛过气。一两银子，你卖一匹给我好不好啊？这是100两，100两呐！我的个天爷呀！100两，掰着小手指，试图想要数清楚100两究竟有多少。100两买匹马，那真是宝马了。按这马贩子的意思，马的颜值溢价似乎占比很大，不知秦玉城的小白是不是得要好几个100两？萧景寒抬步走到了马厩角落，指了指角落里的马儿。那匹马怎么卖？公子好眼光啊！这一匹呀，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战马，那不仅模样长得俊，这脚程和力气更是没得说呀。唯一的美中不足，便是这前蹄在战场上是受了点小伤，如今还没好全。公子要是喜欢这匹马，我可以便宜点给您，如何？我这里的马全是好马，至少30两一匹。这一匹25两给您，可行啊？只见马厩尽头卧着一匹神清古俊的高头大马。10两。什么
是10两，这可不成啊！这位爷，您这么砍价，这不是让我做赔本生意啊？最差的劣等马都得18两，这可是战马，要不是腿伤，起码得跟白马一个价。你会不会赔本？赔多少我们不清楚，但我们清楚，这马儿若是再卖不出去，你可就要砸手里了。到时候不但赔了马钱，便是这些天的草料钱都得赔进去。在大禹朝，战马是不可随意宰杀的。再者，从这马身上的血包来看，便可猜测这里的神怕是不会处理这一类伤口感染。小姑娘，要不再添个2两银呢？想当初花10两银子把这匹马买过来的时候，那马蹄上就只看着有一条蜈蚣大小的伤口，哪成想啊，都过了半个月了，这马不仅没卖出去，那小伤口居然长成了如今这么个大血包。既然摊主不肯割爱，那我们还是先去别处看看。苏画悠悠叹了口气，拉着一大一小转身就走，动作没有一丝犹豫。哎呦，慢点儿，我的姑奶奶呀，卖，10两卖给你们。哎，卖吧，再不卖掉的话，只怕连10两银子都没了。以后再要有生意，一定还会到你这儿来。哎，好。马贩子脸上笑容有些勉强，哼，他都不知道究竟是该期待他们下次来好，还是不来好了。若是还想再吃这糖，便跟我一块回家去，保管你每天吃到撑。可几乎是他话音刚落，抬脚就跟在苏画身后。嘿，这真是那匹宁愿饿死也不吃东西的马吗？要吃麦芽糖，我这里也管够好不好？什么时候见他这副田马样了？真是撞了邪了。因着大黑马的腿伤现状并不是很好，苏画今日便没去买马车车厢、轮轴等等，而是找了一家药铺，买上一些消炎止血的草药，又同药铺伙计借来一把小刀。大黑马有空间水珠的诱惑在，再加上萧景寒还在一旁摁住，手术全程都十分乖巧。小姑，咱们要不要给这大黑马取个名字呀？马儿浑身黑漆漆，又高又大。趁着小丫头那句大黑还没说出口之前，就赶忙出声道：他有名字了，他叫墨宝。墨宝是不是就是说黑漆漆像墨一样，而且还是家里的宝贝啊？这名字听着好像比大黑要好一些。老苏家的娃娃们最喜欢取名字，连家里的老母鸡和小兔崽子们都没放过，叫出来的名字全是什么大黄、2黄、3黄，一直到5黄，当真是鸡听了都摇头。等处理好墨宝的伤后，苏画便在城中4处的药房将熬制底料所需要的11味香料全都买齐了。当他们3人赶到学堂的时候，学堂下课的钟声正好敲响。阳春面喽，热乎的阳春面，10个铜板1大碗，好吃又管饱喽。馄饨，刚刚包的新鲜馄饨，皮儿薄馅儿大，肉馅儿的、菜馅儿的全都有嘞。卖羊汤喽，刚宰的新鲜羊肉，吃一碗浑身都暖和，大碗小碗都有啊。卖馅饼，刚出炉的大馅饼，5个铜板1大个，外酥里嫩。天天都是这几样，就不能换点新花样来卖啊？这看都看腻了。唉，不少学子听着吆喝声都过来瞧，但却是一脸失望的摇了摇头。要不我明儿个再换个馅料，鸭肉馅、鸡肉馅怎么样？不管是鸭肉馅还是鸡肉馅，不一样是馄饨。听说天香楼又出新菜色了，咱们一块去瞧瞧怎么样？这话一出，10来个学子亦是眸光一亮。那咱们看看去，反正不远，走过去也快。天香楼的东西也干净，不至于像小摊上吃了容易闹肚子。哎，走，天香楼楼上风景好，咱们一起点几个菜吃，还能饮个茶做诗，当真是幸事。苏画抬眸去了一眼天色，他和春花要了一碗馄饨，萧景寒则是点了一碗阳春面。老张平日的生意也是这样吗？哎，以前还算好，这里本来有个包子摊儿，生意向来最好，不仅学堂里的学子喜欢吃，
便是附近的住户也常来买。直到1个月前，有个学子吃他家包子闹肚子，最后不知怎的，差点闹出人命。那学子的家人来找麻烦，包子摊摊主不但赔了不老少钱，自此他家的包子更是没人敢买，连带着我们这些小摊的生意啊，也差了不少。话落，汤中滚沸的馄饨正好熟了。姑娘，小心烫啊！多谢。这碗中有20来个馄饨，一个个皆是晶莹剔透。这馄饨汤没有小姑和阿奶做的香。萧景寒也端着面条过来坐下，一是赞同的点点头。这一大一小，最近只怕是嘴巴养刁了。家里每日用的水，我都掺了空间水煮，便是随便扯点菜叶去煮，味道都不会差。不过麻辣烫里就不用加空间水煮了，这水珠的效用太大了，倘若被人发现端倪，顺藤摸瓜找上我就不美了。3个人都不是浪费食物的人，走之前都将碗底的汤全都喝光了。小姑，咱们以后要在这儿做麻辣烫生意吗？春花觉得这儿如何？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苏二虎是个人精，春花亦是不会差才对。这儿的东西不好吃，吃的人少，但小姑做的麻辣烫很好吃，愿意花钱买的人肯定不少。借咱们春花吉言，说不定之后麻辣烫生意真能大火到忙不赢了。小丫头咧着嘴笑，更是攥着小拳头拍了拍小胸脯。那我来帮忙。行，到时候咱们就全靠春花了。因着外头有墨宝跟着的缘故，牛车一路上走得并不快。自家娘亲生日，我得想想我送份什么礼物好呢？买个金器不现实，或许可以买个银簪子，或是银手镯。正当苏画想得入神时，衣袖忽地一动。小姑，那铺子前面的人是大姑吗？只见对面街角一间不大的杂货铺下，一个20来岁的女子正呆呆坐在柜台前，双眸无神，眼眶更是一片通红。萧公子，麻烦停一下车。你是花儿？也不知是因为原主残留的情绪，还是因为旁的记忆里那些破碎的片段，更是如幻灯片般的涌现在眼前。阿姐，是我，花儿。居然真的是花儿！花儿，快进来坐。先前听他们说你变化很大，如今瞧了才知道是真大呀，我都快不敢认了。好啊，这可太好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嘴里全是止不住的笑意。来，花儿，先在铺子里喝点茶水。都这个点儿了，应该还没吃饭吧？待会儿我带你回去炒几个菜吃，可不能饿着肚子了。阿姐，不忙做这些，方才我们在外面吃过了，不饿。阿姐，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老王家待你不好？上次我和大哥来县城送野猪肉，连阿姐的面都没见着。王父说是去城郊寺庙拜菩萨求子去了，求子又岂能是一个人的事情？他老王家既然着急要娃娃，便是拜菩萨，自然也是夫妻一起去才是。花儿莫要担心，王家待阿姐很好的，吃穿不愁，只要每日看着这个小铺子，日子也清闲得很呢。既然不错，那方才为何要哭？我这个阿姐心思太单纯了，扯个谎，连脸上的表情都不会管理，便是3岁的小娃娃都能看出不对劲来。我没哭，就是坐在外头，风有些大，眼睛吹着了。很快，苏穗便拿出了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盒子，递给了苏画。这里头是阿姐给你准备的一点嫁妆，先前没来得及给，今日正好碰上了，你拿回去收好。嫁妆？苏画打开卡扣，便见那盒中放着好几块碎银子，还有零星的10来个铜板。苏穗嫁到了老王家之后，从早到晚都守在店里，看店的时候没有午时吃，王老婆子就每日给她2个铜板做午时钱，而这2个铜板，苏穗从来不舍得吃，她全部积攒下来，一部分给了原主买甜嘴，另外就成了她手中的这份嫁妆。阿姐，我和冯子才半个月前已经退亲，
这嫁妆用不着。退亲？哎呀，对不起啊，花儿，阿姐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冯子才他欺负你了？是他嫌我长得胖，人又傻，竟不知何时与孟云儿勾搭上。中秀才之后，更是想方设法要与我退亲，我便顺了他的意。反正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男人好找得很，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冯子才强。说罢，又抬手指了指一旁坐在牛车车辕上的男人。阿姐可还记得他？老萧家长子萧景寒，是不是身形模样全都是上上的，比冯子才强千百倍？苏穗听得一愣一愣的，顺着苏画所指的方向瞧去，眸中不由闪过了一丝惊艳。花儿是心悦于他。对于萧景寒，他自是有印象，没想到当年少言寡语的小男娃出落的竟是这么好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打个比喻。这世上男人千千万万，若是他们待我们不好，定了亲的可以退亲，成了亲的也可以休夫，没必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世间多是休妻之人，却从未听闻休夫的，便是合离的都少见。花儿这话在阿姐面前说说便是，切莫让旁人听到。阿姐没什么本事，这点碎银你拿回去，无论是当嫁妆或是买甜嘴吃都是无妨的。那冯子才不知花儿的好，是他吃亏。苏画定定地瞧他许久，知道今日怕是问不出什么，不由扬唇一笑。阿姐，姐夫现在可在家中，明日便是娘的生辰了。不若我去找他说，你们2人待会儿同我一起坐牛车回去。上河村风景好，到时候在家里多住几日可好？不用了，淳府他今日不在家，你们今日先回去吧，待明日一早我再和他一同回上河村。姐夫这是去哪儿了？莫非又是给铺子进货去了？对啊，最近铺子生意不错，他跑府城进货，自然也跑得勤一些。他话一落，铺子中便来了好几位客人。见他开始忙起来，苏画也没好再多待，约好了明日在家中等他，便告辞离去。车厢内，春花捧着小脸看了苏画许久。小姑，吃个糖葫芦，甜甜的，会让人变开心。我没有不开心，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所以是大姑过得不开心，小姑才不开心的，对吗？这你都知道。开心会笑啊，就像我娘，每日在老苏家都会笑，眼睛里都会发光的那种笑。方才大姑笑的时候，眉头是皱的，眼珠子里也没有神。是啊，连3岁的娃娃都看得出阿姐过得不开心，我又岂能看不真切？10多天前和大哥来清远县，正巧碰到王淳府，喝得人事不省，倒在牛车前。王父说是因为铺子生意不好，才去喝的闷酒。可阿姐方才说的分明，最近杂货铺的生意不错。我看铺子上的货架上面，许多东西都只剩一半或是一小半，没有积灰，看着也挺新，说明进货时间不会太长。种种现象说明，王父当时定是在撒谎。看来明日见着本尊，我得找个机会探查一二才对。苏画正乱糟糟想着事情时，没注意到外头一辆青布马车正好从西边巷子穿过。姑娘今日来找我老婆子，有何事啊？我听人说，若有妖魔邪祟出现，只需来找马仙姑，便万事无忧了。可是真的？苏画3人在回到上河村时，已经快未时了。三婶、周家大婶、夏花嫂子、大妹妹子都在编草鞋啦，一个个都编这么精致好看，要是我，只怕都舍不得穿脚下了。哎，花丫头，听刘寡妇说你家梭罗生意不错了，今儿个是去哪儿回来呀？哎，这后头的大黑马是你买的吗？是不是得要不少银钱呐？哎呀，咋不买一匹健壮的呀？这马儿走起路来都一瘸一拐的，怕是跑不动，岂不是白费银钱呐？对呀，买一匹劣等马，还不如买一头老黄牛或者是骡子，哎，小毛驴也行啊，这可不划算。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来。
至于方才蹲在空地上玩泥巴的小娃娃们，则是纷纷跑到了墨宝的身边，一个个的全都是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似是能将他身上啄出一个洞来。我瞧着这大黑马比孟家那枣红马还漂亮呢。是啊，它眼睛好大，一只眼珠子抵我们好几个，长得也高，屁股还翘。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摸一摸它呢？不成，孟家的枣红马别说是摸，就是看都看不得，说是看了会掉毛，摸了会掉肉。我当时不过是站近了一点瞧，孟福都让我赔银子呢。这是我家今日买的马儿墨宝，不过它蹄子现在受了点伤，待它伤好，和大家熟悉之后，大家可以和它一块玩。娃娃们听到苏画的话，小脸儿瞬时笑成了一朵朵小花，眼神里更是有些不敢置信。那我到时候可以摸摸墨宝的屁股吗？不成，墨宝是女宝，你是男宝，男女授受不亲。好呢好呢，屁股摸不成，那我到时候就摸一摸墨宝的头好了。哎呦，老苏家如今可真是富贵喽，家里银钱用不完，买匹这种伤马走都走不稳，能有个啥用啊？与其把银子扔水里，还不如给你金花婶子用呢。便见刘寡妇手中提着个沉甸甸的木桶，可脚下步伐却是迈得极快，直冲冲地朝着自己牛车这来。这不是前儿夜里孟家非要送咱们家20两银子，不送还不让走。老话说得好，这意外之财就得赶紧花完。正巧碰到墨宝，这不就恰好买下来了。不过这银子是真不经花，买匹马就没了。不像刘家婶子，如今在苍梧镇卖炒螺肉，生意这么香，以后家里银钱怕是都没地儿放了。这话一出，有些人原本还惦记着孟家送给老苏家发誓用的20两，还想借点银钱使呢，如今心思纷纷一些，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刘寡妇。我上去镇上买点碎布头，确实看到刘寡妇带着刘春牛从镇上回来，这身上还挑着2个空空的大木桶，木桶边上一股子油花。金花，你这螺肉是咋炒的？咱们一个村子的人可不能一个人闷声发大财呀。是啊，天天闻着你家的肉味，我家小子吃青菜都吃不下了，总跟在屁股后头嚷着要吃肉。这老苏家的小丫头现在怎么这么难对付呀？我就说了一句，这死丫头居然能回我一箩筐，还把村里人的仇恨都引到我这儿来了。她这样子简直就像是在报当日我问她口味梭罗方子的仇啊。这螺肉咋炒的，那是我刘家的事儿，凭啥要告诉你们呀？你们自家娃娃要吃肉，自个儿买去呗。花丫头，你这是梭罗生意做不成，穷的只能吃些狗咸猫气的猪下水了。对啊，我家可不像刘家婶子，每日赚的银钱多的咋花都花不完，顿顿大鱼大肉，便只能吃些不值钱的下水了。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不过是眨眼的功夫，老黄牛已经拉着车厢跑了没影儿，便是一瘸一拐的大黑马也渐渐消失在了小路上。此时回到村尾的苏画，刚一下车便感觉小院中的气氛沉闷的厉害。花儿回来了，晌午饭还没吃吧？娘中午给你留了蒸腊鱼和白米饭，一直放在灶上热着呢，现在吃正好。景涵小子呢？他人去哪儿了？方才我们3个在清水县已经吃了晌午饭，萧公子他家里有些事，便先回了木屋，咱们不用管他。其实他不好说的是，人家是看家里面气氛不对，撒丫子就跑的。哎呦，我的个天娘啊！花儿，你真买马了？满嘴唾沫星子尽数喷到了墨宝头上，惹得墨宝十分嫌弃的甩头。这马蹄子咋回事？他就是回家路上摔着了吗？花儿，这大黑马确实长得漂亮，骨架子也高，但走不稳路，到时候拉车会不会摔着人啊？他叫墨宝，前蹄上先前受了些伤，只要治好了就完全不影响走路了，而且只需3-4天内就能痊愈。墨宝，哎呦，这名字可真好听啊！
不愧是我闺女想出来的。这前提的伤，只要闺女说没事，那肯定是没事。连周家药房那个周老头都得找闺女来请教医术，只怕整个清远县那都没几个大夫的医术能比得过我闺女的。说罢，吊梢眼一转，将眸光投向一旁齐齐盯着墨宝的苏大郎几个。你们小姑今天辛辛苦苦的把墨宝买回来，以后照顾墨宝吃草的任务啊。奶放心，我们一定将墨宝每天喂得饱饱的，而且全找最嫩的草，绝对不会饿着它。对，我们还每天给它洗澡澡，让它浑身香喷喷的。不成不成，墨宝是女宝，小姑说了，男女授受不亲。这给墨宝洗澡的任务你们不行，得我来。苏画听得忍俊不禁。哎呀呀，这个小丫头的延展能力着实有些强啊。这时钱氏听着动静从灶屋出来，抬手就往墨宝脑门上摸。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把墨宝给惊到了，下意识的一仰头，马嘴咧开，直接就是一口响鼻喷在钱氏脸上。啊，好臭啊，臭死了！你这只死马摸都不让我摸，难不成是想挨打吗你？可还没摸到马毛，手腕便是一痛。花儿，你这是做什么呀？这一只死马它欺负你二嫂，你难道帮它不帮我？第一，墨宝有名有姓，不叫死马。第二，马儿对头尤为重视，若不是你冲过来就要摸它的头，它也不会受到惊吓打响鼻。二嫂怨不得旁人。你这是哪儿的话？怨不得别人，难不成还要怨我自己不成？钱氏猛地噎住，视线望向苏画摸在马儿脑门上的手。花儿莫不是在诓我？马儿要是真的对头尤为重视，凭啥让你摸？可话才说到一半，只觉袖子被人死死扯住。嗨，他爹，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摸过马，就是想摸一下咋的了？花儿买的马，难道我这个做二嫂的还摸不得了？行了行了，要想摸就自个儿买去，净会弄一些丢人现眼的事来。我老婆子现在还没死呢，就想在我跟前给我闺女上野药，真是能耐了呀你！钱氏闻言，脸色刹那间臊得羞红。娘，我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没事干就赶紧洗下水去，若是不洗干净，今儿个就不用吃晚饭了。这么多，我一个人洗，怎么可能洗得完嘛？下意识的咬唇看向苏二虎，可谁料男人却是连个眼神都没再给他。娘，要不我同弟妹一块儿吧？钱氏闻言，丹凤眼不由亮了亮，然而庆幸不到3秒就被苏白氏给冷声打破。谁都不准帮他洗，当着我的面就敢欺负我闺女，背地里还不知怎么埋汰呢。只让他洗个下水就已经是够好的了。若是再有下次，苏二虎和钱氏，你们俩就自己分出去单过。娘，这怎么行？刹那间，苏二虎的脸色也臊得黑红。正所谓父母在，不分家。上河村就没有哪户人家爹娘还在就分家的，单单只是说出去，只怕就得被人用唾沫星子给淹死。如今老苏家日子正是过得好的时候，刚忙完梭罗的生意，又有麻辣烫的生意，小姑子就是个捞银子的大宝贝。若要现在就分家，我和孩子爹怕是什么都分不到，别说鱼肉吃不到，便是家里一日3顿，那不都得我一个人来忙活了？不行不行，那可不行，绝对不行。娘，今日是我不对，都怪我这张嘴不会说话，真不是想欺负花儿的。花儿待我多好，我疼她都来不及呢，我又怎么会舍得欺负她呢？说罢又望向苏画，目光含着几分祈求。苏画才不帮他呢，只是莫名的看了他一眼，又一个劲儿的同墨宝斗趣去了。娘放心，我这就去洗，我一定会洗得干干净净。花儿呀最喜欢吃这下水了，我保管让她吃得开心。闺女，来，快帮娘呀一块搬河边去。放心，你奶说的只是不能帮忙洗，没说不能帮忙搬嘛。苏白氏看着拽着春花往外走的身影，一双吊梢眼冷沉到了极点。
哎呀，这一个两个，竟是一些不省心的玩意儿！我老苏家这是造的什么孽呀？嘿！说罢，急走2步，叫住一旁依旧老神在在砍柴的苏三虎。哎，三虎，我告诉你啊，梁四月那丫头，你就不要再惦记了。以后娘再给你寻摸个合适的，要是再娶个前世这样的脚家精进来，哼，我老苏家怕是真没安生日子过了呀。娘，儿子知道。苏三虎闷闷应声，手中斧头只停顿一瞬，之后又吭哧吭哧地甩起来。苏大虎望了一眼自家妹妹的神色，不由解释道：今日上晌，娘和你大嫂一块去的梁家，本想就三虎和梁姑娘的事情同梁家二老通个气，谁料梁家门都没让娘进，而且一张口就是要20两银的彩礼。20两！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苏画，闻声亦是忍不住吃惊。上河村、下河村一河相连，这些年来，无论谁家娶亲，从来没有超过2两银的彩礼。20两，足足得10来年，而且这20的数字似乎有些过于巧合了。梁家不知从谁那得知，你前夜得了孟家的20两，说是我们老苏家现在有银子又有营生，要个20两也不算什么。这梁家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吧，还没进门呢，就将算盘打到我身上了。呸！梁家那2个老家伙，真他娘长得丑，还想得美。花儿你放心吧，这梁四玉我老苏家是绝不可能要的。还没进门呢，就敢打你的主意，简直就反了天了。三虎就算是打一辈子光棍，也定不能娶梁家女。几乎是妇人的话音一落，苏画便听得苏三虎砍柴的哐当声一顿，便见苏三虎高高举着斧头停在半空，低垂的眼眶红彤彤的，眼尾处似乎还含着泪珠。三哥当心！便见斧子距离苏三虎的脚踝只剩半寸，一个个吓得双目瞪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天青色的身影如旋风般的跑到了少年跟前，虎亦是被大力带着倒在地上。三虎见他无事，方松了口气，可旋即直接一个大逼斗给扇过去。好你个苏三虎啊！当真是翅膀硬了，为了这么一个女子就要死要活的，你是不是都不要娘了，不要你哥哥妹妹了？早知道这样，老娘当初还不如不生你这个混球出来。你见到苏白氏哭了，苏三虎瞬时慌了。娘您别哭，儿子不是要死要活，方才只是没看清，劈叉了。就在这时，院外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少女声：三虎哥，你在家吗？苏三虎听到这个声音，蔫蔫地垂下头，像是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仔。哟，梁姑娘终于舍得露面了。不过梁姑娘若是来谈三虎婚事的，麻烦还是回去吧，我老苏家可娶不起20两银的金贵媳妇儿。梁四玉听得这话，巴掌大的小脸瞬时羞得红彤彤的一片。苏婶婶，我今日不在家，回时才知道婶婶和嫂子去下河村的事儿，我可以找三虎哥说2句话吗？我还以为四玉当时也是在场的，原来并非如此。娘，我想出去和他说2句，行吗？20两娶一个媳妇儿，在我这儿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老大和老二媳妇儿那都是2两彩礼娶进来的，若是真花个20两给苏三虎娶媳妇儿，不说2个儿媳妇儿这心里不平，便是大虎二虎嫡亲的2兄弟那都会生嫌隙呀。这个时候，一阵山风吹过，苏画小巧的鼻子动了动。梁姑娘稍等，我可否问问，今日我娘亲和嫂嫂去下河村时，梁姑娘是在哪儿？昨儿个我在山上采了些野蕨菜，一大早便背去苍梧镇卖蕨菜去了。花儿问这个做什么？啊，没什么，就是闻得梁姑娘身上的药香味，有些好奇罢了。可是听在对面的梁四玉耳中，心头却是猛地一跳。他下意识抬起袖子凑到鼻前，确实闻到了一股极淡的药味。花儿鼻子可真是灵啊！我今日带去镇上的蕨菜有些多，剩下一部分都是在药铺里卖掉的呢。兴许是身上沾着些味儿了，
没想到花儿这都能闻出来啊！梁思玉和苏三虎二人走出篱笆墙，苏二虎才一脸纳闷地看向苏画。花儿，什么药味不药味的，我咋一点都闻不到？这院子里除了猪下水的臭味，便是这泥鳅黄鳝的腥味，哪有什么药香味啊？二叔说错了，这院里分明还有造屋飘来的蒸腊鱼的菜香和白米饭的饭香，对，还有小黑拉的屎臭味。正闭目养神晒太阳的小黑一阵叫唤，那副样子就好似在说他没有乱拉，他每次都是盖好了的，没有任何臭味。对，小黑说的对，是二郎乱说话，乱说话可是要受罚的。那咱们就罚他带墨宝吃饱饱，好不好？好，小的这就麻溜滚去了。二郎闻声，瞬时由惊转喜，脚下已经像是踩着风火轮一般，一下窜到了墨宝身旁，一人一马出了院门。这小子会喂什么马？我得赶紧看着去。河岸边，几日未见，她好像又漂亮了许多。果然，娘说的对，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换了一身装扮的她，就像是戏文里说的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浑身上下都发着光。三虎哥，那20两彩礼的事情，你是不是在怪我？你怪我也是应当的。20两对谁家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可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你知道的，我弟弟耀祖不久前中了童生，读书人要用银钱的地方很多，光笔墨纸砚就是不小的数目，日后考秀才举人更是花费巨大。家里日子本就清苦，连每日的饭食都是捉襟见肘的，更别提旁的了。于是爹娘便将主意打到了我的头上，说是可以选择，我便是叶问彩礼不要，也想要嫁给三虎哥为妻。望着少女骤然蓄泪的水眸，苏三虎瞬时慌了神。别哭了，我从未怪过你，是我自己没本事，拿不出20两银来娶你。在知道梁思玉当时并不在场之后，他压在心中的不满便已经消去了大半。那三虎哥如今是怎么想的？难道三虎哥真的就不要我们这些年的情谊了吗？那时候老苏家日子过得极为艰难，他馋肉实在是馋得慌，便一个人偷偷跑到院后的山坡上。可是跑了也不知多久，兔子没了踪影不说，他自己反倒还掉到一个深坑里。可就在他以为小命要丢在深坑中的时候，一个扎着双压髻的小姑娘出现了，而那小姑娘便是9岁的梁思玉。三虎哥，你若是不管我的话，我爹娘只怕真会为了20两银子随便找个人将我嫁了。你真的忍心吗？我自是不忍心，可20两银我能去哪里找？大哥和二哥娶亲都是2两银，便是娘能拿出20两银给我娶亲，我也没这个脸收呀。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将整个老苏家闹得鸡犬不宁。见他这副样子，梁思玉贝齿轻轻咬着唇瓣。三虎哥，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什么话？在我这儿你想说什么都可以。我爹娘跟我说，他们也可以不要这20两彩礼，只要你们将做口味梭罗的方子教一教他们就成。不可能，这口味梭罗是花儿的主意，绝不能交给旁人。旁人？难道我也是旁人？我爹娘都是旁人吗？这些年来每每见面，听到他提的最多的除了舞枪弄棍就全是苏话。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乱想，花儿是我的底线，这是自小印在我脑海中的一条死律，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能改。那你是什么意思？你们家现在又不做口味梭罗的生意，不过是将这个法子教一下我爹娘，难道也不行吗？你不愿说服家里拿出20两彩礼便罢了，如今竟将一个死物看得比我还重，嘴里心里念叨着的永远都是老苏家，是苏话。从始至终你根本没为我考虑分毫，我们这些年的情谊在你心中只怕连苏话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吧。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苏三虎望着梁思玉，他突然间觉得此刻的他有些陌生。若梭罗方子和银子是我的，我自是二话不说就愿意给你，可他不是。我苏三虎从来做不出抢兄弟姊妹务实之事来。不过你放心，20两彩礼的事情我定会想办法，绝不会让你嫁给旁人。想办法？
你能想到什么办法？难道靠你每日去码头扛袋子赚的那几个铜板吗？待你赚够20两，说不定我早就被爹娘嫁为人妻，儿女双全了，还不如就此散了吧。说罢，也不等苏三虎回应，转身就走。苏三虎站在河岸边，望着早已空无人烟的道路，不知过去了多久。三叔，你还站在这儿干啥呢？家里饭菜都香了。小院灶屋，灶堂里柴火熊熊地燃着，锅中热油翻滚，油上是一个个炸得金黄的豆泡。小姑阿奶，你们又做什么新吃食了？咋这么香了？哎，去！两个泼泥猴子，让你们去放个马，反倒像是马放你们似的，身上这么脏，也不知道洗干净。以后不洗手，不准吃饭。哎，这怕全是墨宝身上的。墨宝先前一直被马贩子放在马厩角落，一看便知道没什么好待遇，身上脏一点也是合理。你和梁家闺女的事，今日说清了。是。哎，说清了就好。三虎，这古话说得好，择妻呀要看丈母娘。梁家二老平日是瞧着本分，今日见到却像是眼睛长在头顶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攀上什么高枝了呢，从上到下那都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旁边邻舍看着，还在问我们老苏家是有什么事情跪求他们嘞。哎呦，这样人家的闺女，咱们不要也罢啊。待过些日子，娘呀便去找媒人，让他给你多留意留意，这10里8乡有什么好姑娘没？好，都听娘的。可苏画看着眼前异常乖巧的少年，心中不由有了丝不好的预感。三哥，这是我新做的吃食，叫豆泡，你尝尝看，味道好不好？话音刚落，苏三虎便张嘴，一口将豆泡给吞进肚子。好吃啊！那完全不带嚼一下的动作，看得苏画直皱眉。三哥平日不是最喜欢吃兔肉吗？这是娘方才特意给你炒的风干兔，你待会儿可得多吃些。哎，谢谢娘和画儿。可看向兔肉的眼神里，却是更多了几分坚决。是夜，苏画见苏白氏洗漱完，准备熄灯上床的时候，他从怀中掏出一根银簪子，插在夫人发髻上。娘，女儿给您的生辰礼，您瞧瞧喜不喜欢？只见晕黄的灯光下，依稀可见自己发上插着一根雕工精美的银簪子，那簪上还刻着几抹飘渺的祥云。哎呦喂，我的好画儿呀！你同娘说句生辰快乐，娘就很开心了。这咱们母女俩哪里还需要花这个钱的？不成，娘莫非觉得这簪子不好看，不欢喜？那我下次去清水县再换一个别的款式。苏白氏赶忙摆手拒绝，他人老成精，自是一眼就知道簪上的祥云是什么意思。哎呦，我的个小祖宗嘞，还再换一个！哎，这簪子当然好看啦，为娘也欢喜。不过咱们乡下人家哪需要带这个嘛？便是带着去干活，我还怕什么时候掉了呢？只怕整日会提心吊胆的。嫁进老苏家20余载，上河村人人都称我为苏白氏，苏老婆子，只怕没几个人知道我名字白云，便是我自己都渐渐的快忘了。既然娘喜欢，那从明日生辰开始便戴上。女儿可从没听过什么乡下人家戴不得银簪的话，那萧老婆子不也是整日戴着吗？说万一真要是掉了也没关系，女儿日后再给您重新买就是，用不着提心吊胆。现在是因着银钱不大够，暂且只能买个银簪，待日后女儿赚得多了，定给娘买金簪子戴，届时各种款式都来上一个，让您日日不重样的戴。你这丫头净说些胡话，有这一个簪子就已经足够了，你以后啊多给自己买，别总想着我这老婆子。娘可一点都不老，过了今日也才37岁，是一个很好的年纪。而且娘不觉得自己最近越来越年轻了吗？不知道的只怕以为我们是两姐妹呢。姐妹？嘿嘿，你这丫头定是太困，都开始说胡话了呢。哎，赶紧睡，明日还得早起来。
渐渐的月影轻移，主屋内的呼吸声也逐渐平缓了下来。直到苏白氏开始打起了小呼噜，苏画才悄咪咪地睁开双眼，整个人钻进了被窝，进了空间。不同于最开始的荒凉，现在的空间啊，已是一片生机盎然。我不过才浇过一次水，如今3天过去，一个个竟然全长这么妖孽，根本就不是能拿出去吃的节奏啊！由此可见，这空间水珠的效用确实有些大。抬起头往上瞧，便见歪脖子苹果树上的青苹果，一个个全都变得粉粉嫩嫩。待再长大一些，便可以找个合适的机会，移出去种在老苏家前头院里。以后这苹果的出处就合理了。他索性出了空间，轻手轻脚地往灶屋走。只是他刚刚走出主屋门，便正好就撞着苏三虎从厢房出来，身形鬼祟，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包袱。画儿，这么晚还没睡啊？苏画轻笑出声，小手一抬，轻轻巧巧夺过他身上的包袱。三哥不也没睡吗？三哥这是打算大半夜出去外头行侠仗义，还是为爱奔走啊？话音一落，少年俊秀的面庞顿时更加窘迫了。三哥，咱们去外头谈谈。月亮悬在山头，看着身旁一直沉默不语的少年，抬手扬了扬手中的小包袱。三哥今日莫非是同梁姑娘约好，至此浪迹天涯？不是，我就是想出去闯一闯，和思雨无关。既然花儿瞧着了，三哥想麻烦花儿，同娘说一声，让她不要担心，我过上3-5个月就会回来。这传话的活我向来不干，我怕挨打，而且若不是我方才恰巧出来，三哥只怕就要不辞而别。不要我这个妹妹，不要娘和大哥二哥，不要这个家了，哪里会去管娘担不担心的事？什么3-5个月回来，分明全是骗小孩的鬼话。到时候我们逢年过节要是想你了，你让我们去哪儿找你？难道去百香庵问菩萨吗？少女一字一句地说着，伴着微凉的山风，更是显得其中的失望浓烈。不是，花儿误会了，我没有不要这个家，没有不要大家，我只是想去一趟南阳，少则4个月，多则半年就回来了。南阳？三哥打算去南阳做什么？曾经他也听苏家3兄弟提过几嘴，听闻去一趟就得2个月，来回便是4个月了。那里早已经不属于大禹朝的疆土范围了，无人管制，海匪横行，烧杀抢掠，去者10不存1也。我想去跟着出海的船跑一趟南阳。以前在码头干活的时候，我听去过南阳的人说，只要跟船跑一趟，便至少可以拿30两银子。三哥跑南阳是为了梁家20两的彩礼银？苏三虎闻声轻轻点点头。苏三虎，你真是疯了！你不是不知道南阳是什么地方，全是茫茫大海，一来一回起码就得4个月，途中万一出点什么岔子，你这条小命就没了。你以为船家为什么能开这么高的价？这30两全他娘买命钱呢！你以前可是跟我说过的，去南阳的人10不存1。苏三虎，你现在真的是能耐了，为了一个女子，竟然连命都可以不要。娘要是知道你去南阳的事，只怕当场得气出个好歹来，恨不得从来没有生出过你这个儿子。苏三虎被骂得丧眉打眼，完全不敢反驳一个字。花儿别生气，当心气坏身体。你也知道，家里除了你之外，便是三哥我的力气最大，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也能抵抗一二，一定会安全回来的。一定会安全回来？这话你自己信吗？苏画心头忽的一阵酸涩，转身从袖口，但实则是从空间里掏出一个红木盒子，塞入他怀中。这是我身上所有银钱，18两8钱。你要真想那么娶梁思玉，你就去娶吧，犯不着千里迢迢跑去南阳，用命去搏。花儿的生意刚开始，从上到下都是有银钱的地儿，而且我一个做哥哥的，要是用妹妹的银子娶媳妇儿，不得被人笑话一辈子呀。只是当年若非思雨将我从伏虎山深坑中救出，只怕我这条小命早就没了。他这些年待我的情谊，我一时不能辜负，眼睁睁看着他被父母逼着另嫁他人，
梭罗方子我给不了，20两彩礼银是断不可能让家里出的。若是去外头扛袋子，思雨等不了了。我想了许久，唯一的法子就是去趟南阳，赚这20两。只要从南阳回来，一切都能迎刃而解。难怪他这么痴心于梁思玉，连命都可以不要也要娶她，其中竟是掺杂着救命之恩。可这世间一切都在变，倘若杨姑娘如今不是这么想呢？什么？苏三虎一时也没摸准他是什么意思。反正三哥今晚也没打算睡觉，不如陪我去个地方吧。说是去了那儿，三哥还是执意要去南阳，我不拦你。他说的对，深情不该被辜负，可前提是深情未变。去哪儿？苏三虎一路跟着苏画下了山坡，瞧着拔腿就要翻围墙的少女，连忙一把拉住。咱们不能爬墙头，容易被逮着。不爬墙头，咱听墙角。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直到爬到整个宅子中间靠后的那间上头才停下来。然后他就看到苏画直接趴在上面，闭上眼睛睡了。我们这是听的哪门子墙角啊？也不知过了多久，不知不觉间天光亮堂了许多，便见侧前方一条隐蔽的羊肠小道上出现了一抹极小的天蓝色身影。这里是孟家宅子，这一条小路只能到孟家，而不是去我老苏家的。思玉不是来找我的。想到这儿，苏三虎只觉得自己的心蓦然漏跳了一拍。什么人竟然敢扰了本少爷的清梦啊！原来竟是玉儿，你可终于来了，本少爷快想死你了。蛮汉又油腻的玉儿二字，激得苏三虎心中怒火腾的一下升起。玉儿，快来给我瞧瞧，本少爷从清水县最好的布庄给你买的布料，最新款的云缎，喜不喜欢？我特意花钱雇人排了好几天才买到的呢。谢谢孟少爷，玉儿很喜欢。喜欢就好，到时候多做几件漂亮衣服穿给本少爷看。记得这里头的肚兜也不能少哦，每种颜色都要一件。孟少爷真是讨厌，咱们还没成亲呢。哎呀，成不成亲，你迟早都是我孟福的人。要不是我家老头子非要什么梭罗方子，还用等到现在？还让你去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以后不许再见苏三虎那个穷鬼了，听到没？孟少爷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和苏三虎可是连手都没牵过呢。当真？自然是真的了。孟少爷莫非不信？我不信，谁也不会不信玉儿啊。好，玉儿，快帮我那儿擦些药膏，哎呀，疼死了，这次记得轻一点。那这个力度可还行？女子银铃般的嗓音夹着数分娇嗔，一声声的犹如平地惊雷，砸在苏三虎的心口。昔日种种，此刻犹如一个个响亮的巴掌，狠狠地扇在脸上。啊，你是谁家的儿郎？怎会睡在我们下河村的山里，而且还是深坑中？快快随我回家，我给你煮粥喝。苏三，你真有趣，以后记得常来下河村找我玩啊。苏三，这是我今日特意包的饺子，你喜欢的兔肉馅，祝你生辰快乐。三虎哥，我心悦你。三虎哥，待我及笄，你来娶我可好？何苦呢？变了心直接说便是，何苦要将我苏三虎当一个傻子来戏弄？什么20两彩礼，什么被父母逼迫嫁人，什么弟弟读书要束修，什么梭罗方子和彩礼之间2选1，原来通通都是在骗我。背上晃荡的包袱，还要为人家下南洋，去他妈的！这是在讽刺我的痴心吗？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花儿，你说我是不是就活该被人耍呀？苏画撞见他通红的双眼，心中亦是一阵难受。若非昨日闻得那一抹药香，再加上最近梁思玉的穿着变化过大，他也完全不可能会猜到梁思玉会和孟福有瓜葛。二人竟是除了最后一步没做外，都已经快打全垒了。孟少爷，你方才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你不是说云儿和伯父今日都会去县里吗？难道家里还有旁人？哎呀，没事儿，
这儿除了我俩，再没其他能喘气儿的了。别怕，我的好玉儿，快再来帮你福哥哥好好涂一层药膏。终究相识一场，而且前有妹妹夺婿，后有哥哥抢妻，可谓是难得的双抢关系。来这儿一遭，不送一份礼，实在说不过去。三哥，你先走。便直接一个拎起，拎到旁边另外一处的屋角瓦上。嗖，只一个刹那，成片成片的瓦就消失无踪。可是还不待二人反应过来，黑黢黢的物事便铺天盖地狠狠砸下，一道道碎裂的哐当声应接不暇在耳边响起。两人更是不约而同地嚎出了狼叫。苏画他们两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兄妹二人从山脚走回村尾时，孟家四周邻舍霎时间像是炸开了锅一般。我的个天娘爷，方才这么大动静，不会是地龙翻身了吧？净会瞎胡说，什么地龙翻身？我老头子在这上河村都快生活70载了，可从来没见过咱们村子里有那老神的地龙。三叔公说的有道理，咱们这儿有可能是龙王发难，黄爷爷闹灾，可从没有什么地龙翻身啊。哎，我咋听着这声响倒是孟家院子里传出来的？走，快去瞧瞧去，这孟家又在闹腾啥了？嘿，这孟家的热闹最是好看，走，都赶紧瞧瞧去。苏画兄妹俩回到村尾的时候，正好是卯时初。娘，儿媳妇呀，没画儿有本事，身上也没银子，送不了您什么银簪子。哎，不过啊，这条母鹅是儿媳妇连着几日一针一线绣好的，听说城里边的老太太们都时兴戴这个呢。娘气色好，生得又俊，戴上这个母鹅，定然会比城里的老太太还要气派呢。难得你呀，记挂我老婆子。不过这说话就好好说，别东拉西扯的，全扯上话。娘说的是，哎呦，是媳妇儿这张嘴不会说话，哎呀，该打该打。说到一半还不忘扯过一旁的赵氏。哎，大嫂，哎，你快瞧瞧嘛，娘戴上这母鹅之后，是不是比城里那些老太太们好看多了呀？好像是戏文里说的那啥，老风君，哎，是不是？二弟妹手巧，再加上画儿的银簪，娘自是更好看了。赵氏温婉一笑，说罢，又从身后拿出一双深蓝色的绣鞋，递给苏白氏。娘，我先前瞧您的鞋子破了个洞，便给您新做了一双，按照您先前的尺码来的，您试试看合不合脚。若是不合适，我再去改。哎，你有心了。苏白氏接过绣鞋，脸上笑意明显又深了几分，便知这鞋子的尺寸不长不短，正正好儿。钱氏见状，暗自撇了撇嘴，我的母鹅也是用了心，还费了好些功夫呢。不就是多绣2朵花吗？要是我的绣技能见人，我也可以在母鹅上绣1排的花，不，2排的花。他眼珠一顿乱转，忽地瞥到院门口一抹天青色的身影。哎，花儿，你今儿咋起这么早啊？哎，那啥，跑步减肥也得睡够才是啊，不睡够那以后容易老。可是在望向那张红扑扑的脸蛋时，嘴巴里却是硬生生地将老字给吞下去了。花儿呀，你二嫂说的对，人要是不睡够，精气神就差。年轻时候瞧着没啥事儿，老了呀就有苦头吃喽。是，娘和二嫂说的都在理，下次定然不会这么早去了。娘这么打扮，就是咱们村最靓的仔。啥最靓的仔？哪有30多的仔呀？净会说一些不着调的话来哄我老婆子。可他瞥见苏画后头双眼青黑的苏三虎时，声音一下子就拔高了起来。你这大早上的就没见着人，难道也跟你妹妹一块儿跑步去了？娘，是儿子不好，对不起。啥玩意儿？对不起？老三，你实话告诉娘，你是不是在外头闯啥祸了？这一大早上说对不起干啥呀？你对不起我啥了？赵氏和钱氏闻声，亦是一脸呐喊地瞧着苏三虎。可是昨晚到今日所发生的事，那就是个笑话，他实在难以启齿。三哥是想着娘今日生辰，在河里捞2条鱼给娘吃，
结果捞一晚上，一片鱼鳞都没见着，觉得心里愧疚的慌啦。苏三虎感激地朝苏画看了眼，飞快闪身进了屋子。再出来时，手上多了一个打磨光滑的木枕头。这个送娘，祝娘生辰快乐。苏白氏伸手接过，想起不久前就念了枕头圆了，有些落枕的话。哎呦，没想到这平日里粗枝大叶的家伙倒是放在心上了。有这个就足够了，鱼没抓到算不得什么事儿。而且呀，你景寒哥一大早就送了2条鱼过来，还有1只野山羊呢。不仅有鱼，还有羊，这不正是做鱼羊鲜的食材吗？苏画顿时一喜，顺着苏白氏所指的方向看去，在草鱼旁边站着一只浑身雪白的大山羊。这奶乎乎的羊当真是野山羊吗？怎么看怎么像人家家里的羊。方才你大哥见到萧公子扛回这头羊时，便说不像山上的野羊，反倒像是咱们家里先前养过的羊。苏画不由舔了舔唇，唇角轻勾。娘这是打算将这羊养着，还是宰了吃羊肉呢？你这丫头，眼珠子里就差写想宰羊吃肉5个大字了，还来问我。而且咱们家可养不得羊啊，费力不讨好，最后全献到伏虎山去了。要是想养羊自然可以养，不过萧景寒送来的这只生辰礼还是先吃了再说吧。按往年娘生辰的样式初步推测，今日赵家、钱家、老房家还有老村长家应该都会来人，不弄个大菜兴许不够吃。苏三虎听着苏画想吃羊肉，下意识便想去拿刀宰羊，可还没走2步就被苏白氏推着进了厢房。嘿，就你那大青黑眼，让你去宰羊，怕是你被羊宰了。赶紧睡个回笼觉再出来干活。苏画听得忍俊不禁，比起苏三虎的萎靡不振，现在他倒是精神抖擞。唯一不舒服的就是昨夜出的一身汗还粘在衣服上呢。一盏茶的功夫，苏画泡完了澡，而院里面的山羊也同样泡完澡了。亲家，这大早上的就忙活啥呢？哎呦喂，方才我还念叨着老哥和老嫂子什么时候到呢。哎呀，人来就好了嘛，带着老鼻子误事干啥呀？苏大虎和赵氏手中动作也是一顿，赶忙迎了上去。爹娘，姥姥老爷。苏画唇角微勾，哦，原来这2人便是赵氏的父母。他上前笑着打了声招呼，便拎了羊肉和鱼入了灶房。画儿，这鱼羊鲜是要咋弄啊？羊肉是切块吗？二嫂厨艺不咋的，能干点啥？苏画闻声笑了笑，让赵氏帮着打下手。至于钱氏，则是让他看着灶堂火，待足足煨上半个时辰。羊肉煨得脱骨，浸满鱼肉的鲜香，这鱼羊鲜便算是大功告成了。我的个天娘啊！花儿，你说说你脑袋到底是咋长的？这么膻的羊肉竟然能做出这汤来！哎呀，二嫂都快要香迷糊了。还有这鱼肉，哎呀，可真香啊！给狗吃多可惜。就是这刺太多，容易割嗓子。难怪我这二嫂今日这么积极，感情是馋了。前院里，赵父赵母透过灶屋窗旧看着里面忙前忙后的少女。哎呀，先前冬梅回家送野猪肉那次，说小姑子已经变好了，还会抓兔子、杀野猪做营生。我们那时候还似信非信，以为自家闺女儿偏宠着苏画，竟帮她说好话呢。可没想到啊，今日一进院儿，瞧着苏画，我还以为是哪个贵人家里的大小姐呢。看着2人神情，苏白氏后背又悄悄挺直了几分。哎呦，我这小闺女就是太能干了，干啥啥都成。半个月前就说要去山里转转，结果转一圈就带回来一窝兔崽子，还有1只好几百斤的大野猪呢。前几日说呀要去河边瞧瞧，结果一瞧就瞧出个口味梭罗来。
藏屋镇老老少少全抢着买。还有这地里边的菜呀，也是我闺女种的，一天天的全可劲儿的长呢，生怕家里不够吃。说罢，又指了指兔栏旁边的马厩。这大黑马漂亮吧？也是我闺女一手买下来的。当时在牲口市场，这匹马一看到我闺女，就屁颠屁颠的跟在我闺女后头，赶都赶不跑呢。丈父丈母闻声，两双眸子瞪得更大了。奶说的对，姥姥姥爷你们不知道，咱小姑就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就没有她不会的事。对，小姑能把臭的变成香的，把没用的变成值钱的，把那丑的变成顶美的。对对对，是啊，咱家小姑放屁都是香的。苏画脚下一个趔趄，要不是旁边的赵氏眼疾手快的扶着，怕是要摔出个好歹来。见过夸人的，还真没见过老苏家这样夸的。而且赵父丈母还真信了。没过多久，老村长苏承德也来了，一同来的还有周大婶、大麦娘、泥鳅娘。大虎娘，你们在村尾崽儿的时候，怕是没听见这轰隆一声响吧？有人猜呀，是地龙翻身，结果你猜怎么着？竟是孟家出大事了。啥？孟家出大事了？难不成是孟老鬼那大宅子倒了？大麦娘一脸神秘的笑笑，泥鳅娘脸色也亦是一言难尽。这房子倒是没倒，不过孟家院子后头的一间屋子的瓦居然全都塌了。当时不仅有孟福在狼哭鬼叫，还有一个姑娘家的声音呢。我家泥鳅和几个娃娃后来爬孟家墙头去看了，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你猜怎么着？竟然看到两个人，就光着身子躺在地上，旁边还吊着一件裙子。哎呀，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闺女儿，竟能看上孟福那个混球，青天白日的就干那档子事儿。哎，现在可不老少人都守在孟家宅子外，等着看那人是谁呢。这大白天的，注意点影响，小点声。可声音再小，该听到的人也全都听到了。灶屋里，钱氏坐在灶堂前，嘴里嚼着鱼肉渣渣，一双丹凤眼中八卦之火熊熊地燃烧着。花儿，你和小叔子早上不是出去跑步抓鱼吗？就没听着啥动静，瞧着啥人去了孟家院子了？我跟孟家八字不合，跑步从不往他家门前过。钱氏见没热闹可打听，便开始巴巴地望着锅里逐渐起香味的卤下水。花儿，这下水得卤多久啊？待我娘和大姑姐他们来，不会全卤把了吧？他声音还没落下，院子外一道马蹄声便哒哒响起。娘，今日出生有些堵，便到得晚了些。这是小婿备了一点薄礼，唯愿娘福海寿山，北堂宣茂。苏白氏嘴上说着别客气，可是眼里却是赶紧示意苏大虎接过礼品，放回主屋里去。哎呀，不晚不晚，都是自家人，人来了就成了，还整这么客气干啥？老王家虽然平日抠搜得很，这王淳甫倒是个会来事儿的嘛，一件件的全送到我心坎上了。老姐姐，真不知道你家的闺女都是怎么养的。大闺女长得好又嫁得好，小闺女虽然还没嫁，可自个儿却比男儿都还优秀。对呀对呀，咱们上河村这么多姑娘，这么些年可就穗儿一个嫁到县城里去了。就是，不仅相公长得好，这婆家还有每日能搂银子的铺子。要是我闺女有这福气呀，我做梦都能笑醒喽。苏白氏听着这些话，脸上的笑意肉眼可见深了几分。只是当瞥到从王淳甫身后走出的苏穗时，他顿时有些笑不出了。大年初二才见过，穗丫头当时脸上还有些肉，如今不过是3个月的功夫，整个人就瘦了老大一圈。苏白氏不着痕迹地去了一眼王淳甫，将苏穗拉进灶屋，说是要帮些活计。你这是咋回事啊？啊，不过3个月的功夫，活像是被人给扒了一层皮似的。
你老实跟娘说，是不是在老王家受委屈了？王老婆子是不是没让你吃饱饭呢？怎么会？他们待我挺好的。原本在灶屋忙活的赵氏和钱氏二人，见到这情形，手中动作皆是一顿。哎呀，我老婆子凶悍一辈子了，咋就生出你这么一个没骨头的软肉来啊？从小就是个闷不吭声的性子，人家不拿捏你拿捏谁呀？自己软肉那也就算了，别忘了自家还有3个大男人在，老王家那就2个老家伙加上1个崽，你随便弄1个哥或者个弟过去，那打都打得赢。我老苏家呀，就从来没有被人欺负的份儿，管他县里还是哪的，这一样是撩起袖子揍。娘说的在理，便是哥哥们打不赢，还有我这个当妹妹的，一人1个拳头就能将老王家那一窝解决了。只要阿姐说一声。穗儿，大嫂虽不怎么会打架，但拎着扫帚打人还是会的。哎，对，就是你二弟妹虽不会打人，但是这张嘴呀厉害。要是老王家敢欺负你，二弟妹给你坐他家门口霸上3天3夜，让他出门遛个弯，那都是羞得慌。是因我这些年肚子一直没动静。大虎和花儿之前去给老王家送野猪肉那次，回来就同我提过，老王家因着穗丫头一直没生下孩子，让她去寺庙求子。花儿，也帮你阿姐瞧瞧看。花儿会医术，阿姐，你把右手手腕放好。苏画一边把着脉，一边心中微叹：唉，早先就料到了老王家的隐瞒，阿姐的推脱，又怎是3言2语就会愿意吐露出来的事情？不过趁着机会给王纯甫把个脉，事情应该就能清楚许多了。今儿个脉象相比昨日更紧绷了，摸上去犹如一根绷紧的弦。阿姐身体无碍，只是情绪有些大起大落，长此以往下去容易伤身子。而苏白氏听着无碍2字，提着的心顺势一松。这老一辈的常说，生孩子那都是靠缘分，有的刚进门就能怀上，有的呀好几年都没个动静呢。这生不生的事哪能有个准数啊？而且你年岁还小，根本就不必要太急。我20好几才怀上的花儿呢，不少人都笑话我那是老蚌怀猪，可现在啊，这谁不羡慕我怀的这个猪啊？娘，这话可就不大对了，这生不生，生男生女，那是有法子在里头的。说到一半的时候，又一脸神秘地凑到苏穗跟前儿。大姑姐，我这里呀有好几个动作是我娘教我的，只要按照这些个来，定能生娃娃，而且呀还是一举得男。不过得姐夫同你一起配合着。好家伙，苏穗直接臊得满脸通红。这嘴上不知把个门的，一张嘴除了吃就是吃，天天就会说混话。没看到话还在这儿吗？有啥我不能听的吗？我前世虽然是个牡丹，可再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只怕懂得比前世还多。苏白氏一笑接过这个话题。没啥子。既然穗儿没事，那待会儿吃过晌午饭，花儿，你帮你姐夫瞧瞧脉象吧。这生不生娃可不仅仅是女人家的事，我老苏家好好的一个闺女，嫁到王家这么些年，肚子没动静，不一定是谁的问题吧？要不还是算了吧，今日是娘生辰，若变成给我们俩看病也不吉利啊，而且把脉也是个麻烦事儿。这有啥不吉利的？老娘向来康健的很，完全不出这个。把脉就是一眨眼功夫，完全谈不上什么麻烦不麻烦，请个平安脉，放心你我他嘛。几人说话的功夫，锅中的卤下水早已经翻滚出了浓香。景寒小子今日送完山羊和鱼就回木屋了，你待会儿记得啊，每样菜都留1份出来。对了，下水里头他最喜欢吃猪肝了，这个可不能少。还有那什么鱼羊鲜，他肯定从来没吃过，这个多打点给他。苏画看着他一脸殷切的模样，顿时有些好笑。这要是知道的，知道是萧家赶出来的儿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嫡亲的儿子了。这以后可不就是我嫡亲的儿子吗？没过一会儿，2张木桌上便是全摆得满满当当。赵氏的母亲赵母望着桌上的菜色，内心的惊诧达到了极点。哎呦，
好，好，好，这寻常人家怕是满80的寿宴都没有这待遇啊！这么些年，闺女儿这是终于熬出来了，不用再过那种数着米粒儿煮粥的日子喽。哎呀，这一道菜，竟然在县里最好的酒楼天香楼都从未见过。就在这时，一道大嗓门猛然从院外插进来。哎呦，我们今日赶得正巧啊！亲家，这是家里老母鸡刚生的2个鸡蛋，你拿去包个蛋羹吃。苏白氏瞧着手握2只蛋就来的钱家老小，脸一下子就黑了。天赐，快去叫苏奶奶，跟苏奶奶说生辰快乐，知道吗？行了，都赶紧坐下吧，大家伙都等你们等一上午了。我一个老婆子可不能和一个小娃娃摆脸色，现在还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钱家人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每年生辰没一次不是踩点到，好似生怕来早了，我老苏家会让他们帮忙干活似的。花儿，来，快点吃。在钱天赐霍霍完菜之前，筷子飞快在各个碗中干净处夹好了1海碗的肉菜，十分熟稔地放在了苏画面前。穗儿对妹妹可比对我这个相公好多了。我阿姐就我这一个妹妹，自是将我捧在手心里疼，而且我阿姐向来心地最软。若是姐夫将我阿姐捧在手心疼，我阿姐待他更似心头肉掌中宝。你说是不是这个理？花儿妹妹这是何意？我有些听不懂。莫非是穗儿在妹妹跟前告我黑状了？我阿姐可不是告黑状的人，不过是见姐夫面色虚白，眼下青黑，声音低微，想必是日日夜夜都忙碌的慌。不过这时时刻刻的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忙拆开来便是心亡，这心都死了，又何谈其他？什么心肝脾肺肾胆肠胃膀胱，只怕全废了。到那个时候，别说想要什么小娃娃，只怕是这小命都堪忧啊。届时便是我阿姐跑再多的寺庙，求再多菩萨，都只怕也没用啊。少女一句句清冷的声音，半点没像在开玩笑，听得王纯甫眉心直跳。我家花儿这是3言2语，直接将不孕的名头扣王纯甫头上了呀。依花儿这话的意思，姐夫这是时日无多，药石无医了不成？非也非也，我幸得同师傅学过一点岐黄之术。这看诊望闻问切，望只是第一步，关键还是得看诊。你赶紧吃几口，我帮你诊诊脉。苏画吃得很快，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他碗中的饭菜便全光了。如此便麻烦花儿了。苏画也没废话，素手轻抬搭在男人脉搏上，杏眸微和。老姐姐，华丫头当真会医术啊？前几日周老大夫还特意来找华丫头呢，说是请教华丫头医术。莫非这华丫头的医术比这周老大夫还厉害？对呀对呀，咱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就全去周家药房，十里八乡就属周老大夫医术最佳了，连周老大夫都要来请教。华丫头这医术岂不是无人能及了？苏白氏摆了摆手，将苏画拜师的言辞又简单说了一遍，而那边一声高过一声的议论，像是流水一般悉数涌入王纯甫的耳中，让他有了一瞬间的心慌。我这七妹不傻之后，顶多就是和什么江湖游医学过一点糊弄人的本事，没想到却是连周老都亲自来家里请教。倘若苏画当真是像他们所说，连周老都要亲自请教医术的人，那他给我一把脉岂不是？想到这儿，男人心下猛地一跳。那什么，我突然想起家里的杂货铺子下午还有点急事要赶紧处理，只得先走一步啊。说罢也不待他们回应，一把拉起苏穗，转身便出了院门。紧接着马蹄声阵阵，没过一会儿的功夫便从村尾消失。花儿，他咋走得这么着急？是不是诊脉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他并不希望王纯甫真有什么问题，毕竟他若是真有问题了，
最后受苦的也只会是苏穗。难怪呀，苏家穗丫头嫁给清水县老王家3年多了，这肚子一直没动静，原来当真是身子有问题。瞧着苏家人这话，身子有问题的不是穗丫头，而是王纯甫啊。亲家，这老王家指不定就是知道自家儿子的情况，特意找个老远的媳妇儿霍霍来。毕竟啊，这窝边的草全是知根知底儿的，想骗也不好骗呐。这一番明显幸灾乐祸的话，让苏白氏的脸一下黑如锅底。不得不承认，这钱老婆子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倘若王纯甫真的是身子有害，这不是明摆着骗婚吗？从脉上看，姐夫这脉象微弱细软，沉而迟，欲动而无力，属于明显的阴盛阳虚之象，怕是肾阴损耗、五脏失调所致。啥失调损耗的？这是啥意思啊？小姑，要不你说点咱们普通人能听懂的话吧？哎呀，大姑父先前不是问小姑，他是不是时日无多，药石无医吗？是啊，刚才大姑父看向小姑的神色，比咱家墨宝的屁股还黑不老少，只怕真的都说中了。什么？时日无多，药石无医，就是这么严重啊？要是王纯甫真就这么嗝屁了，那我的穗儿岂不是年纪轻轻就得守活寡了？要重复跟我一样的数十年？不，穗儿膝下如今可是一个娃娃都没有啊！这下半辈子岂不是比我在老苏家这么些年还要更难挨？这怎么能行啊？这不行的！苏白氏满眼的不敢置信，在场的众人亦是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哎呀，这老苏家大女婿还这么年轻，竟然就半只脚踏进棺材了。娘不用担忧，他一时半刻死不了，只是他身子过于虚弱，近期子嗣艰难。王纯甫的脉象以及眼下的青黑都显示，他近期来床笫之事过于频繁，导致严重的肾虚。给阿姐的2次诊脉却是全然相反，这无不印证一个事实：王纯甫在外头有新欢，而且应该不是简单的新欢问题，不然苏穗不会全程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另外一边，渐渐驶离村口的马车里，此刻亦是颇不平静。穗儿，你先前不是已经答应好家里的一应事宜绝不同外人说，你为何出尔反尔？请全告诉给苏花。我这些年一直事事为你着想，你倒好，趁着你娘生辰宴给我下这么一个套。方才要不是我跑得快，你妹妹只怕要将我老王家的老底儿都给揭了吧。外人？花儿是外人吗？还是我全家人都是外人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穗儿，你何苦跟我这般咬文嚼字？我知道你自来疼宠妹妹，在你心中我只怕连她半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可你将事情捅出去，对咱们都不好啊。你放心，那些恶心事儿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不过什么处处为我着想这样的话，以后别再拿出来说了。你若真的为我着想过哪怕1分1毫，3年前你都不该娶我。而且花儿要是真想把你拦在家里，你觉得就凭着你这身板能跑得了吗？听到没同任何人提起这几个字，王纯甫高高悬着的心便落下了一大半。穗儿，对不起，方才是我太过担心，才会说出这些没过脑子的糊涂话。这些年确实是我对不起你，但当年实在是家里逼得紧，并非我所愿。而且这些年我一直在尽力弥补你，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爱护的家人，我都放在心上，尽自己所能待你好，待他们好。然而任他再如何言辞恳切，身旁的苏穗一双星眸都静静地看着窗外，没有一丝反应和波澜。既然你没同家里人说，那生辰宴上花儿妹妹为何突然要与我把脉？花儿为何与你把脉？这其中的原因你不应该是最清楚的吗？我们马上成亲快4年了，别说没有孩子，便是连小产都没有。村里一个个全都明里暗里的笑我是只不下蛋的母鸡。可如今
花儿发现我身体无碍，你说他是不是得确认一下，这不下蛋的鸡究竟是谁啊？这把脉能把出什么东西来？难道花儿妹妹的医术当真比周老大夫还要厉害不成？我不知道，娘在造屋叮嘱过，花儿的事情不要同旁人说太多，我肯定是会守口如瓶的。穗儿，不如我们找个时间再去趟上河村，同花儿叮嘱一番，省得她误会。王纯甫，是误会还是事实，你自个儿心里有数。而且我早就说过，你不要再碰我，平常见着都离我远些，省得叫人恶心。蓦然加大的控诉声，再加上极致的嫌弃，让王纯甫彻底维持不住一贯的温润了。苏穗，你最近讲话越来越伤人了，同从前那个温婉娴静的女子完全就是两个人。我伤人？你们老王家算计我的时候，就不觉得自己伤人吗？你去外头小馆寻欢作乐的时候不伤人吗？那个老家伙半夜摸到我床上的时候，难道就不伤人了吗？王纯甫，我告诉你，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里，就说你老王家最是恶心，比粪坑里的蛆还令人作呕。苏穗，我早就同你解释过无数遍，我爹上了年纪，老眼昏花，夜里又看不清路才走错房间，真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这种事情一旦捅出去，别人也不会管是不是误会，到时候蒙羞的不只是老王家一家，便是你苏家亦是会沦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而且花儿妹妹还没成亲，若是被人知道，她姐姐……你又威胁我？我们终究是夫妻，我怎么舍得威胁你？不过是同你分析分析利弊罢了。我告诉你，王纯甫，你要是再敢拿我家人做法子，将主意打到花儿头上，我苏穗便是拼掉这条命，都得拉你们老王家下地狱。上河村村尾小院，苏承德几人见生辰夜闹出这类事儿，一个个也不好再多待。今日多谢大嫂的款待，你放心，我们什么不该听的都没听到，什么不该看的都没看到。若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大嫂尽管来找我。一旁的周大婶三人也是连连点头。保密？不，这不是我想要的。说要保密，我就不至于特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张旗鼓给王纯甫把脉。我要的就是让王纯甫不孕一事率先在上河村传扬出去，为阿姐这些年受的委屈开路。什么该不该的，只要看到的就都是该看的，听到的就都是该听的。可怜我苦命的穗儿，这些年因这五子一事一直被老王家欺压，到头来却是人家的儿子自己有毛病。我穗儿自小是乖巧懂事，结亲时十里八乡的小伙哪一个不想娶她呀？一个个的都可以从咱们上河村排到苍梧镇镇口去了，可最后千挑万选之后，却是嫁进了老王家这样的豺狼窝。都怨我老婆子呀，都怨我。好家伙，我娘这是实力派演技啊，说哭就哭，感染力还贼强，差点将我都给糊弄过去了。而周大婶几人听着苏白氏似是要泣血的一字一句，已经开始拍着胸膛保证了。老姐姐，你就尽管放心，穗儿是我们自小看着长大的，老王家想要把这不孕的脏水泼到穗儿身上，我这做婶子的头一个不依。回头我就去村口编草鞋去，跟大家呀好好唠唠老王家的事。对，我们上河村的娃儿咋能被外头的人欺负了？我老婆子回去就往娘家走一遭，一定要好好给他们好儿子给说道说道。大嫂，您尽管放宽心，我这个当穗儿老叔的虽然没什么能耐，但干村长这些年来同隔壁村子的老家伙关系也还行，待会儿啊我就去同他们好好唠唠，绝对不让穗儿再受这委屈。幸好有你们呀，不然我一个老婆子哪能为穗儿讨什么公道？说不定哪天女儿被欺负死，我都不知道啊。又是一番你来我往之后，周家婶子几人才一步一回头的
往院子外走去。这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人了，还哭连连，也不知羞。也就这些人脑子里全是水，才会信。花儿，你姐夫的这个病，你会不会治啊？子嗣艰难这种病，成因复杂，本不易治。若真要治，没个半年数载，只怕也看不出效果。其实，如今的重点不在于给王纯甫治病，而在于揪出王纯甫的新欢和苏穗一直掩藏的缘由来。花儿的意思是能治，太好了，太好了！就在这时，一道黑炭般的身影以离弦之箭的速度滚了进来。哎呀，咱家小黑今日这是去赚钱去了。接着又是小嘴一咧，吐出了一个黄扑扑的物事。就当真是符纸。小黑，这玩意儿你是哪儿找着的？亲家，上河村闹鬼这么大的事情，你咋不早说呀？咱们这么多人，还好几个小娃娃，万一被鬼魅冲撞到，这岂不是要弄出个好歹来？既然这生辰宴你吃完了，就赶紧带着你一家金疙瘩回钱家村去，省得出个什么事儿。我们老苏家那可赔不起啊！亲家，一起吃席送的2个鸟蛋，记得一起带回去。毕竟啊，我们家吃不惯，放在这儿也只有放臭的份儿。这怎么会是鸟蛋呢？这几日家里的老母鸡懒得很，净会吃粮食，就是不下蛋。几只鸡2天统共才下1个蛋，还都不大。这2个蛋还是我积攒2日才有的，虽然是小了些，但卖出去多少也能值个几文钱呢。这苏老婆子竟然还嫌弃去了，果然是家里有银子了，办事就是不一样了呢。想到这儿，钱母将2个蛋揣在怀里，一脸无所谓的摆了摆手。咱们都是自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既然小狗崽儿找着这些邪门的玩意儿，我们哪能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走人呢？走，赶紧一块瞧瞧去。看着他这一脸大义凛然的模样，苏画终是明白了钱氏这性子是从哪儿来的了。说钱氏是块滚刀肉，那这钱母就是头滚刀猪了。这家学渊源也忒明显了吧？小黑，你能告诉我们这2个东西你在哪儿寻着的好吗？小黑低低的吠出声来，拔腿便朝着院门口跑去。便见小黑正站在篱笆旁，脚下是一个虚掩起来的小洞。我的个娘哎，这分明是老苏家闹鬼呀！苏大虎、苏二虎、苏三虎，给我挖，全都给我挖出来！我倒是要瞧瞧，究竟是什么狗屁倒灶的恶心玩意儿，竟敢来我老苏家装神弄鬼！是。3兄弟连忙应声。3张相似的脸上亦是乌云密布，除开小黑带他们找的第一个小洞，只剩下2枚铜钱和2张符纸外，其他2个洞全都是3个铜钱和3张符纸，铜钱上还沾着一些湿漉漉的血迹。娘，咱们去找程德叔吧。这洞口的泥土还是新的，说明是这2日才挖的。可近几日没有外村的人来，说明弄这玩意儿的是本村的人。不管是谁，只要干了这事儿就有痕迹，总有人瞧着。咱们得尽快将这人给揪出来。大哥说的对，这劳什子的符纸和铜钱埋这里，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施了什么法，不抓住背后搞事的人，怕是不能安心啊。程德叔方才说要去邻村找那些村长，这个时候应该还没出村口。我脚程快，现在去应该正好能赶上。去，赶紧去！今日要是不抓着这害人的阿杂玩意儿，老婆子我就不姓苏。您老人家本来就不姓苏，好吧？不过这9铜钱、9符纸，说是没料错的话，应该是冲我而来，而非冲老苏家。这心思刚起，便见方才离开的周家婶子去而复返，脚下更像是踩着风火轮一般。快！花儿，你快去山里头躲躲，孟云儿她请了马仙姑来捉你了。马仙姑，我只听过东北马家仙，南方茅山道，可从没听过什么马仙姑啊。对呀，马仙姑是县里有名的捉鬼降魔大师。我们方才回去时，正好撞见人往这儿走，泥鳅娘和大麦娘都在拖着呢。花丫头，你赶紧进山去，快，这晚了就来不及了。孟云儿请马仙姑捉我家花儿，
马仙姑不是捉鬼的吗？跟我家花儿有个屁关系？捉他老了个腿呀捉！这些铜钱符纸，只怕就是孟云儿弄出来的。三虎，你力气大，现在立刻护着花儿往山里走，这事情没完之前都不要出来。对，赶紧走！老二、老三，你们都一块儿去。你们切记啊，不管在山上遇到什么，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妹妹，知道吗？娘放心，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让花儿掉一根头发丝儿。对，还有我们也跟着小姑一块儿去。大郎他们3个小萝卜头也是点头如捣蒜，一张张小脸上无一不是绷得极紧。既然我是鬼或是妖，大家还让我去山里头躲，此刻还敢抓着我的手，就不怕被我附身啊？呸！说的什么胡话呢？这什么鬼啊妖的，可不能乱说。这马仙姑是不是真能捉鬼，咱们也不清楚，就怕不是鬼也被他弄成鬼。孟云儿这次明显是来者不善，花丫头还是赶紧去山里头躲躲，待过了风头咱们再出来。只怕是来不及了。只见一道月色身影打头阵，身后跟着乌泱泱的一群人。马仙姑就是这个厉鬼，半个月前附身在我手帕之交身上，至此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还望马仙姑快将这厉鬼收服，让我可怜的花儿妹妹活过来。小女担心，说是再让这厉鬼逍遥法外，届时不仅是花儿妹妹没了，便是咱们整个上河村的人都要被这厉鬼给扒皮抽筋，活活害死呀！放你娘的狗屁！你才是剥皮抽筋的鬼呢！你孟家从上到下都是恶鬼！一个箭步冲上去，对着孟云儿就是一巴掌，将人只打得一个趔趄。你竟敢打我！好得很！但我除了塑化这个厉鬼，下一个就送你这个老钱婆上西天！打你怎么的了啊？敢欺负我家花儿，给他泼脏水，那打你一巴掌都还是轻的呢。老娘今日就直接撕了你的嘴，省得你天天往外倒粪水去。我花儿这些年待你似嫡亲的姊妹，可你呢，不仅是抢花儿吃的、穿的、用的，最后连花儿没出生就定下的亲事也一并抢了去。如今还去搞什么仙姑符纸来诬陷花儿是鬼，要捉花儿，那你分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这一门心思的想害死我的花儿。苏家嫂嫂，云丫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啊。若是华丫头真被厉鬼附身，不赶紧将厉鬼弄走，那华丫头不是就要被厉鬼替了身吗？这话一出，不少村人亦是纷纷附和出声。对呀，这厉鬼附身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头一个是华丫头，下一个就不知道轮到我们其中哪一个了呀。是啊，反正马仙姑也请了来，若华丫头真是被厉鬼附身，咱们还是赶紧处理来的好。读书人不是常说那啥，迟则生变吗？一声高过一声的议论，就差直接说苏化就是个厉鬼附身了。我呸！狗屁倒灶的玩意儿，头上生疮脚下流脓的东西，我看你们才一个个都是厉鬼。鬼？你们跟我说说，这世上能有这么好看的鬼？而且还是站在日光下也不会烟消云散的鬼？居然说花儿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这他娘不是笑话吗？这次分明说的是你们孟家吧？抢劫的抢劫，蹲大牢的蹲大牢，前不久刚被阎王爷的鬼灯笼缠上，今日更是大早上就在屋子里干那档子事。比起孟家，我家花儿可当真是好的不能再好。我看你分明就是因着妒忌我家花儿，特意弄这一遭来害他。跟过来的村民们闻声，眸光中也不由闪过了几分惊疑。这老狮子的鬼不是向来见不得光吗？一旦被光照到，便会元气大伤。可这花丫头却一直站在阳光下，半点不受影响啊。这孟家确实和老苏家有仇，云丫头跟花丫头的嫌隙更是极大。再加上今日早上的事儿啊，可以说是整个村子的笑话了。这前头的话虽然有些难听，倒也勉强算得上是事实。但大早上就在屋子里干那档子事儿，是什么意思？各位叔伯婶婶，花儿自小被高僧批命，且是各位一同看着长大，整日都将各位叔伯婶婶挂在嘴边，在山上以命相搏，猎得的野猪肉也是第一个想着大家。他究竟是人是鬼，想必大家早就有所判断。如今孟云儿
因着抢劫我老苏家不成，反令孟城市下大牢一事，一直记恨在心。先是在我家埋铜钱符纸闹事，后又以妖魔鬼怪名头欲害华儿，其用心之险恶，实为常人所不能容。今日是害我苏家，他日便是害各位叔伯婶婶。这样的行为若是助长，我苏大只怕上河村以后永无宁日啊！男人铿锵有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全砸在众人心头了。是呀，苏花平日里见着大火，哪一次不是叔叔婶婶叫着，嘴甜的就像是抹了蜜似的。是啊，上一次的野猪肉，我们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山坡上的大树都被野猪撞断了，华丫头更是差点为此丢了小面儿。可这么难得的野猪肉，说给就给了，一点也不含糊，分明就是将我们放在心坎上了呀。若世上真有这样善良的鬼，也不是什么令人害怕的事儿。苏婶子前几日在孟家大门口闹一遭的事儿啊，我现在还记得门清呢。赔了个婆娘，又赔去20两银子后，孟永富那张老脸呀，简直比锅底的灰还要黑呢。我还看到孟云儿被他爹打趴在地上后，便直接关了大门，一夜都没让他进门呐，在门口淋了一夜的雨。那几日一直都听到孟云儿在咳嗽，这不活该吗？这个孟云儿啊，一心算计华丫头，想让她被阎王的鬼灯笼缠上。按照孟家人的行事风格，只怕是将这一切全都算在华丫头身上了。村委小木屋旁边，这家人的嘴倒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尤其是后头这个，简直和咱家也有的一拼了。哎，于峰，为啥也要让咱们将那几个洞给小狗仔发现，直接告诉他们一家人，不是更省事吗？爷做事自有他的道理，话少保平安。你要是再这么多话，只怕又要被遣出去。知道了，于峰，那一家人做的菜当真要香死我了，你瞧我这嘴角口水都快挂不住了。我从前偷摸着在御膳房住过几日，可那些老家伙的手艺比他家的拍马都赶不上啊！要是能吃上一口，我便是死也瞑目了呀。不行，这越想就越馋得慌，一馋起来就更饿了。我也饿了，要不咱们去帮那个胖妞揍小矮瓜吧，别让小郭仔发现那些铜钱分明就是帮胖妞一家。我如果现在出去揍小矮瓜一顿，跟胖妞换点吃的，应该行吧？于峰听得鱼语一口一句的胖妞，嘴角机不可闻的抽了抽。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于峰，你这神色咋回事？还有，啥叫我去？你在这等我？我人来的晚，是不是有啥不知道的？你可别骗我啊！木屋处的动静，村委小院外的众人自是不知晓。你们一个个的难道瞎了不成？你们好好看看他，从上到下有哪一点和花儿妹妹像了？这究竟是厉鬼还是你们的乖女儿亲妹妹？你们难道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吗？这世上自是有傻子变聪明的，但怎么可能有人一夜之间就什么都会啊？不仅能炒梭罗做生意，竟然还会医术，而且医术竟比周老大夫都厉害，短短几日便从原先的黑熊精一下变成了个小奶猪，这根本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我的闺女？难道我们自家人心里没数吗？反倒要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不成？就是，花儿会炒梭罗，会做生意，还会医术，而且医术高超，那是因为花儿天定的贵人命格，又拜了个好师傅。命数这东西可不是你能嫉妒得来的。哼，说到花儿的变化，可全都是拜你所赐呢。要不是你勾搭冯子才，还想出破庙捉奸的鬼把戏，我们花儿可能还不一定能这么快清醒过来。难怪你自小不受家里宠爱，就这天天怨这个怨那个，害这个害那个的性子，大虫看着你都得远上几分喽。孟云儿瞧着苏画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突然有种拳头砸在棉花上的憋屈。什么叫我勾搭冯郎？也不看看苏画以前那个胖穷丑的样子，这哪一点能配得上冯郎？我只不过是帮这二人解除孽缘罢了。什么老婶子命数不命数的，我从来都不信。苏家婶婶和哥哥嫂嫂们这么维护他，不会是有什么私心吧？见这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现在能帮你们捞银子，便全然不去管花儿妹妹的死活，便是占据花儿妹妹的身体也无动于衷了。我放你爹的18响罗圈连环屁！搂你大爷的银子！滚！给老娘滚去贴阎王爷去！孟云儿再不要脸，也才是个15、16岁的小姑娘，
直接被骂得小脸臊红。苏家婶子倒是没必要这么急着反驳，马仙姑这么多年一直以降妖除魔为己任，如今听闻咱们上河村的事儿，辛辛苦苦从清河县奔波而来，若是真就这么回去了，岂不是打他老人家的脸吗？反正也就是开坛做法的事情，费不了什么功夫的。若是有鬼，咱们就正好叫他帮忙捉了去；若是没有的话，便当今日是我唐突，起码也让村里的叔伯婶婶们能安个心呢。我这些年在清水县几百个村子捉鬼除邪，哪一次不是被恭恭敬敬奉为上宾？唯有这里，来这老半天了，一口凉水都没得喝，分明是完全没将我放在眼里。打马仙姑的脸关我们老苏家什么事啊？你要开坛做法除鬼除妖啊，什么都行。不过嘛，你打算给多少？什么给多少？对了，上次要这贱人发誓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动作，完全不差分毫。自然是要银子了。你要在我家开坛做法，还要捉鬼捉妖啊，那起码得付点场地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什么吧。咱们都老合作关系了，也不多收你的，就和上次一个价，20两吧。又要银子，还要20两，天天就知道钱。你一个地下爬上来的厉鬼，难不成还钻钱眼里了吗？而一旁的马仙姑亦是惊得不行。老朽捉鬼除邪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到需要捉鬼的人家反要银子的，还一开口就是20两。哎呀，你这话还真是说对了，地下的鬼也是要花银子的，不仅要花银子，而且还天天得干活呢。不干活没银子就得被别的鬼欺负，被扔下油锅，被丢到火海里。更恐怖的是被其他的鬼用钝刀子一块一块去割你的肉啊，割得像蝴蝶翅膀一样薄。村人闻声一个个都倒吸了口凉气。哎呀，这咋做鬼比做人还难呐？嗨，这鬼啊比人更需要银钱，比人更是难生活多了。要不咋那么多冤死的、横死的怨鬼妹妹、厉鬼弟弟们，想方设法想要夺舍夫。少女话说到一半，却是猛地捂住嘴，黑白分明的杏眸中闪过了一丝慌乱。那什么啊，这底下的事情我哪里能知道，就乱说的啊。你要是不愿意出银子就算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娘。一边说着，还一边悄咪咪地松了一大口气，那副模样分明就是差点说错话的后怕。怨鬼妹妹，厉鬼弟弟，居然叫得这么亲热，差点又被他骗到。若是花20两便能将这厉鬼彻底给弄死，那也不亏啊。你既然要银子，我便给你，这里是8两银，剩下的待法事做完之后我再回家拿给你。你当是在糊弄鬼呢？口口声声说我是厉鬼，现在又说什么法事做完之后再回家拿银子给我。法坛一开，我被你们弄得灰飞烟灭，你给谁银子呢？见过赖账的，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赖账的。你算了，还是赶紧洗洗睡吧。这个贱人明显就是心虚在逃避，这是我最有希望扳倒苏花的一次，绝对不能放过。20两就20两，你给我等着。说完拔腿就往不远处的芦苇荡跑去。这孟云儿当真是恨极了花丫头啊！我去，20两银子说拿就拿，他娘的，这20两银子跟20个铜板一样啊！孟家这些年可真是富贵呀，不过有孟福和孟云儿这2个败家儿女，这个富贵能不能守得住就不一定了。哎，这事儿闹的，咱们现在不应该担心，若是华丫头当真被马仙姑捉出什么来，该如何收场嘛？老苏家人围在苏画跟前儿，也亦是面色各异。花儿，那老石子20两咱们不要了好不好？这反正家里马上就有新的生意，大不了让你哥哥他们多跑几趟县里镇上，这钱慢慢赚就行。是啊，花儿倘若真想赚银子，咱们也可以继续弄口味梭罗。大嫂每日早起些，多去摸些石螺。对，银子少些咱们可以慢慢赚，
可这马仙姑什么路数咱们也不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让咱们以后可咋活呀？在镇上的时候听人说过，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子的8岁女娃娃，自小聪明的不行，出生就会说话，不用教便会读书写字。大了点后就去村里家家户户收集什么鸡毛鸭毛，到了冬天就做什么羽绒服，赚了不老少银子。可不知引得谁的嫉妒，说小女娃是妖怪变的，请来这个马仙姑开坛做法，符纸一下窜到小女娃身上，最后竟是活活将人烧成个傻子。半年后小女娃失足落水，这爹娘也是郁郁而死。可马仙姑逢人就说，小女娃就是被妖怪附身太久，才成了个痴傻儿。我去，羽绒服，那是现代才有的东西啊！莫非这个世界也曾经有过其他穿越的人？为何从未见过这所谓的羽绒服？啊！苏三虎一怔，花儿这关注点未免有些歪的离谱啊！听他们说，一件羽绒服就要好几两银子，咱们乡下人家一年到头弄不来一件羽绒服，谁买得起啊？咱们听着这事儿，已经是8、9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二哥才不到10岁，也想去做羽绒服，家里没鸡毛，就去村子里杀鸡杀鸭的人家等着，从年头收到年尾，终于收着2斤毛。最后咋样？苏画眸中一亮，燃起了3分兴致。最后呀，这羽绒服没做成，倒废了一件旧衣裳，不仅一股臭味，鸡毛鸭毛还四处飞，惹得娘拎着扫帚追二哥满村子打。苏大虎看得嘴角一个抽抽，这明明知道有套路，还能把话题转得那么遥远，而且还笑得这么开心的，恐怕这世上只怕就他妹妹一人了吧。花儿，你想做的事情尽管去做，只是一旦发现任何不对，立马往哥哥们这儿跑，知道吗？好。苏画认真的点点头，杏眸微转，看向拎着一个大荷包又重新走过来的孟允儿，小脸上笑意瞬时收起。今日一切，云儿就拜托仙姑了，麻烦仙姑一定要将花儿妹妹给找回来，定不能让她再被这恶鬼压制住。放心，这事儿就包在本仙姑身上。此时芦苇荡后，这世上让我孟永富吃闷亏的，还有苦说不出的，你苏画是头一个。这些天王二狗那几个二流子天天往我孟家泼粪，待过了今日，一切就能回到半个月前的样子了。届时没了苏画的老苏家，就是一群没牙的大虫，根本就不足为惧。我只要稍微用点手段，威逼利诱一番，那梭罗坊子便能手到擒来。娘，这个您收好，以后家里建青砖大瓦房的银子就差不多了啦。马仙姑这么多年捉鬼的本事，可是从来没有出过一丝纰漏的。哼，笑吧笑吧，待事成之后，你想笑都没有机会了。还想建青砖大瓦房，简直是做梦。马仙姑的动作很是娴熟，几个眨眼的功夫便将神台搭设完毕。吾将祖师令，即往蓬莱境，即入蓬莱仙，火速到坛前，倘或迟疑，有违上帝。轰哈那炮！我若是没记错的话，这前头念的几句正是道家的开坛咒，还以为是个会糊弄的神婆，没想到还像有几分本事的。轰哈那炮！好啊，当真是厉鬼作祟，荡荡游魂，何处留存？三魂早降，气魄来临。你上一世本是横死断头的厉鬼，却不遵3界轮回，夺人身害阳寿，实乃天地难容。本仙姑今日便替天行道，收了你这厉鬼。手中的桃木剑飞快挽出个剑花，符纸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火花，更是笔直的向苏画脑门刺去。苏白氏顿时吓得双腿发软，先前苏画说的所有保证安慰，在这一刻
统统失了效。我要好好记住这个场景，记住苏画这个贱人是怎么被活活烧回傻子的。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笑意便倏然一僵，只见桃木剑易了主，被苏画轻轻巧巧地握在手中。这怎么可能？苏画不是厉鬼附身吗？为什么还敢取我桃木剑？而且这舞剑的动作跟马仙姑不差分毫，甚至还要更漂亮几分，这怎么可能？这符纸竟然全往仙姑这儿飘啊！难道这厉鬼不是我，而是马仙姑你啊？话落，便抻着桃木剑在马仙姑的身上一顿乱戳。恶鬼，恶鬼啊！你别过来啊！别过来！哎呦喂！马仙姑被苏画这一手吓得连连后退，一屁股撞在了神台上。哎呦，我的衣裳啊！哎呦，我的屁股呀！哎呦！孟云儿见他走了，大惊失色。马仙姑，你等等啊，你不能走啊！然而刚迈出一步，便见到苏画大喇喇地堵在小路上。我告诉你，你千万别乱来！我不管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厉鬼，你占了我花儿妹妹的身子，这事儿不可能完。今日虽你侥幸逃过一劫，但你也别得意，下一次我一定会去请个高人收来。啊！就在这时，腹部猛然一痛，他只觉身子突地被踹飞。救命！救命啊！苏画，你敢害我！我要杀了你！我定然要杀了你！苏画轻轻掸了掸衣袖，朝一旁已经呆若木鸡的众村民们扬起了小手。在场适龄的小伙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要抓点紧啊！这水里的可是孟小员外家唯一的千金，谁要是能跳到河水里救他出来，保得美人回，以后孟小员外死了，这孟家的家产起码得有他一半啊！乍一听到苏画这话，混在其中的王二狗则是眼神一亮，一头扎进了水里。光棍们见状，也纷纷跟着往河里跳。滚开！不要过来！你们别过来！赶紧走！你们赶紧走！我会水，我不用你们救！我是真的会水啊！我水性好得很呢。这区区一条河，怎么可能淹死我？刚才呼救不过是想让苏画背上害人性命的恶名罢了。我一个姑娘家，要是身子被别的男人碰了，那还得了啊！我本来就不算什么好人，向来有恩必还，有仇必报。如今坏掉你孟云儿的名声，不过是收的一点利息吧。这世上的仇，若只是杀掉你，那也太便宜你了。花丫头，方才定然是被吓坏了吧？哎，那孟家的闺女儿可真不是个人，居然想出这种捉鬼的把戏来害你。你放心，她以后若是再敢来找你的茬，你直接跟你钱婶婶说一声，钱婶婶呐，定然会帮你揍得她满地找牙。我去，这钱是娘的眼神，是把我看成一坨闪闪发光的金坨子了吗？这席呀，也早就吃完了，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吧，省得天黑走不得路。这天黑也没事儿，咱们一家也就5个人，还有2个小娃娃，到时候同亲家这儿一块挤挤就成。行。苏白氏指了指一旁的鸡圈和马厩，家里就这2个地方能挤一挤，你们不介意吧？亲家家里既然挤，咱们待会儿就回去，定不会给亲家添麻烦。只是走之前，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该不该说。不知道该不该说的，那就别说。二虎，搜你丈母娘一家上路。亲家莫急莫急，亲家呀，我这不是听说华丫头要去清水县做麻辣烫生意吗？你大侄子正好先前一直在清水县忙活，县里各方各路的面子都广得很，咱们都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呐，不说2家话。以后啊，就让你大侄子大侄媳妇儿给华丫头去摊子上帮帮忙。华丫头一个姑娘家，又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这日抛头露面在摊子上做生意，难免会遇着些没长眼的。但只要有你大侄子在，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事儿。嘿，这一日赚1两银的营生，那苏婆子说不要就不要了，也就她这种不会当家的人才做得出来。老苏家人闻声
瞬时安静的都能听到针落的声音。麻辣烫？你听秦月娘说的？嗨，这做麻辣烫生意赚银钱可是好事儿，有啥不能说的？亲家，要不今日让你大侄儿和大侄儿媳妇儿留在这儿住，明日一早便跟华丫头一道去清水县。至于屋子嘛，三虎反正没成亲，到时候和哥哥们起义气，先腾出间屋子给他们住一宿。我和天赐啊，就让二虎赶牛车送回钱家村就行。哎，方才华丫头不是说家里要盖青砖大瓦房吗？到时候给你大侄儿和大侄儿媳妇儿留间屋子，以后啊，每日去清水县做生意也方便。得，这顺杆往上爬，连未来的房子都要分一份的态度，彻底激怒苏白氏了。滚！统统给我滚！敢惦记我闺女的东西，还口口声声说是为她好，我老婆子这辈子呀，就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一家没脸没皮的东西。一把扯开门栓，直接将钱母给扫出了院子。亲家，你哪能这么干事的呀？你要是有哪里不满意的，咱们可以再商量嘛。咱们好歹也是姻亲。月娘在你们家这么些年，为二虎生儿育女，整日累死累活，受尽委屈。哎，你竟然这么对他老娘！这要是说出去，你们老苏家怕是得被唾沫星子淹死。这篱笆墙当真是个摆设，看来青砖瓦房要尽快盖起来了。到时候砌上一层厚厚的围墙，不仅能挡贼，还能挡声音。哼，你不说，我倒还真是忘了，累死累活、受尽委屈的是吧？啊，你钱家的闺女倒真是好样的。我老婆子这些年自问没哪一点对不住她，结果在外头就是这么给我老苏家泼脏水的。也别说什么生儿育女这样贴金的话，这些年统共就下了一个蛋，还是个没把的。你钱家的好闺女儿，你自个儿带回去好好供着去。我老苏家呀，庙小容不下。这至于笑话不笑话的，我向来不怕这个。这媳妇儿娘家整日惦记女婿家务事的事传出去，究竟是谁家成为笑话的还真不一定。这样的狗屁亲家，我宁愿没有。娘，我没有说那些。苏白氏的反应就是这么大，这是要休了我吗？平日里说的有多好听，生儿生女都一样，原来心底一直在意的紧呢。钱母一愣，瞧着也被扔到旁边的钱氏，赶忙堆起了几分笑。什么叫我带回去？亲家，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这女儿都嫁到老苏家了，哪还有再带回娘家的道理呀？你今日要是不高兴，我们下次再来就是了，可千万别说这种置气的话呀。说罢也不敢再多说什么，直接拉着钱大四人往羊肠小道上跑着走了。哎，他爹，你快同娘说一说呀，那些话真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提了一下家里要做麻辣烫的生意，其他的什么也没说。苏二虎心下有些不忍，可还没开口，便见苏白氏站在灶屋门口，瞪着一双冷眸死死盯着他。你要是替他说一个字，就麻溜的和他一块滚去钱家当上门女婿去。是真是假，老婆子我有眼珠子能分得清，一个当嫂嫂的还敢拉着娘家一家惦记小姑子的东西，正当我老婆子是死的不成。可到底是和我这么多年的妻子，是我女儿的娘亲，哪里还真能说休就休的？无奈之下，只得将视线转向一旁的少女，可苏画却是默默地移开视线，什么也没说，抬步进了灶屋。老苏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不该有的心思是越来越多，说不趁着这个机会治一治，只怕会出事。灶堂中，先前给萧景寒准备的饭菜放在铁锅中隔着水温着，如今正鼓鼓地冒着热气儿。苏姑娘来了。萧公子，我娘看你今日没去吃生辰宴，特意让我送些菜过来给你尝尝，有鱼羊鲜、卤下水、麻辣牛血旺、剁椒鱼头、香辣鱼杂、蒜叶炒风干兔、紫苏香煎扇片、干煸小泥鳅、太极图香葱炒鸡蛋，还有辣鸡、腊肉、腊鱼做成的辣味河蒸。少女一边嘚啵嘚，一边麻利地将最上面的大海碗端到男人面前。这鱼羊鲜可是你一大早送来的野山羊和草鱼煲出来的，味道极鲜。离木屋3里外的山坡上，娃娃脸少年蹲在树枝上，
看着这一幕，脚下一滑，差点从树上掉下来。苏画动作微顿，转头望去，正好有条五颜六色的山鸡尾巴从视线中溜走。难怪你可以在屋后头抓10-20只雉鸡，原来竟是占着洞天福地。这胖妞的耳力居然这么好，丝毫不亚于专门训练过的我们几个。隔着3里远，我和于峰都听不清爷和他的对话，胖妞居然能一下就听出是我这里的动静，而且他居然敢和爷隔得那么近，还敢逼着爷喝汤，他难道不怕被爷一剑给砍死吗？萧景寒，我想请你帮忙跟踪一个人。行。什么？行？你难道都不问问我要跟踪谁？为什么要跟踪？要跟踪多久？有没有危险之类的吗？没关系，我信你。自打生辰宴上为王纯福把过脉，他便一直在考虑请谁去清水县跟踪王纯福呢？想来想去，最适合去清水县的唯有萧景寒了。要不我将王纯福的画像给你画上一张吧？不用，我方才瞧见了。这家伙，难不成方才还悄悄去了生辰宴，瞧过王纯福不成？忽然一阵山风吹过，一抬眸，便见是男人抱着一盆植株踱步走了出来。我的天哪，这可是传说中一牙10万贯的10丈垂帘呢，而且还是10丈垂帘中的极品。说原先的春兰楼山红可以在2线城市买一套房，那这极品10丈垂帘就相当于汤臣一品一套大平层啊。前儿个偶然得到一株野菊花，见苏姑娘喜欢花，便正巧送你。好家伙，野菊花？这10丈垂帘是野菊花？那什么才算是名菊？送菊花寓意可能不大好，要不就当是我先帮你养着，待日后你什么时候想要了再来同我说，可好？木屋3里外的山坡上，雨雨看着抱花走远的少女，满心的惊诧都快溢出脸皮了。这可是价值20万两的10丈垂帘呀！那个胖妞竟然只用了1顿饭，就骗了爷白白的送给他了。我勒个去！当初听到爷说要花重金求花，我还以为是爷喜欢上养花了呢。从府城抱着10丈垂帘回来，一路都将它捧在手心里，我还用胳膊挡着风，就生拔掉了1根花瓣，如今就这么活生生没了。平日说你是个憨憨，还不承认？你还好意思说我憨？方才要不是你死死拉着我，这20万两的花能就这么被胖妞给骗去？而且他还没进院的时候就直勾勾盯着咱们爷看，分明就是一花痴，还逼着咱爷喝汤吃菜，简直是离了个大谱。当真是胆子大的能包天，也不怕被咱爷一剑斩在原地。那你说为什么咱们爷没将苏姑娘一剑斩在原地？对啊，那胖妞离爷那么近，一直色眯眯盯着爷，还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儿，为什么咱们爷没直接一剑砍了他呢？主子这么些年向来都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性子，别说女子，便是男子离得近了也不行。雨雨的眉头皱得死死的，莫非是因为他们家的菜？若是主子因为饭菜而忍一忍，也是很合情理的。那你说爷为什么要在苏姑娘来之前将咱俩赶到这3里外的大树上蹲着？爷为什么让我们在府城找好看的花？为什么要让小狗仔去叼洞里的铜钱？而且爷一个冷面冰霜的人，什么时候像今天一样总是笑，而且笑的还像是一个大傻子？雨雨被问得一脑门的问号，可还没等他想明白第一个问题，便听到男人低沉中略带冷意的嗓音传来：你们俩过来一下。我们这是有口福了。嘿嘿，咱主子虽然性子有些冷，但对我们几个下属向来没有抠搜的时候。胖妞方才送的那一叠叠菜食，主子一个人定然是吃不完，这是叫我们下去光盘呀。嘿嘿，光盘什么的我最喜欢了。可于峰却是心头咯噔了一下，主子这声音可不像是高兴的样子呀，我方才应该没讲什么不该讲的话吧？但走到木屋前，便见雨雨已经捧着一碟吃食，眉开眼笑了。哎呦，想当年跟着主子在军营埋伏在那深山之中的时候，啥长虫没有吃过呀？就连那制毒的长虫肉我都生啃过，那时候可没觉得恶心害怕。不过今儿个还真是头一遭见到能把这小长虫做成这般模样的。
单瞧这卖相就让人馋得不行。你也尝尝看，爷送给咱们吃的，说是叫太极图。于峰喃喃，正要上手，却听见雨雨哇的一声，全部将之前吃的吐了出来。这太极图咋回事啊？我这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沙，而且这沙里头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味儿，跟外头那焦香的肉一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嘛。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是由长虫幼崽烹制而成，那里面肯定有内脏、沙石，甚至粪便。可这憨憨竟然一股脑的全吃下去了，看来是主子特意没告诉他，这是在惩罚他呢。这瞧着好看，闻着也好香，可抵不过真的难吃啊！可怜的主子，竟然被这么一桌东西骗去了20万两。吃完太极图，就去伏虎山里跑100圈，今日之内跑不完，就收拾包袱回军营。不就是吃屎吗？我吃，我才不要回军营呢！好不容易才能陪主子一起，才不要回去和那群大老粗大眼瞪小眼呢！与此同时，村委小院儿，花儿，我的好花儿，花儿，你快帮帮二嫂和婆母说说好话行不行？二嫂可以发誓，我在生辰宴上只和娘他们提过一嘴麻辣烫的生意，这旁的不该说的真的是一个字都没透露。自打药口味梭罗方子失败之后，我是真的泄了这些心思呀。小姑子鬼精鬼精的，婆母又心狠，男人也不站在我这边，我哪还敢动那些念头？花儿，二嫂嫁给你二哥马上就4年了，虽说嘴上有时候说话不中听，可这些年到底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还给你二哥生下春花这么个大闺女。女儿家一生最好的年华全给了你二哥了，如今婆母一声不吭就要休了我，请我回娘家，这分明是让我前月娘去死呀！花儿，春花，快和你小姑说说，你不想要娘回娘家，娘要是真的被休回娘家，以后你就是没娘的丫头了。你爹休妻后若是再娶，这一有后娘就会有后爹，你的日子可咋过呀？够了，要跪就好好跪着，别说那些有的没的。前世见男人黑沉着脸斥责自己，丹凤眼中的泪水顿时像断线的珠子一般往下掉。你不为我说话也就算了，竟然还吼我！孙二虎，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是不是也像你娘一样，一直嫌弃我没给你们老苏家是个带把的，没能为你们老苏家传宗接代，所以眼见着家里边的日子好过起来，就想着赶紧把我给休了，好趁着你年轻，赶紧再娶个黄花大闺女回来，是不是呀你？小姑，不让娘回娘家好不好？这前世跪着的苦肉计其实挺好，娘向来是个嘴硬心软的性子，瞧着3人跪这么一下，应该很快就会将这件事情翻篇。也正如前世自己说的，他坏就坏在这张嘴上，平日里都不能好好说个话，一开口就是挑拨离间，嗓门又大，要是被娘听着，只怕会把事情弄得更僵。果然，下一秒便见苏白氏拎着锅铲跑了出来。钱月娘，你就这么喜欢跪是吧？啊，那就一直跪在这儿，千万别落地儿，跪个3天3夜，要是还能喘气儿，那这事便算完。我方才跪1个时辰，腿都已经麻了，又不是守灵，跪3天3夜做啥子嘛？苏白氏吼罢，也不再管他们夫妻俩打得如何，直接拉起春花便回了堂屋。金屋西沉，玉兔东升，前世跪在院门口，闻着鼻子里一阵阵的饭菜香，肚子里早就唱起的空城计，真香，我都快饿死了。中午那一大桌子香喷喷的饭菜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娘家嫂子一来就把天福那个奶娃娃塞给我抱着，根本就腾不出来吃饭嘛。这么一折腾，我现在都饿的是前胸贴后背了。抬眸看着吃得喷香的一家人，前世心中的委屈瞬时漫到了极致。春花那个死丫头，不帮我说话也就算了，自己坐在桌上吃香的喝辣的，全让不过我这个亲娘。早知道生出这么个没良心的丫头，还不如生块叉烧呢，最起码也能填填肚子。是夜，苏画洗漱过后，便从被窝进了空间。这个空间的包容度似乎很强，不管是普通的青菜，还是很难伺候的兰花，在这儿都能很好的活下来，而且这生长的速度亦是远远超过外面，
说是以后有机会弄到人参、灵芝等药草的种子，是不是也能够种活呢？兴许待下次去周家药房的时候，可以问问周老大夫。明日还要早起去县里。苏画签插完，便没再多耽搁，直接出了空间。可苏画刚一出空间，便听到院子外头似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娘对家里的吃食管控一向严格，不管是以前穷得响叮当，还是现在没吃完的都得锁柜子里。不过小春花竟然能拿到温热的饭菜，这事儿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娘特意放在锅里给二哥夫妻俩留的。希望经过这一次之后，前世是真的能长长记性吧。月影轻移，小院儿渐渐恢复了一贯的安静。待苏画再次睁眼醒来时，已经是第2日卯时了。画儿起来呀，要洗漱吧？二嫂方才正好烧了热水，这就给你打上啊！不用了，我去跑步。可谁料，刚刚走出村尾的羊肠小道，斜刺里突然冲出了一个黑熊精一般的庞然大物。刘春牛，你大早上站这儿干啥？苏姑娘，昨日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没事吧？昨日的事？昨日我干的事情可不少啊，什么有没有事？我今日还能活蹦乱跳的，能有什么事儿？再说，这跟他有啥关系？我们老苏家和刘家可是从根上就对立的2家，原主跟着刘春牛更是13年从未说过一句话，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一点有闲聊的交情啊。刘春牛抿了抿唇，一张脸憋得黑红。苏姑娘，你放心，不管孟云儿说什么，我都不会信她。以后苏姑娘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只要派个人去刘家吱个声就行。平日里除开去镇上出摊的时候，我每日都在家。这都啥跟啥呀？这一个个字儿吧，我倒是都明白啥意思，可这连起来咋就跟那听不懂的外星语似的呢？这时一道大嗓门从河岸后的芦苇荡里传来：刘春牛，赶紧给老娘滚过来捡石螺！这就来。苏姑娘，以后想吃好吃的了就来咱们刘家，炒螺肉管够。我娘最近又在想新的炒螺法子，味道都不错。呵呵，苏画闻声终是明白，眼前这黑熊精的脑子怕是不大好使吧。他们刘家这炒螺肉的营生，若从根上算，还是从老苏家的口味梭罗来的。若是碰到计较的人，听到这话定会觉得这刘春牛是在戳人心窝子。刘春牛，老娘先前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这老苏家的闺女绝对娶不得？你咋半点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啊？一见着苏画出门，就像恶狠的狗见着热乎的屎一样。幸好现在还早，村里那些老婆子们都还没出来，要不然咱们老刘家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尽了。花儿妹妹长得那么可爱，像是白白乎乎带点红的寿桃，是咱们村最漂亮的，而且她心地又好又有本事，为啥就不能娶啊？可是男人话才说到一半，瞥见自己老娘那黑透的脸，又忍不住小声的嘟囔出声：莫非娘还因着苏老爹和苏婶子的事情一直记恨着，连带着对花儿妹妹也不待见？我呸！记恨你大爷！苏老头骨头都烂成土了，你还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怕不是整日在家里闲得慌？娘，疼，快松开！再说了，我大爷不就是你爹吗？娘这是把自己也一块骂进去了。这苏家的小丫头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听听昨日她是怎么弄那个马仙姑和孟云儿的就知道了呀，那手段心思都狠着呢。你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你啥德行，我还不是门清啊？这老苏家的丫头，你压根儿就降不住。昨日晌午，我们便去了苍梧镇卖炒螺肉，那孟云儿请马仙姑一事，还是从村人口中得知的呢。你瞧瞧那马仙姑是什么人，从年轻时候就开始降妖捉鬼的，40年里可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岔子。可来咱们上河村一遭，就弄得40年神明全无，连滚带爬的从村子里面逃走了，连吃饭的家伙事儿也全淡得一干二净。还有那始作俑者孟云儿，更是被王二狗他们一群二流子搞得名声尽毁。这一切全是老苏家那个小丫头弄出来的，咱们老刘家可装不下这么一尊大佛。儿子知道了，花儿妹妹那么好的人，儿子根本配不上她。呸！这哪是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事儿啊！
我刘金花的儿子自是配什么都配得上，不过这挑媳妇儿呀，得挑各方面都适合的才行，不然千好万好也没用。说罢，又指了指盒里面的石螺。咱们家如今有这炒螺肉的生意，虽然说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但日子比村里的一般人可好太多了。但再过上几个月，积攒些银子，娘就找媒人给你说个好姑娘。娘是过来人，自是知道少男少女时期的心思，喜不喜欢什么的，那又不能当饭吃。过上几个月、几年，日子久了，便什么都忘了。娘和那苏老婆子每次见面总是呛得脸红口白的，不是因着还惦记着苏老头那死鬼，全然是咽不下年轻时候的那口气罢了。内厢，苏画自是不知刘家母子二人的小风波，直至他跑完第5圈，半空中萦绕的雾气才逐渐散开。坏丫头，你这是又起来跑步呀？哎呀，要婶子说，你现在是正好，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的，这小脸蛋白里透红，浑似能掐得出水来，哪儿还需要减什么肥呀？旁的小姑娘想要你这身形都要不着嘞。说话也不大对，城里的小姑娘不是说啥以瘦为美吗？要什么像柳树一样被风吹着跑的身形吗？嗨，咱们都是乡下人，同城里的一样干啥呀？不过呀，说到这城里人，孟家丫头天没亮就背着个包袱往城里跑喽。花丫头啊，你猜她这是去哪儿啊？说到这儿，方才出生的妇人们脸上都不约而同地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去，一个个的都赶紧洗衣裳去。花丫头，你别听他们胡咧咧。莫非孟云儿是上河村待不下去了，跑去府城找冯子材了不成？你知道啊，原本还有些纠结，这话该怎么开口。毕竟啊，冯子材可是华丫头还没出生就定下的夫君。我猜的。嗨，孟云儿跑了也好，咱们村子里也能清静些时日。昨日下晌，孟云儿掉到河里之后，王二狗和外村好几个混混全跳到河里了。结果呀，这孟云儿自己也会水，一个劲儿地往河水里另一头游。可那王二狗他们是啥人呐？那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几个人一合计，直接从河水底下四面包抄。这一个姑娘家再厉害，哪里抵得过几个大男人呢？最后5个混混一起抱着孟云儿上来的，在孟家宅子前头，王二狗几人一个比一个闹腾的厉害嘞，全都嚷嚷着自己已经抱了摸了孟云儿，说今儿个早上就找媒人上门提亲，是要当孟家的女婿。花丫头，走，咱们赶紧去孟家瞧瞧热闹去。孟云儿跑了，那孟永富、孟福父子俩可是还在家里嘞。婶子去吧，我今日还要去县里，就不凑这热闹了。哎，这云丫头就是罪有应得，你不用太放在心上。要不是她自己心思太黑，也弄不到这局面呢。待苏画回到村尾小院的时候，便闻到空气里四处飘散着大骨头汤的浓香。花儿，快过来瞧瞧，娘炒的麻辣烫的汤底成不成啊？苏画闻声笑了笑，用锅铲盛出一小勺热汤来。娘不去大酒楼掌勺，可真是凄惨了。你这丫头净会逗娘开心的。苏白氏笑骂了句，一直提着的心也是悄悄放下了。今日是老苏家麻辣烫生意开张的第1日，大虎，你们仨都给老娘记住了，凡是有那不长眼的敢欺负花儿，你们都给我可劲儿揍，知道吗？娘放心，儿子不让儿子受一丁点委屈。待今日回来，娘就等着数银子数到手抽筋呢。牛车一路晃晃悠悠，约莫1个时辰之后，4人终是到达了清水县百川学堂外。丫头，你这是打算在这儿做生意吗？老叔好，这不家里种了些青菜吃不完，便打算在这支个摊，看看能不能卖出去，换几个铜板买点肉吃。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咱们做生意可不能这么不讲究。这包子摊前不久可是才出过事儿，谁瞧着不是绕道而过？你们倒好，直愣愣冲上来。要摆摊的话，我这馄饨摊子再往边上挪挪，你们摆过来便是。这老摊主倒是个热心人，不过
我们的麻辣烫摊子占地也不小，哪能真的占人家摊位？多谢老叔，待会儿要是客人看着我这摊转头就跑，我定来麻烦你，半点不带含糊的。哎，待会儿下课时间到了，就啥都知道了。那会儿包子铺倒掉后，就有好几个外头小巷子的摊贩移过来，想要做着学堂学子们的生意。谁料那些个学子一瞧着在包子摊上，看都没看一眼，就直接转身走了。一旁，面条摊、羊汤摊、馅儿饼摊，各个摊主见到苏家兄妹的动作，也纷纷叹息摇头。哎，这几个兄妹咋想的哟？咱们都早打算着找县里头的好去处准备搬走了，他们倒好，愣头青似的就这么冲了进来。就是呀，你看他们一下带30-40斤青菜，要是家离得远，这么来回折腾，青菜不得都蔫了呀？还不如留着喂家里鸡鸭呢，起码还能落点鸡蛋鸭蛋。可不是嘛，他们这样弄到这儿来，那只能是全白费了，啥都捞不着啊。对于五感日渐灵敏的苏画而言，压低声音的交谈就像是放大版在耳边和眼前播放，炉火氤氲，将麻辣鲜香的味儿一下传得老远。哎呦，我的个乖乖呀！你们这啥串串啊？这香味咋能这么厉害？哎，这光是一闻啊，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叫麻辣烫，是咱家妹妹自己想出来的新吃食。这麻辣烫串串分荤素2类，像这锅里的猪肉串、猪杂串、油泡串都是2个铜板一串，至于一旁的白菜、香菜、菜心、蘑菇串串都是1个铜板一串。一口下去，鲜香刺激的味道香的人舌头都要没了。今儿个是咱家麻辣烫开张第1日，买5串送1串，大伙儿来上几串尝尝鲜。反正现在还没下课，若是能做几个摊主的生意，倒也是个美差。摊贩们闻声瞬时惊呼出声。这劳神子猪杂串要2个铜板一串，几小块青菜更是要1个铜板一串。小伙子，你这定价未免太黑了些吧？这猪肉串2文钱一串倒还算说得过去，咱这县城里猪肉卖20文一斤呢，这串上有6片肉，每片也都不小，收2文挺合理。哎呀，是啊，这猪肉串价格能接受，可那劳什子的猪杂，狗都嫌臭的东西，你们居然也拿来卖，还卖2个铜板一串，这谁要啊？哎，还有那青菜串串，不到小娃娃半个手掌大小，虽说串得多吧，可它再怎么着也就是个青菜呀。这青菜1文钱一斤，还得赶时候才能卖得出去呢。你们这开的价，简直就是抢钱嘛！哎，咱们卖东西哪能光看这一个东西的进价啊？这麻辣烫汤底可是我妹妹师门秘方，有几10种药材精心熬制而成，成本比起猪肉来还要贵上好几倍呢。如今卖1-2个铜板一大串，可真没咋的赚钱。而且这麻辣烫不光是闻着香，浅浅吃上1-2串，唇齿留香，五脏温顺，全身上下都通畅的紧。大家伙看咱们兄妹4人就知道，只要是男儿家吃了这麻辣烫就俊，女儿家吃这麻辣烫就美。苏大虎则是啥都不说，只是默默用锅铲搅动汤底，只把那骨头汤的鲜美和汤底的麻辣鲜香传得老远。快，我要1串猪肉，1串这豆泡，尝个味儿。这猪杂我不敢下手，但这猪肉完全可以吃啊。这劳什子豆泡先前也没听过，就看它在锅中汩汩沸腾，浸满火红的汤汁。哎呀，我这口水这一下不争气的从嘴角流出来了。苏二虎笑着应声，麻利地从锅中拿出1串猪肉片，1串豆泡，递给馄饨摊摊主。老摊主拿着猪肉串就往嘴里送，烫得一个哆嗦，但却根本不愿意松口。哎呦，这味道可太美了！大兄弟，这豆泡和猪肉串再给我来2串，另外还有1串白菜，1串香菜，1串菜心儿。好嘞，这就给您拿。苏家兄弟闻声一下就忙活开了。你瞧，那卖馄饨的老家伙向来是最是抠搜的，从没见过他花钱跟别人买过旁的吃食，今日倒是稀奇了，居然买上了。就是啊，而且一出手还挺大方，看来呀，这麻辣烫的味道是真不赖呀。那可不，咱们做生意这么些年，
花个1-2文吃个串串的钱还是有的，要不咱也去尝尝？行啊，走。哎，大兄弟，来，给我来上一串白菜。我要一串这个豆泡。我也要一串豆泡。还要一串猪肉串，试试味儿。好嘞，这就来喽。好家伙，原本还打算尝个味的摊主们，这下却是一吃就停不下来了。直到清脆的下课钟声响起，这才猛然间回神。哎呀，自家的生意还没开张呢，倒是已经平白吃掉20几文钱了。虽说花了些钱，可这钱花的值啊！吃这么一顿下来，浑身都暖洋洋的。要不是待会儿还要做生意，我真想再来上几串。嘿嘿，就是，真没想到啊！以前那猫嫌狗气的猪杂，竟然能这么好吃。见苏二虎推回来的4个铜板，馄饨摊摊主不由得有些发怔。这也是我妹妹的意思，方才多谢老丈给我们让摊位，前头的猪肉串和豆泡串算是我们请老丈的。哎呀，你这丫头真是鬼灵精！自家二哥一碰着做营生的事情，这脑袋转的不是一般的快。这人与人之间交往，有来有往的交情自是最好。当清脆的钟声落下，一个个身着青色交领长衫的学子们陆续从学堂出来了。阳春面，热乎的阳春面，10个铜板1大碗，好吃又管饱喽。卖羊汤喽，刚宰的新鲜羊肉，吃一碗浑身都暖和，大碗小碗都有啊。卖馅饼，刚出炉的大馅饼，5个铜板1大个，外酥里嫩嘞。馄饨，刚刚包的新鲜馄饨，皮儿薄馅儿大，肉馅的菜馅的全都有嘞。麻辣烫，卖麻辣烫喽，骨汤打底，麻辣鲜香，素菜1文，荤菜2文，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的都不要错过喽。原本3-32-2往天香楼走的学子们，听到这新奇的吃食，瞬时一愣。你们这麻辣烫是什么吃食啊？这麻辣烫便是将各种不同的吃食在特制的汤底中烫一烫，既吸满骨汤的营养，又浸透麻辣的鲜香，一口下去浑身都舒畅的紧。今日是麻辣烫开张第1日，买5串送1串，大家抓紧机会，先到先得啦。沸腾的锅底一翻滚，瞬时将香味直往学子们鼻尖送。姑娘，这锅里的串串一样来上1串。我喜欢吃青菜，这些青菜串串都来上1样。哎，我就爱吃肉，这什么肉串串，每样都给我来上3串。好嘞，大家都排好队啊，一个个来。一旁冷冷清清的摊贩们彻底傻眼了。另外一边，与百川学堂相邻的一条巷子，这怎的突然停车了？少爷，我好像瞧着苏姑娘和苏家少爷几人了。今日苏家兄妹准备的荤素串串各有1000串，可不到1炷香的功夫，筐子里面就已经只剩下浅浅的一层了。王大胖，你这混球，好歹给我留2串尝个味儿啊！一买就是100串，真不怕自己吃成一头年猪啊！对啊，王胖子、陆老二，你们要是不给我留点，这个月笔记不让你们抄了。前头一个劲儿埋头吸溜的，咱们好歹同窗这么些年，现在吃起东西来，一个个都不认人了是吧？胖不胖的先不管，反正吃饱了才有力气瘦下去。至于笔记，不抄就不抄吧，还省得费力气了。反正这串串想要分给他们，门儿都没有，1串上的肉就够塞个牙缝。素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能找到个好吃的吃食，自然是先填饱嘴巴，肚子来的实在。而一旁的羊汤摊子、馄饨摊子、烧饼摊子、面条摊子，则是冷清到了极点。今儿是苏记麻辣烫开张第1日，准备的少了些。大家若没吃饱的，也可以就着麻辣烫吃些馄饨、羊汤、烧饼、阳春面，这2者配在一起，滋味绝对差不了。摊贩们个个都是人精，听得这话，沉寂灰暗的眸子倏然一亮。馄饨，麻辣鲜香的馄饨，一直在麻辣烫汤底旁煮的，汤里都沾着麻辣烫的香味喽。素馄饨5文，荤馄饨8文，好吃又实惠啊。羊汤，新鲜热乎的羊汤啊，纯正的野山羊，自小吃麻辣烫里的青菜长大，10个铜板1碗，直暖到心窝子喽。烧饼，
皮薄馅儿大的大烧饼，一口烧饼一口串儿，滋味美得像神仙嘞。阳春面，10文钱1大碗的阳春面，阳春面配麻辣烫，绝配喽！当原先熙熙攘攘的人群散开后，苏画便觉得有一道热络的视线打在自己身上。秦公子，当真是巧啊！来，这是家里新做的吃食，麻辣烫。你不是最喜欢吃猪肺吗？试试这个麻辣烫猪肺，可还喜欢吃？苏姑娘和大哥、二哥、三哥说话不算话。7日前分明说好，若是你们来清水县，便定要去城东青衣巷来寻我。如今都不知道到县里几次，生意都弄得这么红火，倒是全将玉成给忘得一干二净。我能说我只当那句是句客套话吗？我压根就没当真呢。姑娘，这锅里都没剩几串了，咋还能拿给这个插队的家伙啊？是呀，你们方才不是说先来后到的吗？他这可是排在最后头的。我馄饨都买好了，就等着这麻辣烫下肚。他吃2串，还有我的份吗？秦玉成正要将串串往嘴里放，闻声突觉手中的木签有些烫手。玉成是自家人，可算不得插队。这话一出，秦玉成顿时像是被抚平毛的猫，什么哀怨傲娇通通消失得一干二净。苏姑娘，你们不知道，自打公子从上河村回来，便一个劲念叨下次什么时候去。老爷和夫人被磨得没法子，便想出一个写文的主意，若是能写得一篇好文让老爷满意，便允了公子去上河村。公子今日正是出来寻摸灵感的呢。有的人张张嘴想说什么，却是被走过来的王大胖和陆老二2人一把拉住。我去，在清水县的地盘上居然想跟秦家的小公子抢吃食，这不是活腻歪了吗？难怪这麻辣烫能这般独特又抓人胃口，原来背后竟是秦家。所幸方才我们都只是安安分分的吃麻辣烫，没有任何不当之举。看着一下子空空荡荡的摊子，苏画一下子傻眼了。苏姑娘，要不这些麻辣烫我都买了吧？苏家出品的吃食就没有味道不好的，光是闻着香味儿，我肚子都开始叫了。就手里的一串猪肺哪里够吃？方才都说了是自家人，还提什么买的事儿？秦玉成先前送的那些礼品，就够他放开肚子吃一辈子的串串了。秦玉成正要继续尝一下新品豆泡和平菇串。玉成，快快放下，这脏东西可吃不得。当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上次还以为是最后一面，这才几天时间，竟然又碰上了。是你？你为何会在这儿？我们京都的女儿家向来不会轻易在外头露面，尤其是在没有戴围帽的时候。方才玉成听到所谓苏姑娘之后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反常。奇怪，那个长得好看又能打的少年，今天怎么没在他的身边呢？魏蒹葭视线圈选了一遍后，轻飘飘地落在面前的小摊上，眸中染上了不屑。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长得好也没用，竟会干这些抛头露面的事。表姐，你和苏姑娘认识？谈不上认识，前几日见过一次罢了。不是说好咱们年岁差不多，直接唤我蒹葭便是吗？说罢指了指他手中的麻辣烫串串，玄玄劝道：这些小摊上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背地里还不知道有多脏呢。玉成可不能乱吃啊，不然若让姨母姨父知道，你待会儿回去怕是又免不了一顿说。空口白牙就说脏，这背地里脏的怕不是我们小摊上的东西，怕是魏姑娘胸中的一颗心吧？你哪个熊？麻辣烫串串可是我们老苏家发家致富的营生，也是我为养空间赚玉石的法子之一，一上来就泼脏水，我苏画可不会同意。不远处，羊汤摊子、馄饨摊子、烧饼摊子、面条摊的摊贩们也纷纷目光不善地盯向魏蒹葭。哎呀，我们今日生意好这么多，可全是因着苏姑娘的一句话。嘿，这如今这小姑娘一开口就来闹事儿，话里话外的说我们这小摊上的东西脏，这怎么能行呢？你说话未免是太难听了些吧？这摊子上人来人往，免不了会有灰尘落叶掉到吃食里边去。玉成身子弱，若是吃了这些东西闹出事端，谁能负得起责？
我身子向来好得很。苏姑娘家的麻辣烫，表姐既然看不上，我就懒得分你了。表姐若是闲着没事，就赶紧回去吧。原本还想着要分她一些，如今倒也罢，手里统共也就10多串，我自己都还不够吃呢。听得他脱口而出的表姐二字，魏蒹葭敷着细粉的脸颊微不可察地黑了好几分。我无非是比你年长2岁零212天，你打小就一口一个表姐的喊，怎么都改不了。就那一些根本上不得台面的小吃食，这主婆俩护食的劲儿是一个赛一个，好像在吃什么山珍海味似的。不知苏姑娘和玉成是怎么认识的呢？魏姑娘这是想问，为何我一介乡野女子，竟会攀上你们秦家公子吧？只是好奇罢了。我的姨父也即是玉成的父亲秦凤，是京都清贵秦家的小儿子，母亲李红颜更是大禹首富李家唯一的嫡女。秦玉成人如其名，玉成，自小便是在锦衣玉食之中长大的。像你们这种泥腿子，卖身给秦家为奴为婢，干最下等的活儿，都会被嫌弃根基不够，教养尚缺。可如今却是哄得玉成一口一个苏姑娘，一口一个大哥、二哥、三哥的，其中若是没什么猫腻，鬼都不信。说你是高攀，那还是说得好听了，谁知道是不是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毕竟这下等人为了往上爬，使出浑身解数的法子那是多了去了。表姐慎言。秦玉成闻声，精致的眉眼瞬时冷了几分。苏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若非她出手相救，玉成只怕尸骨都冷了。我与苏姑娘之间，若非要说高攀，也是我秦玉成高攀了苏姑娘。表姐若是再这般，还是早日回京都去吧。当日在周家药房门口，我命悬一线，众人的异议声我听的是一清二楚。明明就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在场的人一个个都退避三舍，唯有苏姑娘不管不顾地站了出来，只施恩不求报，救完人之后转身就走。其中心性，试问世间有几人能做到？而且苏姑娘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忍不住的想靠近。如今也是我眼巴巴的奔到苏家摊子前，若真要说谁攀谁，也是我秦玉成攀苏家。你若是不喜欢，我不问这些事便是。苏姑娘，方才是蒹葭不知其中缘故，才会说出这令人误会的话。既然苏姑娘是玉成的恩人，便也是蒹葭的恩人。日后苏姑娘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蒹葭，咱们便当姐妹相处，如何？态度转换之快，都要令人怀疑方才的挑衅不过是错觉罢了。魏姑娘不愧是京都大家的女子，这反应能力着实一流。哎呀，这姐姐妹妹的还是算了，我们乡野人不像你们大户人家，妾室叫主母为姐姐，外头随便捡个人也能姐妹相称。清脆的钟声再次响起，这是百川学堂下晌将要开课的钟声。哎，苏姑娘，苏家3位小兄弟，快吃些羊汤，现在正是热乎的。哎，你这羊汤先放一边，还是我这面条香。哎，我老头子特意放了许多葱和肉末，配上这麻辣烫的汤底，嘿嘿，香得不得了。吃啥汤汤水水嘛，我这大烧饼配着麻辣烫的汤最好了。来，都是猪肉白菜馅的，老香喽。走走走，分明是我这馄饨和麻辣烫汤最配。苏姑娘，苏家小兄弟，快些吃碗馄饨，不管是想加香葱还是盐碎，全管够。苏画瞧着眼前这一溜的吃食，赶忙让苏二虎掏铜板，可谁料一个个摊主们却是立马出声拒绝。要不是苏姑娘先前帮我们吆喝，今天带的这些东西可全要原模原样拿回去了。对呀，我这面摊便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卖的也就今日一半，请姑娘吃个面而已，哪还要什么银子？是呀，几个烧饼而已，姑娘可不能推辞。我们原本都已经在寻摸别的好去处了，可今日苏家麻辣烫一出场，连带着我们的生意都好得不行。麻辣烫这玩意儿啊，是越吃越开胃，怎么吃都吃不饱，还是得配上主食。只要苏家麻辣烫一直在，我们哪里还需要去寻旁的去处？是啊是啊，我们只需要跟在一旁，生意就会越来越好了。苏画见盛情难却，只得笑着让苏大虎几个收下。各位的吃食今日收下了，
明日若是再吃，诸位可不能不收银钱。而且今日收下的这些吃食啊，明日也要回些麻辣烫与你们才是。我就说嘛，苏姑娘身上就像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走到哪儿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想同她亲近。魏蒹葭闻言，美眸中闪过了几分不屑。不过是一点下贱的吃食罢了，一个个感恩戴德的模样，简直就是可笑。就苏画那个香叶女子，居然敢拒绝同我姐妹相称，当真是不知好歹。要不是看在玉成的面子上，别说是姐妹，便是奴婢，我都不要苏画这样的。晌午饭毕，秦玉成见他们要忙，也只得先告辞。反正苏家兄妹以后每日都会来清水县，虽然老爹管着我不让跑远，可县城里边完全没问题啊。我得赶紧回去将课业完成，明日便可早点来小摊上。马车上，魏蒹葭望着少年挺俊的侧颜，俏脸儿情不自禁地泛起一丝羞红。若非娘亲逼我到这穷乡僻壤来，我现在还在京都的家里边做我的魏家大小姐呢。不过还真没想到，她的面容身形完全不比京都的那些公子哥差。关键是秦家祖训，凡是秦家男儿一生只许娶一个，只要嫁给秦玉成，那我便是正妻，完全不需担心那些莺莺燕燕之事。玉成既然这般喜欢吃苏家摊上的麻辣烫，可不花些银钱把这方子买过来，届时无论玉成想什么时候吃，都随时可以吩咐下人去做。而且这麻辣烫若是日后能在天香楼里边推出，酒楼的生意兴许也会更上一层楼。到那时外祖父也定会为玉成高兴。虽然不想承认，但这苏家的麻辣烫确实受欢迎，光是这个小摊子便能营收几两银子。这么好的方子，与其放在苏家那种人的手中浪费，费劲巴拉的赚那几个铜板，还不如收上几十上百两的银子，省得天天奔波，也不用时不时赶到这县城来晃荡，令人心烦。这麻辣烫的事情我自有分寸，天香楼已经到了，表姐下去吧，想吃什么随便点，让掌柜记我账上便是。玉成今日左右无事，难道也不同蒹葭一道去吗？而且今日出门时，姨母可是说过，玉成今日可要好好陪着蒹葭。若是姨母知道你连顿饭都不同蒹葭一道吃，到时候回家挨说，我可不会帮你的。娘这几日也一直在念叨苏姑娘，若是知道苏姑娘到了清水县，指不定多高兴呢。表姐若是不去天香楼，便先一道回府，让府上厨子做也成。苏姑娘，苏姑娘，张口闭口都是苏姑娘，而且连姨母都知道她，难不成这个粗鲁的乡野女子真有什么厉害的本事不成？苏家兄妹驾着牛车回到上河村村口的时候，歪脖子大梧桐树下，不少村民们正坐在树根上编草鞋看大山。大虎，你们这又是打哪儿回来呀？这车厢里咋臭得这么厉害？哎呦，这是又买猪下水了呀，还有一大块肉，一大盆豆腐。大虎啊，这是准备干啥呀？嘿，大虎小子，你们是不是又倒腾出啥赚钱的营生了呀？三叔公，周二爷，玉兰婶子，家里最近种的菜有些多，花儿便想了点法子，弄了个麻辣烫，在清水县做点小营生，想着也能换几个银钱试试。家里10张嘴，总得花用呢。他们每日都驾着牛车往清水县来来回回，日子久了，这麻辣烫营生的事儿想瞒也瞒不住。麻辣烫，这是什么吃食啊？咋都从未听说过。青菜不都是1个铜板1斤吗？这做成麻辣烫也卖不了多少银钱吧？你傻呀！每日租用村长家的牛车都要12个铜板，这要是赚不了什么银钱，何苦跑老远往清水县赶呢？可不正是这个理儿，老苏家以前那梭罗生意也赚不老少呢，这麻辣烫只怕是比梭罗更好，不然人家能将捞银子的营生说扔就扔啊。刘寡妇竖起耳朵，站在河水中央。最近这石螺真是越来越少了，咱一家4口齐上阵，忙活一整天也才摸到2桶，而且这一个个螺的个头也不大，怪不得老苏家不想继续弄这口味梭罗的营生了。这石螺虽是天生地长的玩意儿，
可总得有个喘息的时间，才能生小石螺呀。若是把石螺都给摸光了，下一年怕是都生不起来了。不过这劳什子麻辣烫若真能赚银钱，那咱老刘家也完全可以学一学嘛。反正炒螺肉不就是买了老苏家的口味梭罗后自己琢磨出来的吗？只是这清水县有些远呀，去一趟得花好几个大铜板呢。花儿回来了，花儿，来，赶紧下车喝口茶。灶台上啊，有晌午做的蒸腊鱼，还有干焖豆角呢，都还热乎着。这清水县离得远，一来一回起码得1个半时辰。要不是大伙几个不给力，哪里还需要花儿跑来跑去的忙活呢？娘放心，方才我们在清水县吃了面，还有馄饨，饿不着。苏家3兄弟接收到自家老娘的眼神，嘴角齐齐一抽。他们3兄弟当真是捡的。咱家的麻辣烫今日是全卖完了。他早上串青菜的时候还在纳闷，40来斤的青菜串起来好几个筐子。是，今儿的麻辣烫全卖光了。苏画也没卖关子，直接让苏大虎3个掏出荷包来。我的个亲娘啊，这得好几千个铜板了吧？老早便知小姑子能搂银子，可这搂银子的本事咋一次比一次厉害？咱们老苏家这是真的要发了呀！婆母上上一直在担心，这麻辣烫要是卖不出去，花儿得伤心了。如今瞧着这些银钱，便知什么都用不着担心了。今日统共带去1000串素串，1000串荤串，除去买5串送1串送掉的170来串，总共收入2730文。说罢，又伸出手指向院子里的猪下水和豆腐。买这3副下水花去30文，买豆腐40文，还剩下2660文。哎呦，我的个乖乖，这也太多了吧！苏白氏闻声，背脊一下挺得老直。我老婆子早就说我家花儿天生的富贵命格，这不，就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也能变成这一包一包的铜板来。孟家那个臭丫头居然敢说我家花儿是妖孽，哼！要不是她跑得快，我定要把这些铜板全砸在她脸上，让她知道有本事的人咋样都有本事。我在小摊上长着收银钱的事儿，铜板全是给到我这儿了，这才知道最后赚的银钱。可花儿从头到尾都没怎么过手，居然算得不差分毫。原本还以为我自己算术不错，可一放在花儿面前，完全不够看啊！是，娘说的有理。花儿可是天生的贵人命，跟那什么妖孽八竿子打不着。嫩多的铜板，娘是不是得赶紧打个大箱子装啊？哎呀，对，大虎，你赶紧打个箱子去，哎，得打结实点啊，外头还得涂层这桐油，省得被老鼠白蚁给蛀了去。以前家里这几个铜板的时候，倒是不需要愁藏钱的事儿，如今这银钱多了，不但是要愁藏钱的地儿，便是装钱的东西，那也得愁啊。好，儿子这就去。既然是花儿要用，那这钱匣子不仅要结实，更要漂亮。这钱匣子暂时不急，家里如今每日赚的银钱不少，大家在其中出的力更是不少。咱们是一家人，赚得的成果自是一同共享。我和娘先前商量过，虽然父母在不分家，但难免有顾及不到之处。从今日开始，这麻辣烫营生，除去给宫中的银钱，娘和哥哥嫂嫂们只要踏踏实实干活的，每人每日发15文。大郎二郎春花年岁小一些，每日5文，便算是工钱。大家觉得如何？给工钱？不成，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之间还谈什么银钱啊？三弟说的在理，要不是花儿做这些营生，咱们现在别说天天1日3顿，顿顿大鱼大肉，便是想要填饱肚子都是个难事儿。花儿要是因为这麻辣烫的活给咱工钱，那咱们是不是还要讨个伙食费啊？是啊，咱们一家人，可不得再说这样生分的事儿。小姑，大郎不要钱，二郎也不要，只要有吃的就够了。大哥二哥不要，春花也不要，钱钱留着给小姑当嫁妆。苏画听得小春花的话，嘴角一抽，这小丫头连什么是嫁人都不知道，倒是知道要给我当嫁妆了。果然是
青阿奶洗脑太厉害。这工钱的事儿，花儿先前就同我商量过。我原本是想着都是一家人，哪需要发什么工钱呢？可花儿说发工钱能够更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我一个乡下老婆子，不懂劳什子的什么积极性啊、主动性，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我懂。想到这儿，吊梢眼一竖，带着冷沉望向一家人。这工钱的事儿嘛，花儿既然提出，便不是客套话，全是花儿对你们哥哥嫂嫂子侄的一片心意。你们日后可不能做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知道吗？花儿待咱们好，咱一直记得。这工钱若给，我和冬梅一日10个铜板便可以。大郎、二郎2个小的帮不上啥忙，铜板啥的就不用给了。对，我和月娘、春花也一样。哎呦，一旁正低着脑袋偷乐的钱氏，伸手拉苏二虎都伸不及。一样个啥呀？15文个铜板多香啊！2个人都少5个铜板，那不就是少10个了吗？不对，还有春花丫头呢，也少5个铜板，一天少15个铜板，那1个月得少多少来着？悄咪咪地掀开一条眼缝，只希望苏白氏或苏画能拒绝这个提议。那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大人每日10文，大郎3个小娃娃也不能不要，一日就2文吧。原本就觉得15文给的太多，往日兄弟3人去镇上码头扛袋子，累死累活也才12个铜板，现在兄弟几个自己提出来少给些，倒是好事。至于娃娃们，给他们几个铜板吃糖那也无碍，反正到时候啊，一看到糖就会想到花儿对他们的好。见安排好了工钱的事儿，苏画便开始和苏白氏商讨买青菜的事儿了。如今家里青菜不够用，品种也少，说是周婶自己家有新菜，娘可以各样都买些回来。行，这事啊就包在我身上。上周老大夫来过，说这里头啊是给你的银针，若是银针有什么问题再同他讲，他去找人改。这银针正好，本以为这银针还得等上几日，没料到这小老头干事倒是挺迅速。如此，今日便可同萧景寒进行第1次银针刺血。他双腿的毒越早逼出一部分越好。苏大郎见苏白氏走远，抿唇走到苏花跟前儿。小姑，咱今日在伏虎山后头瞧着这种菌子，闻着老香了，是不是也能放在麻辣烫里涮着吃啊？苏花一瞧，便见一个肉嘟嘟的小花伞被苏大郎攥在了手心里。这香菇你们是在哪块山头找着的？这菌子正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香菇啊！香菇不仅可以炒肉煲汤，说是放麻辣烫里更加是绝配。咱们今日去山坡给兔子打兔草的时候，瞧着一只皮毛光亮的鹿崽子，就跟着一路追过去了。最后鹿崽子没追到，倒是看到几个枯木上全长着一束束这种菌子，想着平菇和木耳能吃，就带了一个回来给小姑你看看。自打苏画被大野猪撵过一次之后，不仅他自己不得去伏虎山，便是家里面3个小娃娃也得离山远着走。这香菇确实不错，你们现在太小了，以后要上山也得同大人一块儿去，不能擅自行动，知道吗？野物兽性大，随便来头野猪都能将人撞个对穿，更别提伏虎山深处了。谁知道是不是有豺狼虎豹、毒蛇猛禽？小姑说的对，下次我们绝对不乱追。小姑，走，我们带你去寻这菌子。临走之前，还不忘拎上院中的背篓和大筐。哎，小姑，就是这些，这一片树下面全都是这样的蘑菇。这些是椴树枝，枯萎后经过风雨洗刷，木质变化后就容易长香菇。上河村没有吃菌子的习惯，这树下掉落的椴树枝几乎全密密麻麻长着香菇。不到半个时辰功夫，带来的2个背篓、3个筐全都堆得满满当当。苏画正打算先将香菇和3个小家伙给送回去，可是就在这时，一道细小的嘤咛声响起。这谁家的小奶猫啊，长得可真好，不过它咋跑着深坑里了？呀，这小白猫腿上还一直在流血，血要是全流光了就活不了了吧？
是啊，它这么小一只，比家里的兔崽子还小一圈。小姑，咱们带回去好不好？春花以后给它打野草吃行吗？这小崽子不吃草。多吃草。它和小兔子、小黑都长得差不多。既然不吃草，那就和小黑一样吃鱼汤啃骨头啊。以后咱们养它，春花的饭和骨头都分它一半好不好？行，那就养了，以后就当养个小奶猫吧。这小崽子的食量，怕是大郎3个小萝卜头将全部的吃食分了都不够。不过我能赚银子，多张能吃的嘴而已，完全养得起。这个深坑应该是村里人用来逮野物的吧。苏画力气大，3下5除2便将跟前拦着的尖木一一拔除。过了一会儿，小崽子见终于从坑底脱离，嘤咛声瞬时激动起来。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5人离开之后的一盏茶功夫，2只通体雪白的老虎穿行而来。小黑、墨宝、大兔、二兔、三兔、大黄、二黄、三黄、五黄，这是你们的新伙伴大白。这大白的叫声是不是也太怪了些啊？小猫仔不都是喵喵喵吗？大白咋还吼吼吼了？喵喵喵！你要是乖乖叫，这糖就给你吃。既然要养着小崽子，首先就从叫声上逐渐纠正过来。唉，这山上的小野猫和家猫就是不一样，连喵喵叫都不会。要不是今日被捡回来，只怕真得饿死在坑里。就在这时，院门吧嗒一声被打开了。大嫂方才说你要一些新的菜式，这豌豆啊，本来是留着结豌豆的，不过先前家里也掐过一把尖尖吃，只要在水里煮一煮，就香甜得很。便想着你麻辣烫里面是不是能用得上啊？能，这个太能了！豌豆尖下麻辣烫，在前世的西南某省算是最经典的吃法了。哎，好，那我待会儿回去再给你多掐点过来。这个时候啊，正是豌豆尖疯长的时候，装个1、2筐都不成问题。花丫头，今日早上咱们不是瞧着媒婆往孟家走吗？你猜这最后结果如何？猜不出。苏画眉头微挑，十分配合地摇了摇头。我就知道你猜不出。这孟元儿是跑了，可这媒婆也没算白来。最后啊，孟永富不知使了什么法子，竟让媒婆去下河村给他宝贝儿子提亲，好像是看中梁家那个丫头了，7日后就要成亲呐。话音一落，小院儿瞬时安静的能听到针落的声音。周婶子，你是说梁四玉要嫁给孟福？这怎么可能啊？那个丫头怎么可能会嫁给孟福？我虽然是钱家村的姑娘，距离下河村有段距离，但是嫁到上河村近4年的时间里，对附近村子的情况不算是门清，也可以说是了解差不多了。这下河村姓梁的可就一家，梁家除了梁耀祖之外，便只有梁四玉一个姑娘家。前几是我们老苏家才去梁家提亲，他们说是20两彩礼才嫁呢。如今转头就一声不吭的嫁给了孟家，这咋可能嘛？前日早上你就几个小子爬在孟家墙头，不是看到孟福屋里头有2具光溜溜的身子吗？大家都在说其中那个姑娘家10有8九就是梁家的丫头，这闹得那么大，她不嫁孟家又能咋的？先前孟福家里闹出那么大动静之后，不少人便一直守在孟家大宅外面，等着瞧那人是谁。只是等到当日天色全黑，孟家旁边的邻舍才瞧见一个很瘦小的身影，偷偷摸摸地出了孟家后门。是啊，往日瞧着梁家丫头长得不错，衣裳面容干干净净，干活也勤快，这2村不少小伙子都想娶她，没想到这私底下却是这般做派，还没定亲呢就自个儿送上门，生米煮成熟饭喽。
说孟福是个靠谱的，这良家小姑娘嫁过去倒也算是享福。可村里人瞧着孟福去楼子里，那不是一次两次了。福家便是有金窝银窝，倘若没颗疼人的心，那也全是白瞎呀。哎，这良家小姑娘以后的日子怕也不好过呀。我和娃儿爹这么些年，也就生下大麦一个闺女儿，自小是千疼万宠着。若是以后像梁思玉这做派，怕是得活活气死。钱氏听得目瞪口呆，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二嫂，这香菇明日麻辣烫要用，你赶紧去洗干净吧。记得用树叶混着水揉搓着洗，动作要轻些。这菌盖菌饼不能碎了，不然卖相不好，客人们不喜欢。好，知道。用树叶洗，动作要轻，菌盖菌饼不能换。哎，可走出院门才意识到不对。这么大一筐子，咋全是我一个人的活？大姑娘，这劳什子菌子当真能吃啊？哎，以前听人说，县里天香楼里的菌子卖得比肉还贵，味道比肉还香，就是这种菌子呀。还别说，这什么香菇，闻着味儿可真香啊！苏画听着众人的谈论声，眸光掠过有些怔愣的苏三虎，心中不由得轻叹：以往为了顾及梁思玉的名声，他和梁思玉每次见面都是背着人，偶尔梁思玉找来也会是说找原主，因此两人的事情除了老苏家和梁家人，旁人都不清楚。撞破梁思玉与孟福奸情是一码事，可冷不丁从旁人口中得知梁思玉要成亲的消息，只怕又是一码事。情之一字，果真是最令人伤神的。三哥，山上还剩一些香菇，你跑一趟摘了回来吧，顺便捡些椴木枝回。苏三虎回神，嘴角勉强地牵出一抹笑，转身往伏虎山走去。这时苏大虎兄弟俩已经将菜称好了，苏白氏将人给送走，还给每人抓了一捧香菇，让他们尝个鲜。呸！这什么20两银子的彩礼啊！他那个腿的，全是混账话。幸好是没进我老苏家门，不然这地下老祖宗的脸都全要被他梁思玉给败得是一干二净。幸得旁人不知道三虎和梁思玉的过往，不然的话都得成为村子里茶余饭后的笑话了。这孟家先有孟云儿抢冯子才那个白眼狼，如今孟福还要娶梁思玉，咋瞅着像是专门给咱家作对一样？方才他和三弟的反应，可不像是刚知道梁思玉和孟福的事情的模样啊。若是没记错的话，当日孟福丑事被撞见的那个早上，兄妹两人可是一身露水回来的。然而比起老苏家的平静，此刻的孟家大宅子却像是骤然炸开的油锅。这半个月的时间，自打被苏家那个臭丫头发誓之事坑去20两，家里的银钱一下就像开了闸的流水似的，全一个劲儿哗啦啦的往外流。今日更是不知道撞的哪路邪神，面馆前所未有的冷清，要不是有周边的老街坊撑着，面馆都要开天窗了。哼，5两银子是你家闺女去找我时就定好的，只给了2两定金，这剩下的3两可还是没影呢。而且跟着本仙姑这些年的神台神位桃木剑全被毁了，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只让你赔个30两，还是我马仙姑心善。若是换了别人，直接将你孟家赔个倾家荡产。哼，我在清水县降妖捉鬼40余年，见过的牛鬼蛇神没有1000也有800，岂能被你这小员外一个眼神就给吓到？谣言这东西就像是风里的灰尘一样，一吹就四处蔓延，不过1夜的时间便传得大街小巷，人人皆知。你自己收了钱没本事办不成事儿，我孟家没让你退定金已经是人善，你居然还敢舔着个脸来要老十子剩下的钱，还要赔偿，当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你老糊涂，要是记不清楚，我孟永富便好心提醒提醒你，
弄坏你那些无价的神台、神位、桃木剑的人，可不是我孟家，而是苏画。你要找赔偿，你就该去找苏画那个死丫头。你来我孟家，完全就是找错人了。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要不是你女儿找，我不会来这上河村。这钱要是不给我，我今儿个就待在这住下了。看着他这一副撒泼打混的泼妇样，孟永富的脑子里瞬间想起了苏白氏先前来大门口闹的场景。好，不走是吧？要银子，我让你要银子，要银子，要你娘的狗屁银子！每说一句，手下扫帚便是狠狠一下挥过去。马仙姑一时不察，脑门被扫帚当头打了好几下。杀人了！孟家杀人了！孟家姑娘让我害苏家小闺女，污蔑她是妖孽，让我活生生烧死她。这如今事儿没办成，孟小员外就恼羞成怒，要杀了本仙姑啊！听着动静赶过来的四周邻舍，直接被这一吼给雷得外焦里嫩。哎呦，难怪啊，华丫头当日敢直接上手去抓桃木剑，原来这一切居然全都是孟家的阴谋啊！幸好华丫头自身就厉害，要是被那些符火沾上，不仅白白被孟家害死，死后都得一直被人叫做妖孽呢。这孟家人的心呀，未免也太坏了。孟家先前指使王二狗几人抢劫苏家，结果让孟成氏蹲了大牢，估计是心里一直暗恨着。哎呦，可不仅是这个，常言道，别人家的总是好的。这云丫头抢了华丫头的未婚夫，又要抢她家，这没抢成，自然是一直记恨着，天天想着法子来害华丫头了。孟家这是从根上就坏透了，从老子到儿子女儿，一个个全是心狠手辣的主啊！听得村民们一道道骂声，孟永富气得脸色铁青，头发丝儿根根倒竖。一个混吃混喝的骗子而已，自己没本事，整日赚些黑心钱，妖孽抓不出，还敢倒打一耙，我看你他娘是活腻歪了。孟家的名声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若是再定上一个欲烧死苏画的罪名，以后就真不用再在上河村待了。我呸！还叫什么永富？我马仙姑今日这话就撂在这儿，就你们孟家这种蛇蝎心肠、薄情寡义的阿杂玩意儿，别说想守住永远的富贵了，就是连人都守不住，蝇营狗苟一生，最后也铁定只落个坑家败业、断子绝孙的下场。说完，脚下抹油，转身就跑。听得这信誓旦旦的诅咒，孟永富气得胸膛一阵起伏。你才坑家败业，你才断子绝孙，连个人都守不住，一辈子孤苦伶仃。什么狗屁仙姑，我孟家偌大的家业，全是我孟永富费尽心机、累死累活赚到的，靠的可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爹啊，你快来啊！儿子又开始痛了，好痛啊！男人闻声，脸色顿时又黑了几分，宽袖一甩，直接关了院门。哎呦，这孟福是咋回事啊？他这是哪里痛？哎呀，自打他和梁家闺女的好事撞破后，我就天天能听见他半夜3更叫唤。是啊，这声音怪模怪样的，像是啥见不得人似的。不会是命根子被瓦片给砸坏了吧？这要是砸坏了，孟家可不真成断子绝孙了吗？与此同时，村尾小院儿里里外外全是一股子臭味儿。花儿，你这美容的草药效果也太好了吧！二嫂脸上是一下子白了一大圈，看着不像是生过孩子的妇人，倒像是15、16岁还没出嫁的小姑娘呢。白不白的暂且不说，前几年在镇上码头扛袋子，这腰上一直酸涩的厉害，现在出了身淤泥之后，倒是觉得由内而外的轻快了。花儿，这美容药若是拿出去卖，只怕远比口味梭罗、比麻辣烫更受欢迎啊！天天就知道卖，这是能卖的玩意儿吗？孟云儿昨日请马仙姑的事，难不成还没长记性？这美容药啊，一旦是推出去，
到时候说什么话的都有，不又得说花儿是妖怪变的，弄出这些妖药出来。花儿念着你们是兄嫂姑侄，才会把这种师门秘方拿出来。是，娘说的是，我就随口那么一说罢了，当不得真，当不得真啊！只是耍个嘴皮子罢了。我是喜欢做生意赚银子，可若是要以妹妹的安全为牺牲，那是绝不可能。不得不说，这姜确实是老的辣。娘说的在理，有的钱能赚，有的钱却是万万不能赚。这所谓的美容药便是其一。先前被马仙姑活活烧坏的那个小姑娘，可谓是最好的例子。该低调的时候不低调，最后只会是引火上身。毕竟大禹朝地广物博，这马仙姑是没什么真本事。要是真有什么厉害的方式能人呢？想当初原主出生时给他拼命的和尚，听上去便有2把刷子。这种能人若是真被请来，我会不会被判为孤魂野鬼，亦不可知。花儿，静寒小子最近在忙啥嘞？娘咋觉得这2日都没见着他人影了？娘是想说，这美容药留些给他吧。我是想着，这药啊，既然能把咱们体内啥脏东西排出来，那对他的腿多少也会有些用处。娘放心，我都留了的。唉，也不知道萧景寒给自家老娘灌了什么迷魂汤，娘有什么好东西从来没忘了他的份儿，比对自己的3个亲儿子是一点没差。不过萧景寒腿上的毒并不是空间水珠能治愈的，关键还得靠银针和后续的3花药引。翌日清晨，苏画是在一阵阵低低的惊呼声中醒来的。小鸡仔啊，全是好可爱的小鸡仔，黄一黄二可真厉害。不对不对，虽然是黄一黄二孵出来的，可这鸡蛋不只是他们下的。奶说了，黄一到黄5每只都下了的，他们都厉害。简单的吃过早饭，约莫辰时初，兄妹4人便驾着牛车前往清水县。刘婶子，这着急忙慌的是要做什么呀？牛车上可是坐着好几个人呢，这缰绳要是没来得及拉，或是没拉住，岂不弄个人仰牛翻的下场？大虎，婶子就是想问一下，你们今日是要去清水县吗？婶子正好也要去清水县买点东西，能不能让婶子搭个牛车呀？哎，婶子不白搭车，这4个铜板大虎你拿去，就当是婶子的路费行吧？咱们老苏家和刘家的关系一向极淡，关键的是车厢里放的都是麻辣烫的无食。这刘寡妇先前没打过口味梭罗的主意，难保她不会对麻辣烫起什么心思。正在他心中有些犹豫时，便听得少女清冷的声音从车厢内传出：牛车不大，车厢挤得很，婶子若是不介意，便坐车辕上去县里可好？哎，好，车辕就车辕。哎，大虎，你快伸手拉婶子一下呀！苏大虎听见妹妹同意，自是没有旁的话说，利落地接过铜板，将夫人给拉上车辕。哎呀，你们这麻辣烫是用什么东西熬的呀？这味道闻起来咋这么香嘞？熬汤当然是用肉了，还能用啥？刘寡妇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见他这么好套话，面上笑容瞬时多了几分。肉？哎呦，二虎小子，你可别诓婶子，什么肉能有这么香啊？我常常在家给几个儿子炖肉吃，也没闻过这个味道呢。这光是闻着就让人忍不住流口水呀。自然是人肉。人肉？二虎小子，你家麻辣烫里竟然是用人肉熬汤？你杀人了？杀谁了？啊！杀人了！刘婶子觉得杀谁了？好好说话。我可一直好好说话，是刘婶子不知道在瞎琢磨啥，连话都听不懂。刘婶子方才不是说他家天天给3头牛炖肉也没闻着香吗？这猪肉不香，羊肉不香，反而别人家的肉就香，这简而言之不就等于人肉香吗？什么叫我瞎琢磨啥？啥叫别人家的肉香？这不等于直接指着鼻子骂我憋着坏主意吗？我不就先前借着口味梭罗弄了个炒螺肉吗？我又没偷又没抢的，至于这么防子一样防着我呀？车厢帘子紧闭，里头的东西全都遮得严严实实，
连根毛都没露出来。果然是从苏老婆子肚皮里爬出来的小崽子，一个比一个精。早知道问不出个啥东西来，我就直接上牛车就是了，哪里还需要扯笑脸摆低姿态给银子呀？都是一个村子的人，难道苏大虎还能不拉我这个婶婶辈的人不成？牛车晃晃悠悠，约莫4时，终于赶到了清水县。一下车，便立马扭着腰往隔壁的巷子去了。如今距离百川学堂下课的时间还有大半个时辰，可这门口不像是以往那么冷清，反而变得热闹得很。哎，我方才要的一串白菜一串香菜咋还没好啊？摊主，我可是特意起了个早来吃这串的，你们手脚快点啊！摊主，我要吃猪肉串，快给我2串尝尝味儿。我要吃猪大肠、猪肝串。好，都有。素串1文钱2串，荤串1文钱1串，大家排好队，一个个来啊！他奶奶个腿的，咱家麻辣烫才弄1天，铜板还没有热乎，这一个个抢生意的竟然全来了。他们这要价比咱们还足足少一半，分明就是故意挤兑。上次咱们在苍梧镇卖口味梭罗的时候，人家水煮石螺不也是第2日就来了，最后不一样是灰溜溜走了。果然，他这话还没落地，便听得不远处的麻辣烫摊子上狠狠地啐了口。哎呦，我的个天娘哎，这是啥玩意儿啊？一口下去，老子半条命都要被辣没了。不是说猪肠子好吃吗？咋一股屎味儿？我这是花银钱买屎吃啊！呸！什么狗屁麻辣烫！我王多爷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玩意儿！退钱，快退钱！居然说麻辣烫是绝世少有的好吃，骗鬼呢！5个铜板快退我！方才还喜气洋洋的摊贩们，脸上笑意还没来得及退下，红辣辣的串串已经全部砸回了锅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麻辣烫啊！咋的就不好吃了？好吃？你管这叫好吃？你自己好好嚼一嚼，要全吃得干干净净。老婆子我这4个铜板就不用你退了。直接将3串猪大肠塞到了摊贩嘴里。昨日买猪下水回去洗时，那臭的呀，熏得我3顿没吃下饭。这里头的味道咋洗都洗不干净。再说这到手的铜板哪有往外掏的道理？我花大价钱买的铁皮炉、下水青菜，还全指着这麻辣烫赚银子呢，不能退，坚决不能退。一旁的馄饨摊摊主见状，赶忙站出来说话：小老儿方才就说了，正儿八经的麻辣烫还没来，你们想吃麻辣烫还得再等等。苏姑娘家的麻辣烫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苏姑娘、苏家小兄弟来了，我们来搭把手。昨日的摊子我们几个一直给你们站着嘞，没让他们抢去。哎，多谢老师了。昨日回去后给麻辣烫里添了几样新菜，待会儿大家正好一起尝些长个胃，我请客。不一会儿，炉火氤氲，香汤滚沸，将麻辣刺激的鲜香味立刻传开了。麻辣烫，卖麻辣烫喽！苏记麻辣烫，骨汤打底，麻辣鲜香，素菜1文，荤菜2文，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走过路过的都不要错过喽！这麻辣烫不都是素串1文钱2串，荤串1文钱1串吗？你这儿咋卖这么贵嘞？老话说得好，1分价钱1分货。这有的串串吃的浑身舒畅，有的串串吃的隔夜饭都能往外吐。1文1串的素菜，2文1串的荤菜，自是有它的道理在，不然老婶子也不会愿意抬脚往咱们这儿赶，不是？你们这些串串从头到尾都没1两重，哪里值这个银钱喽？哎，要不便宜一些，素菜呀2文3串，荤菜3文2串，我老婆子跟你们就多买几串。哎呀，不买就赶紧让一让啊！摊主，给我来上1串包菜，1串莴笋叶尝尝。哎，还有我呢，我也要1串菠菜，我也要。好嘞，哎，这是您的包菜和莴笋叶，这是猪肉串，这是烫菠菜。老妪身旁扎着冲天辫的小娃娃见串串一下空去了一大半，小嘴一瘪，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奶，小宝要吃串串，要吃猪大肠啊！奶，小宝要吃串串。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
哎呦，我的个小祖宗啊！买！你想吃什么？阿奶都给你买，行了吧？与此同时，与百川学堂一街之隔的醉仙居，东家，小人将苏家的麻辣烫买回来了，我特意让他们多弄了2勺汤。宋家人眉头微挑，温汤入喉，精明的眸中闪过一抹惊喜，连忙唤了厨房的大师傅过来。这便是昨日风靡的麻辣烫，你好好尝尝。这麻辣烫的配方我要了。本来没有天香楼出现之前，他宋家人的醉仙居一直是清水县酒楼里的老大。可是天香楼一来，一切都变了。东家只要有了这麻辣烫，以后咱们醉仙居定然能将往日被抢走的客人一一夺回来，任得天香楼拍几10匹马都赶不上。待房子到手，好处少不了你的。那小人先谢谢东家了。不错，这麻辣烫味道着实不错，尤其是这里头的什么豆腐泡、猪肺、蘑菇串，一口下去魂儿都要没了大半啊！咱们醉仙居一旦推出这麻辣烫，这往来的食客怕是要将前头的门槛给打破了。宋家人听见这志气满满的话，眉眼间的春风更是挡都挡不住了。如此，这麻辣烫我就全交给你了。什么炉子、下水、蘑菇、青菜，需要买的都赶紧让人去买齐。晚上我就要让麻辣烫成为醉仙居的新式招牌。好嘞！光头大师傅立马应声，嘴中动作飞快，吸溜完汤汁，又捞干净碗底的最后一根葱，忽觉不对。东家，这麻辣烫的方子你忘记给我了。这一大碗麻辣烫，你连汤带菜全喝个精光，难不成还没能琢磨出里头的方子不成？没琢磨出。便是没全琢磨出这麻辣烫里的精髓，多多少少总能尝出点门道吧？这尝出了，我尝出这麻辣烫的汤底是用猪大骨熬的。尝出是大骨头熬的，还真是有本事呢！喝了这麻辣烫的，只要是个人，就不会尝不出是用大骨头熬的。荤串1串2文，素串1串1文，这满满一大碗的麻辣烫，加起来足有上百个铜板。我自己都只喝了口汤，这上百个铜板可全进了你肚子里了，如今却跟我说啥都没尝出来，感情是让我宋家人花银子请了个厨子吃白饭呐！大师傅也并非是榆木脑袋，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夸赞，可不会真以为是夸赞他有本事。东家，这麻辣烫里的调料我虽没能尝出来，但只要能拿到这配方，我保证能做出一模一样的，甚至更好吃的麻辣烫出来。他长出这么些年，一手厨艺早已出神入化，可唯独这麻辣烫里的调料却是完全摸不到门道。宋家人去了光头大师傅一眼，拿出2个雪白的银锭子递给一旁的小厮，跟那小摊子摊主说，这麻辣烫方子我醉仙居买了，以后不准在清水县旁的地方再见到任何麻辣烫。是，小子这就去办。醉仙居屹立不倒这么些年，靠的便是日日一新的方子，而这些方子1半以上都是从外头买来的。百川学堂门前，清脆的钟声刚刚响起，学子们便像是下饺子一般往学堂门口跑。苏姑娘，素菜串串一样来10串，荤串一样来20串。苏姑娘，我荤素串串一样来10串。今日的素菜串里多了菠菜、包菜、莴笋、红菜苔、豌豆尖、香菇这6样菜色。你确定每种素菜要10串？这摊上的串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分量，同以前在华国现代吃的相比，可以说是1串抵7、8串。这么个吃法，会不会将肠胃给撑坏去？这家伙家里银钱堆都堆不完，苏姑娘不用替他心疼钱。金公子，我自己来就好。要是被老爹知道，我竟敢让秦家小公子伺候给我端菜，我这身皮就甭想要了。那瞬时毕恭毕敬、受宠若惊的模样，惹得苏画不由挑眉看了秦玉成一眼。这粉面少年郎
挽着宽袖站在油汪汪的小滩上，浑似一颗发光的明珠落在泥沙里，完全不搭嘎。这去百川学堂上学可有什么要求？自梭罗生一开始便计划攒些银子送苏家几兄弟去学堂，如今家里生意也逐渐步入正轨了，银子也慢慢积攒了起来，读书的事情可以着手准备了。这2日发现大哥每次看到百川的学子们，眼神中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几分艳羡。2哥和3哥还好，虽然大哥掩藏得好，但只要一留心就能看到。这清水县的百川学堂和府城青山书院一脉相承，班次开设上亦是分为天地人3个班次，天字班班次最高，设有100个名额，地字和人字班则是每班200个名额。若是先前未有半点基础想进百川学堂的，可通过春秋2季的招生入人字班。不过这百川学堂里学子众多，一个夫子管上百人，难免有不周到之处。大哥、2哥、3哥若是想读书，可以和玉成一起，家里有专门的严师辅助，定能一日千里。这家伙可不像是喜欢读书的模样，倒像是想拉几个人一同分散夫子注意。秦公子美意，苏某心领。只是家里麻辣烫生意挪不开人手，哥哥们若是在百川学堂这边读书，寻常也能帮忙打个下手。秦玉成还想再劝，却见身旁的阿才捂嘴低低笑出声来。公子这主意确实是极好，不过若是一个夫子管不过来，老爷大可以再多请几个夫子来。就你话多。主仆2人惹得苏画忍不住哈哈直笑。秦公子，这百川学堂春季的招生试应当还没过吧？后日便是今年的春季招生，3位哥哥们可以略微准备一番，问的多是些基础的粗浅问题，倒不是什么难事。我娘和妹妹自打当日苍梧镇一别后，便整日念叨苏姑娘。稍后收摊，苏姑娘和哥哥们一道来家中小坐一会儿，可好？对于李红颜，倒是有些印象深刻，可秦玉成的妹妹，当时并未瞧着才是。是，我妹妹应贤，自打知道这苏姑娘救我一命之后，便一直想同你见见。若非老头子管得严，上次就同我一同往上河村去了。迄今为止，他唯一认识的富人家闺秀，便属秦玉成的表妹魏坚家了。对李红颜印象倒是挺不错的，而且秦玉成3番2次邀约，一再拒绝也说不过去。不过初次登门可没有空手的道理，带什么礼物好呢？这得好好琢磨琢磨一番才是。今日时辰有些晚了，但明日我再上门拜访秦夫人和灵妹，可好？好，自然是好。随着清脆的钟声响起，一个个学子都雁足地往学堂走。麻辣烫摊上的6个大筐已经见底了，秦玉成便带着阿才告辞离去。他得赶紧去同娘说，让大厨房多准备些苏家兄妹喜欢的吃食和茶点。然而他刚走，摊上哐当一响，大哥！地上的苏画速度更快，脚尖点地，一瞬滑到苏大虎跟前儿，但也没敢乱搬，也没敢乱动他，而是伸出右手搭在苏大虎的手腕上。花儿，大哥这是怎么了？这好端端的人怎么会说晕倒就晕倒啊？苏画眉头隆起，正要说话，地上的苏大虎面色却是恢复如常。你们这是咋了？大哥，你这是没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大哥莫非对方才的事都忘了？瞧着苏大虎这般生龙活虎的样，苏画的眉头却是皱得更紧了。我只记得这里方才突然一阵剧痛，好像活生生被刀绞着一般，不过只是痛了那一瞬而已，不打紧，花儿不必担心。一个人的脉象并非100%准，尤其是涉及心脑方面的问题，一旦出事就是大事，还得想法子再确认一遍才行。不远处望着坐在地上唠嗑的苏家兄妹，小厮有些不耐烦地揉了揉酸疼的腿根。各位，我是醉仙居的管事，这麻辣烫方子我们宋也买了，以后在清水县除我们醉仙居外，再不能卖麻辣烫。拿着10两银就说要买麻辣烫方子，你是天生没长脑子，
还是大白天睁开了狗绳子，跑出来乱吠？顿时气得一个倒仰，脸上青白交错，可视线却是不经意落在少女瓷白的小脸上。果真是乡野来的小丫头，随便什么人都敢开口骂。不过爷今日心情好，只要你好好赔礼道歉，将爷伺候舒坦了，爷可以给你再加个1两银。东家给的20两买方，其中10两自然是我的跑腿费。若是眼前这个小丫头愿意乖乖听话的话，我倒也不吝惜赏她1两银玩玩。可还没等他想完，苏三虎便狠狠一拳砸在小厮嘴上。满嘴喷粪的阿杂玩意儿，想要人伺候是吧？一拳伺候的舒不舒坦？要是不够，老子再给你免费多来几拳，让你舒坦舒坦呀！我这暴脾气，老子向来脾气就不好，要不是先前听了花儿的话，时刻记着不能冲动，把脾气收敛了很多。干你奶奶的腿！你这不长眼的东西，居然敢话里话外打花儿的主意，简直是反了天了！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这家伙。这种歪瓜裂枣的货也敢打我们妹妹的主意，下辈子都不可能。隔壁也在收摊的馄饨摊、羊汤摊、烧饼摊、面条摊的摊主们听得动静也纷纷跑过来瞧。好，爷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打老子，当真是胆子大的能撑天啊！看来这清水县你们是真不想待下去了。一口一个老子，这么想当老子，自己去炕上找你婆娘生去。一条酒楼的狗而已，还能不让我们在清水县待下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县令爷的老子呢。妈的，这种鲁莽村夫打起人来是真的疼啊！哎呦，对方有3兄弟，今日是我失策了，没带上人手一道过来，要真打起来也只有吃亏的份儿。哎呀，苏三兄弟，快消消气儿，这人打不得呀！哎呦，苏姑娘，苏家小哥，这个小伙计是醉仙居宋家人的人啊，万万不能再出手啊！你们以前鲜少来清水县不知道，这醉仙居就是县城里的地头蛇，县里的14酒楼见了他都得点头哈腰，更别提我们这些小摊主了。宋爷和他手下全是些心狠手辣之徒，若真惹恼了他们，以后你们的麻辣烫生意还是也悬了呀。其他3个摊主亦是连连点头，小声的劝道：往常我们碰着醉仙居的人，向来是有多远躲多远，要不是同你们苏家兄妹有些情分在，若是换了旁人，我们可不敢随便出声啊。我们老苏家不怕事，但也没必要再平添事端。一拳抵一句脏话，也算两两相比，不吃亏。至于是不是已经惹恼了对方，我也管不着。反正要是再敢欺负到我们头上，也不过是见招拆招吧。一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野村夫，宋爷愿意出10两银子买方，已经是给你们天大的脸了。既然你们不要脸，以后就休怪醉仙居不客气。骂完，脚下生风，一下溜得老快。呸！这瘪犊子狗玩意儿，10两银就要买方子，这瘪犊子是真财，从上到下都不要脸。我们光是今日这1个时辰左右，便已经是将近7两银的收入，除掉七七八八的成本，也有6两多的纯利。这醉仙居居然10两银子就想要方子，还不如早点回去睡觉，睡着了梦里啥都有。哎呀，这苏家兄妹此番只怕已经与醉仙居结上了梁子，我们好不容易重新旺起来的生意，怕又是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一下就没了。不远处，一直逗留在原地没走的山寨麻辣烫摊主们，面上却是极为复杂。哎，这醉仙居的小厮要是拿10两银子同我们买方子多好，我完全不带犹豫一下，立马答应。即便没有10两，有个1、2两几百文都行啊，多少都是个赚头。如今倒好，一个铜板没赚到，花钱买来了好几筐子青菜、下水、猪肉，还得原模原样的全带回去。这一趟当真是亏得裤裆都不剩了。大哥方才可还有哪里不舒服？不只是心口，若是身上旁的地方有不爽利的，也得同我说。我现在上上下下当真没什么不爽利，花儿无需为大哥担心。时辰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去集市吧，还有那么多东西要买嘞。你看，
今日咱们要去西街集市买豆腐、下水什么的，还得去挑个车厢、马鞍。木宝脚上的伤如今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家里边不需要再租老村长家的牛车，用上马车后，速度也能快上1倍。这样，我们每日自上河村往返清水县也能轻快不少。指下的脉搏，确实同先前无二，而且还更强劲几分。大哥的气色、讲话也完全不像患疾的人。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苏画脚尖刚踏上牛车，耳边一阵风声吹过。景涵哥，我娘昨日还在念叨，许久没瞧着你去家里吃饭，原来你也是来了县里。我们麻辣烫正好卖完，待会儿就要回上河村了。景涵哥同咱们一块儿。今日来县里还有点事没办完，想请苏姑娘与我帮个忙。听着萧景涵这么含糊的话，苏画的心跳忽地快了一拍。大哥，你们待会儿先去西街，买完东西直接回家，不必等我。我待会儿同萧公子一块儿回。萧景涵也不废话，直接揽上苏画的肩，几个跳跃之后，便彻底消失在了众人眼前。苏三虎看得双眼直冒光，盯着空荡荡的屋顶，狠狠地咽了口口水。景涵哥他真的能飞啊？这难道就是戏台上说的什么轻功吗？整个人像是大鸟一样，一下就飞老远去了，这也太厉害了吧！同样是脚，我要是踏在墙上，怕只有四脚朝天的份儿。鸟哪能和他比啊？他能抱着人一起飞，鸟能吗？自打花儿3岁之后，娘就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再没让我抱过一次花儿。有一次我偷偷抱花儿去骑大牛，还被娘拿扫帚围着村子一圈好打。可现在呢，外头这么大的男人居然能抱花儿，光是想想都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几乎是一落地，苏画便闻得空气中一股极浓的血腥味。妇人披头散发地倒在血泊里，小脸煞白，毫无血色。难怪大哥会心脏抽痛而晕，不是他有病，而是他和阿姐的心电感应，龙凤胎之间的心电感应。抱歉，老朽无能为力。你们还是尽早为他准备后事吧。准备后事？给谁准备后事？将死之人不准备后事还能怎么样？难不成还能从阎王爷手中拉回？雨峰，送老大夫出去。不等他说完，萧景涵便直接冷声打断。苏画掐了掐掌心，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萧公子，麻烦帮我准备浴桶、木盆、帕子，以及血鱼炭、棕榈炭、茜草、蒲黄、白芨、艾叶、仙鹤草、皂心土、地榆这9味药材，马上要用。准备好后放在门口就行。待会儿若是我没说话，不要进来。萧景涵完全没问其中缘由，直接应下，便径直往外走。脑部剧烈撞击加上失血过多，只剩最后一口气了。说是再晚来1刻钟，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我得赶在萧景涵将药材买回来之前，用银针和空间水珠保住这口气。幸好先前记挂着给萧景涵渡穴排毒一事，一直将周老大夫送来的银针随手放在手镯空间中，如今正好派上用场。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一轮刑针下来，苏画已经出了一身的汗。这血是止住了，但阿姐的状态依旧很不好，连自主的吞咽都很艰难。苏画只能从袖口处掏出了一根小竹管，将空间水珠通过小竹管一点一点录到苏碎的喉咙中。苏姑娘，浴桶、木盆、帕子和药材都买回来了，放在门口。灶台上有烧开的水，是否需要接下来？方才见苏大姑娘衣上染血，便让于峰买木桶的时候顺带跑了一趟成衣店，想着可能会用得上。少女杏眸轻抬，望向远远站在院檐下的男人，心中顿时安定了几分。爷，我将王家这小子抓回来了，现在是跟王老头2口子关在一起，还是直接扔地上？你将这肮脏的东西一起弄来干啥？我也想只抓一个呀，可王家这小子在南风馆里和这个小关关从天亮开始到大中午一直在床榻上，一下都没停歇。
像是连体婴儿一般粘在一起，我哪里分得开啊？我蹲在南风馆墙上，一连看了2、3个时辰的现场，现场里的人不累，我都累了。我这双眼睛啊，更是早就看脏了。要不是这两人双手和身子死死粘在一起，分都分不开，我便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直接弄来污了爷的眼呐。你同他一块去，想法子将2个人给扯开。先同王老头夫妻俩关一起，等苏姑娘出来再说。主屋内，苏穗额上的伤口已经被苏画给包扎好，整个人褪去了衣衫，泡在了浴桶中。外头一句句细碎的谈话声渐渐涌入耳中，下意识浮现出萧景寒带他来时说的那句话。他说王老头晌午企图对苏慧行不轨之事，他们口中谈论的王家小子自是指王淳甫。王淳甫去南风馆找小关关。几乎在电光火石之间，所有的一切全都像幻灯片一样的从眼前一一划过。难怪阿姐一直无子，难怪她坐在杂货铺里哭得双眼通红，难怪这2次提及王淳甫和老王家，她总是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根本不是我以为的什么红袖出墙、白月光问题，而是王淳甫根本就是一个断袖，一个好南风的断袖，又如何有子？可老王家为了要子，竟能想出这样恶心龌龊的手段，只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透过水汽望向浴桶中依旧昏迷不醒的苏穗，苏画心头只觉难受的厉害。我的阿姐一心爱护我，处处为我着想，连每日2个铜板的饭钱都悉数攒着给我当嫁妆的阿姐，这些年在王家竟然一直受这样的欺凌。王老头、王裴氏、王淳甫，好，你们好得很。瞬间主屋大门被用力打开，便见少女抱着一个瘦小的身子走了出来。依旧昏厥，不过气息尚在，或许比先前强了几分。既然苏穗救了回来，如此只怕他听到了方才与2人的对话。外头有马车，先将苏大姑娘放车上吧。王老头、王裴氏、王淳甫3人如今都被关在另外一座偏僻的小院里，我带你去瞧。老大夫背着药箱站在巷子口徘徊，听着马蹄声立马抬起头，正好瞧见车帘后被黄毛丫头抱在怀中的小妇人。这怎么可能？他站在这儿已然1个时辰了，他就想看看苏画的笑话。行医这么多年，他在清水县也算是颇有名望了，但凡请他看诊的人，哪个不是对他毕恭毕敬、奉为上宾的？难道真的是我错了？难道是这个小丫头自己会医术，将妇人救好的？不过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罢了，连药材和野草怕是都分不清，能会啥医术？反倒是方才那几个男人进进出出的，有可能将神医谷的那个老家伙给请了来。能从阎王爷手里抢人的，除了神医谷出来的那几位，不做他想。幸好那老家伙平日都在苍梧镇待着，不然这清水县最好大夫的名头都要被他抢了去。比起老大夫此刻的心情复杂，隔壁巷子孟家面馆门前，若说昨日面馆没有百川学堂的学子们便算了，好在还有4边的街坊邻居撑着，好歹挣了2两银。可今日真是开了天窗，这生意简直是惨不忍睹啊！我这天还没亮就来了面馆忙活，一直守到现在，晌午都过去1个时辰了。来吃面的食客统共才4个人，连1个巴掌都没凑足。这4个人还是因为去吃劳什子学堂前苏姓4兄妹摆的麻辣烫去晚了，人家已经收摊了，这才退而求其次来到我的面馆，随便吃口应付一下。他奶奶的，会美食
还姓苏，3个哥哥1个妹妹，除了老苏家最符合，还能有谁呀？竟是把我的客人全都抢走了。几乎是听到这话的一刹那，他就想到了苏画4人。这个死丫头，为什么就非要同我孟家过不去啊？青布马车带着3人穿过了数条巷子，最后停在城东一家小别院前。爷，苏姑娘，里面请。刚进院子，便听得一阵细碎的抽噎声从里间传来。大爷呀，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求求你们先放了我儿子好不好？我儿子还小，经不起这么折腾啊！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说呀。余光瞥见缓缓走来的青衣少女，好半晌才不确定的出声：华丫头，你是华丫头对不对？可是她才刚走出2步，脚下拴着的麻绳便是一紧，整个人因惯性摔了个狗吃屎。好痛啊，痛死老婆子了！华丫头，你快些过来，快来帮帮婶子，救婶子出去呀！婶子不想再待在这鬼地方。华丫头，快救救婶子，将婶子脚上的麻绳解开。还有你老叔和姐夫，现在全都晕着呢，你快救救他们呢！救你们？我为什么要救你们呢？华丫头，快帮婶子将这绳子给割开！你不是最喜欢吃点心吗？待会儿回去，我让你阿姐……他说到这儿，话头忽的一滞，一直扬着的脑袋不自觉低了几分。你想让我阿姐怎么？怎么不说了？本打算找个由头随便糊弄过去的王裴氏，一抬眸正好瞧见苏画怀中那张惨白没有一丝血色的脸。鬼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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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开！快走开呀！够了，他根本没有死，不是鬼。没死，当真没死。然而还不等他喘口气儿，便觉手上一凉，却见是苏画正拿着小刀在自己手腕上来回的比划着。华丫头，你这是要做什么？这刀可不是随便拿出来玩的物事呀，你快拿开呀！你方才推我阿姐进房，用的是哪只手啊？是左手还是右手？或是2只都用了？我耐心不大好，就问这一次。不过几个眨眼的功夫，鲜血已将夫人保养得宜的手染得血淋淋的。华丫头，这一切不关婶子的事啊，婶子完全不知情啊！你先放过婶子，咱们回家再好好掰扯这件事好不好？我的手！话还没说完，只听得呲啦一声响，一道血线从手腕飙出。都说了，我不是什么好耐性的人，怎么非要嘴硬呢？我去，难怪爷不排斥这个肥妞的接近，这么一看跟爷是一路人呐，狠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啊。人体手腕上经络骨头错综复杂，能用一把小刀轻轻松松将人手掌割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么就是像我们这样自小习武之人，要么便是极为精通人体的医者。可苏姑娘身上的气息完全没有一点武功，那便只能是后者了。身侧的于峰一时忍不住暗自心惊，他似乎可以确定能想出解主子黄泉之毒找3花药引的人了。自打在破庙初见，我就知道他和一般的姑娘家不一样，老苏家人更是他不可触碰的逆鳞。苏花，你别太过分啊，杀人可是要偿命的。杀人要偿命？是啊，杀人是要偿命，可这里全是我的人，只要将你们老王家的人全都杀了，谁又知道呢？你敢？疯了，这苏花简直就是疯了。你猜我敢不敢？
苏画冷冷地瞧他一眼，手中小刀轻轻一转，直接一刀往他心窝上狠狠刺去。急剧的恐惧下，当下不受控制的一热，一股难以言喻的尿骚味瞬间传了出来。胆子就这么睁眼大一点儿，竟敢想出给段秀儿子找同妻，又企图做出巨优之俏的恶心事儿来，当真是笑话。这世间死是最省事儿的，可你们老王家害了我阿姐一生，凭什么要让你们就这么痛快死了？像你们这种脏心烂肺的恶心东西，就该受一世折磨，遭终身煎熬，看着生命从指甲缝中一点点溜走，想死都死不成。花丫头啊，我也是没办法呀，你是知道的，我们老王家3代单传，我们老两口就你姐夫这一根独苗苗，可他和穗儿生不出，我便也只能想出这种办法，委屈穗儿。别叫我阿姐的名字，脏！不是一心想要儿子吗？我倒要看看你这肮脏的玩意儿废了后还怎么要儿子。王老头捂着裤裆，一张褶子脸很快变得紫红，整个人活像是一只被扔入油锅内蹦跶的大虾。然而这根本不算完，只见苏画从袖口拿出2根闪闪的银针，在王老头小腹处狠狠一扎。不愧是跟爷一个路数的，果然是惹什么人都不能惹医者，尤其是胖妞苏姑娘这种精通穴位的医者。城西有个牲口市场，里面猪狗牛羊马都有，无论公母数量皆不少。另外县里怡红院和南风馆玉风玉宇2人都熟，苏姑娘想送人去哪儿，他们便将人送去哪儿。萧公子当真是深得我心，那就先去怡红院给他找个病重些的，然后再去牲口市场。真是太好了，本来是只想到牲口市场，没料到萧景寒不仅猜得我的意思，而且懂得比我更多。如此，那就一个一个来吧。小孩子才会做选择，成年人自然是都要。于峰见状，赶忙接过王老头，同于宇一同离开。人都走了，还要再装睡下去？苏画索性也不再看他，从袖口掏出了一张纸，一支笔。萧公子，可以请你帮我阿姐写份和离书吗？本想着留给哥哥们读书用，未料第一次用便是写和离书。纸上一点折痕都没有，毛笔上更是沾着墨水，可他的宽袖未有半点痕迹。半个月前第一次吃他送来的红烧兔肉，便觉他身上有秘密，如今倒是在我面前越来越没遮掩了。这大概就是他说的自己人待遇。王传甫听着刷刷落笔的声响，终是彻底躺不住了。不，我不要和离。穗儿是我红妆相聘、锣鼓相迎娶进来的妻子，同床共枕近4载。穗儿如今还不省人事，你不过一个当妹妹的，有什么资格替她和离？你们老王家上上下下的脸皮，当真是比清水县城墙还厚。事到如今，居然还好意思问我有什么资格替阿姐和离？就凭她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这个理由够吗？无论你信与不信，今日的事情我当真不知情。如果知道穗儿会受这么重的伤，我早上定不会出去，肯定会陪着她的。如今穗儿生死未卜，和离一事咱们先放一放好不好？好一个不知情啊！王春甫，你要是当真一点不知情，你现在就指天发誓，今天晌午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王老头的心思只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巨优之事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若有一丝虚假，你就不得好死，生生世世堕为牛马，永不入轮回。你敢吗？一时间，王传甫被这咄咄逼人的语气给噎住了，白净的脸庞渐渐涨得通红。穗儿先前便同你讲过是不是？什么一个字没说，全是骗人的。枉我平日待他那么好。我倒是希望他与我说，我们老苏家3个大男儿，他只要随便说一句话，你们王家还敢这么欺负他吗？待我阿姐好，这样的话别说了，免得叫人恶心。他话音刚落，手中的刀就猛然刺向男人胸口。
撕心裂肺的叫声于小院中响起。不，春福，我的儿！苏画，你快放了我儿子！你断了我的手，废了娃他爹的命根子，难道还不够吗？今日的事情是我王家对不住苏岁，可他现在又没什么事，你何必再这样苦苦相逼呀？没事？什么叫没事？这半死不活的样叫没事吗？是婶子不会说话，你就当婶子是个屁，放了好不好？我老婆子这些年就这么一个儿子，你想怎么报复，你都冲婶子来，不要再折磨我儿子行不行？就当是婶子求你了。别跟我在这儿演这种苦情戏码。你王家的儿子知道疼着宠着，就我老苏家的女儿是草是吧？我告诉你王纯甫，我今日不是来同你商量的，这和离书你不想签也得签。一个浩南风的断袖罢了，还红妆相聘，锣鼓相迎娶妻，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要赶紧签了这和离书，还能少受点皮肉苦。王纯甫捂着胸口，一张脸早已疼得煞白。我不要和离，我不跟穗儿和离，我死都不会跟他和离。我们成亲时便说好了的，一辈子夫妻。不签，我就直接砍了你的手。只要上头有你的旨意，一样奏效。王培氏听得这话，顿时急得一个倒仰。这俗话当真是做得出来呀？我和老头子已经废了，要是儿子再有个万一，那就真的活不下去了。我的儿啊，你快签了吧，签了行不行？你便是再喜欢穗儿，再舍不得他，想疼惜他，也得要人家领情才是啊。就当是娘求你，签了吧。都到这地步了，就别说这种恶心话了。什么疼惜？他要是对我阿姐有半点疼惜，从一开始就不会娶我阿姐。不过是怕自己是浩南风的事被传出去，没脸再在清水县这儿立足罢了，还想着我阿姐陪他做戏的美梦呢。你便是砍了我的手，我也不签。我和穗儿相识相知，除非他醒来亲口同我说和离，否则什么都不奏效。一个被逼按下的守夜而已，我大可以找县令爷去申冤。你看县令爷是信你还是信我？你找死！王纯甫闻声，面上有一瞬间的僵硬，但却依旧梗着脖子。找县令爷申冤，还不如把你杀了。人死了就不需要和离了，也没得申冤了。本是想留着这一家人好好的折磨折磨，要是连和离书都要不来，那便绝对不行。不要啊！王培氏大惊，脸上瞬间布满了惊恐之色。求求你放过我儿吧，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苏姑娘，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当爹娘的错。你放纯甫一命，以后我们给你当牛做马都成啊！早知道苏家女是这么个性子，3年前就不该娶苏穗进门，更是不敢想出，如今这不是法子的法子要孙子呀。现在这孙子的事情没影儿，反倒是把儿子都要赔进去了。穗儿，你快同你妹妹说，放过纯甫好不好？今日的事情是我老王家对不住你，可这些年来我们在其他方面从未亏待过你呀。如今我断掉一只手，孩儿他爹更是被废了，纯甫也被他割去一大块肉。为娘，我想请你看在这些年的情分上，就到此为止行吗？俗话就是个铁石心肠的主，唯有这个儿媳妇了，兴许能说动。如今我老婆子什么都不求了，只求俺儿子这条命能留下。穗儿，是我不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和离好不好？穗儿。苏穗静静地看着地上衣衫不整的男人，忽觉初相识已是上辈子的事了。同样是春天，同样是4月，我带着秀萍坐牛车到清水县，快到县城的时候，
牛车翻到泥沟中，我苦苦修了1年的绣品全脏了。正在自责沮丧的时候，是他像一束光出现，将我从泥沟里拉出来，买下了我所有的绣品。我曾经以为的光，最后却差点要了我的命。无论阿姐想如何做，我都依你。苏穗轻轻点头，收回落在男人身上的目光，清淡的嗓音融在了春风里。何理此生不复相见。醉仙居，东家，那姓苏的一家子实在太不知好歹，不但不愿意卖咱们醉仙居方子，居然还骂东家您是……骂我？他们骂我什么？我不敢说。说，他们骂的什么？你一五一十的全说出来，我倒要看看这几个乡下来的土包子敢骂我什么。小厮咬了咬唇，好半晌才怯怯地望了男人一眼。他们骂东家是那不入流的狗啊！岂有此理！宋家人听得这话，脸一下就黑了。哎呦，东家饶命，东家饶命啊！这话是苏家兄妹骂的，不是小人啊！我当时气不过，跟他们理论，可他们完全不听，直接对着我就是一顿猛揍，揍得我脸都肿了。他们打的不是小人的脸，而是咱们醉仙居的脸，是东家您的脸呀！这些人分明是完全没将您放在眼里。宋家人气得脸色比锅底还黑，双眸阴鸷的厉害。当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好声好气花银子跟他们买不要，非要自个儿找死。这么多年，除了天香楼的那几个，谁人见我宋家人不是打工作揖？还第一次有人敢骂我是狗，当我这么些年在清水县是白混的吗？小厮眼眸低垂，脸上飞快地闪过一抹狞笑。东家，想要他们怎么个死法？以前那些不听话的方子是怎么买来的，这次自然怎么买。这么小的事情都还要问我，老子养着你吃白饭的不成？是，小人立马去办。这苏家兄妹的底细你查清了，背后没什么惹不得的人吧？这苏家兄妹若当真只是无根无凭的乡野人家，随便找人弄了便弄了，可若是背后有人撑着，那这事就得从长计议了。那些普通的乡下人家一进了城，大多都显得畏手畏脚的，连手脚都不知该往何处放。可这苏家兄妹倒好，胆子大的简直能捅破天，竟然公然辱骂于我，全然没把我这醉仙居放在眼里。再者，这样不寻常的方子，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野人家又是如何得来的？难不成当真靠脑袋硬想出来的不成？他的醉仙居这些年能够一直在清水县屹立不倒，靠的可不全是一股狠劲儿，而是深谙审时度势这道理。东家尽管放心，小人方才一路跟在苏家兄妹牛车后边，他们在西街集市里买猪下水之后便直接出了城，往苍梧镇方向去了。苍梧镇那种穷乡僻壤的地儿，除周老大夫需要顾及一二，可再没什么厉害人物。周老大夫只醉心医术，性格更是古怪，绝不可能与苏家兄妹有什么交集。东家，小人在百川学堂巷子口等待时，瞧着有秦家小公子，不过这清水县天香楼就是秦家小公子的。若苏家兄妹真和秦家小公子有关系，这麻辣烫哪里还轮得到放在学堂门口赚那几个碎银子？直接交给秦家来钱，不是快千倍万倍吗？宋家人听到这话，略微提着的心也放下了。猪下水？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这麻辣烫里可有一半食材是猪肉和猪下水啊！既然这苏家兄妹这么不识抬举，那咱们便两手准备。这方子要多，集上各个屠夫那儿，你也同他们好好说道说道。哼，他们怎么侮辱我醉仙居的，我就要让他们怎么跪着来求我。爷您放心，这猪下水的事情小的已经办好了。苏家兄妹今日是空着手回去的，明日麻辣烫生意定大受影响。咱们只要找准时机，再添上一把火，
便可以在醉仙居等着他们将方子送上门。明日不仅是方子送上门，那个娇俏的小娘们也得送上门啊！不仅长得深得我心，便是那辣椒一样的性子更是让我心痒痒。光是想想将这颗小辣椒压在身下的滋味，身上的邪火更不受控制了。今日他三哥打我的一巴掌，明日就要让他在床榻上还回来。做得不错，只要明日将麻辣烫方子拿到手，那20两银子剩下的就当赏你了。小厮闻言立马喜笑颜开，连声道谢。哎呦，小人多谢东家，多谢东家。东家放心，小人一定将事情办得尽善尽美，绝不辜负东家的美意。原以为这苏家兄妹不卖方子，快到手的10两银便得泡汤，没想到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苏画一行在赶回上河村时，夕阳已经半悬在大山边上。锦寒小子，华丫头是不是在车里面呀？哎呀，原来这就是老萧家的大儿子萧景寒呐！可惜这么一个仙人似的男子，竟然腿瘸了。这时候，一道脆生生的声音从车厢内传出：“三叔公，华丫头，你这是赶风寒了吗？”天气有些凉，吹不得风罢了。三叔公找我可有事？华丫头，我听春牛娘说你们的麻辣烫在清水县卖得不错，老老少少都喜欢，百姓们都抢着吃，从县城东边一直排到县城西边，还没排到底。旁边跟过来的村民们见他半天说不出重点，立马接过了话头。哎呀，华丫头，咱们是想问问，麻辣烫里不是要烫许多青菜吗？这青菜婶子们完全可以提供啊。对呀，咱们可全是种菜种了几10年的老把式了，种出来的青菜呀，绝对不比周家媳妇儿他们几个差。大家都是一个村里的，华丫头没道理只要周家、泥鳅、大麦、村长他们的，是不是？苏画听得嘴角微微一抽，暗暗想到刘寡妇，忍不住有几分好奇。刘寡妇今日早上下了牛车便不见人影，说是去买什么羊肉回去烧着吃，不成想是一直在暗中观察呢。回来后还不忘给我宣传一波。不过他这波操作倒是省得我再多费一番口舌了。村民们见他迟迟不开口，以为他不愿意，不由得苗补道：“如今家家户户地里都有菜，咱们累死累活挑去苍梧镇也卖不出去几斤，只要你愿意收，便是1个铜板2斤，那都可以啊。”哎呀，是啊是啊，只要华丫头答应收，这价钱完全不是问题吧？别说1个铜板2斤，就是1个铜板3斤也成啊。这个青菜收购价1个铜板1斤不变，至于具体怎么收，还得过上几日再另行通知大家。我又不是苏扒皮，农人日子本就不易，一年到头就指着地里的稻子和菜地赚几个辛苦钱糊口。我如今有能力伸手拉一把的时候，自是不能吝啬。听得少女清清冷冷的话，村民们猛地一愣住。华丫头，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收咱们的菜呀？我这不是做梦吗？哎呦，疼疼疼！你干啥呀？你不是怕是做梦吗？掐你一把会疼，你说是梦还不是梦啊？当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这送来的青菜只要好的、新鲜的，要是发现其中有什么坏的，永不再用啊！华丫头，你放心，谁要是敢送坏的青菜，三叔公头一个不依。就是，华丫头，你保管放1万个心，婶子绝对只拿最嫩的菜给你。对对对，咱们可不能干那没良心的事啊！苏画又同村民们简单唠了几句，便让萧景寒驾着马车往村尾的小院走。苏白氏听得犬吠声响起，便急急忙忙地从灶屋往外跑。哎，花儿，快下车！来，先下来喝口水。娘呀，给你炒了你最爱的豆角焖肉，你待会儿可得多吃着些啊！忽的便瞧见少女怀中似乎还抱着一个人，先前那股子不安立刻又涌了上来。阿姐受了些伤，先前醒过一次又睡着了，如今已经和王纯甫和离，以后再不是王家妻，只是苏家女。看着少女怀中那面无血色的人，苏白氏那双凌厉的吊梢眼一下子通红。穗儿，娘的穗儿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2天前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花儿，你快告诉哥哥，是不是老王家那些瘪犊子欺负阿姐了？大郎、二郎、春花3个小萝卜头亦是眼泪连连。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和离，但知道大姑受伤了，而且是很重的伤。花儿，上午在清水县时，是不是就是穗儿出事了？我当时就应该想到才是。我们2人是龙凤胎，每有一人生病，另一个人也会莫名不舒服，直到生病那人康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才会彻底消失。上午时那种濒临死亡的心悸感，定是穗儿当时出了事儿啊。是，阿姐的伤因王家而起。这当真是老王家？王春福敢害我妹妹，老子操他全家！一向冷静自持的苏大虎听得这话，牙关咬得咯吱响，眼神中燃烧着愤怒的怒火。老2、老3，抄家伙，咱们上门找他去，不将他往死里揍，我就不姓苏。苏话拉都拉不赢，不过眨眼的功夫，3人就气吼吼地拿着家伙事出来了。花儿，你别劝我们，我们苏家人若是被这么欺负还不吭声，还不如直接脱光塞回娘胎里算了，还当什么人呢？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对，娶妻，自是该爱妻护妻。可王春福娶了阿姐，却害得他生死未卜，重伤成这样，我们绝不饶他。苏白氏面色煞白，吊梢眼一片冷沉。花儿，别拦他们，这仇咱们老苏家必须报。对，这仇咱们必须得报，不能让大姑受欺负。苏画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不管不顾的一家人，垂眸看了一眼怀中的人儿，不必再去，这仇我已经替阿姐报了，断了王培氏的一只手，废了王老头，挖去王春甫心口上一块肉皮。偌大的院子里，似安静的能听到针落的声音。花儿可是连只受伤的毛崽子都会心疼带回家来的人，当真能做出这般狠辣的事来？该！这狗屁倒灶的文艺一家敢欺负我们老苏家的闺女，没要他们的命，那已经是我们再良善不过了。正好留着他们这3条活不活、死不死的狗命给穗儿赎罪。但是花儿得记得，这种肮脏的事儿你别一个人去，尽管让你这3个哥哥他们上，让男儿家若是连家里的女子都保护不好，这辈子呀，只怕也是没什么狗屁用处了。娘说的是，这种断手断脚的事情理应咱们来，不能脏了花儿的手。3哥力气大，下次再走这种苦力活儿，花儿一定要叫上3哥一块儿。还下次？不会说话就给老娘闭嘴，不然老娘就直接扇你。钱氏端着洗干净的猪下水从河岸走来，瞧着全家人都站在门口，满脸纳闷儿，这是咋的了？咋一个一个全站在外头了？咦，大姑姐来了，这是咋的了？咋被花儿抱在怀里呢？面色还这么难看。你少说2句。苏儿赶忙冲他摇了摇头，钱氏嘴巴一闭，眼珠子却依旧滴溜溜地转个不停，其中八卦之味极浓。老大媳妇儿，你赶紧去拿些新米，给穗儿煮些软乎的新米粥，把上头的米油啊全留着。穗儿这个样子，只怕是连粥都难以下咽。娘放心，儿媳这就去，定将米油全给穗儿熬出来。阿姐的伤全是我亲手处理的，我的艺术娘还不放心吗？那可是能将人从阎王爷手中抢回来的。阿姐只要好好静养个把月，便能完全恢复。到时候娘别嫌咱们姐妹俩闹腾就是。穗儿可从来不闹腾，只有你这个泼皮猴儿自小闹腾的紧。是，娘说的都对。见他情绪稍好，转而抱着苏穗往主屋走去，瞧着苏穗被放好在床榻上，顿时拉着苏画往院子后面走了几步。花儿，你老实告诉大哥，穗儿到底是为什么会被老王家害成这样？是不是王春甫做了什么对不起穗儿的事情来？我和穗儿前后脚从娘胎出生，自小玩在一起，对她的性子自是再了解不过。平日里最是柔顺心软，在老苏家当姑娘的16年里，从未与人红过脸。即便是老王家有口角之分，也断不可能弄成这个样子。莫非是其中有什么大事儿？大哥果然心思缜密。王春甫好男风，
终日流连南风馆中，娶阿姐也只是为了堵悠悠众口，怕浩南风的事情被戳破。而老王家为了要子，将主意打到了阿姐的头上。我请萧公子跟踪王淳府之时，正好撞见王老头对阿姐不轨，阿姐不堪受辱，直接撞了墙。我赶到的时候，她只剩下最后一口气。阿姐和我不同，自小于封建礼教之中长大，对王淳府浩南风一事肯定是早已知晓，这么些年一直不曾与其合理，其中难免有出于名声的考量。阿姐在乎的，我自要替她保护好，但大哥不同，他是长子，亦是老苏家未来的当家人，该知道的事情理应让他心里有数。听着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苏大虎却是陡然在脑海中勾勒出了当时的场景。王淳府，老王家居然这么欺辱我穗儿，他们怎么敢？哼，他们怎么敢？自是因为我们老苏家就一无权无势的乡野人家，开始试探性的欺负，发现随便踩上几脚也不敢叫痛后，这欺凌便一点点猛烈起来。苏穗在老王家这些年一直被欺凌，性子温吞只是一方面，但是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娘家太弱。是啊，穗儿嫁进老王家这些年，十里八乡知道的无一不是羡慕穗儿嫁得好，从山窝窝里嫁到县城去，说我们老苏家烧了几辈子的高香才换来这么一个好姻缘，就差直接说是穗儿高攀了人家王家。如此大的落差，善待与否全凭良心，可老王家从一开始便是黑心算计，又如何能有什么良心？与其盼夫家善待，不如自己强大。咱们老苏家是时候变一变了，不然便是赚的金山银山，只怕也难守得住。若是没有切实的后盾为倚仗，辛辛苦苦一场，到头来很可能全是一场空。花儿的意思是，读书换门没？后日便是百川学堂春季招生的日子，我打算送哥哥们去学堂。大哥心思敏捷，机身致远，如若在学业上费些心思，日后未必不能在朝堂上有所建树。大哥外表憨兮兮，内里全是黑芝麻馅，三言两语可扭局势。若是生在王孙贵族之家，自小受礼乐诗书熏陶长大，如今只怕已经在风云诡谲的朝堂有他一席之地。苏大虎听得心头一震，可转而却是轻笑着摇了摇头。此事不可，若咱们一个个全去读书，这麻辣烫的摊子岂不是全落在花儿身上，断没有让妹妹辛辛苦苦供兄长们读书的道理。院子里一直瞧着兄妹俩鬼鬼祟祟的苏二虎和苏三虎悄悄摸摸地走了过来。三哥不喜欢读书，这书本三哥光是想想就觉得头疼，更别提整日抱着书了，那比蹲大牢还令人难受。花儿还是让大哥去读书吧，我陪你一块去卖麻辣烫。这书大哥去读便是，书上的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读了也是白读，还不如好好干生意来的实在。咱们的麻辣烫生意如今刚开张2天，一些苍蝇就嗅着味儿来了，后面还不知道会出什么脏主意了，哪能让花儿一个人去应对？苏画闻声，瞬时想到前世方才洗净的猪下水，方才前世抱回来的木盆里，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副下水。除了醉仙居那个骂骂咧咧离开的小厮，便不做旁想。是不是我晌午离开后，醉仙居又来找麻烦了？是不是醉仙居不能确定，咱们在买完车厢后，便直接往西街集市赶。当时时辰比往日还早上几分，可平日卖咱们下水的几个屠户却是纷纷称下水卖光，不但下水没有，连串串和熬汤的猪骨头都没了。这一副下水我还是在苍梧镇找富贵酒楼的李哥，让他帮忙弄来的。我们在寻遍了清水县集市回来的时候，苍梧镇集市早就收了摊儿，只剩下镇门口的几个小摊子，那里就一些村里人家的青菜和好几个摊子的炒螺肉，根本不可能有猪下水。我们一合计，便只能循着李山，让他找相熟的屠户，才寻得这副下水，外加一盆猪血。在麻辣烫开张的第1日，就同清水县的屠户打过招呼，让他们将下水留给自家。可如今突然说是全卖光了，
想必这其中定然是有人作梗。现在关键不是找出这人，得先想想怎么应对明日的生意。苏二虎去了一眼少女神色，抿唇道：花儿，我回来后去大麦家问过，他们家后院现在养着不少鸡鸭，要是买的话，鸡12文一斤，鸭子9文一斤。我想着这猪下水不够的情况下，咱们是不是可以先买几只鸡鸭代替？鸡骨头可以用来熬高汤，鸡肉鸭肉可以做荤串串，鸡鸭肚子里的鸡肠鸭肠什么的也可以算是新式菜色。不过这鸡鸭的成本高一些，若是2文一串的价格不变，串上的肉自然是要相应少一些。不然怎么说二哥是天生的商贾之才呢？用鸡鸭代替的法子确实可取。趁着天色还没黑，二哥赶紧跑一趟大麦家吧，买2只鸡4只鸭先顶着。哎，好，我这就去。苏二虎听得妹妹夸赞，略黑的脸庞一下子变红了。不过光是鸡肉鸭肉可能还不够。苏画目光又落在院外的河水上，心思倏然一动。花儿，马上天黑了，你这是干啥去啊？去捞鱼，做鱼丸。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家依山傍水，山上的平菇、木耳、香菇，如今已经成了麻辣烫里的宠儿。河里的鱼儿，关键时候也可发挥出大效用。捞鱼，做鱼丸，这捞石子的鱼丸我从没听说过。但这河水里的鱼有多精，我可是完全门清啊！自打我们3兄弟长得比河水高一些之后，便经常守在河边上摸鱼。这么些年，从没摸出个什么名堂出来。偶尔就能摸一个纸豆做的鱼仔，已经是撞上大运了。咱家妹妹一开口就是捞鱼啊，还拿着2只竹筐捞鱼，这又不是自己家养的鱼塘。苏大虎亦是有些纳闷，但却也是乖乖地跟在苏画身后，没有出声。苏画也没过多解释，而是走到河边。大哥三哥，你们2个在竹筐中各压上一块大石头，然后将这个鱼饵放进竹筐，一同沉入河水中。花儿，这鱼饵咱们人能吃吗？这鱼饵是专门为鱼准备的，里面都是吸引鱼儿来的药材，就像是咱们平日钓鱼所说用来打窝的鱼粮，人和兽都吃不得。三哥若是想吃，我下次专门给三哥做些药丸子。开玩笑呢，这捞石子的鱼饵不过是我听到猪下水不够后，临时在空间地上抓了些黑泥混着水珠随便捏成的。这么一大团黑泥吃下去，便是不傻也得给肾里留10来颗结石。不用了，我也就是闻着香味儿，嘴巴有些不听使唤罢了。真要跟鱼儿抢吃的，我还是干不出来的。几乎是竹筐落水的一瞬间，平静无波的河水便有了细碎的声响。这是大鱼来了！苏三虎瞧着河水里那一道道黑青色背脊，眸中全是震惊。苏大虎亦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在村尾活了19年，还从未见过这么大这么多的鱼呢。哎呦，我的个天娘哎！花儿这鱼儿也太厉害了吧！老子这辈子怕是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鱼。这河里的鱼不会被咱们全捞上来了吧？我不像二哥那样对数字斤两有着天生的手感，摸一下就能说出一个大概重量，就这一筐就远比我自个儿还重上不老少，起码都在150、60斤往上啊！苏大虎看着眼前数不清的鱼儿，脑海中渐渐浮现出以前家里养鱼塘时候的情景。养在养山羊失败后还是不死心，2文1条的草鱼苗约莫手指长1条，一买就是100条，足足200个大铜板。鱼苗小的时候吃不了草，我们便去村子里养鸡鸭牛的人家套鸡粪、鸭粪、牛粪、肥塘喂鱼。眼看着快中秋，半斤重的鱼长到4、5斤重，其中肥一些的草鱼更是有7、8斤。我们便打算中秋前1日捞些鱼去苍梧镇上卖，10文1斤的草鱼，要是能卖1半的鱼，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就在中秋节前2天的夜里，伏虎山里突然下起磅礴大雨，雨水带着泥沙冲沙而下。等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鱼塘的时候，鱼塘早已被冲出一个巨大的口子，里面的鱼儿悉数被冲到河里，连尸首都没瞧着。哎，这里头不仅有草鱼、花鲢，居然还有2尾黑鱼！哼，
上了我的筐居然还想跑，门儿都没有。便见少女慵懒地倚在草地上，身旁是满满2大竹筐的大鱼。花儿自出生便与我们不同，天生贵人命格，自打受过及笄前的劫难后，一日日的成长更是快得令人心惊。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带着我们一家人从上河村走向苍梧镇，又从苍梧镇走向清水县。这日子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有奔头了。我这个做大哥的，也是时候为花儿，为家里慢慢竖起挡风的屏障了。大哥赶紧帮忙将这2条黑鱼拿上，待养上1日后，给阿姐煲黑鱼汤喝。黑鱼骨刺少，营养丰富，最重要的是其去瘀生新、滋补调理的功效极好。我还本想明日去清水县集市寻摸，看能不能买上几条呢。如今这河里有黑鱼，自是再方便不过了。花儿先在这儿等会儿，地上的鱼等大哥回来，用箩筐挑回去，可别自个硬上啊。我虽然力气大，可抱着这2大竹筐鱼回去也不现实啊。不过眨眼的功夫，苏大虎便担着箩筐跑了回来。哎呀，我的个乖乖，这怕是河里10几年的鱼窝我都上来了呀！这筐上头的大草鱼，只怕有13、14斤呢。还有花莲，一条一条的全肥着嘞。便是里头的鸡瓜子，我瞧着这个头，全比咱们巴掌还大上1圈。要是打汤啊，这滋味肯定鲜得不成样。这么多的鱼，是不是就应了小姑先前说的那句咱想吃鱼肉全管饱，不管是蒸的、煮的、炸的、烤的都可以安排上？你个贪吃鬼，小姑说了，这是家里麻辣烫里要用的，做什么鱼丸，你咋只知道吃啊？哎，三虎，你力气大，一个箩筐里放上5、6条挑回去。二虎、大虎，你们俩呀，一人放5、6条到竹筐子里去。这至于剩下的，老大媳妇、老二媳妇同我一人抱2条回去。鸡瓜子那叫大郎、二郎、春花，你们3负责。苏家人闻声连声应了，一个个或是担着箩筐，或是拎着竹筐。归家之后，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苏画站在灶台边，一边说一边示范。咱们先从鱼尾巴一端贴中骨，将刀身平移至鱼的尾部，取下鱼肉。再者便是去鱼皮，先将这鱼里的鱼腩骨剔除掉，再从正中间的位置切到鱼皮的位置，不切断。像这样能看到鱼红，然后刀身倾斜，逐渐放平，握住鱼的这只手向后拉，刀身向前推，就可以轻松去掉鱼皮。去掉鱼皮后，便要剔除鱼肉中的鱼刺，这也是做鱼丸的关键步骤。这草鱼的鱼刺主要分布在皮下层，也就是这鱼红的位置。咱们从这儿有条白杠的地方倾斜下刀，刀身碰到鱼刺的位置，轻轻一推，这取下来的鱼肉便是没刺儿的。花儿，你这手是咋整的？要让二嫂弄这玩意儿，可完全弄不来啊。没关系，二嫂若是这个取鱼肉弄不来，待会儿可以负责剁鱼蓉便是。我多年浸淫医术，对各类骨头更是熟悉的很。去骨剥皮那是信手拈来，要不然今日给王家人断手剥皮的时候，不可能那么轻松。取鱼肉讲究一个巧，熟练之后费不了什么功夫，反倒是剁鱼蓉最费人。这劳什子的剁鱼蓉我也没干过呀。一听说是最费人的活儿，钱氏一愣，赶忙往后退了一步。花儿，我没出阁之前，在赵家村时不时的也会杀个鱼，要不让我试试取鱼肉吧。以前呢，我娘家在赵家村，跟上河村相比，离苍梧镇的距离更近。约莫在上河村与苍梧镇的中央位置，那的地势低，水流也更为平缓。每逢大雨过后，我爹爹和兄长便会用藤蔓编成渔网，堵在河水下游，3、5不时的就能捉1、2条鱼。不过我们那会儿捉到的鱼，顶多也就是5、6斤重，同花儿今日捞的这些，可谓是天差地别。苏画笑着看了夫人一眼，将灶台位置让出，温声的嘱咐：大嫂初次剔鱼骨，需当心些，
动作慢点没关系，别伤着手便好。方才看画儿取鱼肉的动作，只觉一刀一刀的，像是刀尖在翻飞起舞。可当这刀真正握在我手里时，却是沉甸甸的，让人有些无从下手啊。赵氏磕磕绊绊地取下整条鱼的鱼肉后，额上已经是汗珠点点。画儿，大嫂这双手还是太死板了些，吭哧老半天才弄一条鱼，切下来的鱼肉也丑。大嫂这话可太谦虚了，咱们做鱼丸不用讲究鱼肉美不美，只要保证里头的刺完完全全弄干净就行。大嫂第一次取鱼肉能取得这么干净，还只用了1盏茶功夫，已经很是厉害了。哼，这赵氏平日里瞧着温婉，惯是会装大尾巴狼的，竟会捡一些轻省活来做，还会讨好花儿。在铁锅中倒入冷水后，苏画用水在手里打湿，左右抓一把鱼蓉在掌心。他速度很快，不过是几个眨眼的功夫，铁锅中已经飘满了白乎乎的丸子。尝尝看，喜不喜欢？这味道可真香。这里面的鱼都是吃河水中的水草长大的，味道自是比人工养殖的味道不同。苏家人尝过鱼丸之后，一个个亦是惊喜不已。我的个天娘嘞，这鱼丸子可真好吃啊！一口下去，我老婆子的牙都要被弹好几下，嘴里全是鱼香味儿，根本就没一点的腥味儿嘞。对啊，照我看，这味道完全不比猪下水差呀。花儿，你这脑袋可真是厉害，什么好吃的都能想出来。可不是，我原本还担心明日食客们不买账，看来都是白担心一场了。咱们有了这鱼丸，那群瘪犊子想抢生意，也得好好掂量掂量。我也有一些想知道，这背后作妖的是不是真是醉仙居？都说狗随主神，按照晌午那小厮张扬跋扈的性子，这醉仙居背后的宋野，只怕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主。若作妖的人当真是醉仙居，买断猪下水应该只是他们的开胃前菜。苏家人洗漱完便立马上了榻。苏画看着窗台上的春兰楼山红和10丈垂帘，完全没有一点睡意。明日他还要去秦家拜访，他思来想去之后，索性决定送些苹果和菜蔬给秦家。我们本就是普通的农户人家，便是将身上那几10两全拿出来，也买不到什么好礼物来，还不如送些空间产的吃食。空间里的吃食都是受水珠滋养长大，对人的身体百益而无一害。先前听秦玉成提过，李红颜生秦玉贤时难产，自此身子便不大好。这些瓜果若他喜欢，倒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杏眸轻抬，却见山坡那边的木屋还燃着灯火，这晕黄的灯火在夜阑中就显得格外显眼。今日阿姐一事，我还没来得及同小姐函道谢，若非她及时出现并告诉了我，阿姐如今只怕已经香消玉殒。要是她没睡，就索性今日给她行一次针。明日要去秦家，后日要给苏家兄弟去百川学堂报名。再这么耽搁下去，说不定又是好几日过去了。反正这会儿才晚上9点多，对我而言也不属于熬夜的范畴。还没走几步，便听得身后一阵窸窸窣窣。你个懒家伙，还真当自己是只猫了。大白瞄了少女一眼，直接在她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闭上眼睛。见过懒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懒的。在家不想走路就让小黑驮着，出门不想走路就让我抱着，还生怕我不知道你在后头跟着呢。小样，还特意用小肉爪在地上抓出点声响。你这个小家伙还真的是够懒的，真的怀疑当初是不是就是因为太懒，你才被你爹娘扔坑里去的。唉，这还没长大的大猫扔这儿，只有被野兽叼走的份儿啊。一人一猫来到木屋外，便见书房的窗户打开，手中正执笔写写画画。难怪这么大晚上还点着灯，这是在忙正事呢吧？他正打算抬脚往回走，却听得吱呀一声响。苏姑娘既然来了，为何不进门就走？我这不是瞧着你在办正事吗？
你要有事就先忙，那我过2日再找机会来给你试针。话未说完，恰有山风穿过窗柩，吹得案几上的纸张起来，是一位身形有些丰腴的女子，面容还未来得及画上。萧公子既然钟情这姑娘，何不直接表明心意，娶回家来？整日默默画这些画像，又有何意思？苏姑娘觉得，我若同她表明心意，她会愿意吗？当然愿意啊！萧公子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材，要本事有本事，放在整个清水县都是数1数2的高富帅。愿意的，只怕得从咱们上河村排到清水县，还得排几圈了。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萧公子既心中有意，自是要抓住机会。那便听苏姑娘的，待苏姑娘帮我解了毒，我便同她说。若她届时不同意，苏姑娘可得替我与她说说好话。月光轻盈洒下，苏画仰着头，视线对上男人眼眸，她甚至能在那漆黑的瞳仁中看见自己的模样。我又不认识他，如何能帮你说好话？那可未必啊。萧景寒轻笑，从少女身上移开视线，引着她往书房走。穿到这上河村这半个月来，我见过的妙龄女子，不用2个巴掌就能数得过来。便是再加上原主记忆中的那些，貌似也找不到一个和这画像里这样的。而且萧景寒这人，用上河村村民的话来说，就是天上的云。她心悦之人，也应是与之相当的女子。若单以身份容貌来讲，我唯一知道的便是京都来的魏蒹葭了。这小崽子你哪儿捡着的？不等他想清楚，便听得男人低沉的嗓音响起：前2日去椴树林下捡香菇，瞧见这家伙掉在村民的陷阱中，就捡了回来。等他伤口好全长大一些，再看他自己是选择留下或是回山吧。大虫无论是幼崽还是成年后，戒备心极强，可在他面前却乖巧的像只猫儿。若是能养在身边，当个逗趣护主的宠物也不错。时候不早了，萧公子去榻上躺好，我替你行针。苏画摸出了腰间的银针包，可还未来得及打开，星眸一抬，便见男人半靠在软榻上，小麦色的胸膛已经暴露在了空气中。咱们行针只需在你右腿腿部，倒是不必解着衣裳。今日是第1次行针，往后1个月每7天行针半个时辰，腿上的毒便可排除。落针会有点疼，要不要拿个帕子给你咬着？不用，来吧。指尖轻捻，直至轻嗡声响起，可男人一点儿都没发出动静，反倒是神情自若地与他唠嗑。苏大姑娘如何了？我阿姐现在可以喝些米油，状态还不错。我阿姐一事，多谢萧公子。日后萧公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与我说便是。苏大姑娘得救，关键在你，而非我。若说要道谢，该道谢的也是我，而非你。你替我治腿解毒，这救命之恩，岂不是得以身相许？苏画直接被男人的话给雷得呛住了。你在破庙和虎府山救我2次，我给你治腿解毒，便算是两两相抵，当不得什么以身相许。这种玩笑话以后切莫提了。小丫头还是太小了些，一切得慢慢来。手指在宽袖下轻轻捻了几下，眼眸中闪过几分无奈。云莲和魂断可有消息了？三花药引中，云莲和魂断，一者在雪山之巅，一者在大漠之渊，都属于极难寻得的，可银针刺血只能保住腿，只有找到三花药引，才能彻底解他的3重三花毒。老头前日传言，说是有人曾在天南山见过云莲，他已经去寻了，魂断则还没有消息。我们还剩下不到11个月寻找药引的时间，若能找到云莲，便算是成功了1/3。如今4月初5，4月中旬是红消花花期，红消花属于最易遇见的。待忙完苏家兄弟入学的事儿，就可以准备去伏虎山了。
大白趴在地上翻了个身，感觉身下冷硬硌得慌，先前还吴侬软语般的喵就瞬时变成了低低的虎笑声。大白，别叫了，别叫了，在这儿呢。大白闻声从门口地上直接循着声音往软榻上奔去。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苏画看得杏眸睁大，急急忙忙地起身去接，可苏画整个人却是不受控制地往下扑。爷，我们回来了。这时候于峰、于雨二人落在院中，于峰的眸子瞪大，赶忙拉着于雨往外走，临走前还不忘将书房的门给关得严严实实的。你告的哪门子罪啊？还有，你拉我干啥呀？这老王头的事情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同主子说呀，走啥走啊？小点声儿，王老头的事情算个屁呀！咱们主子现在正在干正事儿呢。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哎呀，自然是人生大事儿。不出意外的话，10个月后咱们就有小主子了。小主子？咱们女主子都没有，哪来的小主子？你当真以为石头缝里能蹦出人来啊？于峰伸手，笑得一脸意味深长的戳了戳少年裤裆下。苏姑娘现在正坐在爷身上，脸蛋都埋在爷这儿呢。你说10个月后能不能有小主子？什么？苏姑娘？胖妞？这怎么可能？我们爷怎么可能会喜欢她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嘿，苏姑娘咋的了？虽然丰腴些，可五官精致的很，自己又有本事，比起京城那些只会嘤哭的世家小姐可强太多了，而且一狠起来完全不输爷。我瞧着当咱们女主子就很好，以后爷杀人，苏姑娘递刀，或是她剥皮，咱们爷埋尸，多好啊！于雨摇头的动作一顿，竟是觉得这话好像有几分道理。哎呀，这有了小主子，咱们就得赶紧将事情准备起来，什么尿布、衣裳都得开始买，尤其是这衣裳，小娃娃皮肤最嫩，咱们得让布装的人纺些柔软的。还有玩具也得多买些，不知道是小少爷还是小小姐，咱们主子厉害，说不定第一台就是龙凤胎。波浪鼓木剑什么的都得做双份，这衣裳尿布什么的也全得双份，可不能等娃咕咕落地再急急忙忙去弄的。这都是小奶娃的事情，等得小主子们长大一些，长大到2、3岁能跑能跳时，我就教他们轻功，你教他们剑术。书房内，苏画几乎是在门关上的瞬间就已经从萧景寒的身上爬了起来，他完全不敢瞧男人的眼神，心中1分1秒地数着时间，几乎是一到点儿就立刻拔了针，一把打开门，脚底抹油地往外冲。不对吧？这还没半炷香功夫呀，咱们主子不会是不行吧？就这么一会儿，咱们小主子能出来吗？于雨瞥了一眼书房窗旧，瞬时有些为难。那这尿布、衣裳、拨浪鼓、木剑啥的，咱们还准不准备啊？村尾小院儿，苏画噔噔噔地跑回院儿，可面上依旧是烫得吓人。我怎么就那么恰好撞到他那儿去了？撞就算了，还恰好被人看见了，给我块豆腐撞了吧！啊，西吧，看见就算了，他们居然连龙凤胎从出生到7岁的一应物事都计划好了。这真是给我10张嘴都说不清了，我以后还要不要见人了？你还好意思喵？今儿个要不是你，我也不至于丢这么个丑。苏画没好气的在大白身上一顿撸，最后索性眼不见为净，直接把他塞回了狗窝里了，又回了自己的窝。不知过去了多久，迷迷糊糊间，他梦到了自己又见到了胖美人画像，却见那胖美人画像变成了个活生生的美人，往萧景寒的身上压去。一阵熟悉的羞窘感让苏画猛然惊醒。花儿，你这脸咋这么红呢？是不是夜里感染了风寒发烧了？没发烧，可能是夜里做了噩梦吓得慌。做噩梦了？如果是做噩梦了，这额头和脸颊咋会这么烫得慌呢？你是做啥噩梦了？我做啥噩梦了？要是再多一个人知道，我就真不用在村子里混了。哼，
是不是昨日收拾老王家那群瘪犊子的时候吓坏了？这剥皮断手什么的，一个个小姑娘家的，哪遭得住啊？都是苏大虎、苏二虎、苏三虎这3个混账东西不抵用，这才让你吓得睡都睡不好。哼，我这就拿鞋拔子去抽他们去。娘，这都哪跟哪的事儿啊？哥哥们要是知道，只怕得委屈的掉金豆豆了。哼，他们好意思？一个个都这么大的人了，保护不好妹妹，还好意思哭脸？老娘都替他们臊得慌。是啊，哥哥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大哥二哥都当爹了，要被大郎他们3个小的看着自家老爹被你用鞋拔子追着打，以后这脸可真是丢河水里捡都捡不着了。那几个不抵用的混小子，别说现在当爹了，便是再过上10年20年当了爷，老娘一样能抽他们。是，娘说的对，他们长再大，依旧是娘抄着鞋拔子打的小混球。娘瞧瞧，这脸是不是已经不烫啦？哎呀，好了就好，好了就好。晚上要是再害怕做噩梦，可一定要同娘说啊，别一个人硬扛着。花儿，再好好睡一觉，待吃早食的时候，娘再叫你啊。苏画躺在被窝里，望着眼前乌漆抹黑的屋顶，却是没了睡意，索性也起身，给旁边的苏穗换了药，做完了这一切，围着村子继续减肥大业。1、2、3、4、5，这都已经第5圈了。苏姑娘平日里跑圈不都会来咱们木屋前吗？今日这都第6圈了，咋一脚都没踏进来？哎呀，姑娘家脸皮薄，自然是害羞了。便是咱们主子昨夜也一直翻来覆去没睡着呢，烛台上的蜡烛都换了7、8根了。那你说，咱们还要不要去准备尿布、衣裳、拨浪鼓这些物事啊？这家伙一晚上都问了7、80遍这个问题，活脱脱的一个小主子奴。咱们呢，先列个单子出来，不仅这些物神要备起来，产婆也得开始寻嘛。也老大不小了，翻了年就是19，好不容易有个喜欢的姑娘，这可是天大的事儿。不仅咱们要准备起来，还得给于雷和于电去个信儿。给于雷和于电去信？不成，这2个人阴得很，到时候肯定会跟咱们抢着带小主子的，我抢不过。德行，你要是不愿意告诉他们也行，反正到时候他们揍你不揍我。有你这样的吗？还是不是兄弟了？说好的同甘共苦呢？对于这2人的对话，苏画丝毫不知。花儿，你去捡香菇咋不叫咱们一起啊？哎，这下头是啥呀？咋这么沉啊？苏三虎接过菜来，仔细一瞧，却见一个个小胖菇下面竟然还透着零星的粉色。方才去摘香菇时碰着的红果子，我吃了一个，觉得味道鲜甜，便多摘了些回来，一份给自家吃，一份正好送去秦家当见面礼。这红果子长得也太美了些吧，光是一个果子就有2个拳头大。对呀，这粉粉嫩嫩的颜色，瞧着就让人忍不住流哈喇子呀。花儿，这果子是哪儿摘的？咱们哥仨这些年常去山里摘野果，可从未见过这样的果子，这种品相的拿出去卖应该能值不老少银子。苏画看了苏二虎一眼，抬手指了指造屋的方向，声音压低了数分。这是在伏虎山里头摘的，哥哥们以前在外围跑，自是找不着。那树上有的已经全在这儿了，树苗我也挖了1棵回来，种在院子里，以后每年都有的吃。果然，苏二虎闻言，话头猛然一顿，眼神在少女身上上上下下打量老半天。花儿，你这胆子也太大了，要是让娘知道你往伏虎山里走，只怕当真要抽你。今日也是瞧着果子才过去的，下一次一定注意。这树苗可得仔细点啊。大哥，你们看看种哪儿好，不赶紧种下，这树苗能不能活，怕都是未知啊。被这么一打岔，兄弟3个倒是没再揪着这事儿不放了，他们开始认认真真的在院子里找能种树的地儿。花儿今日要去秦家走动，要不二嫂带着春花同花儿一块儿去？都说女儿家要娇养，春花秋天就4岁了，还一直没见过什么世面，好不容易能有个这么好的机会，不如让我们一同去瞧瞧。
二嫂保证啊，我们娘俩一定会乖乖的跟在你身边，不乱看，不乱说。苏画杏眸轻抬，视线正好落在夫人有些闪烁的丹凤眼上。我这位二嫂是还打着江春花和秦玉成凑一对的主意啊？这秦玉成起码12、3了，春花今年刚3岁，前世居然一直想着将这两人凑一起，不知道的只怕还以为是哪来的后娘。想到此，他直接摇头拒绝。为啥不成呀？春花平日里对你可是比我这个娘亲还要亲热，不过就是让你带着她去见见世面而已，为啥你连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啊？难道平日里那些疼宠都是假的不成？为什么不成？二嫂可以同娘去说。暂且不论前世心头的打算，哪有人初次上门就拖家带口的？又不是刘姥姥带着板儿去大观园。什么事儿要同我说呀？没什么，我方才同花儿在说什么时候能吃早食呢。吃，脑袋里天天就想着吃。苏白氏瞪了他一眼，转头看向自家宝贝闺女儿，吊梢眼中全都是温柔。花儿，娘方才煮了鱼骨汤面，还放了不老少的鱼腹肉，你赶紧进来尝尝看，可还喜欢？娘的手艺自是一流，哪会不喜欢？前世站在院子里，听着灶屋中一道道吸溜鱼汤的声音，一颗心只觉酸涩的厉害。我不过是想为女儿打算而已，有何错之有啊？哼！太阳渐渐从薄雾中升起，醉仙居。爷，苏家人来了。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进来也不知道敲门。苏家人来了就让他们好好等着，先等上2个时辰再说。苏家人是来了，可不是来咱醉仙居啊。苏家人来了百川学堂门口，不是咱们醉仙居啊。而且现在麻辣烫摊子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摊子前排着队伍比昨日还长不少。这怎么可能？你昨日不是说清水县的屠户都被你叮嘱好了吗？他们没有猪下水和猪肉，连熬汤的猪骨头都没有，难不成全卖烫青菜不成？小的确实叮嘱了屠户们，苏家兄妹今日摊上的猪下水也很少，可他们又弄出个什么鸡肉串、鸭肉串、鸭杂串、鱼丸串，尤其是鱼丸串受欢迎的程度比猪下水更甚。雅间内空气安静了好半晌，宋家人缓缓地勾起一抹阴寒的笑。本以为是踩一脚就死的蚂蚁，没想到竟顽强得很啊！如此倒是更有趣了。百川学堂门口，苏家兄妹忙得热火朝天。来，客官，您要的4串鱼丸，3串香菇，2串鸭肠，1把豌豆尖，拿好喽。3串香菜，3串鸡肉，3串鱼丸，3串油泡来了。你要的2串莴笋尖，5串鱼丸，3串鸡肉来。大哥，再搬筐鱼丸过来，锅里也得添些骨汤，汤底都空了一半了。好，我这就去。许多街坊都是没吃早食来的，拿过麻辣烫后便直接在旁边的馄饨摊或者面条摊坐下。你们听说没呀？从这3条巷子过去，有户王姓人家，昨儿个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家里那柴房不知咋的突然起了火，整个院子里里外外全烧成了灰呀。王姓人家？你说的是那城西巷子口杂货铺的老王头那一家？对呀，就是那王老头。我家老头子早上去西街集市买菜，你知道瞧见啥了吗？哎呦，当真是脏眼睛嘞！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几十年，可从没听过这么不要脸的哟。可奈何老婆子声音虽是压低了不少，这一脸讳莫如深的模样却是更加勾得人心头直痒痒。你家老头子瞧着啥了？你快说呀！赶紧说，不然我这好不容易抢着的鸭肠可都没心思吃了。苏大虎听到这儿，眉头一锁，脚下顺势往馄饨摊更靠近了几分。我呸！要不是你们硬要听，我老婆子可不兴说这种阿杂事儿，活像是早上平白吃了顿屎一样。哎呀，你们不知道啊，王老头子一家平日瞧着人模狗样的，背地里却是和牲口市场那些畜生厮混。
我家老头子回来后，直接饭都吃不下了。这话一出，桌子上的客人纷纷噤了声，就连老摊主下馄饨的手也一个哆嗦。这老王头已经40-50了吧？口味咋这么重啊？哎呦，难怪你说讲这事儿就像早上吃了顿屎。哎呀，我现在呀，瞧着这麻辣烫都没胃口了。这王老头要真是克制不住，为啥不买匹马回家？在这牲口市场那啥也太恶心了吧？这是不打算在县里混了呀？我往常还同王老头喝过茶，瞧着他不是这样的人啊，指不定是被谁算计了。不是说房子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吗？谁知道呢？我早上见王老婆子在烧成灰的家门口一直哭，那右手手掌都少了一只，倒是王家儿子和儿媳妇儿完全没见着踪影，生死不知。哎呀，只怕真是以前的什么仇家寻仇来喽。食客们听到这儿，原先的好奇之心顿时都歇了不少，反而是背脊一阵阵的寒凉。昨日只听花儿云淡风轻地说废了王老头，没料到废了王老头后还有这手笔啊！而且老王家的房子还这么恰好的被烧了，若没猜错的话，这烧房子的事儿应该也是出自花儿之手了。不过我记得分明，昨日下晌快天黑的时候，花儿正在河岸边同我们一起捞鱼呢，人都不在，又是如何能悄无声息地烧掉这房子的，还完全没让人察觉呢？苏话耳力极好，食客们的一番议论自是没逃过他的耳朵。是碎琉璃。苏大虎跟在苏话身后走，一时间没明白他这没头没尾的话。碎琉璃具有聚焦作用，可以将天上的日光聚焦在一个细小的点中，只要日光时间足够长，这聚焦的地儿达到燃点便会自燃。若在碎琉璃上加上水，聚焦的效果则更好，吧嗒一下就能烧成灰烬。竟是如此，不过是一片碎琉璃就能烧掉一座院子，这也未免太匪夷所思了些。可花儿说的定然是真的，这法子若是运用得当，岂不是可以随手取人性命？瞧着少女还带着青涩的小脸儿，突然心中有感而发，最适合入学堂读书的应该是花儿，而不是我。她轻轻巧巧能做到的事，我却是连其中门道都摸不着。这些知识不过是孟婆唤我醒时塞我脑海中的，说是书中的典籍所在。书中自有黄金屋，大哥日后读书见得多了，自然也知道。苏大虎重重点头，心中下定了主意，一定要好好读书。花儿这么优秀，我这个当大哥的也不能差太远才是。然而这个想法才刚刚想起，就听得人群中忽然传来哐当一声巨响。这怎么了？你赶紧醒醒了！你可千万……苏家兄妹脚步一致，你要是出摊子前的食客们更是站不住了，纷纷走上前去瞧。老天爷！只见一个身着粗布衣裳的年轻妇人，正抱着一个男人坐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咋的了？咋还开始流白沫子了？瞧这样子，怕是羊癫疯发了。这羊癫疯啊，可是能要人命的，得赶紧请大夫过来呀！什么羊癫疯？我男人可从来没有这个病，方才不过是吃了一口麻辣烫串串，就直接倒在了地上，分明就是这麻辣烫里有毒，毒死了我男人。而此话一出，食客们亦是一个个大惊失色。我苏家麻辣烫绝对不可能有毒，咱们卖了这么几天麻辣烫了，从来没见过谁吃麻辣烫吃出问题的。这话说的倒是也在理呀，他们方才可是吃了10-20串，可身上不仅没有一点不爽力，反倒是浑身暖洋洋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难不成你是说我冤枉了你？我家男人平日生龙活虎的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的，听得你家麻辣烫味道好，便想着来几串尝个鲜，没想到却是直接要了他的命。只怕这好味道全是你们用虎狼之物弄出来的。二他爹呀，你这命咋就这么苦呢？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几个铜板，想带着奴家吃几口好东西，却是就这么枉死了。
人家还根本不承认呢。这家里上有80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娃儿，你让奴家以后可怎么活呀？你要是再这么耽搁下去，他就真的死了。什么叫我耽搁？明明是你们这苏记麻辣烫害死了我男人，你们兄妹几个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是凶手！我要找县令老爷告你们，为我男人讨回公道！就听得一阵纷繁错杂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的响起，3个带刀衙役雄赳赳气昂昂的自巷口走来。方才有人报官，说是这里有人被毒死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是苏家兄妹，是他们兄妹的麻辣烫害死了我家男人，还请大人帮小妇人做主啊，将这些恶人给抓起来，替我男人讨回公道。苏二虎的脸色一下黑到底，他连忙往自己嘴里又塞了几串麻辣烫。大人，这妇人分明是在胡说八道，我们自家人天天吃，客人们也吃，根本就没出过任何问题，绝对不是咱们麻辣烫的锅。是啊，我们这麻辣烫每天都是现熬的汤，菜食全是新鲜的，连闹肚子的都没有，更加不可能会吃死人。谁知道领头衙役根本就没瞧他们，只大手一挥，就要下令：来人，将苏家兄妹锁回去。食客们瞧着这副阵势，一个个安静如鸡，看向苏家兄妹的眼神更是不约而同的带着怜悯。你笑什么？往常没见过世面，如今倒真是开了眼。这家里当妻子的巴不得相公赶紧死，这衙门里当差的想抓人就抓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不是小衙役，而是县令呢。这一番毫不掩饰的话，听在众人耳中，纷纷倒吸了口凉气。这小姑娘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话都敢说呀。你要是活腻歪了，直接说就是，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我为啥不想活？天这么蓝，日光这么美，空气这么清新，傻子才不想活啊！苏话勾唇，抬起脚，直接对着男人腹部就是狠狠的一碾，呕吐声伴着杀猪般的叫声响彻云霄。这苏姑娘平日里瞧着柔柔弱弱，一出脚是完全没半点含糊啊！若是再往下一点，地上这男人的命根子岂不是都要给踩个稀碎呀？这人不但没死，还能哭能吐又能叫，咱们兄妹便用不着被锁去县衙了吧？这人虽然是没死，可今日的事端终究是你们苏记麻辣烫而起。可还没等他说完，地上狂吐后缓过劲儿的男人却是狠狠一巴掌扇在了年轻妇人脸上。臭娘们儿，不是说只是拉肚子的巴豆粉吗？可老子刚吃下肚，却是肠肚心肺全绞得痛，连气都喘不过来。你这个臭娘们儿，究竟给老子吃的什么玩意儿？是想杀了老子吗？相公，这不关奴家的事，奴家完全不知情啊！相公，你快别打了，快松手，奴家好疼啊！不关你的事儿，你不知情？你他娘真当老子傻吗？方才老子一倒地还没断气儿呢，你就立马在那哭丧。要不是最后被人撵了一脚，将吃进肚的毒粉全吐了出来，老子现在已经去见阎王了。还敢一口一个不知道？那醉仙居的小六子还说什么坑苏家摊子，全是屁话。我看你们两个奸夫淫妇，分明就是想杀了我，好勾搭私通。苏家三兄弟也不是蠢人，一听到醉仙居3个字，心中的犹疑瞬时消去了七七八八。今日这所谓的中毒，原来全是醉仙居在背后作妖啊！这些个衙役不但来的时机巧，而且一上来就不管不顾，要将我们兄妹几个锁了去大牢，只怕也是被醉仙居提枪摆通了，为的就是要我们麻辣烫的方子。好啊，我就说呢，我们老苏家麻辣烫谁人吃了不是称赞一个好字，可唯有这对夫妇东西都没下肚，就一个劲儿嚷嚷着我们麻辣烫里有毒，原来竟全是受醉仙居指使，这一个个的心也太黑了。官差大人明鉴，这醉仙居昨日晌午买方子不成，就买断清水县猪下水，想逼我们求饶，如今又想出下毒这样肮脏的手段来，只为夺我们麻辣烫的方子。大人既是这清水县的差爷，自当是为清水县百姓做主，这醉仙居如此行事，若是不加以惩戒，日后只怕成为清水县一患，人人不得安宁啊！
食客们多是县里面的老街坊了，一听到苏大虎这话，顿时都明白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是醉仙居使的坏，证据呢？拿不出证据，可就是污蔑诽谤。地上这一对夫妇，方才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就是这醉仙居的小六子指使的。这下了毒粉的麻辣烫都还在，可谓是人证物证俱在，大人还要怎么样的证据？不过是2个乡野村民罢了，他们说的话能当什么证据？至于什么毒粉的，谁知道他们从哪儿买来的？兴许是你们自己平日得罪了人，结了梁子，他们便想着法子来弄你们生意，跟人家醉仙居可八竿子打不着。你这话说得好没道理，我们被下毒还怪我们得罪了人，难不成我们巴巴的将方子奉上才不得罪人？地上扯着婆娘扭打的男人动作也一时一停，他连忙冲着衙役磕头。大人，这醉仙居的小六子半个时辰前来找我们，说是让我们买几串麻辣烫，用巴豆粉放里头，搅了苏家的生意，让他们乖乖将麻辣烫方子奉上。当时旁边不少邻舍都看见了，都可以给我作证啊。这就是小六子给我的，我怕吃太多拉肚子，还特意留了一半。我的个娘西皮，幸好没听这死婆娘的话，要是全将这1纸包吃进去，只怕老子早就一命呜呼了，还没了证据。这自个儿下毒和被别人指使帮忙下毒，这要受的罪可完全不一样啊！谁料领头衙役只是瞧了一眼这纸包，便立刻移开了目光。灵舍能作证？灵舍做的什么证啊？他们是看到了小六子要你下毒，还是听到了小六子让你用这玩意儿去害人呢？要当真是看到听到了，你只管找来当场对证。这种阿杂的事儿，恨不得藏着掖着才好，哪能让外人听到啊？我婆娘能作证，当时就是她带着小六子一块来的，她全程都听着呢。你快跟官差大爷说，是小六子让我们用这玩意儿害人的。年轻妇人痛得直呜咽，但却也只是一个劲儿摇头。臭婆娘，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保着你的情郎啊？要你这情郎这么好，你他娘别跟我成亲啊！你直接当他小妾，不是省事儿多了吗？眼看着这话头越跑越偏，苏画赶忙出声：小六子找你办事，自是要给银钱。这装银钱的钱袋子、香囊什么的，你倒是拿出来给官爷瞧瞧，这不是比你婆娘的证词更靠谱吗？男人闻声猛地一拍额头，连忙揭开了裤腰带，从里面掏啊掏的。这就是小六子找我时给我的酬劳，说要是事情办成，让醉仙居成功夺到麻辣烫方子，他会另外再给我1两银做酬劳。香囊上头这朵并蒂莲可是小六子婆娘的绣迹啊，还有这香味儿可是小六子婆娘的体香。官爷只要将这小六子捉来，定能在他身上找着模样、味道全一样的香囊。众人瞧见这男人这副混不吝的模样，嘴角不由抽了抽。小六子勾搭他婆娘，他就将人家婆娘的香囊藏在裤裆里，这法子还真是够恶心的。既然这案子错综复杂，你们一个去醉仙居将小六子带回衙门问话，另一个同我一起将这对夫妇和苏家兄妹带回大牢，待事情查清之后再说。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醉仙居下毒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们不抓下毒的人，反倒抓我们这些被害者，不知道凭的是大于哪一条律法？一个卑贱的庶民罢了，还敢问凭的哪一条律法？我们官差抓人自是有我们的道理，难不成还得同你解释不成？衙门办案拒不配合者，就得先问问我手上这把刀同不同意。看着寒光凛凛的刀，苏家兄弟眸中一缩，立马围成了一堵肉墙，围在苏画跟前儿。你要抓就抓我，下大牢就下大牢，不要抓我妹妹。今日的事情跟我妹妹完全没关系，她不过是在旁边玩罢了。对，她什么都不知情，你抓我，抓我！他们都知道，一个小姑娘家还未出阁，一旦进了大牢，那不管有没有发生什么，这名声就已经毁了。苏大虎紧紧地握拳，此时此刻，他才真的切身体会到花儿昨日的那番话。现在说没关系，晚了。你们不想要我抓这小丫头，我偏是要抓，你能奈我何？可就在他那刀尖快要碰到苏画下巴时，耳旁一道破风声响起，大刀瞬间被打得掉在地上。在清水县居然敢动我的人，
我看你是嫌命长了。公子，您怎么来了？一时间，偌大的百川学堂门口，安静的可以听到落针声。白龙马、檀木车，他是县令家的小公子啊。秦家小公子，就是那个母亲是大禹首富，父亲是京都清贵的秦家小公子。对啊，不然还能有哪个秦家小公子？听说他家全是金山、银山、玉山，地上也是金色玉石铺成的。家里的奴仆更是可以从清水县排到府城，每日发出去的饷银，咱们老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到哟。是啊，我还听说单是秦家小公子这出行的白龙马就要上万辆，身后的紫檀木马车更是万金难求啊。秦家小公子是何等人物，那可是锦衣玉食里长大的，我记得好像是在麻辣烫的摊子上看见过他几次。看着车和马，再加上衙役头子的称呼，就知道铁定错不了，他定是秦家小公子。那麻辣烫这么好吃的吃食，富贵人家喜欢吃也不稀奇呀。秦玉成看都没看衙役一眼，也不理会众人的一声声议论，而是如一阵风一般的走到了苏画跟前儿。苏姑娘，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儿？呀，这卖麻辣烫的小姑娘竟然和秦家小公子有关系，瞧她那紧张的模样，貌似关系匪浅呢。秦公子，醉仙居宋爷一而再再而三夺方子不成，便指使人在我们麻辣烫摊子下毒，如今人证物证俱在，可这个衙役头子却不抓醉仙居，反倒口口声声骂我们是贱民，要抓我们兄妹下大牢。我们不从，他就直接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要杀我们兄妹4个，说是清水县衙役，想抓人就抓人，想杀人就杀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我们兄妹4个只怕此刻身体都要凉了。玉成，昨日你走后，醉仙居小六子就来了，拿着10两银子，便要我们交出麻辣烫方子。这方子可是花儿师门秘方，别说10两银了，便是100两、1000两、10000两，咱们也不能卖啊。可醉仙居却是因此怀恨在心，不知用了什么法子，让清水县所有屠户不卖我们猪下水和猪肉骨头，想让我们无串可卖去求他。今日看到我们生意没影响，更是不惜要害死这位壮士，只为逼我们交出方子。幸好花儿在临危之际救回这壮士，才没酿成悲剧。我们以为衙役大人来了，可以帮我们讨个公道，没成想3位衙役却像是吃他醉仙居的俸禄，办他醉仙居的差，一心一意全为他醉仙居开脱，根本没将我们平民百姓当人呐。如今在这清水县中，有多少老百姓被这醉仙居夺了方子，有多少人因着衙役包庇而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呢？小公子，若不是醉仙楼的宋爷和小六子相逼，我哪里敢有这个胆子下毒啊？聚过来的老百姓里，有不少都是被醉仙居坑过的，听得苏家兄妹的话，也更是立马指摘起来。对，醉仙居就是一个黑心酒楼，俺们以前在清水县卖鱼汤，谁料被醉仙居给惦记上，直接堵在路上就要方子呀，不给就直接打。我婆娘可是现在都被打得躺在床上呢。哎呦喂，别说你家的鱼汤了，我家媳妇儿老家常常做爱团，想着在清水县卖几个爱团补贴家用，谁料醉仙居连爱团都要。醉仙居里面起码有1半以上的方子，可全是抢过来的。要不是有这个衙役头子撑腰，他送假人哪能有这个能耐呀？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醉仙居高衙役当真是好大的狗胆。阿才，给我将这狗东西抓过来。阿才的面色一时不好，他直接上前拎起高衙役的后脖梗就往地上一扔。公子，是误会，这一切都是误会啊！小人要是知道苏家小姐是您的人，给小的100个狗胆，小的也不敢说那些不着调的话呀。而且小的只是想带他们回县衙问个话，完全没有要杀他们的意思呀。还请公子原谅我这次，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他一边说一边拼命地磕头，他心中又是委屈又是怨恨。我从始至终可只说过要将苏家兄妹带回县衙大牢，可没说过要杀他们呀。
这兄妹几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竟然冤枉我要当场斩杀他们。还有那宋家人，简直该死！这苏家兄妹身后是秦家这样的大靠山，居然还敢瞒着我，这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呢。这苏家兄妹也真是的，一个个也全他娘的是个怪人。有秦家这样的后台，还来这儿卖劳神的麻辣烫吗？赚那3瓜2枣的做啥嘛？难不成是嫌这日子过得太无聊了？他娘的，简直是离了大谱，我刀都抽出来了。这苏家兄妹居然口风还这么紧，真不知道他们是真傻还是真蠢。原谅你，在清水县横行霸道不算，还敢骂我的兄弟姊妹是贱民，要杀他们，你让我怎么原谅你？阿才，先将他打30大棍，再扔去县衙给父亲大人发落。以后我不要在清水县衙看到他，不，我不要在大禹任何一个县衙看到他。众人听得这句兄弟姊妹，一个个看向苏家兄妹的目光顿时震惊到了极致。不要啊，公子，小人求您了，这次是我错了，求求公子饶过小人这次，求求公子啊！高衙役，请吧。啊，这么粗的棍子，30棍下去，不要说要了我的命，起码也得打个半生残疾呀！到时别说官路了，就是当个正常男人都做不到啊！不行，我汲汲营营大半辈子，好不容易爬上这个位置，荣华富贵还没享够呢，怎么可能就这么断送了？高衙役心下一凛，蓄起力气，直接冲到了苏画跟前儿，砰砰砰的就是3个响头磕下去。苏姑娘，方才是小的有眼无珠，错把珍珠当榆木啊，让您受了委屈，小的在这里给您磕头道歉了。只要您能原谅小的，您让小的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只要能哄得他不再计较此事，那我顶多也就是受点皮肉之苦，这事儿估计就能过去了。而且小姑娘嘛，最是心善心软，只要我表现得特别真诚，装得足够可怜，那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堂堂尊贵的县衙衙役大人，跟我这个贱民道歉，您这不是磕错了头拜错了佛吗？更别提什么原谅不原谅这样严重的话，还是快快起来吧，一切自当是依秦公子所言来办。啊，不是说女子最是心软吗？我都这么可怜了，她还是视而不见，根本就是铁石心肠嘛！阿才领命，将高衙役拖得离苏家兄妹远了许多，旋即朝着男人屁股便是狠狠的一棍下去。不过3棍下去，高衙役的屁股已经皮开肉绽。痛好痛啊！公子，公子，小人错了，求公子放过小人呐！然而他此刻这番模样完全没有引起旁人怜悯，反倒是引得围观百姓们拍手叫好。打得好，打，再打狠点儿！我呸，就知道搂银子的蛀虫！官差大人真叫人恶心。可不是，从来只看这衙役头子给富户们办事，完全没替咱们老百姓办事啊！哎呀，要不是家离得远，我就想拿臭鸡蛋扔他了。这时候，先前离开的瘦衙役正好带着小六子过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最先居的东家宋家人。秦公子，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这儿了？你动我秦家的人之前，不好好打听清楚吗？说罢，直接挥手，让阿才将宋家人主仆和高衙役一同押回县衙。你不是口口声声称苏家兄妹只是无根无凭的乡野人家吗？被秦家护着要还是乡野人家，那我醉仙居又是什么穷乡僻壤出来的玩意儿？小六子捂着被踢痛的腹部，瘦长脸抬起，亦是一脸的不敢置信。怎么可能？这苏家兄妹就是清水镇下的农家，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和秦家有什么牵扯？你还问我？没用的东西，连个人都查不清楚，我要你还能有什么用？紫檀木马车内，苏姑娘心中可畅快一些。
秦公子不愧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子弟，这眼睛就是厉害。秦玉成若是没来，我袖中的毒粉也不是吃素的。这下大牢容易，出大牢可不是一件易事，完全没必要让哥哥们受这冤枉气。玉成抱歉，先前未表明身份，是怕苏姑娘知道后会嫌弃。世人多是嫌贫爱富，会嫌弃什么？食客们方才说你家全是金山银山，可是真的？什么身份、金银、珠宝，他不甚感兴趣。可唯独这玉，他空间最是喜欢呐。这金山银山自大禹历来归朝廷管辖，我们秦家自然是不能沾染。至于玉山，在汤山府中倒还真有一座，先前送苏姑娘的那套玉饰，便是由这玉山中的玉石打造而成。苏大虎坐在一旁，心中亦是忍不住诧异，大禹首富，清贵之家，远没有一座玉山这样的形容词来得更加具象。难怪人家一开始对身份的事只字不提，他和我们完全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若是家里人从一开始就知道秦玉成的身份，只怕见到他时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也只有我这个妹妹自始至终的反应完全没有一点变化。玉成先前送的那套玉饰，姑娘可是不喜。若是那件不合心意，我再命工匠寻些别的款式。不喜玉也无碍，首饰铺子里还有金银珊瑚类饰品，许多都是小姑娘喜欢的。我待会儿便命铺子送些到府里，你可以慢慢挑。不用了，秦公子眼光极好，先前那套玉饰便很好，只是我们庄户人家平日里干活带玉饰也不方便，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碎了，所以带的极少。俗话不好说的是，那玉饰他是连模样都没瞧清楚，就被空间手镯吞了个干干净净。这饰品本就是工人使用的物事，不值当什么，碎了掉了也无妨，玉成再送姑娘便是。其实比起玉饰，我更对玉石感兴趣。秦公子可知清水县附近哪有赌石馆？其实啊，这也是在听得玉山矿后，脑袋里面下意识浮现出的念头。赌石馆，赌石终究是赌，若是叫娘知道你去赌石馆，怕是要提着你的耳朵了。他们三兄弟以前在码头扛袋子时便曾听人说过，城中有人为赌石一掷千金，最后连家底子都亏进去了。大哥无需担忧，我不过是好奇，想去看看，开开眼界罢了。不赌，绝对不赌。这赌石确实有几分乐趣，在汤山府城中便设有赌石一条街，我外祖家在赌石街上也有几个铺面。半个月后恰好是1年1度的赌石大赛，苏姑娘和大哥若是感兴趣，届时玉成带你们一同去赏玩。苏化闻声，杏眸一下锃亮，恨不得立马点头答应下来。大哥，你想不想去看这赌石大赛啊？哎，见妹妹这副样子，他哪里舍得说不去啊？如此，便麻烦秦公子了。咱们之间哪里还用得上什么麻烦不麻烦？去赌石大赛的事情，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届时不见不散。太好了，整日待在府中读书早就腻了。这清水县更是没个知心的人，往来的皆是因为身份才对他前倨后恭。我得好好计划计划怎么玩。车厢的门被敲响，传来小厮低低的提醒声：公子、苏少爷、苏小姐到了。苏化同苏大虎随秦玉成下了马车。应贤，快过来见过你苏姐姐。秦应贤望着他身后的苏家兄妹二人，眸中不由闪过一丝惊艳。苏姐姐、苏大哥，你们可算是来了。应贤终日听阿兄说起苏姐姐和苏大哥的好，如今一瞧，才知阿兄往日里的形容还不足10之1、2呢。我们不过是乡野人家罢了，倒是秦小姐，若不是知道是秦公子的妹妹，只怕还以为是哪来的神仙妹妹呢。苏姐姐可别取笑我啦，我阿娘和阿兄整日嫌我闹腾，要真是神仙妹妹，不知得欢喜成什么模样。苏姐姐和苏大哥是我阿兄的好友，便是我的好友，以后可别一口一个秦小姐啦，直接唤我应贤便是。好，应贤。一旁的魏蒹葭瞧着二人这亲亲热热的模样，美眸却是冷了几分。这苏化当真是有手段，不仅能让秦玉成待他们是如亲如友，连扶下马车这种下人干的事都不惜自降身价去做，如今更是3言2语就哄得秦应贤是眉开眼笑。苏姑娘、苏大公子，
姨母已经等许久了，我们还是先进府吧，免得她担心。要不是秦玉成兄妹俩早上就一直眼巴巴地守在这儿，本姑娘才不会站在这儿吹这么久的冷风。第一次上门就让长辈久等，这种不知礼节的人，待会儿可别指望姨母能有什么好脸色给。今日是事出有因，有小人在摊子上闹事，我待会儿同母亲说明原因便是。大哥，苏姑娘，里面请。魏蒹葭听得秦玉成的维护，再加上这一声大哥，差点咬碎一口银牙。不过是阴差阳错救了他一次而已，都已经送过谢礼了。要说这恩情啊，自是还得清清楚楚。可是看他这一副热情样，不知道的还以为真是他们兄弟姊妹呢。小姐，咱们走吧。秋霜瞥见苏画二人背影彻底消失在了影壁，缓缓抬起头，双眸中也是一片慧眼。秦氏，那冷面男人没来，我势必要将当日所受之辱悉数还给他。不过是一个不懂礼数的粗鲁女子罢了，我倒是要瞧瞧她是不是在姨母面前也能这么讨喜。魏蒹葭冷笑出声，狠狠的一跺脚跟了上去。娘，苏姐姐和苏大哥来啦。苏姑娘来了，在哪儿呢？面前这男子面容英俊，五官笔挺，而身旁的少女小脸瓷白，眉眼如画，虽然有些许风雨，但和当日见到的黑胖少女完全判若两人。不过倒是那一双清灵灵的眸子。苏画见过秦夫人。好丫头，快起身。先前玉成同我说你变了不少，我却是完全未料到，不过10数日的功夫，竟是快到叫我不敢认了。多谢夫人惦记，花儿不过是整日跑步，减了些肉下来。多日不见，夫人一切可安好？嗨，还好，我这身子都是老毛病了。若不是这身子不争气，自是该亲自上门感谢花儿。当日倘若不是花儿仗义出手相救，如今我只怕是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秦夫人言重了，秦公子当日正好遇着我，这也是老天爷注定的，命中注定只有虚惊一场。魏蒹葭同秋霜来到院子时，见到的便是李红颜拉着苏画，眼眶红红的模样。他胸口一直憋着的火气忽地像自原地炸开，眼眸微转，落在苏大虎手中提着的竹篮上。不用想也知，那泥土里长出的阿糟玩意儿来秦府拜访，居然是用这类不入流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苏姑娘、苏大少爷人来就是，还带这些贵重的东西做什么呀？瞧着怪沉甸甸的。秋霜，你去帮苏大少爷拿着。秋霜自小就跟着魏蒹葭，听得话里刻意加重的贵重二字，一下便明白了自家主子的意思。是，小姐，奴婢这就去帮苏大少爷。说罢，也不待苏大虎反应，直接2、3步便上前，一把夺过他手上的菜篮子。哼，小姐，这里头全是一些不知名的野果子和青菜，菜根上还沾着泥呢。奴婢瞧着根本不像是苏姑娘和苏大少爷准备的见面礼，倒像是不知从哪儿捡回去喂鸡鸭的物事呀。本来以为这苏家兄妹即便再穷，至少也会花上几两银子买些能拿得出手的果蔬撑撑场面。秋霜，不许胡说，难怪苏姑娘今日来的这般迟。蒹葭原以为是遇着什么事，不曾想原来竟是去准备这礼物去了。不过苏姑娘从未与世家打过交道，怕是不知这世家大族里头啊，饮食管制向来是严苛，大家族都有自个儿的庄子，府里上上下下的吃食全是从庄子里边取用，但不会随随便便的就吃外头那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不然啊，吃食上要是出了事，那可是很难说得清的。说罢，又赶忙让秋霜把东西给拿远些，朝李红颜柔声提议道：姨母，这果子虽然不能入口，可终究算是苏姑娘和苏大少爷的一片心意，从村子里一路提到县城，就这么丢掉，那也不太好。咱们府上不是正巧养着一条喜欢吃果子的大黑狗吗？它若是喜欢吃这些野果子，便拿去给那一条大黑狗吃。姨母觉得可好？小姐，
大黑狗每日吃的精细，只怕不会欢喜这里头的东西。却见秦玉成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直接拿过秋霜手中的菜篮子抱在怀里。表姐口口声声说什么世家规矩多，我瞧你们魏家的规矩就没好到哪儿去，一个丫鬟而已，竟敢在这儿编排主子的是非，做主子的主，这就是魏家的好规矩吗？表少爷，是秋霜不好，一时间过于惊讶才口不择言，但秋霜也是一片好意，表少爷要怪就怪秋霜吧，这一切都和小姐无关呢。要不是看在你伺候表姐多年的份上，我现在就处置了你。京都世家大族那些规矩严苛与否，同我们秦家八竿子打不着。况且这菜篮的吃食可是大哥和苏姑娘送我们的，表姐不喜欢就少言两句，左右不会进表姐的肚子。魏监家听得他这么不给面子的话，娇俏的小脸儿直接气得通红。玉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这不是为了你，为姨母和应贤好吗？姨母生应贤的时候身子受过罪，应贤更是自小身子弱，倘若吃食上面不多费心思，一旦出了事那可怎么办？玉成，少说两句。监家别哭了，玉成这是还当小时候同你一同笑闹呢，表姐弟之间玩笑两句，可不带往心里去的。我也没说什么呀，比起他说苏姑娘和苏大哥的，我这几句话可谓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女人当真是水做的吗？这眼泪说来就来，看看人家苏小姐，听着她和丫鬟那绵里藏刀的一车轱辘话，别说掉眼泪了，连一丝反应都没有，好吧？这人和人之间咋就差那么远呢？可是当瞧着菜篮子里那一个个圆滚滚的红果子时，眼眸一下子变得锃亮。夫人，这果子的事儿是花儿考虑不周，本想着在山里瞧着这果子香甜，便摘了来同你们尝尝鲜，倒是不曾了解这世家的规矩。既然果子不合适，那花儿待会回去一同提回去，免得到时候大黑狗吃出什么问题，魏姑娘要找我们负责可就麻烦了。若当真吃了这些果子和青菜吃出问题了，到时候她怕是百口莫辩了。这红果子可是花儿冒着危险去伏虎山里摘来的，既然送过来被人嫌弃，那还是提回去的好。家里几个小家伙早上只吃了一点鱼汤面，剩下肚子的全是装果子去了，便是小黑和大白莫宝三只亦是抢着吃。哪需这般，监家是在京都待久了，不知道京都世家的那一套，那是在京都，如今我们都在清水县，和京都隔着108000里呢，那些老石子规矩便放一边。再说了，李家往上数3代亦是草莽出身，祖父在时也3、5不时会寻些野果子回来吃，如今许久不吃，倒是想得慌。花儿这礼物是送到我心坎了，可不准再提回去。说罢，又冲着旁边的仆妇挥了挥手：“你将菜篮拿去小厨房，洗些果子过来吃。”奴婢这就去。仆妇躬身应下，想去拿菜篮，可抱着菜篮的秦玉成却是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反应。少爷小姐，老奴将这野果子拿去洗洗。什么野果子？这分明是有价无市、千金难求的林秦果。什么？竟是林秦果？魏监家好不容易才止住眼泪，听到林秦2字，忽的一怔。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是林秦果？林秦果？那是啥果子？这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可是我很确定，小姐这些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果子，那不是野果子又能是啥？只见秦玉成抱着菜篮，宝贝似的轻轻放在李红颜跟前。娘，您看看，这红果子和西戎每年进贡的林秦果是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若要说什么不同，苏姑娘送来的这个林秦果有咱们双拳大小，每年西戎进贡来的可是不足这果子的1/3大，而且西戎送来的向来只有红色的，从未有过这种青色的，尤其是这香味儿，光是闻着就令人忍不住想流口水。李红颜接过果子，只觉一股清甜的香味扑鼻而来。这是林秦果，而且是林秦中的极品。西戎每年向大禹进贡5个林秦，李家有幸分得1个，可那西戎进贡的林秦却是远不及这菜篮中的1/2。无论是品相还是香味，都是女儿见过的最好果子，而且底下那些青菜，女儿方才一瞧着就挪不开眼了。
魏蒹葭望着那一个个果子，宽袖下的双手差点将锦帕给扭成团。这不知名的野果子，竟然是一跃成了进贡的贡果，我居然没认出来。要不是秋霜乱开口说什么野果子，我也不至于丢这么大的脸。哎呀，小姐啊，那就两个没见识的泥腿子罢了，打死我也猜不出他们能拿出这种贡果呀。秋霜感受到这如芒在背的目光，将头垂得更低了。不知大哥和苏姑娘是在哪儿找到这林秦果的？苏画看着眼前双眼放光的秦玉成，心头一时懵逼。我去，这好好的苹果居然成了林秦果了，还是那老狮子有价无市、千金难求的果子。这西戎国大王年年只进贡5颗林秦，到底是西戎大王抠，还是这林秦在西戎根本长不好啊？我空间里的那棵歪脖子苹果树可是一茬接一茬的结果子，每次都有好几百个果子呢。可我对家里的说辞是伏虎山里摘到的。秦家家大业大，说秦玉成当真寻了人去找，定然会发现伏虎山里根本没有林秦树，这可如何是好？这林秦果是花儿在后头深山里碰巧遇着的，家里见这果子好吃，便将树挖了种在院子里。如今这一茬的果子，除了自家吃的几个，便全在这儿了。花儿说是特意给你和秦夫人、秦老爷、应贤、阿才准备的。至于伏虎山里还有没有林秦树，还真不一定。玉成若是喜欢这果子，待下一茬的林秦果熟了，大哥一定早早告诉你。竟是如此，本来想着若还有这林秦，我便同你们买些来。看来这果子还是要靠机缘。一旁兀自懊恼的魏蒹葭听到苏大虎的话，却是一瞬间脸黑到了极致。我还从未尝过林秦果是什么味道，本想着这2个泥腿子送来了，待会儿我就勉为其难尝一些吧。哼，可这苏大虎现在这话那是什么意思？他们连阿才那个狗奴才的份都准备了，却没我这个魏家小姐的，难道在他们眼中我还不如一个奴才吗？当真是岂有此理！既然姨母和玉成喜欢这林秦果，不如花些银子同苏姑娘把这果树买来，毕竟林秦果难得，林秦树更是难得伺候。苏姑娘家中怕是不像秦家有专门伺候果树的佃农，金子不夺人所好。李红颜闻声立刻轻笑着摇头，这怎么会是夺人所好呢？这林秦在西戎可算得上是果树，苏姑娘他们从未种过这个果树，猛一碰着这一种金贵的树种，哪里能侍弄得好呢？还不如姨母买过来，交给秦家专门的佃户来管理，以后说不定呀，每年也能结出一些林秦果出来。不管是卖果子还是送礼，那都是上上之选。说罢还不忘转头朝苏画兄妹2人柔柔一笑。苏姑娘和苏大少爷都是懂礼识大体的人，定然知道怎么做是最好的。蒹葭说的可对，问起这懂礼识大体，自然是魏姑娘最深，我们兄妹可自愧不如。哼，我说他们兄妹俩懂礼识大体，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这谦虚个什么劲儿啊？我话里的重点是在于懂礼识大体吗？苏大虎站在苏画身后，嘴角轻轻勾起。我家小妹清醒后，论起对人来，那可还从没见她输给过谁。按花儿的性子，给不给东西只能是她来决定，她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逼着也没用。花儿和大虎送这么一份厚礼过来，要是还叫人去将这树给挖了，那和强盗又有什么分别？不过若是花儿你们需要种果树的佃户，我这儿可以同你们拨1、2个人过去。他们虽不曾种过林秦树，但是种果树也有些年头了，算是侍弄花木的老把式，经验总算是要丰富一些。传言这棵老林秦树还是自海外传到西戎的，西戎上百年里无数次用林秦果里的种子育苗，可是却一直一无所获，因此这棵老林秦树啊，就更是被历代西戎王宝贝的不成样。我分明是为秦家着想，可是到了姨母这儿，怎么倒成了抢东西的强盗了？娘说的是，庄子里种果树的佃户确实不错。抬起手，从桌子的果盘上拿起一个个头最大的杏儿，递到苏画跟前儿。
阿雄说苏姐姐最喜欢吃杏花酥了，兴许也会爱吃馅儿。昨日从麻辣烫摊子回来后，阿雄便特意骑着小白跑了一趟城外庄子，采到了今年庄子上第一茬杏儿呢。苏姐姐快尝尝看，这些杏儿的味道可还喜欢？你这丫头瞎咧咧什么？秦玉成听着这话，面皮没来由的一阵羞赧。我哪有瞎咧咧呀？这一句一字可全是大实话。苏姐姐，你不知道，这馅儿都是庄子上佃户种的，但阿兄最近抠搜得很，这里的馅儿连味儿都没给应贤成，说是全留着苏姐姐今日来吃呢。可不是嘛，别说应贤没吃着这馅儿，便是连我这个当娘的也只闻这个味儿了。秦玉成的脸上更是烧得慌，胸腔处更是肉眼可见的跳得快了很多。苏画接过杏儿，轻轻的咬一口，酸酸甜甜的汁水瞬时在嘴里绽开。你喜欢吃便多吃些，待庄子上其他的杏熟了，我再摘与你吃。清水县近郊有好几十株杏树，你想吃多少管够。而且待杏多起来，还可以摘些酿果酒，味道也很不错。难怪昨日一整日都没见到秦雨成的面，原来他上晌去了麻辣烫摊子，下晌又去给苏画摘馅儿去了。一个世家大族的公子，居然屈尊降贵去干这种下贱的活，这苏画到底受哪里好了？当真只是因着有救命之恩吗？多一个救命恩人我无所谓，不过是给些银子便打发了。但这秦家少夫人、李家外孙媳的位置，只能是我魏坚家的。谁要是敢跟我抢，我就要谁的命。苏画正给李红颜几人分杏，分着分着，突然感觉背脊一凉。要不魏姑娘也吃2个？我不喜欢吃杏，而且来者是客，苏姑娘平日难得吃果子，这些馅儿就留着自个儿慢慢吃吧。挑剩下的东西，本小姐从来都不要，要就要最好的那个。咱家小姐平日里不是最喜欢吃这杏儿吗？前几日还在念叨着，待城外庄子里的杏儿熟了，就让表少爷带她一起去庄子里摘杏游玩。如今咋就突然不喜欢了？唉，我确实是难得吃果子，也就每日2个林秦果罢了。毕竟清水县没有专门卖果树的地方，后山的野果子也没开始成熟。我除了歪脖子苹果树，倒还真没弄到什么其他的果树。如今这魏坚家的话，倒算是给我提了个醒。秦家杏儿的味道正合我心意，果仁留几个出来，回去后种在空间里，每日浇些空间水珠，待过上10天半个月就能开花结果，到时候再移到村尾小院，想什么时候吃果子都行呢，而且还大大方方的，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吃个苹果跟做贼似的。苏画听着这些阴阳怪气的话，也懒得同他再计较，直接把2个杏儿一人一个塞进自己和苏大虎的嘴里。夫人，家里的林秦树约莫半个手腕大小，种下去才没多久，若是短时间内再次移栽，只怕会伤到根系。不过虽只有1棵林秦树，但花儿正巧同师傅学过果木扦插之术。夫人喜欢这林秦树，我可以试着给夫人扦插1棵试试。若是扦插成功，半个月后应该就能看到成果了。果木扦插，花儿所言扦插是何意啊？他从出生到现在快30年了，也常常去庄子里走动，却从来没有听佃户们提过有果木扦插这一词。什么扦插？分明就是不想给秦家林秦树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这扦插也叫插条，和植物果实一样，都是植物繁殖的一种途径。具体来说呢，便是用植物的叶、茎、根、芽浸泡在特制的药水中，让扦插部分生出新的根系，然后再将生根后插条移植到土里，待插条在土中生根稳固，便能得到一个新的植株。现在4月初，天气比较爽，温度不高，正是扦插的好季节。竟如此神奇，只需要用植物的一小部分，便能生出新植株。这种繁殖方法，岂不是比用果实繁殖来得快多了？对，比起用植物果实来得到新植株，这扦插的法子更为迅速，成功率也更高。
画儿当真是令人惊喜，不仅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玉城，而且连树木栽植的事儿都如此熟稔。方才我还说要送个佃户给你们，如今想想，倒真是令人笑话的慌。一旁的魏蒹葭彻底站不住了。佃户的事情本是由他提出来的，可这字字句句倒像是说他是个笑话。苏姑娘的意思是，这扦插是一定会成功，1个月之后定能长出一株灵芹来吗？这世上的事儿哪有什么一定的？不过这扦插嘛，虽没有10成10的把握，9成到底还是有的。1个月后，夫人等着我的灵芹苗便是。人家既然喜欢这灵芹果，那他送他们一株苗也不算什么大事。而且这灵芹既然是西戎的国树，若是他们老苏家有灵芹树的消息传出去，只怕也会徒增祸端。秦家若是能将灵芹种好，卖上高价，那届时也可以和秦玉成谈谈合作的事。我空间里的红苹果可是占了不少地方，正等着给挪窝呢。反正不管怎么算都不吃亏。那我可就等着画儿的树苗了。李红颜见他一口就应下来，脸上笑意更深。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呐，着实是妙不可言。若当时没有苏画，不仅我儿留不住了，整个李家以后怕也是后继无人，更别说李家还能更上一层楼的事儿呢。魏蒹葭看着李红颜娘儿仨的模样，只觉得今日的事事不顺，正打算找借口离开，便见阿才端着2木盆，气喘吁吁地走过来。阿才，拜见少爷夫人。你不是跟着少爷一块儿出去的吗？怎么这个时辰才回来？老爷呢？路上可碰着他回来了？少爷这是还没同夫人说摊子上的事儿啊。秦玉成收到阿才的眼神，嘴角顺势一抽抽。先前被灵芹的事情一再打岔，他都快忘记了醉仙居那几个混账东西了。娘，苏姑娘和苏大哥今日路上耽搁了些功夫，正是因麻辣烫摊子被醉仙居惦记，宋家人请了地痞和高衙役在摊子上闹事，儿子让阿才将高衙役打了几棍子后丢给父亲那儿去了，一同送去的还有宋家人和他的小厮。醉仙居横行霸道已经有段时日，受害的百姓也不少，这次有这实打实的证据，父亲只怕还在衙门里忙活。少爷打的可不是几棍子啊，实打实的30棍子下去，高衙役送县衙之前就只剩一口气了，好吧。先前少爷教训完高衙役之后，受醉仙居和高衙役坑害的百姓们纷纷跟着一块去了衙门，状告二者的状书叠了一摞高。老爷说今日晌午便不回来吃饭了，让夫人不必等他。花儿啊，以后生意上要是有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或者是玉成。李家和秦家虽然不是皇亲国戚，可在大禹国里，不论是在清水县或者是旁的地方，多少有几分势力，起码能护你1、2。他们家儿子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棍杖宋家人，这就说明醉仙居闹的事儿并不是一般大。这丫头啊，要走远，身后还得有人护着才行啊。一旁干呕了半天的魏蒹葭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听到李红颜这话，美眸一下子便瞪大了。姨母这是要用身后的李家为苏画撑腰吗？那苏画何德何能，竟是能得到姨母这么大的承诺？一旁安安静静的苏大虎亦是忍不住吃惊。我去，这就是画儿平日里开玩笑时说的抱金大腿吗？这金大腿是不是着实太大了些？天哪，还是主动提出让抱的。花儿多谢夫人和秦公子，便是今日这次，若非秦公子及时赶到，只怕我们兄妹几个也得受一番牢狱之苦。还叫什么夫人公子？我比你母亲小几岁，你呀，若是不嫌弃，便唤我一声礼仪。至于这臭小子，你管他叫玉成便是。那我以后也同大哥他们一样，唤你花儿可好？自是可以。看着少年那红成大虾的样子，勾唇应下，心中不由有些好笑。魏蒹葭听得这2字，再想到他平日里一口一句的表姐，
掌心已经被他抠得血淋淋一片。我来这儿的缘由，雨辰，你难道还不清楚吗？如今你对一个村姑这么上心，对我却是一直爱答不理的，着实是太伤人了。和魏蒹葭一样黑脸的还有旁边的苏大虎，这样的眼神他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看冬梅，老二看二弟妹，甚至老三看以前的梁四玉，几乎全都是这个样儿。我家的小白菜还没长大呢，可不能被猪给拱了。即便是这种还没长大的猪崽子，更是得从小放弃。你这一直抱着的是什么？回少爷，这盆子里是4副猪下水。您离开之前，让小的去同县里的屠户打个招呼。小的在将人扭送到衙门后，便去了一趟城西集市，已经同屠户们说好了，以后猪下水正常供给苏姑娘他们。临走之前，正好瞧见他们摊子上还剩着猪下水，便索性带了回来，也省得苏姑娘待会儿再多跑一趟。办得不错，不枉苏姑花儿特地大老远带林青果给你。这是小的应该的。阿才咧着嘴笑，可笑到一半猛然愣住了，旋即发出了鸡鸣般的尖叫。少爷，您说啥？苏姑娘送小的林青果？西戎王每年进贡皇上的林青果？苏姑娘，阿才就一个奴才而已，哪里配吃这些果子？阿才林青果一个便价值千金，可苏姑娘一给就给了我4个，同家中几个主子的分量完全一样。苏姑娘这是将我放在了心上，还完全没把我当奴才啊。苏画见他那快要哽咽的模样，连忙轻笑出声，就是几个果子而已，哪里值当这般。再说你帮我奏高衙役买下水，我都还没来得及谢你呢。不用谢，这都是小的应当的。秦玉成白了他一眼，让他将猪下水放一旁，又问起了宋贾人几人的处置。状告醉仙居的百姓足足有10数人，宋贾人和小六子进衙门之后，便一人挨了大人30个板子。而且小的方才从县衙回来之前，大人便说了，待醉仙居钱财债务等一应事务结清后，便遣了宋贾人、小六子和高衙役一同去西戎边疆挖城墙，一直挖到死，都不准再回清水县。挖城墙，父亲大人这招可真是诛心呐！西戎与大禹边境的城墙出了名的难挖，每日只有1顿粥饭，还得早起晚睡，日夜不停地挖，而且被扔去那儿的全是犯事的人，一个比一个狠。对于他们3个这种过惯好日子的人而言，以后的日子可算是比死还难受喽。什么诛心？你爹分明是照章办事。是，娘说的对，父亲大人只是照章办事罢了。苏画挑了挑眉，不由想起上次孟家找王二狗去家里面偷玉簪一事。这秦县令倒是个有趣的事。李红颜身后的仆妇见主子们谈得差不多了，目光瞥向院门口已经站了一小会儿的丫鬟。夫人，厨房午膳已经备好，可要现在命人送过来。哟，瞧我这记性，快让他们上菜。花儿、大虎，李姨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菜，便让厨房的人每样都准备了些。要是有不合口味的，可一定要同我说，我待会儿让人重做。姨母，蒹葭身子有些不爽利，先行告退。蒹葭这是哪里不舒服？可要请府医过来瞧一瞧。唉，这个外甥女的脾性与我庶妹李红洛有的一拼，都令人不欢喜。唉，到底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呀。蒹葭没事，就是有些累了，想歇会儿。说罢，也不待李红颜反应，直接行了个礼，便转身离去。地上一直跪着的秋霜见自家主子转眼便消失在了院门口，一下子愣住了。小姐这是怎么了？就这么走了？行了，起来吧。以后说话做事之前，先想想自己的主子。再有下次，秦家的规矩也不是摆着看的，回去好好照顾你家小姐。蒹葭若有哪里不舒服，立马来报。是，奴婢知道了，多谢夫人。苏家兄妹跟着李红颜3人到了饭厅时，大而长的红木桌上已经摆好了满满当当一桌菜食。花儿，大哥，面前这5道是糟鸭、焖青鱼、炖牛肉、烩鹿块、腌制鹅脯，旁边是瑶柱鸽汤、野山菌炖鸡，然后再往这儿
这是煎肉圆、生炒肉、酸白鱼、烩肘子、海鲜杂烩、玫瑰卤子。边上是3份清口小菜，菜旁边2壶酒，有烈一点的乌陈酒，也有清雅些的女儿红。说罢，便让一旁的仆妇盛了一碗瑶柱疙汤，递到苏画和苏大虎的面前。花儿先前曾说过，饭前先喝汤，你们试试看，这瑶柱疙汤的胃可还喜欢？另一厢，秋霜急匆匆地跑进听卵阁。小姐使不得呀！哎呦，我的小姐啊，您这是怎么了？掌心怎么划破了？你先等等，奴婢这就同夫人和表少爷禀告，给您请府医过来。回来，请府医做什么？去让人家看我的笑话吗？樱木现在这会儿正和苏画他们吃得开心呢，别说是我手伤了，便是我死了，他们也根本不会在意。说罢，便拿起那玉杯就要往地上掷。哎呀，小姐摔不得呀！这玉杯可是秦夫人前几日才送小姐的，让小姐饮茶用的。要是知道被您这么摔了，定是会不喜呀。一个小小的玉杯而已，我堂堂魏家小姐，难道还摔不得吗？还说什么喜不喜的？你看看姨母，看看玉成，看看应贤，一个个带缩画，那个乡下丫头跟个眼珠子似的，对我可是半分欢喜。秋霜听着他一连提了2句俗话，心中瞬时清明了几分。小姐金枝玉叶，别说一个玉杯了，便是一座玉矿都摔得。那苏画就是一个村姑而已，秦夫人和表少爷对她好一些，不过是因为她曾经走狗屎运救过表少爷一命，便对她多些怜惜罢了。要真比起来，她连给小姐当丫鬟提鞋都不配。你觉得玉成待苏画当真只有恩情？他光是想想他粘在苏画身上的眼神，一颗心便是怄得慌。无论只是恩情或是掺着其他情愫，左右也不会威胁到小姐您的地位。毕竟让小姐来清水县的可不仅是姨娘的意思，更是老爷同3皇子淑妃共同的决定。秦家同魏家的联姻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苏画一个无依无靠的小村姑，又如何能跟小姐您来争啊？是啊，魏家虽然财力方面不如李家，但我的姑母是魏家的长女，是宫里备受恩宠的淑妃娘娘，是3皇子的母亲。而我千里迢迢从京都跑到清水县，亦是父亲和姑母的意思。宫中几位皇子如今都大了，3皇子想要争那个位置，身后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撑。而李家正是他们早早就盯上的钱袋子，他们比我更不希望有人破坏秦魏2家的联姻。我不应该因为一个小小的苏画就乱了自己的心绪。小姐不想让府医来，那就不让，奴婢给您处理。待手上的伤好了，小姐再多去同秦夫人和表少爷说说话，他们自是知道小姐的好的。表少爷如今还年少，对长得好的小姑娘有新鲜感也是正常的，待这新鲜劲儿过了，自是再剩不下什么的。可是我不想看到玉成的目光落在旁的女子身上，我不想等那新鲜劲过，我只想他的眼中只有我一个人。对于秦玉成之所以这么执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世相貌，更是因为秦家祖训，但凡是秦家男儿，一生只娶一人，她只要嫁给了秦玉成，那她便是正妻，完全不需要担心那些莺莺燕燕的事儿。小姐所愿并不是什么难事，这苏画原本只是个乡野村姑，不知同什么郎中游医学得一点粗鄙技艺，恰巧救了公子。而什么麻辣烫、果树扦插，更是上不得台面的旁门左道。但小姐可不一样，自小在魏府跟着女夫子学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便是放眼整个京都城里，亦是数1数2的才女呢。一个苏画而已，哪里比得过小姐？你的意思是，小姐您来清水县这么久，清水县乃至府城里富户世家中的公子小姐送来的拜帖，可是已经积了1盒子了。如今4月春暖花开，何不趁这个时机办个赏花宴？到时候小姐邀上苏画和表少爷一起切磋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表少爷自是会知道什么是一时新鲜，什么又是能陪他走一辈子的人。你说的有几分道理。不过想到他和苏画这几次的不愉快，依着苏画那个乖滑的性子，怕是不一定愿意来。小姐您这是气糊涂了，苏画我们请不来没关系，
可咱们不是还有表小姐吗？苏画一见面就费尽心思巴结表小姐，只要表小姐同苏画说去赏花宴，她只怕是立马屁颠颠争着要来。到时候面对一群才子佳人，她一个连琴都没摸过，字都不识一个的大老粗，就等着将脸面在整个汤山府都丢尽吧。韦蒹葭听着他的话，情不自禁的在脑海中便勾勒出了苏画丢脸的模样。我就喜欢你这样可心的人儿。那这钗子赏你了。谢谢小姐，小姐放心，奴婢一定好好想想，在赏花会上怎么整苏画。秋霜望着圆润的东珠，赤金的钗柄，立马眉开眼笑。不仅苏画要去，那个讨厌的苏大虎一样要去。他们连阿才那个奴才都准备了4个灵情果，我这魏家小姐却是果皮都没见到一块，敢这么羞辱我，我一个都不会放过。苏大虎不是想进百川学堂读书吗？待他在赏花宴上丢尽脸面，被整一个汤山府学子唾弃后，我倒是要瞧瞧他还有什么脸面能在学堂里待下去。是，小姐英明。对于魏蒹葭主仆俩的算计，苏大虎兄妹二人此刻全然不知。今日是时间不赶巧，家中只剩下一些干瑶柱和海参。李家有往来清水县和海边的货船，每10日便会送一次海货。待下次货船来了，有新鲜的大海货，我给花儿和大哥每样都备些。对呀，苏姐姐苏大哥，你们下次来定要尝尝那些海鱼海蟹海虾的味道，不管是白灼还是清蒸或是辣炒，每一样都很鲜美，和河鱼味道完全不一样。兴许也就比苏姐姐做的麻辣烫和口味梭罗的味儿差那么一丢丢。麻辣烫一串就几个铜板，这些海鲜从海边运过来，一小碟只怕就能买一锅麻辣烫好几盆梭罗，哪里会比麻辣烫滋味差？虽然天香楼中一碟海鱼卖几两银，但论起这味道来，却是没有苏姐姐家的麻辣烫馋人。我自打吃过一次之后，每日都念着这味儿呢。苏家兄妹不愿意收阿兄的银钱，阿兄便每日唤家里仆人早早的去摊子上排队了，一买就是大几百串。应贤说的在理，海鲜是因为本身成本不便宜，加上酒楼运作，这卖价便高些。同样东西放在不一样的地方，价值也不一样。应贤，教琴的女夫子待会儿来了，你先回房准备准备，别让人家夫子等久了，知道吗？这个点离夫子来还远得很呢。不过阿兄每每这个动作，便是有正事要谈。待秦应贤走远，秦玉成又挥了挥手，让旁边的仆人退下。花儿，大哥，不知你们可有意以麻辣烫方子同我们天香楼合作？最近居委麻辣烫可是弄了好几出戏，天香楼对麻辣烫有想法也很正常，但麻辣烫方子是花儿的东西，合不合作自是花儿说了算。不知玉成想如何合作？以麻辣烫的方子入股，按照麻辣烫在天香楼的纯利分红如何？花儿也知道我们天香楼遍布整个大禹，依着麻辣烫受欢迎的程度，若是能将麻辣烫在天香楼中推出，便无异于在整个大禹售卖，其中的利润远比你们每日出单赚得多数倍。本以为他可能会出个不错的价格买方，倒是没料到竟是合作。按理说啊，和李家的天香楼合作，比起他们整日忙活赚的银钱，自是多了无数倍。可也正是因为李家家大业大，盘根错节，秦玉成在李家的分量如何，他也完全不清楚。我愿意合作，不过不是同天香楼，而是想同你玉成合作。花儿的意思我没太明白。实不相瞒，我们现在摆摊卖麻辣烫还只是开始阶段，待时机成熟便会开饭馆。玉成方才说的入股确实很令人动心，不过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合作，不以麻辣烫入股天香楼，而是玉成你以个人名义入股我们之后的苏记饭馆。这种入股只需要你提供冠名权，便纯享饭馆2成利，如何？秦玉成闻声不由有几分新奇，他接管外祖父的产业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让他入股，并且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入股。先前花儿最开始在苍梧镇卖梭罗的时候，就曾说过，以后要开一家属于苏家自己的饭馆。
但当时我们刚从吃不饱肚子的生活中缓过来，觉得每日靠梭罗赚上上千个铜板已经是极为了不得的事。没想到花儿当时并非玩笑，而是一直都计划着这事儿。不知花儿所说这冠名权是何意？冠名权，通俗点说呢，便是开业的时候露个面，有人砸场子的时候出个人，表明饭馆是你秦玉成罩着的。此外一应事项都不需要你费心，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儿。花儿这话里的意思就是让我撑场子啊。虽说是以他个人的名义，但若是他不是李家唯一的男丁，不是秦家孙儿，他个人名义又哪里管用呢？花儿这饭馆除了卖麻辣烫之外，可还有其他吃食？这麻辣烫主要是春冬季节适宜，待气候炎热些，尤其是到了夏日，便得逐渐退场。届时也就是烧烤和只是在快要说出啤酒二字时，想到这世上并没有啤酒，舌尖悄然打了个转儿。也就是烧烤和清酒的舞台。此外，卤味、火锅、奶茶等小吃食的方子，我师父也一一传授过我，味道完全不比麻辣烫差。而且不论是麻辣烫还是烧烤、火锅，讲究的都是一个新奇和美味，价格并不会太高。面对的顾客层次和你们天香楼没有任何冲突，而玉成只要在必要时刻说两句话，便能享2成利益。这2成无关李家，无关秦家，不受任何人掣肘，仅仅是你个人的利益，绝对稳赚不赔。李家的日子并没有外人想象中的光鲜，因这迟迟没站队，已经惹得皇子们的不满，而外祖父日渐上了年纪，只怕扛不了太多时日。这次魏监家来秦府便是3皇子的动作，难怪他不愿意以麻辣烫的方子入天香楼，他远比我想的要聪慧得多。一旁的苏大虎却是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师傅的说辞家里人都清楚，根本就没啥师傅，都是花儿在破庙晕倒后孟婆给花儿灌进去的知识。可孟婆不是掌管地界的地仙吗？咋还知道那么多个美食方子呢？这些不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啊，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过呀。唯一知道的当属卤味了，娘生辰时花儿曾用猪下水和猪头肉卤过一锅，味道完全不输麻辣烫。若非今日早上醉仙居来演这么一出戏，给苏家找靠山的想法可能还没这么快。在这小小的清水县中，一个衙役头子就能让我们退无可退。以后去了汤山府，去了京都，在那些一个牌匾砸下来能砸7、8个贵人的地方，我们老苏家岂不是只能成为人家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合作谈完，3人又聊了会儿饭馆的事情后，苏家兄妹便起身告辞。直到墨宝载着2人在山路上穿行而过，便见没见着影儿的村民们居然都挤到了村尾。锦寒那出什么事儿了？苏大虎轻喃出声，立刻将马车赶回了院中停好，拔腿就往外走。花儿不去看看吗？不去了。苏画摇了摇头，声音清淡。花儿这是和锦寒闹矛盾了，还是他欺负你了？花儿没道理见萧锦寒那有情况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花儿的性子好，除了那些主动来使绊子的人，向来不与人争执。那只能是萧锦寒做了什么事情惹花儿不高兴了。花儿，你老实告诉大哥，是不是萧锦寒欺负你了？要是的话，大哥立马去找他。大哥，没有，他没有欺负我。若当真不是，你回来后为何一直闷闷不乐，整个人浑像个蔫巴的茄子一样？大哥莫非忘了，他如今腿上的伤还得靠我行针，哪里会敢欺负我？我不过是因今日遇着的一桩桩事情太多，有些累，想歇会儿罢了。花儿，虽然现在大哥没啥本事，但家里总共有3个哥哥，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一定要同我们说，我们便是一人一拳，也能揍他个浑身开花来。就在这时，主屋门从里面打开了，2人循声望去，便见小春花迈着小短腿走了出来。咦，小姑、大伯，你们回来啦？春花，阿姐今日可好些？大姑中午醒了一会儿，
娘给他喂了半碗米油糊糊，然后又睡了过去，现在正小声打呼噜呢。苏画闻声，一直提着的心终是落下不少。辛苦春花了，小姑和大伯今日带了不少天香楼的糕点回来，里头有你最喜欢的白糖糕，你待会儿多吃些。春花不辛苦，奶说了，家里最辛苦的是小姑，小姑多吃点糕点。苏画被这小模样给逗得笑出声来，不得不感叹他老娘这洗脑的功夫啊，绝对是一流中的一流。好啦，你去玩会儿吧，阿姐这儿我待会儿看着就行。春花闻声，顺势抬起手指指了指不远处的木屋。先前有人请了媒婆给景寒叔叔提亲，阿奶爹爹娘亲他们都去瞧热闹了，小姑不一起去看看吗？给景寒提亲？谁给他提亲呢？苏大虎听得一头雾水，这年头谁家正常人会去给一个男儿提亲呢？春花抿了抿唇，牛气哄哄的两手叉腰，双目直瞪似吊梢。肖老头那个不要脸的老东西，吃了我儿子的血馒头，现在已经不是他儿子了，还敢来左右景寒小子的婚事，我老苏家头一个不依。脆生生的童声带着几分刻意模仿的粗犷，听得苏画和苏大虎齐齐瞪大了眼珠。春花，以后咱们直接说话就是啊，咱别太逗啊。这是奶奶拿着扫帚出门时扔下的话，扔完了之后就带着家里人一块儿去景安叔那儿了，连小黑和大白都全带了去了。可是还不等他话音落下，一个穿红带绿的肥硕身影从羊肠小道跌跌撞撞地走过来。哎呦，没天理呀！哎呦，这妇人也是10里8乡的老媒婆了，谁家娶亲嫁女都离不开她这一张嘴。张媒婆，你先等等，我儿子的亲事还没商议完呢。我呸！你儿子？你不就一个整日待家里不出门不说话的儿子吗？这小狼崽子根本就不认你这个爹，以后这种破事儿可千万别来找我。狼崽子刚刚掐着我脖子丢出来，分明是想要我的命。这没人银子我也不要了，就当是今日踩着狗屎倒了个大霉。可话还没说完呢，脚下就已经生了风，一下蹦出去了好远，活像是后头有厉鬼在追一样。这肖老头我好似第一次见呢。这老肖家一个个全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是这老肖头和萧锦言，别说是你了，便是我这19年里，不对，是18年里，我见过的次数2双手都能数得过来，也就肖老婆子平日出来的多一些，勉强没那么奇奇怪怪。18年？对啊，花儿你以前可能没留意，这老肖家是18年前逃荒到这儿落户的。听娘说，当时景寒还是个不到1岁的浴血小丸子呢，粉粉嫩嫩的，长得可讨喜了。直到我们3兄弟渐渐懂事儿之后，还时不时的能听到娘念叨，10里8乡里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娃娃。苏画听得嘴角微微翘起，只想想那男人如今这副精雕细琢的模样，便知小时候也定然差不了。走在最前头的苏白氏双手叉腰，一见到站在院门口的肖老头，瞬时不屑地笑出声来。白白活了这么大年纪，人家媒婆都比你有眼色多了，自己把景寒小子赶出家门断了关系，如今还好意思舔着这张老脸来给景寒小子提亲。哎呦呦，这整个上河村的笑话都让你一个人给气活了。哎呀，当初断亲并非我本意呀。景寒知道自己腿伤，不愿拖累家里，执意要断绝关系。我们劝了，可根本半点劝不住嘛。而且虽是断了亲，但终究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哎呀，我这个当爹的哪里当真不管不顾呢？
他翻年就是19了，如今腿瘸成这样，走路都不利索。要是我们当爹娘的，还不给他找个好亲事，等老了，他下半辈子岂不是连个依靠都没有？有些心软的妇人听到了这些话，原先嗤笑的眼神也一时软了不少。嘿，为他好，你让他去高屠户家入赘当上门女婿，这是为他好。谁不知道高屠户家那闺女长得跟头大野猪似的，都快30岁了，前前后后一共克死了3个相公，高家村里的狗见了都得摇头。你可真是为景寒好啊，好的都要送他去死了。苏家弟妹这话说的不太对啊，成亲嘛，哪能只看外在的东西呢？高家姑娘虽然容貌有欠缺，心地呢却极为善良。先前3个相公也是自身有疾才离世，不是我自谦啊。仗着景寒如今这个样子，好人家的黄花大闺女哪里能看得上他？便是勉强成了亲，日后只怕也受欺负呀。这能入赘高家，已经是我和老婆子千挑万选过后的决定了。不说大富大贵，起码能顿顿吃上肉吧。村民们闻声，竟是觉得这话似乎有几分道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入赘上门亦是同样如此。萧景寒虽是长得像仙人一样的，可毕竟腿残了。试问谁家姑娘会愿意嫁给这么个男人呢？给高家当上门女婿这么好，那你赶紧自个儿滚过去啊！口口声声说景寒残，我看呀，你才是最残的那个。不仅眼瞎心盲，肚子里还全是乌黑的心肝肺肠，都残到烂到骨子里了。小老婆子人老珠黄，赶紧休了去上门吧。要是小老婆子不愿意，你就带着她一块儿去上门啊！还有你家里边的老二、老二媳妇儿，一家子呀，全到高家上门去。别说顿顿吃上肉，就是死了到地底下，逢年过节斋饭里也全他娘的都是肉。肖老头一时不备，脚下被苏白氏扫了个瓷实。苏白氏，做人别太过分了。过分？这是我老苏家门口，瞧着脏东西拦了路就扫，有啥不行的？难不成你同我老婆子也打断骨头连着筋，还来管我的事了？这时候，身后的苏二虎兄弟赵氏、大郎、二郎，一个个目光凶狠。我老苏家的地盘，想咋地扫就咋地扫，再敢瞪我娘，苏小爷打的你现在就下地去吃肉斋饭去。赶紧滚！老苏家门口不欢迎你。阿奶扫地扫脏东西一点不过分，过分的是你。肖老头的眼神又暗了暗，最终一甩衣袖，恨恨离去。哼，我呸！就一个欺软怕硬的怂包，想欺负景寒小子，下辈子吧！哼！比起先前见过的肖老婆子来，这个肖老头段位明显高多了，似乎再难听的话对他都没什么杀伤力，一言两语就被他带了过去。方才我离得这么大老远，都能瞧出他浑身散发出不悦，而且他走路时脚步轻盈，似乎有功夫在身。比起这言语上的攻击，反而是脏秽之物对他的影响更大。慧儿，你回来了。苏白氏骂完肖老头，冷不丁一转头，便见苏画俏生生地站在院中。娘这是怎么啦？我不过是去秦家吃顿饭，还有大哥陪着，没少胳膊也没少腿儿，好着呢。二虎三虎说，因为今日麻辣烫摊上遇着事了，还有衙役头子使唤动了刀子。哎呦，我这心里头呀，一直担心的慌。苏画闻声，抬眸瞧了瞧身后的兄弟二人，老娘要问话，他们完全不敢不答，从小到大都是如此。当时虽然有些凶险，但娘别忘了，女儿懂医术，自古以来医毒不分家，便是秦玉成后头没来，女儿也有办法制住那衙役。正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知道自家闺女有本事，可是只要离得远了些，心里面便会不受控制的担忧。花儿，听二虎和三虎说，秦公子是县令之子，还是什么大禹最有钱的人的外孙，是不是真的呀？
你和大哥今日去瞧了，他家里是不是当真是有玉石铺地，黄金做瓦呀？先前秦玉成来的时候，他们便知道他出身富贵，但却完全没料到他的父亲竟然是清水县的青天大老爷。二嫂最近是在吃什么药吗？花儿的鼻子可真灵，我娘先前来上河村时，不是给我带了一些生子药吗？我这2天吃了几副，没想到花儿这都能闻得出来。二嫂身子其实没什么问题，只是这儿女的缘分不由人，时候未到之前费些时日等等，远比随便吃药来的靠谱。钱氏听了这话，却是浑不在意的撇了撇嘴。这生子药可不是啥随便的土方子，而是我娘呀托人千里迢迢去汤山府的深山，寻了道观中的老道长弄来的。光是一指甲盖大小的药粉，就得要100个铜板呢，宝贝的紧嘞。老道长说了，只要我把这10副药都吃了，这孩子就一定能来，而且保管能生个大胖小子。到时候花儿，你就等着抱侄子吧，我才不信狗屁的缘分未到呢。春花出生都已经3年多了，就是天上地下的缘分，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爬也该爬到了。俺早就受够这无子的憋屈，这一次我一定要生个大胖儿子出来，最好是像大嫂那样的，一胎生2个男娃娃，这样老苏家谁也不能再不看重我了，就村子里那些嘴碎的妇人也没由头来笑话我了。角落里的春花听着这一句比一句激动的话，小脸上的笑瞬时淡了几分。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如娘肚子里未出生的弟弟得娘的欢喜。德性，花儿要不是关心你，才懒得理你。你要吃就吃，要生就生，都随你去。不过呀，我老婆子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要是吃出什么问题，可没有人管你啊，全是你自个儿自找的。是，娘说的对，儿媳知道花儿是为我好。不过呀，娘和花儿尽管放心，这生子药绝对没问题的。我娘说了，不仅是钱家村里，便是府城不少大户人家的媳妇儿都是吃这个生子药怀上的。反正生子药只要不太离谱，一般吃不死人。他爱咋折腾就随他去吧。花儿，你还没说呢，这秦府里头是不是当真是用玉石铺地，黄金做瓦，一应仆从自府门口排到里边呀？他要是早知道秦家这般富裕，今日早上便是苏画不同意，他也一定要想法子跟着苏画去一趟秦家的。明明是3个哥哥，花儿却只带着大哥1个人去，还不是应着二虎不会来事儿，没大哥那一般得花儿喜欢。想到这儿，钱氏满眼哀怨地瞧了一眼自家男人。玉石铺地，黄金做瓦，这些传言听听也就罢了，当不得真。秦府院子虽然大，但讲究一个雅字，花草植被居多。至于府中的仆人，也就10多个，属于县令的正常配置。不过吃食方面会比我们庄户人家精细讲究。这些云段、糕点、海鲜、酒、茶都是秦夫人和玉成送的。云段1人1匹，大家可以看看喜欢什么颜色的。云段虽是比不上秦玉成当日送给花儿的锦缎，可是1匹云段至少也是20两银子呀。这里1、2、3、4、11，我的天哪！光是这些云段料子，那就是得200多两银子呀！再加上糕点，这糕点是天香楼的食盒，3大深度坛的酒，2罐茶叶，以及从未听过的什么劳什子海鲜，这些东西便是把我们一大家子买下，那都是绰绰有余啊！大哥，这水红色的缎子我最喜欢了，我先选这个啊。水蓝色的那匹给孩儿他爹做衣裳不错，鹅黄的就给春花做裙子。慢着，这云缎呀，你们一小家1匹，其他的都先放在我这儿收着。他们家花儿的生意也难做，保不齐就有个万一。若是真有那么一天，那这些好料子多少也能抵个1、2。花儿年轻，考虑不到这么周全，我这当娘的不得不为她多打算呐。娘，花儿方才不是说了吗？1人1匹。不愿意就算了，1匹也没了。大虎，你把这些料子都给我放在主屋里。不，要！哎呀，媳妇儿要1匹就要1匹。
拿了段子就赶紧去洗初夏水去。要是不认真干，这段子呀，便是做成衣裳，老娘一样能收回。好嘞，娘放心吧，媳妇儿干事一向是最仔细了。他也想通了，自家婆母可不比小姑子指缝大，能有这么一匹圆缎已经是赚的了。他将圆缎放好在了西屋后，便同角落里的小丫头招了招手：“来，春花，过来，帮娘呀一块把这下水弄到河边去。”哎呀，苏画摇了摇头，也没再管这后面的事了，而是拎了把柴刀往菜地走去。他坐在小木凳上，一边削着枝条，一边想着林清果的事，便见一张精雕细琢的面容骤然放大在了眼前。现在有些忙，怕是没时间招待萧公子。要是萧公子有什么事，可以去找我娘。这种动刀的活儿，理应拿人家来干。不用了，小事而已，哪能麻烦萧公子？萧景寒大手再次一空，一时间，菜地中央只听得到伏虎山吹来的风声。你在生我的气，对吗？昨夜的事情，是我不好，没能及时扶住你，我道歉。你想要怎么罚我，都可以。我没生气，他是真的没生气，只是他似乎有些看不清自己的内心，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罢了。只要你高兴，你想要怎么罚我都行。还有，玉凤玉宇，他们从小跟着我在战场上长大，嘴上没个把门的，说话不中听。我待会儿回去，就让他们往伏虎山跑圈去，不跑200圈不准回。这怎么可以？他们便是再有身手，这200圈下去，怕是也得断掉半条命。同他们没关系，你别罚他们。所以，你不开心，是与我有关，对吗？我有哪里做得不好，只要你说，我就改。别生我气，更别不理我，好不好？苏画瞧着男人这委屈的小模样，心中亦是有些不是滋味。在大禹国，男儿3妻4妾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富贵人家，更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可于我而言，只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一颗心只能允一人，也只能接纳一人。萧公子既然心有所属，便不该再来扰乱旁人的心。他也不是很确定自己的心意，但是他知道的是，一看见他就会心跳加速。低着头的苏画没瞧见，男人听了他的话后，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这里从来没有别人，只有你，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将来，永远只有一个你。你能听见我的心意吗？一下一下，将他冰冰冷冷的心墙给敲得塌下一条裂缝。这样的话你骗骗小姑娘就罢了，可别想骗我。胖美人画像都不知道画了多少张，还口口声声说只有我，傻瓜才行。笑着笑着，笑声就越来越大了，让灶屋里忙活鱼丸的苏白氏一愣，踮起脚尖往菜地里瞧去。花儿，是不是景寒小子来了？没有，他没来。我这18年里认识的胖美人从来只有一个，而且你没发现，第一次在书房里见到的胖美人和昨夜见到的胖美人，她瘦了很多吗？苏画闻声，只觉今日大脑宕机的过于严重了。等等，黑熊精！这时候，灶屋窗口传来苏白氏的声音：“花儿，你先前不是说要把这些鱼下水做什么鱼鳞豆？哎，你快过来瞧瞧，娘用粗盐搓了，可还行？”啊，马上来！萧景寒见状也不敢再逗他，从胸口处拿出一个乌木盒，放到他手心里。这里面有1张令牌和2份地契。今日清水县县衙闹事的事情，我听2哥和3哥说了，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你直接拿着这令牌去找余家据点，大禹100480县中，以及西戎、南疆地界，凭这张令牌，你都可以让他们帮你办事。2张地契，一张是清水县的，一张是汤山府城的，已经落了你的名字。
铺面虽然不算大，但卖些吃食也差不多。你想卖麻辣烫或是旁的，都可以。苏画瞧着掌心的木盒，心中震惊不已。他究竟是什么人？赶紧进去吧，不然苏婶子待会儿出来瞧见我，便知方才你在说谎了。谁说谎了？待会儿做鱼鳞冻，你记得来吃。好。萧景寒嘴角笑意更甚，唇瓣翕动，吐出的声音如秋风一般缱绻。花儿，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咋晒得这般厉害？脸全晒红了。哎呦，花儿，你这是？娘，我没事，皮肤白了就容易晒而已。娘方才不是说鱼鳞、鱼皮什么的处理好了吗？放在哪儿？我来做鱼鳞冻。只是苏白氏却没有被糊弄过去。哎，女儿家容貌是头等大事，花儿虽然生得美，但平日里呀也得多注意这些。以后这种埋汰活都让你3个哥哥去做，没道理一个个光吃饭不干事的。与此同时，上河村村中心萧家，儿他爹，为什么咱们夫妻18年了，你还是忘不了的京都的女人？她真的就这么好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一心记挂着她，连他儿子的婚事都还费尽心力。我和妍儿是不是不管怎么做，都永远比不上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此种话以后不要再说。我给萧景寒寻亲事，自有我的用意。哼，以后不要再说。我为什么不能说？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萧忠如今是我陈玉的男人，不是那个女人的。我心悦于你，所以从黄花大闺女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你。没有3没6病，也没有锣鼓相应，这些我都认了。你要将你和别人的私生子都记在我的名下，让我视如己出，日日叫我娘亲，这些我也认了。这么些年，我更是努力的不想去想你和他的事，10年如一日的伺候你，依着你呀。我为你任劳任怨，为你生儿育女，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吗？你便是石头做的心，也该捂热了吧？可你呢？他说到这儿，抬起袖子，恨恨地抹了把眼角的泪，疾步冲到了男人桌前，一把夺过了桌上的信纸。杏花香，这杏花香可真是好闻呐，多1分嫌浓，少1分嫌淡，如此倒是正正好了。春日写信是杏花香，夏日写信是荷花香，秋日写信是桂花香，冬日写信是梅花香。每每写给他的信，你没有一次不是用当季的花儿早早的将纸熏香的，就几10个字而已呀。每每写了1遍，又觉不够，还得对着第1遍修修补补无数次，万般琢磨之后，才仔细的誊抄好，放给那些鸽子的脚踝扣上。便是连鸽子脚上的竹筒，你都是打磨了1遍又1遍，生怕那收信之人会割到手。这世上像你这般痴情的人儿又有几个呀？啊？你说说你，既然还这么爱着他，念着他，想着他，你当初干嘛跟他分开呀？啊？难不成是他跟别的有钱有势的野男人跑了，所以就不要你了？够了，别在这儿给我发疯，赶紧把纸还我。哼，还你？还你做什么？
这些信纸都已经被我碰过了，你心中定是嫌弃的紧，又如何会给他？此刻萧晨氏已经气红了眼，当初她只是逃荒路上的一个小农女，根本就不识字，可这些年这3个字一笔一画早已刻在她心里。小钟啊小钟，我双10年华就跟着你，一心只为你，但却从未入你的心。可是那个女人呢？她光是站在那儿，什么也不用做，就已经赢了。她看着看着，攥着信纸的手猛一用力，信纸从中央断开。不过是一张纸而已，你这是要为了他打我吗？啊，你打呀，你打呀，你往我这儿打，反正这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哼，小钟，你今日最好是将我打死，如若不然，我便是爬也要爬到京都，将萧景寒私生子的身份弄得人尽皆知。你当年费尽心力的带着萧景寒的小杂种，从京都千里迢迢跑到上河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不就是为了护着那女人吗？哼，我倒是要看看，要是他现在男人知道他和你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小杂种，以后还有没有好日子过？他话说到一半，便见书桌前的萧钟突然像匹野狼般扑了过来。你竟然真的要杀我？你自逃荒时跟着我的那一天起，我便同你说得很清楚，要跟着我，就得将萧景寒的事情悉数烂在肚子里，否则我绝不饶你。就在这时，一个16、17岁的少年出现在了门口。爹爹，娘亲，惠娘刚刚炖了好大好大一只老母鸡，我来给爹爹和娘亲拿鸡腿吃。冷不丁的瞧见书桌前被掐着的萧晨氏，吓得手一抖，鸡腿也吧嗒一声掉在地上。爹爹，你不要打娘亲好不好？你要打就打妍儿，定然是妍儿哪里不乖，惹着爹爹了，同娘亲无关。你不要打他，打妍儿好不好？萧晨氏听得这话，本来开始涣散的眼珠又起了些许光芒。走，快走！不，妍儿不走，妍儿不走，娘亲在哪儿，妍儿便要在哪儿。爹爹，你先松开娘亲好不好？别打了，娘亲要喘不过气儿了，你快松开好不好？今日是妍儿错了，你要打就打妍儿，不关娘亲的事儿。是妍儿的错，妍儿不该不乖，不该跑去鸡圈里抓小鸡仔玩，不该将刚洗的新衣裳弄脏，不该惹爹爹不高兴。爹爹打妍儿好不好？不关娘亲的事儿啊！爹爹打妍儿，不要打娘亲啊！萧晨氏的眼皮开始控制不住的往下耷了，在这一刻，他突然有些后悔了。要是早能料想到今天这般局面，兴许他该选择18年前就饿死在逃荒路上，这样的话约莫还能来得痛快一些。我今日看在妍儿的份上饶你一次，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以后给我记牢了。萧晨氏像是脱水的鱼儿，一下子被扔回到了水里，软软的瘫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娘亲，娘亲，妍儿抱娘亲，娘亲就不疼了，乖，不疼了啊！妍儿抱娘亲，通通全走开。妍儿啊，娘的妍儿啊，娘的妍儿啊，娘差点儿就见不到你了呀！我的妍儿啊！娘亲不哭，不哭啊！妍儿会一直一直陪在娘亲身边，不会让娘亲看不到妍儿的。妍儿会乖乖听娘亲的话，
不会丢下娘亲一个人，还有惠娘，惠娘也会一直同妍儿陪着娘亲。她刚刚就炖了一大锅鸡肉给娘亲吃呢，妍儿今日将鸡腿都给娘亲吃，娘亲不要哭了好不好？还有鸡翅膀，都给娘亲吃。金屋西沉，玉兔东升。上河村村尾小院儿，花儿这是想什么？是不是还担心昨日的噩梦睡不着啊？娘，我方才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准备建个新院子了？现在麻辣烫生意才起步没多久，你明日要送大虎去百川学堂读书，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建房子的事，要不先放放，待生意稳定之后再说。娘无需担忧，建个青砖大院子，顶多也就20-30两银。若是放在以前的老苏家，确实需要等一等。但如今不过是去清水县摆个2-3日的摊就赚回来了。除开最开始的1日摆摊，因为准备的食材太少了，只赚了6两银子外，后面的几日每日都净赚12两左右。哎，那哪行啊，这些银子都是花儿你的，家里建房子哪能用你的钱呢？什么你的我的？娘这话说的好像这房子我就不住一样。而且这麻辣烫生意我一个人可忙不来，可娘将赚的银子都给了我，哥哥嫂嫂们却是每日只拿10个铜板，我这心里哪能过意得去？这有啥过不去的？要不是花儿，他们一个个只能去码头扛袋子，哪能找着这种在家就能挣钱的轻生活呀？要我说，他们还得感激你才是。这间房子急不急，女儿也不知道。但女儿知道的是，3个年岁已经摆在这儿了，娶妻生子左右不过是这2年的事儿。他那个小厢房再怎么挤也挤不下3口人，还有大郎、二郎、春花3个小的，一日日长大，再同爹娘生活在一起，更是多有不便。便是我同阿姐、娘亲3人，每日挤在一张榻上，转个身都能压着人。现在春天天气不热倒还好，若是过段时间到了夏日再挤在一起，每日真要同铁锅上的烤鱼有的一拼。其实啊，他不好说的是，这几日每到了晚上，便总能听到苏二虎夫妻俩在西屋里的动静。花儿考虑得很周到，这小院还是你爹在世时建的，如今呀，几十年过去了，孙子孙女都长大了，终究是不够住了呀。不过这建房子的钱不能由你一个人出。他一边说着，抬手将床头上方的一块泥砖给抽开，从泥砖后的黑洞中掏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帕。这是先前梭罗生意赚的11两银子，本来也都是你的银钱，你非要给家里，我便厚着脸皮收下了。如今拿来呀建新房，也是应当应分。说罢，也不给苏焕拒绝的机会，直接躺回被窝里，将头撇到了另外一旁。你若是这银子也不愿意收，不管是啥天大的理由要建房子，也都可以先缓缓。苏焕看着手心里那沉甸甸的帕子，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既然现在收下，能让他心中好受些，先依着他来也不无不可，以后再找机会给回去便是。待苏记饭馆做起来，10两20两不过是毛毛雨之后，他应该不用再这般心疼银钱了。娘放心，这银子我收下了。这处院子是爹在的时候建的，我们几兄妹10数年都在这儿长大，儿时少时的回忆全在这儿，咱们便不动它。待明日去村长家看看旁边的地皮能不能买下，若是行得通，届时咱们便直接在隔壁起新房子。起房子时，让匠人在新房子和小院中间留一道门，无论什么时候想过来看看，都方便得紧。白氏和苏老头是少年夫妻，苏老头早早离世，留给苏白氏的念想便就只有他们这5兄妹和这处院子了。那老头子如今骨头都化成水了，难得花儿还心心念念地记挂着他。
我要是他呀，在地底下都得偷着乐了。这村委地皮向来是好买得很，村里人呀都怕住这儿有什么豺狼虎豹来找。其实只要不往这伏虎山里走，哪能见到什么豺狼虎豹啊？我明日就去你承德叔家里走一趟，让他弄块好的地皮给咱们。而且这没人愿住的地皮，价格呀可得往低了去。还有大麦町，是建房子的熟手了，村子里家家户户建房子，无一不是找他。我明日弄完地皮，便去找他问问，看他近来有没有时间啊。另外呀，建青砖大瓦房，这青砖和瓦片去哪儿买也得先弄清楚。一片瓦一块砖，要能少个1、2文，一座房子下来可就不再是个小数了。娘说的极是，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如今倒是真正体会到了，娘不老却是咱家难得的大宝贝。这间房子的事情交给娘来办，完全用不着担心了。你这丫头，最近小嘴不知是吃了糖还是抹了蜜，一日比一日甜得厉害。我这都半截身子快入土的人了，要是还不老，那岂不是精怪变的？娘呀，没啥本事，对你外头的生意帮不上什么忙，也就这些小事上还能勉强搭把手的。娘这话可不妥帖，您今年不过才37岁，正是如花一般的好年纪。有些地方的女人在30多岁的年纪里，事业爱情才刚开始，远远同老子搭不上边。而且娘在麻辣烫生意上亦是贡献大着呢，没有您在大后方坐镇，这麻辣烫串串哪出得来？再说这间房子的事儿，您将地皮、匠人、砖瓦一一处理的周全，房子的事情便算是完成一大半了。这次在新房中必须要改掉，不过这里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制作蹲坑或抽水马桶的相应材料。便是今日在秦家，秦家因着有下人时刻清理，如厕的地方比乡下人家干净不少。可比起我在华国现代的厕所来说，还是不尽如人意。这哪有30多岁的女人才开始干正事的？女儿家14及笄，家里人便会开始琢磨着寻夫郎，待30岁时，娃儿都已经生了好几个了，不然呀，都成老蚌怀珠了。这10里8乡中，也就高屠户家的闺女是个例外，快30多岁了，还在干正事。不仅干正事，还像癞蛤蟆吃天鹅肉呢。当时在破庙，孟婆不是在我额头上点过一次吗？我脑袋里便多了不少别处的片段，在那些片段中所见的世界和咱们这儿完全不一样，更是觉世间参差，判若天渊。咱们人呐，就像花一样，不同的花拥有的花期自是不同，只要自己欢喜便是好的。苏白氏闻声静静地想了会儿，也觉得有几分道理，直到月上中天才挨不住困意，沉沉地睡去。可几乎是闭眼的一瞬间，便听到了呲啦一声。苏华终是躺不住了，轻轻直起身朝窗柩外看去。不是说一山不容二虎吗？如今这是怎么回事？一家大大小小的虎全来我家开会了是吧？也不知是吞咽口水的声音太大，还是老虎的耳朵太灵敏，3只老虎便齐齐将那硕大虎头给转了过来。都说老虎聪明，我这梦游样，他们应该大概也许能懂吧。当初要不是看他在坑里可怜兮兮的模样，我也不敢将麻烦往家里带啊。如今自家爹妈兄弟找上门，你就赶紧的跟着他们麻溜的走便行了。然而这个念头才刚起，便听得爪子挠木头的声音再次响起，3只硕大的虎头全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当真是我养的好大儿呢，这一刻可算是切实体会到养儿还不如养叉烧的含义。苏画支棱一下爬了起来，
赶在大白霍霍下一根窗木之前，冲到了窗户边上，往他爪子下塞了半个灵芹果。这半个灵芹是我晚上没吃完的，如今倒正好来应付这个好大儿。开玩笑，真让他将窗户都掀了，不就相当是让我和外头3只白虎面对面了吗？我和他们可不是能面对面友好沟通的交情。有了半个灵芹果，大白果真安静了下来，终于没再和摇摇欲坠的窗舅较劲儿了。胡姐姐，你家小崽崽真不是我拐回来的，而是我碰巧在后头山上的坑里捡着的。他当时伤得很严重，流了很多血，要是不带回来治伤养着就会死的，你能明白吧？这几天家里人也都待他极好，想吃鱼就不给肉，想吃清炖的绝不给红烧的，想吃果子绝不给清水。便是外头狗窝里那只小黑狗，对你家崽崽也是有应必求，日日驮着他跑来跑去，让他往东就绝不往西，保证没有受半点委屈。可他比划了老半天，愣是丝毫没察觉出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有一丝变化。花儿，这大晚上的你咋还没睡呢？站在窗边干啥子呀？娘不用下床，我不过是见夜里凉，想起身关小些窗，省得明日起来染了风寒。苏白氏虽是平日里泼辣了些，但终究是个没见过什么大场面的小老太。苏话低声应了，轻眸微抬，用余光去瞥身后的窗子，却瞧见空荡荡的一片。在半梦半醒之际，一声温婉而惊骇的叫声响彻了整个小院。我的个天娘啊，这是个啥情况？谁家猎着这么老鼻子多的野物啊？是啊，光是这头野牛就至少400-500斤重，还有这大野猪、山羊，是要凑齐富贵人家祭祀3牲吗？我瞧着倒不像啥3牲，3牲没道理往咱们家门口堆吧？有可能是景寒哥在山里打了送过来的。景寒叔猎的大野牛，那咱们是不是晌午就能吃牛肉了？我还没吃过牛肉呢，不知道是啥味儿，会不会比猪肉、羊肉还好吃啊？小姑先前用羊肉炖了一锅鱼羊鲜，我现在还记得那味儿呢。这大野牛，兴许可以炖个鱼牛鲜。三虎啊，你先跑一趟景寒那儿，问问看这些野物是不是他猎来的。门口这些野物不是萧公子送的，应该是大白他家里送过来的。大哥、二哥、三哥搭把手，先将野物抬院里来吧。老苏家人听得这话，瞬时更加讶异了，不约而同的都瞟了一眼狗窝。大白却是不知去向。大白家里送来的，大白不就是一只整天只会喵呜的小奶猫吗？他家人咋能练这么老鼻子大的野物来？尤其是那头牛，怕是老虎来了都不一定能打得过。如果下次大白和他家人再来，大家便知道了。当然，依着大白这家伙不靠谱的模样，指不定回山里啊，2日就将他们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花儿，这果子不知被牛含着嘴里有多久，阿扎的紧。你若是喜欢吃这野果子，3哥今日从县里回来便去给你找，这个绝对吃不得。虽然咱们没见过这果子，可这野牛都能寻着，便说明伏虎山里定然还有，而且数量还不少。只要山里有，咱们就铁定能找。苏二虎啊，苏二虎，你是当老娘是聋子还是没长耳朵呀？当着我的面敢教唆你妹妹去伏虎山是吧？难怪花儿喜欢往山上跑，感情都是你这个混球教唆的啊！我让你不教好，净教些坏的。苏白氏每说一句，便又是一个瓷似的大逼斗给甩过去。娘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我们兄弟几个去山里给花儿找果子，不是让花儿自个儿去，而且我们也不去伏虎山里头，就去外头的山包转。毕竟鸟儿喜欢吃果子，说不定这吃剩的种子就吐外头了嘞。娘，儿他爹都是为了花儿好，您这么大可不好。钱氏也在一旁连连点头，为自家男人求饶。哼，咋的？我自己的儿子做错了事，我咋还打不得了？你是从我肚皮里出来的，这撅个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什么不去山里头转，只在外头转？你这话糊弄鬼呢你！毛都还没长齐的时候就开始在外头小山包转悠，如今一转那都转18年了。
要能赚到这果子，那早就赚到了，还用等到现在？这并非是什么树上的果子，而是长在泥土里的红薯。若不将上面的土层挖开，一般很难发现。哥哥们便是去伏虎山里找，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啥？这玩意儿竟然不是果子，而是长在地里的？苏家人闻声更是呐喊的不行，尤其是这红薯的名头，更是闻所未闻呐。花儿，这红薯是不是也能做出同口味梭罗、麻辣烫类似的吃食来？物以稀为贵，既然这红薯从未出现过，那便具备了天时。花儿向来对于吃食这一块总是走在前头，捞银子的法子更是一个接一个。方才看到红薯时双眼放光的模样，就差直接说这红薯是个大宝贝了。二哥说的不错，这红薯不仅可以直接生吃，也可以蒸着吃、烤着吃、煮着吃，切片风干成红薯干，还可以处理后做成精细的吃食，如拔丝红薯、红薯饼、红薯糕，甚至是红薯粉。而这红薯粉放麻辣烫中可以说是一绝，只需将红薯粉放到汤底中煮沸，粉条吸满麻辣汤之后，就像是晶莹剔透的宝石，添上一抹浓墨重彩的颜色，不仅好看，这味道更令人欲罢不能。而随着苏画的话音一落，门口顿时响起了一地的吞咽声。大郎，小姑说的每一种红薯吃食我都想吃，这可咋办？没大没小，你得叫我大哥。第无数次不厌其烦地重申作为早出生半炷香的大哥的权威后，才重重地叹了口气。牛嘴里就这一个红薯，蒸着吃、烤着吃、风干吃都不大靠谱，煮着吃的话，兴许还能吃这一口味。可惜牛嘴里就这一个红薯，要是多上3、4个就好了。小姑说的那些吃食，每样都能尝一尝了。一个已经算是意外之喜，哪里还能再多上个3、4个？这个红薯被野牛咬掉一口，外皮处也有不少破损，而野牛的唾液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从野牛的伤口来看，它死了差不多有2个时辰了，也就意味着这红薯在腐蚀性唾液中待了2个时辰。红薯可以切块育种，而这颗红薯在腐蚀过后切块育种能否成功是一个未知数。我现在只能尽可能的将上面的唾液清洗干净，然后再放到煮屋里阴干。若是不成，兴许就只能去伏虎山找大白，问问他是在哪儿逮着野牛的，也许能从中找到红薯地的信息。红薯向来不是单独生长，一旦有一株，便能以很快的速度发展成一大片。苏画看到牛嘴中吐出的红薯，之所以会那么兴奋，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自家生意的裨益，更加关键的是，这红薯就和稻子、小麦一样，都属于粮食作物。哼，不过就是个拳头大的小东西罢了，什么蒸、烤、煮、切、风干的，还劳什子拔丝红薯、红薯饼、红薯糕、红薯粉，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说大话谁不会说呀？要让我来说，我能说的比苏话还好听嘞。切！灶堂里柴火熊熊地燃烧着，这野牛皮硬得很，腹部和背部有些微破损，去掉损坏处，用来给花儿做双牛皮小靴，却是正合适的很。春夏季节的雨水多，花儿穿牛皮小靴就再也不用担心不洁进水的事了。苏白氏让苏大虎切了6块牛肉出来，村子里的4家便让3虎跑一趟送去。至于赵家村，先送完村子里的，再让大虎驾着马车去一趟。马车速度快，来回呀不过1炷香的时间，也不会太耽误功夫。秦玉成家的马去清水县的时候，一道拿过去便是。钱氏听了半天都没听到自家的份儿，顿时不乐意了。娘，其实这牛肉我娘和哥哥嫂子们也喜欢吃。你娘和哥哥嫂子们喜欢吃，关我什么事啊？这些肉都是大白他们一家送给花儿的。赵氏娘家和苏承德是自家亲戚，秦玉成一次次送花儿那么多的重礼，而大麦娘、周婶子、泥鳅娘
那3家每日都供应青菜给自家，关键是他们都对花儿好。这新鲜牛肉啊，分给他们尝尝鲜，自是不无不可。可钱家一来就打花儿生意的主意，这么多天连个赔礼道歉都没有，人家不打算认这一门亲，我也绝不可能舔着老脸去给他们送肉。当然了，便是给花儿上门赔礼道歉，也得花儿自个儿原谅了才有的说。就在这时，院子的门被咚咚的敲响。苏老夫人，苏姑娘，我家爷让我们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苏白氏被这板板正正的行李给弄得一怔，下意识的就往旁边移了一步。这也是玉成小子家的人吗？他们是萧公子在军营的朋友。哎呀，快进来！既然是景寒小子的友人，那便是我老苏家的友人。哎，赶紧进来坐呀！就当这儿呀是自家，别拘束啊！以后啊，别叫苏老夫人了，咱们庄户人家可不兴这一套啊！以后同景寒小子一块儿叫我苏婶子便是。哎呦，不愧是景寒小子的友人啊！这2人长得也是难得的俊俏。哎呦，果然好看的人呐，都是扎堆的在一块儿。苏姑娘说他们是爷的朋友，那就是朋友吧。反正他们爷说了，来苏家只管乖乖听苏姑娘的话。家里今日忙活的这宰牛宰羊，连块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哎，你们先坐会儿，等老婆子我收拾好了再招待你们啊。苏婶子客气了，啥招待不招待的，我们俩呀今日就是来帮忙干活的。雨雨咧嘴笑，直接挽起了袖子，走到苏家3兄弟旁边，拿起苏三虎放在一旁的刀。我别的不擅长，可这宰牛杀猪倒勉强能见人。哎呦，不得了了，这利落劲儿让苏家3兄弟齐齐瞪大了虎目。这2人倒都是干活的好手，也不知道萧景寒那人现在在做什么。爷昨晚往南边走了，去接个人，现在不在家。于峰似是能猜得苏画心中所想，轻声道：他去哪和我可没有关系啊。是姑娘说的是，不是姑娘想知道，是爷出发前让属下同苏姑娘说的，说是这一趟可能要3、5日才能回来，姑娘若是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们。果然，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下属。从上河村再往南走，需3、5日的功夫一个来回，只怕萧景寒是往南疆方向去了。大兄弟，景寒以前在军营里是干啥的呀？前世丹凤眼微转，凑到于峰跟前儿，杀人。哎呀，大兄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景寒以前在军营里应该不是那没名没头的小兵吧？是不是百夫长、千夫长之类的？二嫂，天色不早了，这串串你既然不愿意串，那尽早将盆子里的下水洗一洗吧，不然1日时间怕都不够用。没事儿，就说2句话的功夫而已，反正这些下水又不是我一个人洗，完全不会耽误事儿。生辰宴过后，可是你自己说以后的下水全由你一个人来洗，只求不被赶出老苏家。现在这是不想待了吗？啊！哎呀，不是的，哎，娘，先前不是说麻辣烫生意里边的下水是由我来洗的吗？这些都是自家吃的，哪能算是一码事？别说这些不相干的话，随你洗不洗。不洗的话，待会儿早饭呀你也不用吃了，直接收拾包袱回你们钱家村去。原本这些日子过去，我对着钱家人的不喜都淡了几分。嘿，这前世冷不丁的提起钱家人，还想给我当面上眼药，看着都心烦的紧。前世站在原地，整个人都傻了。自生辰宴后，我事事伏低作小，这苏白氏依旧动不动的就把收拾包袱走人挂嘴上，根本就没把我前月娘当做他苏家的人。说到底，还不就是因为我没个儿子傍身吗？从上河村驱车去清远县的中途，会经过苍梧镇，早市正热闹的紧。卖包子嘞，热乎乎的大肉包，2文1个，买到就是赚到。馒头，暄软的大馒头，1文钱1个，比小肉包少1文，还比小肉包垫肚子嘞。卖羊汤喽，先掉舌头的热羊汤喽，5文钱1碗，有肉有菜又有汤，比肉包子实在，比大馒头好吃喽。
骨汤烫喽，鲜香美味的骨汤烫喽，同清水县百川学堂门口麻辣烫同宗同源的骨汤烫喽，素菜1文钱2串，荤菜1文钱1串，比包子馒头羊汤都实惠喽。听到这话，正津津有味听着摊贩们你拉我踩的少女瞬时一个支棱，循着声音去瞧，便见刘寡妇带着刘春牛、刘夏牛和刘秋牛3人扯着嗓子卖力吆喝着。我去，前几日花儿说想看看刘家能跟着麻辣烫想出什么新招式呢，这才不过3日的功夫，竟真让他们娘4个想了出来。这劳什子的骨汤烫，除了汤底之外，几乎全跟着麻辣烫来的。还别说啊，虽然这生意没有他们在百川学堂门口那么火爆，但摊子上也围着不少人。马上就到饭点了，这孟家面馆倒像是一副提前打烊的模样。这里离着咱们的麻辣烫可是只隔着2条巷子，孟家面馆提前打烊不稀罕。苏大虎笑看少女一眼，转而将视线落在2人身后的酒楼。花儿确定这就是你说的锦涵的小馆子？我去，确实是城东同心巷第1家铺子，这他妈的是个小铺子。当时萧瑾还说铺子并不大，卖些小吃食应该够了，他便以为就是个小门脸儿。我的个乖乖，这要是说是小馆子，那大馆子得是什么样去了？是不是要把半个清水县包了去啊？萧景涵就不担心我将他的酒楼都给赔光了吗？人家秦玉成还知道同我谈合作谈条件，他倒好，一声不吭的直接将铺子都送了。哼，既然这酒楼推辞不掉，那我也应送些回礼给萧景涵才对，毕竟我也不是个习惯占便宜的人。苏大虎同苏画从院子走回大门，看着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点头的模样，正要说话，苏大虎、苏画，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这可不是你们能待的地儿。这又不是你们孟家的地盘，我们兄妹为何来不得？倒是孟小员外，不是整日整夜忙着面馆生意吗？如今正是吃饭的点儿，孟小员外不赶紧去伺候那些老主顾，倒跑来这儿吹冷风，莫非是那日进斗金的生意黄了不成？冯子才站在孟永富的身后，望向站在门前的2人，眼中的震惊丝毫不比孟永富少一点。为什么苏大虎的手上捧着百川学堂的学子符？云儿前段时间去汤山府城时同我说过，说老苏家最近想出一个口味梭罗的生意，莫非这口味梭罗竟这般赚钱不成？苏花、苏大虎，你们究竟是怎么进的这酒楼？怎么进去？当然是用脚走进去啊，难不成还用手进去吗？我先前还纳闷儿，这孟云儿灌水的脑子从哪儿来的，原来是家学渊源呢。孟小员外，就你这脑子，还是早早将铺子关了，回家里躺着算了，免得到时候这么多年的赚头全赔进去还不够。别以为你攀上秦玉成就可以目中无人了，人家不过是当你一个逗乐的玩意儿罢了，待新鲜劲儿过了，可就什么都不是了。嗨，什么玩意儿不玩意儿的，也就孟小员外喜欢当逗乐的玩意儿。你当真这么想去逗乐，我可以勉为其难的帮你同玉成引荐引荐，如何啊？我瞧着孟小员外这副惊天地泣鬼神的尊容，这事儿怕是也不太好办。若是换张干净点的面皮，再年轻个10-20岁，倒还有点可能。你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好歹是你的长辈，你说话也未免太过分了。过分？我过分吗？自是不过分，走在外头别张口闭口就是别人长辈，就你这种人，就是下辈子也没我妹妹这样的晚辈。一旁的冯子才见苏画全程都没看自己一眼就要离开，想都没想便直接上前拦住了他去路。花儿，你现在要回上河村吗？正好我租了马车，花儿和大哥可以同我一起。从清水县回上河村山遥路远，走回去可累人了。这马车不要花儿和大哥出钱，全当是我请花儿和大哥的，如何？冯秀才回来了呀，倒回的正是时候。冯子才看见苏画笑，
不知为何，白净的面皮都红了几分。我就知道，这么多年的情分终究是做不得假的。不管他变得如何，心中还是有我的。只要他愿意为先前在破庙打我的事情赔礼道歉，我可以当做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和他从头再来，再许他一个平妻的位置，让他当秀才娘子。可是等他再回神的时候，却见苏画兄妹俩已经走到了对面街角。方才不是说了要一起回上河村的事吗？这怎么打了个招呼，人就已经跑这么远了？冯秀才若是想同苏画再续前缘，便赶紧走，以后同我孟家便再无一点干系。以前吃用我孟家的银钱，也请悉数还回来。怎么会呢？孟伯父这话严重了。苏家大伯终究救过我一命，我同苏画虽做不成夫妻，但也是自小一个村子长大的，见了面打个招呼，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这苏画再怎么厉害，也不过是清水县的一介农女罢了，为何能有这酒楼的钥匙？如今倒是变得狡猾的紧，一点有用的东西都问不出来了。苏画兄妹回到百川学堂的时候，麻辣烫摊子上的生意已经结束了。你们方才不在的时候，秦小姐身边有一位叫刘丹的丫鬟来过，送了2张请帖来，说是想邀你们参加3日后的百花宴。花儿，这上头写的啥？一个个字咋像小蚂蚁一样？这所谓的百花宴，是不是说宴会上有100种花供客人们赏玩啊？我哪里知道这上头写的什么？要么就是些赏花会举办地点、开始时间之类的。至于有没有上100种花，也得去了才知道啊。苏三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这些日子花儿几乎样样都会，他都差点忘了他同他们是一样的，亦是不识字。不过方才刘丹来的时候说了，百花宴3日后在秦家城外的7尺山庄举办，未时初开始。我可不认为，依着我同魏监家的关系，魏监家会有这闲情逸致请我去赏什么花。刘丹方才说，不只是他家主子和少爷会去，清水县和汤山府不少富贵人家的公子和小姐那日都会去。花儿，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以后咱们苏记饭馆若是开起来，就不再是如今这样的街边小摊了，也不仅是在清水县，若是能提前同汤山府里的公子小姐们熟识起来，对于咱们以后去汤山府百利而无一害呢。唉，富贵人家哪里这般好熟识啊？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比姻亲更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便是秦家，若非有花儿救秦玉成的先决条件摆在那儿，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更别提汤山府城里那些素未谋面的人了。可咱们花儿哪都好，完全不比那些公子小姐们差，谁见了能不喜欢？只怕还觉得相见恨晚。三弟，你说是不是？二哥说的对，花儿自是最好的。瞧着兄弟俩越说越离谱，苏画赶忙出声截住话头。这百花宴的事情暂时先放一边，时候不早了，咱们先回家，家里要建屋子。芷娘和嫂嫂几个妇人也忙不赢，现在手头事情不少，不仅要建屋子，还得忙活饭馆的事。另外，红销花的花期快到了，不能再耽搁。我这2日就得走一趟伏虎山。至于3日后去不去百花宴，若是没时间就算了，要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看看的。倒不是生意的缘由，而是大哥既然以后要走读书这条路，多认识些人总是没错的。孟家青砖大宅子外，一个同孟永富有4、5分像的中年妇人，正带着人在张罗着贴喜字。哎呀，我的个天娘嘞！你这喜字贴歪了，看不到啊！快往旁边挪一挪。哎，还有那边脚地上，又是泥巴又是水的，赶紧拿扫帚扫扫，不然明天新娘子来了，踩到摔着了可咋整啊？你以为这新娘子是第一次来孟家吗？别说这孟家外头门脚地上的泥了，便是孟家里头房里哪一块有泥哪一块能走，人家新娘子说不定都比你这个当大姑的清楚。李孟氏是孟永富的大姐，早些年嫁去了隔壁县的李家村，每年就过年的时候来孟家走趟亲戚。新娘子人还没过门呢，咋会对家里头的事清楚？娃儿狗，
别以为长大了窜了个子就嘚瑟了，再给我瞎咧咧，小心我直接扯了柳枝抽你屁股。村民们听得这话，都不约而同地瞧了身旁的王二狗一眼，眼珠子里全是促狭。嗨，孟大姑既然想打侄儿屁股，便赶紧来，侄儿等着呢。若是这里人多不方便，孟大姑也可同我回家，或是去那树林子里，保管让大姑打得尽兴，如何呀？哎，你个没良心的，连你大姑也敢调戏。果然是孟家人，一个个的当真不要脸至极。孟永富害人不认账，孟成是日日蹲大牢里，孟云儿水性杨花，孟福大白天和梅果门的新娘子苟且。如今孟家大姑回来，也是一模一样的性子。果真是应了那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句句疾言吝啬的话，直接对得李梦氏好半晌都说不出话来，脸色也更是由红转白。你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我只知道弟媳妇儿因为一点小事蹲了大牢，所以弟弟才早几日请了我来帮孟福料理亲事，其他的一桩桩根本听都没听说过呀。不待王二狗回话，村民们吐着瓜子皮，七嘴八舌说开了。那孟永富想要苏家梭罗方子，要不成就直接抢，结果把孟成师抢牢里去了。你那个好侄女啊，想害苏家小丫头，请了个假神婆要烧死她，结果苏家小丫头本事大，没上圈套，反倒你家的好侄女儿自个儿擅自被5、6个大男人在河里摸了个遍呢。哎，还有你那个好侄子呢，未来的好侄媳，哎呦喂，早就不知道勾搭了多少日子了。所以说呀，这门角的水呀泥呀，人家门清，完全用不得你操心。就是，我看你呀，还是好好操心尿布和奶娃娃衣裳的事，说不定明日成亲，2、3个月后就有娃娃抱了。苏画坐在马车的车厢里，听的是一清二楚，就更别提车辕上的苏三虎了。这不是苏家的马车吗？我记得他家的马儿不是瘸了一条腿吗？这速度咋比孟家的枣红马还快多了？是啊，我还看到啊那黑黢黢的马脸了。哎呦，倦的喽！我这老婆子看着呀，心头都欢喜。对呀，还有那2个水汪汪的大眼珠子，咋能长得这么好看呢？苏家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买的瘸马都能成宝马，不仅跑得快，连模样都是上乘。何止是宝马，我早上洗完衣裳啊，就看到苏白氏往村长家里跑了，隐隐约约就听到苏白氏说什么买地的事，这是买了马车，又要买地建大房子喽。有那心思活络的村民，听得苏家要建房子，眼珠子转了2圈，随后立马抻着腿儿往村尾跑去了。而此刻的苏家兄妹刚到村尾的羊肠小道上，便见一道通体雪白的身躯猛然间窜了出来。花儿，这地上的就是你早上说的大白家人。他也顾不得许多，赶紧让苏二虎和苏三虎驾着车先回家去。小姑，大白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一个大白，不过大白不怎么理我们。苏画也没接话，只抬步往杂房走，用林秦果将大白和他阿姐先哄到屋子里躲着。哎呀，花儿，这是咋回事啊？今儿个你们才走不久，这只大家伙呀就拖着大白来了，他也不用人开门，这直接扒着外头的篱笆就爬了进来。哎呀，幸好当时于风于雨这2兄弟在，不然就那一下子就能下去半条命啊。对呀，那只大老虎进来之后直接往主屋走，他在窗口嗅了老半天才挪地儿，一直在满院子地走，最后趴在那棵林檎树下。我们以为他饿了，就给他牛肉、羊肉、猪肉，每样都拿了老大一块给他，可他连瞧都不瞧一眼。这大白白什么都不吃，一直趴在地上打盹，直到娘开始煮饭炒菜，他才又挪到灶屋门口趴着了。我们想着他可能不喜欢吃生的，所以就给他弄了点咱们早上剩下的水煮牛肉，他居然连肉带汤全吃完了，而且连碗沿上的汤汁都舔得一干二净来。
自家人喝的水里我都加了空间水珠的。这大白虎贼精贼精的模样，能不喜欢吃吗？苏画突然觉得早上的一牛一羊一猪，只怕不仅是谢礼，更是他们这一儿一女的伙食费呀。此时院子外10来个村民已经走到了羊场小档。哎，大虎啊，我方才好像远远瞧见一大块白乎乎的东西，那是啥呀？苏大虎听得这一声大虎，竟一时有些分不清，究竟是在叫他，还是在叫刚才见到的那只大家伙。如今这日头正强着，照在河面上都灼得人眼珠子疼。三叔婶兴许是看差喽。哎呀，管他是日光还是火光嘞！大虎小子，咱们今儿个来是听说你家要买地建大院子了，这事儿是真的不？苏白氏听得外头的声响，都不用想便知道外面的村民们都打的什么主意。什么大院子小院子，这后面土房子还是我老头在世的时候建的。20多年过去了，外头刮风就跑茅草，外头下大雨，里头就下小雨，哪还住得了人啊？如今不过是买点地，弄几间勉强能住人的屋子罢了。哎呀，大虎娘，不管你家要建几间屋子，这总得是要人伸手帮衬是不？我先前常跟着大麦爹给人起房子，不管是挖地基啊，还是挖泥沙砌砖头，我都熟得很。哎，你先给我留个位可成？大虎娘，我也是起房子的熟手了，添上我一个可成？还有我张老三从小娃娃起就跟着老爹屁股后面起房子，加我一个绝对不亏呀！我也是。大虎娘，我也先挂个名。哎，大家稍安勿躁啊！我本来呢也是打算要请村里人建房子，既然大家伙都来了，我就先说一说这工人工钱的事。现在呢暂定是要30个人，每人每日15个铜板，还包一顿晌午饭。明日就开始干活。要是想来的呢，就先同我老婆子说一声。哎，熟不熟手的不是最打紧，但必须得老实肯干事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啊，谁要是报了名，这干活的时候又偷奸耍滑的，是一心想着躲懒，到时候可别怪我老婆子翻脸不认人了。听得15个铜板还包一顿饭，村民们的眼神一下就亮了。这种好事儿去哪儿找啊？大虎娘，你放心吧，我张老三最是踏实肯干，绝不偷懒。今儿个就给我和我儿子都报个名。我也给我和我儿子报个名。大虎娘，你尽管放100个心，一个村里的人哪能干那拿钱不干事儿的名堂？说出去还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哎呦，你们这儿子都没来呢，还报啥名儿啊？大虎娘，快给你三叔婶将3个孙子的名头都挂上。苏白氏让苏大虎拿了几张空白的纸来。村民们看着老苏家这正儿八经的模样，便更是觉得他们办事情靠谱。这建房子的名额满了不要紧，但收菜的名额可是多着呢。叔伯婶婶们若是信我，可以今日回去就多开几块菜地，各种应季青菜都种上去。待这青菜长成了，能赚的银子绝对不比建这10多天房子赚的少。村民们听到这话，眼中快要暗下去的光又亮了起来。花丫头，这开菜地的事儿，是不是我开多少地种多少菜，你全都收啊？只要叔不是像大户人家那样弄出个农庄出来，种一大庄子的菜，我这儿都收得了。开玩笑，萧景涵给他那么大一座酒楼，可不再是小打小闹的样子。好，叔在这儿多谢花丫头了。那我这就回去开地去。等到外人全都走了，苏白氏连忙带着苏画回了主院。花儿，这开小馆子的地儿是找着了，对吗？旁边的西屋里还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身影，像是伸长了脖子往这边瞧。娘，二嫂这是在屋子里头干啥呢？是身体有哪不舒服吗？哎呀，别管他，这个眼皮子浅的。刚才老虎来的时候，他正好洗完牛下水回了院子，瞧着篱笆墙上有老虎，直接就躲到屋子里头去了。
这么几个时辰过去，连个屁都没放一个。娘方才说的对，这开苏家饭馆的地儿已经租好了，就在百川学堂过去2条街，同心巷子第1家。待这馆子整改一番后，咱们苏记饭馆便可以开始正式营业了。之所以说是租来的，是因为这2层酒楼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尤其是孟永富当时的反应很不寻常。哦，难怪你会让村民们去开地。以后你们回来了，有时间就去屋前屋后一挖地去，能挖多少是多少，能种多少是多少。花儿，我若没记错的话，这同心巷子好像孟家面馆就在那儿吧？是，咱们苏记饭馆正跟孟家面馆打对面。花儿这是恰巧找的这地儿，还是故意找的呀？还不待他们问出声，便听得空气中传来偌大的咕咕咕的叫声。哎呦，花儿忙活了一天，肯定是饿着了。你今日走之前说晌午想吃全牛火锅，我就按照你说的呀，用牛棒骨熬了牛骨汤煨着，把这些牛肉啊、牛百叶、牛肠、牛肺、牛肚、牛心、牛血都切了一些。你瞧瞧，可还成？还有青菜、菌子也都准备了些，只剩下炒个什么牛油火锅料了。你同娘说说，这料要怎么炒啊？我来弄。自打孟家打梭罗方子的主意起，他对于闺女儿做的每个方子都保护得紧。娘不过是早上只听我说过一遍，这一样样的菜式便全准备的这般好。要我说，这10里8乡中可再挑不出比娘更能干的了。至于炒牛油底料的事，交给女儿就好，娘在这儿坐着帮我看个火候就成。你这丫头最近定是吃了蜜糖，这小嘴呀可是越来越会哄人开心了。可不是哄人，分明是10成10的大实话。足足1炷香的功夫，麻辣刺激的鲜香味儿自灶屋顺着缝隙往外飘了出去。爹娘、二叔、二婶、三叔，吃饭啦！小姑做的全牛火锅好香嘞，我这鼻子都要香没半个啦！大家快过来吃。这牛肉切得薄，在锅中烫上一下就能吃，等久了就老了。花儿，你自个儿吃，这些下菜的活计就让你哥哥们来，没道理天天不干活就等着吃的。是，娘说的是，这种油烟活理应我们男人来干。苏二虎笑眯眯地接过筷子，3两下就将锅里剩余的牛肉全部都捞出来，分给大家伙儿。二哥，这牛肠、牛肺、牛心都可以多煮一煮，但牛百叶这玩意儿不用丢锅里，用爪梨7上8下烫一会儿就成。比起现在那些一整盘只有几片正火，剩下的全是冰的牛百叶来说，这简直实在的不能再实在了。吃完，一个个艳足地摸着肚皮，嘴唇全都辣得红彤彤，像是抹了正红色的胭脂一般。这全牛火锅竟然比麻辣烫还好吃。花儿这脑瓜子就是同咱们长得不一样，啥好吃的都能想出来。是啊，里面这牛百叶最好吃，一口下去比木耳还脆，比牛肉还香。我倒最喜欢这里头的牛肉，一口3片肉，外加一口汤，神仙都没咱们舒服了。这火锅里头的青菜也好吃，尤其是那豌豆尖儿、平菇，吸满了汤汁，麻香麻香的。我这刚吃饱了又饿了，晚上咱们是不是还吃火锅呀？大家喜欢吃火锅，咱们晚上再继续，肉菜全管够。反正熬好的牛油火锅料还剩1大海碗，再吃几顿火锅都够。至于肉，家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肉。大白家人送的3头野物，除了那头大野猪带去了镇上富贵酒楼，其余的牛肉和羊肉可全都留了下来。晌午饭结束，已经是未时初了。苏画拿着木炭笔在纸上涂涂改改。大郎，我今日是想找花儿。什么花儿草的？冯秀才可别在这儿胡乱叫人。你们老冯家住村北，离咱们村委隔着大老远呢，找什么花花草草的，也别来我们这儿。大郎这是说的哪里话？这是我在清水县里面特意买的白糖糕。花儿，不，你小姑不是最喜欢吃这白糖糕吗？你帮我叫她出来，送她这糕点吃可好？白糖糕，
冯秀才怕不是在说笑话吧？我小姑向来最讨厌白糖糕。我现在倒是明白了，阿奶常常说的脑壳里全是屎是个啥意思了。苏画坐在窗边，听着冯子才同苏大郎三人的对话，心中只觉又可笑又可悲。我看呢，他之所以选白糖糕，只怕也是因为这白糖糕是所有糕点里最便宜的吧。哼，7、8个铜板就有满满一袋子。这男人一边想吃回头草，一边却是连芝麻粒大小的付出都斤斤计较，当真是可笑至极。我只记得苏画向来馋嘴，哪里知道他背地里竟然还是个这般挑剔的人，连8文一袋的白糖糕都看不上。幸好现在堵门口的是这3个小崽子，不是苏画。大郎、二郎、春花，今日是冯叔记差了，你们只要同我说说你们小姑喜欢吃什么，这袋子里的白糖糕便全给你们兄妹3人吃，成不成？冯子才静静地望着窗边的人儿，脑海中只剩下那一句人比花娇。幸好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未娶，他未嫁，而他心中依旧还有我的位置。暴脾气的苏二郎更是直接拎起了地上木棍，就往冯子才手上招呼过去，直接将白糖糕给打掉在地上了。二郎，你便是不喜欢这白糖糕，同冯叔说便是，何必动手打人，还糟践粮食？要是让你小姑知道，指不定得说你小娃娃不懂事了。一边说，一边还不忘往苏画那儿瞧，秀气的面庞上全都是大度谦和的笑容。可别在这儿一口一个冯叔了，听着都觉得恶心的慌。我这辈子就2叔、3叔、锦寒叔3个叔叔，可从没什么冯叔、狗叔、鸟叔。这狗屁白糖糕咱们也不稀罕，你快拿着你的白糖糕送孟家去，别来我们老苏家作妖，我们不欢迎你。别说是白糖糕了，就是梨花糕、酸枣糕、五仁糕、海棠糕，咱家都有，根本都吃不完，而且都是那天上的楼里的，一小块就得1两银子那种。冯秀才居然拿着这么个东西就问我小姑喜好，当真是脑壳里除了屎就是屎。那是天香楼，不是天上的楼。要是冯秀才当真想不开，上天去弄糕点，到时候冯家老婆子说不定得抬着棺材来咱们家门口闹呢。对，是天香楼。快走快走，我们老苏家不欢迎你，赶紧走，不要扒在篱笆上头了。阿奶说了，只要见着冯家的人，绝对不给一个好脸色，尤其是这冯秀才，一定要赶得远远的。天香楼的糕点，他家居然吃都吃不完。不对啊，这天香楼可是秦家的，难道苏画同秦家并不是孟永富说的那种攀附关系吗？还有锦寒叔，这名字听起来似乎有些耳熟啊。你到底走不走？二郎莫急莫急，我今日就是想找你小姑说几句话，说完话就走。为了苏画，现在在这些小崽子面前受些气都不算什么，待我成了他们的小姑父，到时候看我想怎么揍就怎么揍。他想到这儿，立马抬手朝主屋的方向挥了挥，声音温润的似是能掐出水来。画儿，我是子才，我回来了，你现在出来一会儿好不好？我有话想同你说，是很重要的话。小黑、大白，你们出去同他好好玩一玩，留口气就成。旋即，男人矫揉造作的声音停下来了，变成了惊悚的尖叫声。苏穗睁开眼，只听得一阵猫猫狗狗的叫声，加上一句句破音的哭喊声。花儿，外头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外头来了个不长眼的玩意儿，小黑和大白在陪他玩呢。阿姐，你等我一会儿，大嫂中午的时候给你熬了黑鱼汤，一直在灶台上温着，我这就给你端来。麻烦花儿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们可是嫡亲的姐妹，还用得着说这样的话？苏穗看着苏画喂到嘴边的黑鱼块，想要接过勺子。阿姐小时候就是这么一汤勺一汤勺喂我喝粥吃蛋羹的，如今我喂阿姐也是应当应分。待阿姐伤好之后，阿姐想如何吃我都不拦着。
苏穗眼神有些呆滞的瞧着那碗凑到嘴边的鱼汤，喉咙处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这黑鱼呀，不仅补身体，而且促进伤口愈合，生机补血的效果很好。先前做鱼丸的时候，我在前头河里捞了2条上来，一条便有4、5斤重。待这2条吃完，我再去河里捞些。待阿姐吃上8、9条黑鱼之后，这身子骨就跟从前一样了。花儿如今竟还会在河里捞鱼了。我记得小时候同大哥和弟弟们在河中可从没抓过什么大货的，别说4、5斤的，1、2斤的都是很难得呢。这鱼呀，同人一样，一闻到喜欢的东西就会忍不住游过来。我恰巧找到些鱼儿喜欢的饵料，只要用这饵料打个窝，这附近的鱼儿就全上来了。过几天阿姐身子好些，我带阿姐一块去捞鱼。好，都听花儿的。我的花儿啊，如今可真是了不得，连男二家会的也全熟络。苏画就这么一边唠嗑，一边给他喂灵琴，外面的吵吵闹闹声也渐渐恢复了平静。阿姐，我抱你出去晒晒太阳可好？苏穗瞧了眼外头的天色，正想点头，可余光瞥到院外走来几个村民们，便立马朝被窝躲了躲。不用了，我在这儿便好。阿姐不急，外头不是别人，就是周婶子、泥鳅娘、大麦娘和程德叔他们4个。阿姐先前在娘的生辰宴上还见过呢，他们今日是来给咱们家送青菜的。阿姐不想见他们，咱们就不见了，好不好？阿姐不喜欢出去晒太阳，咱们就不晒。不过可不能这么一直蒙在被子里，闷久了人都喘不过气。听着苏画一句句温柔的话语，豆大的泪水像是断线的珠子一般，一颗颗的往下掉。花儿，对不起，是阿姐对不起你，是我眼下嫁错了人，最后还害了你，是我对不住你，花儿，对不起。第一次在杂货铺外见到苏穗在那儿抹眼泪，苏画便同他提过和离。后来苏白氏生辰宴上，他又明里暗里的同他说过，可是每次他全都拒绝了。所以这些年里，阿姐是因为我才一直不愿意同王春甫和离，是吗？苏穗哭得双眼通红，在被老王头欺身的那刻，他是真的一心只想死。对不住花儿，是我对不住你，我本想着再忍一忍，忍到花儿你嫁人之后，一切便都结束了。可老王家却是一刻都等不了。花儿，对不住，阿姐对不住你。只要死了，一切肮脏污秽便都了了。如今花儿救了我，我又活了下来。花儿尚且待字闺中，倘若让外人知道他有一个这样不干不净的阿姐，可怎么办呢？阿姐，你真是好生糊涂。忍？为何要忍？为何要因为旁人而一直站在火坑里？这世上你再疼爱一个人，也得以自己的生命为先。倘若命都没了，你又如何再疼爱他？阿姐待我好，我心欢喜，可我并不希望阿姐为了我而辛苦忍耐，受尽折磨。这世上的感情从来都应是双向奔赴，阿姐疼我，我也心疼阿姐。以后再不许做这种傻事了，更不许说对不住我这种傻话，不然我情愿离阿姐远远的，再也不见你。不，你不是旁人，你是我唯一的妹妹，阿姐疼你是应该的。阿姐放心，老王家的事情除了大哥以外，我同谁都没有说过一个字，便是娘也不知情。至于萧景寒那儿，我也早就叮嘱过，那一日的事情旁人永远不会知晓，他们只会知道是因王春甫自己身体有亏，生不了孩子，所以我们老苏家才铁了心让你们俩和离。从拿到和离书那一刻开始，老王家的人和事便完完全全成为了过去，再与你们一丝干系。阿姐现在才19岁，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人生还很长，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尝试。阿姐不是喜欢刺绣吗？这里面一柜子都是崭新的料子，从细棉布到缎子、云缎，各种颜色应有尽有，全都可以给阿姐拿来练手。待花儿的饭馆挣银子了，便给阿姐开一个绣楼。阿姐若是喜欢做生意，就当女掌柜，每日跑跑绣楼。说是不喜欢，就指挥下头的人忙活就成。当然，说有一日阿姐不喜欢刺绣了，喜欢弹琴画画、厨艺种植或是旁的，亦是可以。只要阿姐喜欢，便只管放心大胆的去做，花儿永远在背后支持阿姐。至于阿姐担心的和离会影响我的婚事，更是完全没一点必要。和离就跟着刺绣、弹琴、画画一般，不过是个人选择罢了。一个真心爱我的人，绝不会因此而对我偏见。若不是，那这种爱，我苏画也根本不稀罕。人生还很长，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尝试。和离就跟着刺绣、弹琴、画画一般，不过是个人选择罢了。真心相爱的人，绝不会因此而有偏见。天哪，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那开绣楼当女掌柜，是我这一生从未敢去想过的事情啊。苏穗听着这一句一句的话，突然觉得心头竖起的死巷子好像有了些许微亮的光。他在古代的环境中长大，思维各方面是固定的，要想他彻底放下这件事情，还是得慢慢来。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翌日天刚蒙蒙亮，老苏家人简单吃过早食后，苏画则是悄咪咪地背着背篓往伏虎山去了。大妞，你这是想驮我进山？不成不成，我现在虽然减了些肉下来，可也有130来斤，只怕会把这半大的老虎压垮去。而且我只骑过马，哪里敢骑老虎啊？可大妞却不管那些，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大脑袋，还低低吼了声：我的个乖乖！大妞，咱们不是说好到山里头才能吼，现在还在小山包。啊！可话才说到一半，身子已然一轻，眼前的景色一阵颠倒，苏画只觉得自己像是一支离弦之箭一般射了出去。我的个乖乖！老虎界居然还喜欢玩霸道总裁这一块呀！不得不承认，咱家大妞女总裁真的好帅啊！大妞，你好好看啊，别看错了。咱们今天来专门就是要找这种红色的小花，别的花里胡哨的都不要哦。就这样，一人二虎一直从1人高的小树林瞧到了遮天蔽日的大树林里。有野牛群，就意味着有红薯啊！我又没啥武功，大白呢，还只是个1个月大的小虎崽子，我俩完全就是来凑数的。若是真让大妞一个半大的老虎冲过去，别说抓野牛了，他自个纯粹就是送上门挨揍的了。这野牛要是记仇的话，说不定还惦记着昨天被大妞爹娘抓了一头牛的事儿呢。到那时候，只怕就不仅仅是挨揍这么简单了，搞不好会出要命的大事。也就是这个时候，终于让苏画看到了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红薯藤。苏画又静静地等了一会儿，待彻底听不到野牛的动静，拔腿就往那红薯藤奔去。等走近了之后，才发现绕着山脚的一圈竟然全都是红薯藤。我原本只想来伏虎山找红销花，如今花的影子都没瞧着，倒是让我找到了红薯。再过上小半个时辰就到晌午了，娘他们在苍梧镇看砖瓦，也应该快回了。我这次是偷偷出来的，得趁着他们回来之前赶紧溜回去，不然大中午还见不到人，指定得着急上火。红销花生长在海拔高处，我们今日已经将伏虎山的腹部逛了个大概，待我回去先将已经走过的路线画出来，明后日再找个机会往山体顶部走一遭。说是在伏虎山找不着，就只能赶紧另想法子。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苏白氏今日在苍梧镇看砖瓦尤为顺利，早在半个时辰之前便回到家了。
这你说说你们呀，啊，一个个的，大的都快20了，小的也有3、4岁了，连个人都看不住，这以后还能有个啥屁用啊？天天就知道靠着花儿吃，靠着花儿穿，靠着花儿用的。如今倒好，这么多人待在家里，这加起来呀10几个眼珠子，居然连他去哪儿都看不见。难道这眼珠子都是用来摆看的不成？让你们去找，你们也找不着，这连往哪个方向走的都不知道。我老婆子咋就生了你们这一窝没用的东西出来呀？啊！我告诉你们，花儿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你们就等着给我们娘俩一块收尸。还有你这只黑家伙，花儿平日里待你有多好啊？鱼啊肉啊的从不间断，连果子都是要多少有多少。试问10里8乡的，有哪一只狗比你日子好过了？结果你呢，天天只知道趴狗窝里，看主人都看不住。小黑被骂得委屈巴巴，但也不敢太挣扎，只一个劲儿的对着灶屋小声吠着。哼，还叫呢？如今主人都不见了，你还有心情去玩？看来我家花儿呀，不仅是养了一群白眼人，还养了一只白眼狗。这时候罚着站的苏2虎、苏3虎终于发觉了情况不对。娘，回来呀！娘，今日是花儿不好，往山里走了一趟，让娘担心了，对不起。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平安回来了就好，就好了啊。花儿，为娘知道你如今同从前不一样了，聪明了，办事儿也有自个儿考量了。但娘想说，不管你想做什么，娘都会支持你。你想去伏虎山也可以，只是不能再像今日这一般，一个人偷偷跑了去，娘会担心的，你知道吗？对上苏白氏全是红血丝的吊梢眼，苏画心头有些堵，他轻轻点点头。花儿，以后你要再去山里面，一定得带上2哥一同去。对，还有3哥，3哥同你一块去。大郎也去，大郎帮小姑开路，二郎帮小姑扛树，还有春花帮小姑打老虎。暂且不说打不打得过老虎，可打老虎，这真的好吗？畜生永远都是畜生，也就这些人心这么大，指不定什么时候老虎发威，吃了人都不知道。我才不犯这蠢呢。行了，花儿回来了，一个个的该干啥干啥去。马上这都晌午了，老二媳妇儿、大郎、二郎、春花，你们快回灶屋，同冬梅一块弄菜。外头那么多村民都等着吃饭呢，要是再让我看你躲在屋子里偷懒，以后都别想吃饭了。是，娘放心，媳妇这就去。我不过是因为怕大老虎，在屋子里待了1天时间罢了。到苏白氏嘴里，倒像是整日都是个懒婆娘了。2虎3虎，你们赶紧去后头山坡一趟，找于峰和于雨，若是没见着人，就先在那等着，就说花儿回来了，不用再找了，顺带让他们呀来家里吃中饭。于峰于雨，苏画闻声不由有些呐喊。昨日早晨2人来家里帮忙之后，约着让他们来家里吃火锅，可一直没见着人影，便是火锅底料牛肉牛下水，也是3哥后头送过去的。是啊，我方才回来没找着你，便立马屋前山后的找，还是于风于雨过来说，在山坡后啊发现了鞋印，说你可能是去伏虎山了。唉，不愧是景寒小子军营里的人。只见他们2人脚踩在树枝上，整个人就像是大雁一样的飞了起来，一下子就飞出去山里好远好远呐。比起你这几个哥哥来说，可是强太多了。他们呀，别说飞了，连寻人都不知道往哪儿寻。哼，要不是有他们2人在，我老婆子只怕命都要给吓掉半条喽。若非有心，又怎么可能安排的这般妥帖？随后又一想想，这2人是萧景寒离开前就安排好的，他对萧景寒的满意又增添了许多。原本花儿说给15文1日的工钱，再包1顿晌午饭，我还觉得太高了。平日村里寻常建房子都是12文1日，也不包饭。可花儿说多几个铜板可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我当时还不懂这啥叫主观能动性。
如今这原本1天才能干完的活，他们居然不到半天就干完了。哎，我算是有些明了了，这3个铜板呀，给的绝对不亏啊！大家一晌午辛苦了，来，先停一停手中的活，到院子里歇歇脚，吃晌午饭了。大虎娘叫吃饭呢，你们要是再杵着不动，可别怪我一个人将饭菜全吃光了。地基上的村民们听得这话，一时纷纷回过神，如脚底抹油般的跟着2人后头去了。这都晌午了呀，这味儿香得很嘞。也不知道老苏家这是炖的啥呀，比起我们过年过节的大肥肉还香老多呢。要不是年岁在这儿摆着，只怕光是闻着这香味儿，都要同小娃娃们一样流口水喽。然而，当他们脚尖踏入老苏家小院时，一双双眼睛瞬时瞪得老大。哎呀，这老苏家办这些伙食的银子，怕是都不少啊！哎呀，光闻着这味儿，我肚子里的馋虫都按耐不住喽。我说大虎娘，俺媳妇天天念叨，这下我可算是见识到了。嗨，我媳妇儿那嘴啊也念叨呢，不过老苏家的饭菜啊，那确实香。众人看着这一碗碗的堆得冒尖的饭菜，心中更是呐喊的不行。大家伙啊，先1人来上1碗饭，1个馒头，这红焖羊肉、豆角干炖肉、白菜炒肉也都来些。喜欢喝汤的呀，便自个儿去舀，吃完了自己来夹便是，饭菜全管饱。大马爹见众人不动，咧着嘴笑着走上前，接过第一个大海碗。嘿嘿，我小老头今儿可算是有口福了，这羊肉可是过年都舍不得吃的好东西，还有牛骨牛肉，我活半辈子了还没吃过1次呢。村民们见状，亦是赶紧自发的排队，拿起饭菜来。那羊肉刚一入口，一个个眼眸更是亮得吓人。这羊肉里头咋这么香啊？是啊，就不仅是肉香，还带着一股麻，而且里头竟然一点腥膻味都没有，一口下去全是羊肉的浓香啊。对呀，我张老三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难怪人家老苏家能做吃食去卖，这手艺可比起咱们来可好太多了。哎呀，何止是好啊，这一锅锅的都是大锅菜，味儿都这般好，要是单炒那不得香坏人了。这味道比镇上饭馆的都要好，苏家人是真有本事。哎呀，人家这手艺咱是学不来了。对呀，瞧瞧这做菜的手艺，真是太好吃了。掌勺的赵氏听着众人的话，不由笑着看向一旁静静吃饭的少女。这羊肉用绿豆水煮便不膻的法子，还是花儿教我的呢。而且今儿早上花儿还给了我1小包料，说是八角、桂皮、香叶什么的，只要焖羊肉的时候放进去，味道肯定错不了。不就是炖个肉吗？谁炖肉不香？要是让我来炖，指不定呀，比赵氏炖的还要好吃呢。也就这些人像是没吃过肉似的，竟会大惊小怪。他一边嚼着肉，一边一张丹凤眼四处张望。这一个人干活还连吃带拿的，咋不带一家子过来，吃一家子拿一家子的工钱？苏白氏转头瞧去，便见不少村民将碗中的羊肉、肉块和大板馒头全都用大树叶包好。他们自己碗里的想自个儿吃还是留着回家吃，那是人家的事，咱们管不着。谁家没个老人小孩的？便是以前我和大虎几兄弟在外头忙活时，这一介着好吃的，不也是想着法子会带着回来给花儿吃吗？只要村民们没有吃了之后又往锅里霍霍，爱带多少回去那都是他们自个儿的事。如今不仅小姑子指头缝宽，便是这苏白氏也指头缝一日比一日粗。这么多的肉，他们要是不吃，就不用给人家打那么多呀。虽说老虎送来的，可若是拿出去卖掉，不也是白花花的银子吗？来干活的村民们也都很自觉，留了肉和馒头的，一个个都只吃了碗里的，便没有再去夹饭夹菜了。吃了饭，只稍微歇了一会儿之后，大买爹便带着众人去隔壁的地盘去了。老苏家给咱们每日拿这么多铜板啊，还让咱们吃的这么好，
咱们可一定要将活给干好干踏实喽，不能让人家寒心，知道吗？大买爹只管放心，咱们可从来不是那种没心没肝的人，不用你说，也定然要将老苏家的院子建得又快又好。是啊，我张老三帮人建了这么多年屋子，第一回见主家给做嫩好的饭菜，便是冲着这饭菜，咱也不能干那不地道的事儿啊。老苏家人待咱们好，咱们自然也得对得起这份好。再说了，这活干得漂亮，咱以后在这一片也能有个好名声，不是啊？好啊，听到大伙这话，那咱们就好好干。好嘞，您就瞧好吧。苏白氏听着这一声声，加上接连响起的锄头声，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几分。花儿说的主观能动性，月末便是如此了吧？本来以为是要1个多月才能建起的屋子，如今看来应该是能大大缩短时日了。老苏家人在晌午饭过后，花儿，这红薯藤咱们要怎么扦插？是直接压地里就成了吗？这个很简单，只要将红薯藤向下斜插，插入深度5到10公分，将藤上的2-3个嫩芽留在土壤外，根与根、行与行的间距都保持在20公分左右，全部扦插完后再浇水编成。苏二虎兄弟俩点点头，可是一抬眸，瞧见羊肠小道上的身影，眼神陡然暗了下来。这个白眼狼居然又来了，难不成还没挨够揍吗？这冯秀才居然又来了，难道是和小黑大白还没玩够吗？笨，冯秀才手里提着一盒天香楼的糕点，一看就是来找小姑的。可咱们昨日不是说了，家里糕点吃不完，他居然还送糕点，这脑壳里果然除了屎就是屎。这个不要脸的狗东西，要不是昨日溜得快，我定要揍得他满地找牙。今天居然还敢来，小爷这就去揍死他。三哥莫急，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要收拾他有的是功夫。咱们现在重要的是将这红薯藤给种下。花儿，你是不是对冯子才还有？话说到一半，他有些说不下去了。他一个当哥哥的，当着一家子的面问妹妹这种问题，好似不太恰当。如今不过才过去1个月时间，哪里能当真说放下就放下？尤其是花儿还是这般重感情的人。大郎，三叔说的啥？我咋一点也没听明白？你听明白没？大人的事，咱们小孩子听着就成了，哪有那么多话？这没头没尾的话，我咋听得明白？我虽然当大哥好多年了，可到底不过是4岁的小娃娃。瞧着眼前这一家子的活宝，苏话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二哥三哥放心，这世上的男人便是全死光了，我也绝不可能再对冯子才有任何心思。哼，有我苏话在，他这辈子也就止步于这个半个凤凰了。说真要说对冯子才有心思，那也只有将他往死里按的心思，绝不会有半分情意。这冯家娘俩可是一个比一个憋着坏，若花儿还对冯子才留有情愫在，只怕又会中他们的圈套。不过瞧见苏话嘴角噙着的冷笑，苏二虎兄弟俩提着的心终是放下大半。直到暮色四合，苏话吃过晚饭，带着大白小黑出门消食的时候，小花，你终于愿意出来见我了。你可知道我在这等你一下晌了？今日不是孟家的大喜之日吗？冯秀才作为孟家的准女婿，不待在孟家，在这儿等我做什么？孟家有喜，作为村人去吃个喜便成了，还一直待着做什么？我昨儿个听到大郎三个说你喜欢吃天香楼的糕点，这不天还没亮就往清水县走了一趟，等着这第一锅出炉的梨花酥。小花快尝尝看，喜不喜欢？为了这盒糕点，我可算是费了老鼻子功夫，还花了足足1两多的银子。如此，眼前的人应该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什么梨花酥、桃花酥的，整日吃这些糕点，早就吃厌了。冯秀才还是留着自个儿吃吧。冯子才满心期待，像是陡然一灭，一口一声的冯秀才更是让他心头发堵。小花不喜欢吃糕点，那喜欢吃什么？
只要你喜欢的，我一定给你买来。破庙捉奸的时候，开口的第一句便是小话，现在倒像是喝了忘情水一般，着实叫人恶心。我听说天香楼的海味倒是不错，尤其是大虾、大螃蟹。话落，也不待男人反应，直接换着2只小团子往回走。天香楼的海味儿，这天香楼的海味，向来是天香楼独有的招牌菜式。光是一小碟海虾，就足足要10两银子。小画竟然喜欢吃大虾、大螃蟹。先前孟云儿给他的3两银子，如今就只剩下1两多了。想到孟云儿，男人眸中划过一丝厌恶。说什么担心我在汤山府孤单，特意过去陪我，可我昨日从村里人口中问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被王二狗那个混混在河水里搂搂抱抱后，被人家逼着上门提亲，将脸面丢尽了才躲去汤山府的。我堂堂一个大禹朝秀才，以后还要考举人、中进士，绝对不可能娶这么一个不干不净的女子当妻子。要不是孟家还有几个银子在，我定然立马回汤山府将人轰走。想到这儿，他想要苏画的心思就更加浓烈了。小画这13年里一直心悦于我，先前虽然有些误会，但只要好好弥补，将误会消除，我们便又能回到先前的关系。既然小画喜欢吃海虾、海蟹，那不管想什么法子，也定要给他弄来。村尾小木屋旁边，一道几乎与树叶融在一起的身影。我咋瞧着这小秀才是想要撬咱们主子的墙角啊？昨日来了，今日又来，这一趟趟的磐石砌成的墙角，怕是都得给他撬没去啊。常言道，夜黑风高日，杀人越货时。我瞧着今儿个晚上夜色就很不错，要不我们跟着这小秀才回去，待天色暗下来，直接套上麻袋揍他一顿。要揍你自个儿去，别带上我。啊，你这话啥意思啊？最开始可是你说的苏姑娘和我们主子最配了，如今我们主子不在，就来这么一个穿山甲，天天撬墙角。要是我们就这么干看着，等着主子从南疆回来，别说小主子了，便是女主子都要没了。你觉得我们主子的墙角有这么好撬吗？别说是一个这样的小秀才，便是再来1000个10000个，也远不及我们主子一根汗毛。哎呀，也不知道你整日操的哪门子空心。若是一般的小秀才自是没问题，可这个小秀才曾经是苏姑娘的娃娃亲呢。我们主子来上河村也不过月余，摆明了是外来的和尚，能抵得过人家青梅竹马10几年的感情吗？主子离开上河村之前，只嘱咐他们仔细照看着苏姑娘，对于旁的却是从未说过，更别提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娃娃亲了。若是苏姑娘对这小秀才还有意，那我们去揍了这小秀才，只怕会适得其反。若是无意，揍人也就更没必要了。算了，你不去我自个儿去。我们主子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喜欢的，若是被人抢走了，只怕真的将这光棍打到下辈子去了。我们到时候别说抱不到小主子，便是哭都没地方哭去。嗨，这家伙瞧着大大咧咧的，一旦犟起来，便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若跟过去，不说一块揍，起码能拉着一点，不让他直接将人给揍死了。然而2人刚走出村尾，却见方才往小院走的苏画竟然又去而复返。苏姑娘这是去哪儿啊？不对，如今这小秀才前脚走，苏姑娘后脚又出了门，难不成是2人约着见面？想到这儿，眼珠子一下子瞪大了。不成，咱们得赶紧跟上去，今儿个晚上必须将这个小秀才狠狠揍一顿，让他再没精力来撬墙角。要我说，像苏姑娘这般聪慧的女子，除非眼神不好使，不然绝对不可能在主子这块珠玉挂着钱，还被这么一个小秀才骗了去。而苏画嘛，自然也不是去找冯子才的，而是一路从伏虎山山脚绕着村子去了村西头。娘，您再等会儿，这鸡汤马上就熬好了，待喝了这热鸡汤，您再好好睡上一觉，明儿个起来便什么病都没了啊。男人话音刚落，土房子里又是一阵铺天盖地的咳嗽声。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你别费那些功夫了，鸡汤留着自个儿吃。娘，您别说话了。男人眉头皱起，正要揭开陶盖，看看鸡肉炖得如何了。你怎么来了？如今他只要一看到苏画，便觉好不容易接上的左手和左脚又开始不受控制的疼痛起来。狗儿，怎么谁来了？狗儿，你是不是烫着了？啊，娘，我没被烫着，您不用起来，就是村子里一个大娘过来咱们家借点盐而已。那你快将盐拿给人家。听到这话，妇人也没再挣扎起身。唉，她这没用的身子呀，不给儿子添麻烦便已是难得。老大的人了，媳妇儿没能给你张罗上，我这病恹恹的身子还拖累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哎，我的个姑奶奶呀，今儿个这是吹什么风啊，竟然把您给吹过来了。姑奶奶今日来得巧，正好家里鸡汤熬好了，要不给您来上一碗？他最近可没往老苏家那儿凑啊，便是连他们家的篱笆墙都没挨着，完全不存在得罪他一事。姑奶奶放心，这鸡汤绝对来路正，绝不是偷鸡摸狗来的。我知道。苏画唇角轻勾，一看就知道是山上的野鸡，而非村民们豢养的家鸡。那我给姑奶奶盛碗鸡汤喝。这野鸡你留着自个儿吃吧，我今日是有正事来找你，你们娘俩先吃饭，吃完再说，我在外头等你。这姑奶奶有正事找我，可她不像是有什么好事找的人呢。男人想到这儿，索性先将鸡肉和鸡汤盛出来，端到屋子里给妇人喝下。没想到这往日里狗嫌猫气的人，背地里竟然还是一个孝子。此时离王家小院半里外的大槐树上，雨雨扒着一根大树杈子，满脸不解。苏姑娘大晚上跑到这儿来，就是来看人家炖鸡的吗？我怎么觉得这鸡肉没一点滋味，但是这香味比起苏家平日的菜式来说，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叫人没一点食欲。唉，这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是并非人人都有的。而雨雨早就习惯了于峰的沉默，只兀自嘀咕了起来。这天色也不早了，待苏姑娘在这个小院子里吃完炖鸡，说不定小秀才都睡了，那咱们将人从睡梦里扯出来揍，会不会不太好啊？哎呀，要不就直接盖着被子猛揍，连麻布袋都省了。你小点声，苏姑娘耳力可是灵得很。我们本来是想跟着冯子才回家的，谁料半路碰上个苏姑娘，如今反倒好像是成了偷偷摸摸的跟踪。若是被她发现了，只怕真的有口都说不清了，说不定还得怪在自家的主子身上。到时候依着主子的性子，那就不再是围着伏虎山法跑能解决的了。是啊，我先前被主子罚跑100圈，跑得骨头都快要散架了，还是吃了好几只鸡才勉强补回来的呢。而这时王二狗伺候完自家老娘吃饭，已经点头哈腰的走了出来。姑奶奶，我们已经吃好了，您今儿到我这儿找我啥事儿啊？不会是什么杀人越货的大事儿吧？看到男人脸上满是忐忑不安的神情，竟是有些难以将他和初次见面时的无赖模样联系起来。你放心，杀人越货这种勾当倒是没有。不过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这里是5两银的定金，只要事成了，我再付你5两。如今苏画这一出手就是5两，但事成还有5两，那这事儿只怕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吧？这银子拿了也得有命花才成啊！你如今倒是惜命的紧。你放心，我不过是让你同咱们村的冯秀才玩一玩罢了，既不要伤筋，也不要动骨，你绝对不吃亏。玩？姑奶奶想要我怎么玩啊？少女清冷的话语伴着山风，一点点地落在了耳中。王二狗却是越听越心惊。你这是想将冯子才彻底毁了呀？
什么悔不悔的，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冯子才要了原主的命，负了他一片真心，不该得到善终。姑奶奶家中3个哥哥，这种大事为何不找哥哥们去找，反倒想到来找我？难道就不怕我去告诉冯秀才或是孟家吗？哥哥们心思太正派，哪里能有你合适？至于你找冯家或者孟家，想找便尽管去吧，反正这腿长在你脚上，想去哪儿自是你的自由。不过这手啊腿啊的，断了一次便能断第2次，但能不能接第2次我就不知道了。而且这镇上的周老大夫正好与我相熟，到时候能不能接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人给你接又是另一回事儿了。王二狗听着这一句句的吴侬软语，差点直接就跪了。怎么样，考虑的如何？这5两银子你是接或不接？我接。王二狗嘿嘿一笑，随后眼疾手快地从少女手中接过银子，还不忘放到嘴边攒劲儿咬了一口。正如俗话所说的，这活不伤筋不动骨，只不过是引着冯子才那个瘪犊子玩玩而已，就能得10两银子。这送上门的买卖，我若是往外推，那不就成二傻子了吗？有了这银子，又能去药房给老娘多买几贴药了。苏画见他收了银子，便笑着转身，待走出2、3步，又顿了顿脚步，轻声道：王婶子的瘘症属于陈年旧疾，与其去药房买那些药材日夜熬着，不若将院外的竹子砍些下来，放在火上烤了，用炙烤后的煮水给他喝，喝上1月有余，这瘘症便能好上大半。什么？烤竹子？他的意思是，这没人要的竹子只要烤出水来，就能治我老娘的咳嗽？狗儿，狗儿，外头戒严的大娘可走了，要是走了，你就赶紧洗漱睡觉，知道吗？哎，走了，这就来。倘若苏话说的法子真有用呢？半里外，遮天蔽日的大槐树上，雨雨扒拉着树杈，一张娃娃脸忍不住皱起。苏姑娘这就完事儿了？这是大晚上特意走一趟和这二狗子结账吗？咱们现在该往哪儿走？是先去搞麻布袋，还是直接去小秀才家里盖着被子一顿揍？苏姑娘自个儿有成算，咱们别多手，也别忘了主子的话，大晚上的揍人的事可以先放一边，护着苏姑娘回去要紧，而且还得防着萧忠趁咱们不在来家里搞事。花开2朵，各表一枝。此刻的上河村村中心青砖大院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小弟呀，不是大姐想在这大喜的日子说这扫兴的话，可爹娘在世的时候时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娶妻定要娶贤。你即便是不给福小子娶个贤惠的，起码得娶个懂事干净的吧。这梁家闺女婚前就不干不净，咱们孟家给她20两的彩礼银子，那已经是天大的福分。可梁家呢，倒像是个吃不饱的，临上花轿钱居然又要个什么上轿钱，而且一开口就是30两，还不给银子就不让上花轿。哎呀，大姐活了40余年，无论是清水县10里8乡的，还是我们那李家村，可从没见过这样钻钱眼的人家呀。小弟，你真是好生糊涂啊，竟然给福小子娶个这样的儿媳妇进门。便是咱们孟家家里金山银山，都得给人家搬空啊。如今这才成亲第1日，上河村50多户人家，差不多快700个人了，可来咱们家吃喜酒的，那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这一个个的全他娘的在看咱们笑话呢。这些道理难道我会不懂吗？可福儿就是一门心思落在这梁思玉身上，我一个当爹的又能如何呀？再说了，这成亲的话老早就放出去了，若是临了因为这30两银子的事就不成亲，叫旁人知道了，
岂不是更得笑话我孟永富啊？更重要的是，福儿命根子被苏化踩过之后，本来花重金跟周老大夫买来的药膏，眼看着快痊愈了，他居然又跟梁思玉搞在了一起，还被突然砸下来的瓦片弄得大小便失禁，那一处更是时好时坏。若不娶梁思玉，而娶旁的女子，日后免不了会嫌弃福儿。到时候孟家当真是永无宁日了。这些隐秘的事情，难道我还能同外人说不成？只是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上河村的这些泥腿子竟然完全不给我一点面子。本来他是打算趁着这次喜宴缓和一下同村民们的关系，毕竟他们孟家根儿上是上河村的人，以后老了终究还是得在这儿落叶归根的。若非苏化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我作对，将我孟永富的脸面扔到地上踩，如今还弄让村民开菜地，说啥要在村子里收菜，这些人哪里敢对我孟永富这般冷嘲热讽？而不远处燃着红烛的东厢房中，倘若我嫁的人不是孟父，而是他，是不是今日这般羞辱便不会存在？月影从天际渐渐坠下山头，薄雾四起，昂扬的鸡鸣声响，又是新的一天。花儿，光有饭团哪够啊？这些猪肉干、牛肉干，你也拿着。若是在山上饿了，多少可以抵个肚子啊！还有昨日的红焖羊肉、烧羊排，你也都带2包上去。啊，对了，还有这些鸡蛋，你也拿个20-30个走。娘，这些东西都用不着，我只是去山上1日，又不是去山上常住就不回来了。哎呀，呸！坏的不灵，好的灵。这东西不能乱吃，话也不能乱说。穷家富路，万一你们俩在山上遇着什么事，带着这些吃的，起码能保证不饿肚子呀。娘说的是，这虎虎山里老大一块地儿，花儿要寻指甲盖一朵的话，还不知道要寻到什么时候呢。带些吃的以防万一也是好的。小姑若是嫌重，这些东西大郎帮你背上去，二郎也可以帮背。还有春花不仅可以帮小姑背，还能帮小姑吃。苏化听得嘴角一抽，若非苏白氏阻止啊，这些小萝卜头都要恨不得跟着一块上伏虎山了。这些不重，我替苏姑娘背着便是。苏婶子若是有旁的要带的，也可以一并给我。我们习武之人，这点重量不算什么。好孩子，哎呀，幸亏是有你在，不然花儿今日去伏虎山，我这心头啊都得一直提着。这些吃食你喜欢吃什么，只管一同吃，待回来了剩子再给你弄火锅吃啊。婶子放心，我一定会照看好苏姑娘，不让她伤着分毫。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待2人2虎正式出发，又是一炷香的功夫过去了。我昨日是从山脚一路往上找到伏虎山腹部，却是没见着红霄花的影子。今日咱们换个方式吧。这伏虎山里统共有7座高海拔山峰，红霄花多生长在高海拔地带，山顶有红霄花的可能性显然更大。待会儿咱们先到山顶，再慢慢往下找到腹部，如此1日之内跑完7座山峰的可能性更大。好，一切都听姑娘的。我家主子苦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一丝亮光。大妞的脚程给力，几乎是小半个时辰的功夫便跑了1座山峰。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不得不说，大白虎们是真的会享受啊，光是站在这儿便觉心境豁然开朗。胡姐姐，胡姐夫，这纸上的小红花你们可曾见到过？公虎和母虎盯着苏画手中的画像好半晌，终于琥珀色的眸子亮了亮。苏画见状，心头不由有些呐喊：红霄，竟然真的是红霄！赤红七瓣，赤金花心。对呀，这不正是我们寻了大半个雨国的红霄吗？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主人的毒终于又多了一份希望。山岩上的蝮蛇王
看到苏画二人望向红香花的方向，碧绿色的瞳仁瞬时森冷到了极点。苏姑娘，这畜生不容易对付，我还是先送你回家吧。待会儿叫上雨雨和清水县里的兄弟们一块儿来想个法子。不成，这红消花马上就要开了，萧公子所中3重三花毒，三重与三花相生相克，其中一重一花便是蝮蛇和红消，二者相伴相生，有红消的地方必有蝮蛇。对于蝮蛇而言，红消绝对算得上是大补之物。这蝮蛇王守在这里，甚至是在这里搭蛇窝的初衷，便是为了红消花。只要等得这红消花开放，他必定会第一时间将它给吞了。于峰听得心头一震，难怪他们刚才不过是多看了2眼红消花，这蝮蛇王就直接窜上来想吃人。苏姑娘，待会儿我下去摘到红消，便立马拿给姑娘。烦请姑娘拿到花后，立即同白虎夫妻俩往山下跑，跑得越远越好。不行，这事我不能答应。蝮蛇蛇鳞坚硬，尤其是这蝮蛇王，蛇鳞更是刀枪不入，无坚不摧。说让你一个人下去摘红消，无异于白白送死。我知道，可我这条命都是主子的，只要能为主子摘到红消花，便是舍了我这条命，又有何妨？苏画望着男人一脸舍身赴死的神情，默了默，终是忍不住实话实说：怕就怕你舍了这条命也只是白搭。什么？苏姑娘这话什么意思？于峰没太明白。蝮蛇对红消的看重远超你的想象，若花没了，他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也不可能让我有机会跑下山去。这里面是我做的引蛇丸，待会儿我们分工合作，你轻功好，拿上这些引蛇丸将它引开，带着它在这7座山峰之间溜，不用同它正面刚，只等它离开崖壁范围，我便去山崖下摘花。不行，这山崖下除开这蝮蛇王，还有一窝麻绳粗的蝮蛇。苏姑娘，你又不懂武功，太危险了。只是话到一半，山壁下突然传来窸窣的声响，便见那红消最里层的2片花瓣也正缓缓打开来。来不及了，红消要开了，快将引蛇丸扔过去，再不快点，你家主子的毒这辈子都解不了了。于峰见状，再也不敢有一丝耽误，攥起2颗引蛇丸朝蛇目狠狠地掷去。畜生，你有种就来啊！畜生，你要是有本事就来抓我呀，我倒要看看你这畜生是不是真能吃人。话落，又是一颗引蛇丸掷向了蝮蛇王。蝮蛇王终是彻底被激怒了，再也顾不得旁的，咧着蛇信子便朝着于峰猛地扑上去。然而手指才刚刚触到花茎，不待苏画转身，一片巨大阴影便笼罩而下。这蛇窝里竟然还有一条母蝮蛇啊！只是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下一秒已经被母蝮蛇的蛇信子给卷进了蛇嘴。